徒儿，你发毒誓。徒儿谨遵师命，若有违背，五雷轰顶。好，待为师死后，你要自封经脉，抱着这具女尸沉睡3年。3年后，你将脱胎换骨，一飞冲天。徒儿谨记。玄云子点头，含笑而终。3年后，你是谁？你想干什么？陆静睁开眼，懵了，眼前怎么出现一个金赤条条的陌生女人？自己也被扒光衣服，腿软腰子疼，不会被她给强了吧？猛甩头，回忆潮水般涌来。3年前，他遵从师尊遗愿，自封经脉，抱着一具女尸，把自己埋进坟墓。如今3年期限已至，干尸呢？忽然他想到了什么，诈尸、画皮，你是那具女尸？细思极恐，自己不会真被一具女尸给强了吧？而且3年间他都处于假死状态，一无所知，极有可能被偷吃了很多次。朦胧的夜明珠下，女子容颜绝世，腰肢如柳，长发如瀑，肌肤透着银白珠光，眼神勾魂夺魄，似魅魔神女，却冰寒若霜。该干的早干了，你紧张什么？声音宛若天宫风铃，飘渺若仙。关键是他没否认。陆静色厉内荏，双眼圆瞪。也就是说，自己在棺椁中躺了3年，也被这女尸炸了3年。造孽啊！按理说，被如此绝美尤物夺了男儿身，他也不亏。可这是在坟墓里，这美女还是女尸变的，这谁顶得住？你到底是谁？陆静在黑暗中摸索着被撕成条的布料盖住隐私，大着胆子问：你师尊让你与我同眠，没告诉你本座是谁？陆静摇头。女子眯起眼眸，若有所思点了点头，旋即正色道：本座乃青莲女帝。威严之声宛若闷雷贯耳，女帝气质惶惶如神奇。说话间，有衣物从陆静手指那戒中自动飞出，眨眼穿在她身上。衣袍宽大，遮不住那白皙如玉的性感锁骨，可恰是如此，更让这绝美尤物透出一番倾世风情。陆静眼神复杂，无心欣赏同处一关的女人，皱眉道：青莲女帝，没听说过。青莲女帝冷声道：万年前，本座独步宇宙洪荒，未逢敌手。你这井底之蛙，自是不知苍穹辽阔。陆静满脸愕然，看来这女人大有来头。那你怎么成了尸体？一句话差点让青莲女帝破防。你还没资格知道。青莲女帝柳眉微蹙，声音威严：3年来，你日夜用金元酝养，才使得本座肉身逢春，神魂归位。不过本帝血肉之躯尚未完全恢复，1个月后你要继续奉上金元。可以你现在的修为，所供金元质量过低，我要你1个月内把修为提高到金丹境。另外，本帝跌落这方大陆，神魂被这方天道法则压制，100日之内，你要为我找到破妄魂果，不然杀了你，我换人。声音威严霸道，不容半分反驳。陆静心脏颤抖，眉头倒竖，完不成就杀人，好无情的女人，而且1个月晋升金丹境，简直天方夜谭。3年前他天资卓绝，距离金丹都差了临门一脚，现在凭他一个废物，根本不可能。女帝大人，你有所不知，我如今已无法修炼，性命被威胁，陆静只好如实交代。我被人陷害，废了丹田，连至尊骨都被人挖走了。青莲女帝皱眉：这么惨，你怎么混的？陆静无奈道：曾经的我也是万剑宗天骄，内门第一，地位直逼圣子，可一切都在3年前那场魔窟之行中改写了。我被骗入绝境，面对妖魔本就胜算寥寥，又遭未婚妻背刺，他与万剑宗圣子狼狈为奸，联手废了我的丹田，挖了我的至尊骨。最后我虽死里逃生，却失去了一身修为，根本无法修炼。不光如此，那个贱人在得知我没死后，竟诬陷是我坑害了那些葬身魔窟的弟子，有圣子撑腰，导致宗门上下人人欲杀我而后快。若不是师尊护着，我早死了。可奈何他老人家3年前大限降临，一命呜呼，临死前嘱咐我一定要抱着千年女尸自封经脉，活埋3年才能化险为夷。如今的我不过废物一个，恐难当大任。说到最后，陆静无奈苦笑：废物？你就这么看待自己？青莲女帝斜瞥他一眼，眼神带着不掩饰的鄙夷，似是被这道眼神刺激到了。陆静不甘道：须知少日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若有可能，谁不想青云直上，斗破苍穹？青莲女帝眯了眯眼，冷声道：所以你现在成了自甘堕落的废物？陆静摇头，眸色坚定：大仇未报，岂能自甘堕落？但凡有一线生机，我必杀出一条血路，手刃仇敌。闻言，青莲女帝唇角微勾，算你还有点骨气。旋即反问道：你以为3年来一直都是本帝在利用你？抱着本帝睡了3年，你不光得了本帝的身子，更得了天大造化。好好感受一下身体，再下定论不迟。闻言，
陆静这才察觉到身体的确发生了变化，眸色一变。我的丹田还有至尊骨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恢复了？不对，这种强大的感觉绝不是恢复，像是被神秘力量直接加持在身，我居然无法看透。青莲女帝道：你现在是个身怀遮天潜能的废物。陆静满脸愕然，一时难以置信。青莲女帝轻飘飘道：那地霸琉璃骨以及无尽吞噬丹田太过霸道，以你现在的实力还无法驾驭，本座再送你一物，助你修行。说着，他张开嘴，竟吐出一个核桃大的袖珍棺椁，此物乃九绝天棺之一的藏天棺，本帝万年前纵横八荒，全凭此物。如今你我双修3载，血脉交融，这藏天棺自然也默认你为主人。你只需以蕴含灵气之物供之，藏天棺自会反哺于你。至于更高阶的用法，你自行摸索。只是你修为尚浅，切勿冒进，以免遭遇神器反噬。九绝天棺共有9座，分别为藏天、窥天、吞天、提天、运天、摩天、求天、佛天、不朽天棺。其他8座天棺散落于诸天万界之中，下落不明。你如今已与九绝天棺有了关联，就必须在30年内将其他8座找到，不然必会遭遇反噬，或者死，或者沦为官奴。听到这，陆静眉头皱紧。青莲女帝却不管他，兀自说道：1个月后，本帝会准时找你。最后再纠正你一个错误，本帝可不是什么千年干尸，而是7窍玲珑圣体。翁青莲女帝话音落下，身形竟是化作一道流光，没入藏天棺内，那藏天棺也眨眼消失。陆静一愣，下一秒就看到藏天棺已经钻进了脑海泥丸宫。他愣住了，眼神却闪烁着金光。青莲女帝、地霸琉璃骨、无尽吞噬丹田、九绝天棺之一的藏天棺，竟是通天手段。身怀如此造化，1个月时间踏入金丹境应该不是玩笑，而且30年内找齐九绝天棺，这倒是个漫长的挑战。不过我陆静接了。这个世界境界划分为淬体境、灵窍境、灵珠境、金丹境、紫府境、玄尊境、涅槃境。3年前他巅峰时期的修为乃是灵珠9重，距离金丹只差1步之遥，奈何一场变故让他彻底沦为废人。如今有了机缘，他是要逆势崛起，报仇雪恨。安静心神，盘膝而坐，开始检查身体。这一检查，他面色大变。这具身体血脉强劲，俨然处于灵窍巅峰，而且4肢百骸内灵气运转的磅礴程度强于寻常修士10倍不止。他果然没骗我。3年前他按师尊所说，利用秘法封印经脉，隐藏所有气息，让自己处于假死状态，躲过满宗追杀。如今3年过去，当身体苏醒，他竟迈入了灵窍9境。闭目内观，体内滚滚灵气运转周天，最后百川归海，汇入丹田。我的丹田无尽吞噬，这也太霸道了。现在的丹田比起之前巅峰时期的丹田，品质要高得多，简直云泥之别。丹田重塑，我又可以修炼了。而且地霸琉璃骨，体内原本至尊骨生长的地方，赫然多出来一块琉璃玉骨。这块玉骨深不可测，我那被挖走的至尊骨，跟它比，简直小巫见大巫。原来女帝早已改造了我的血肉之躯。这一瞬，她热血沸腾。青莲女帝修复了她的身体，为她重塑丹田，赐予稀世玉骨，更给了她藏天棺这等神物。这是天大的恩情。而且她还与如此绝世女帝有了纠缠不清的关系，或许这也是师尊临终前让她暴尸而眠的最终目的吧。她忽然懂了老头的用心良苦。不过师尊他老人家是怎么知道这道机缘的？回忆一阵，却也无法知晓个中缘由，索性不再多想，而把注意力彻底放在身体上。这地霸琉璃骨和无尽吞噬丹田好像被一股神秘力量笼罩着，我也只知道他们的存在，根本无法进一步探查。而藏天棺却因与女帝的血脉交融，能初步动用有如此宝物，1个月内必踏入金丹之境。我陆静说到做到。一念至此，记忆中的一切再次翻滚闪现。柳如烟、杨巅峰，你们这俩贱人，当初那一剑穿心之痛，挖骨夺髓之苦，我必100倍奉还。带着复仇的渴望，陆静心神一动，古朴的青铜色藏天棺闪现眼前。虽对藏天棺了解不多，但因血脉认主，基本用法还是能轻松驾驭。可下一瞬间，他直接原地消失，再次出现，已经进入一片遍布玄光的空间中。视线尽头，一座巨大棺椁悬浮虚空，其上弥漫着古老而厚重的气息，黑沉沉，有着难以形容的压迫感。在那棺椁之上，2个金色大字宛若金龙狂舞。藏天，这便是九绝天棺之一的藏天棺吗？陆静强压心头震撼，想要继续探查，却发现自己的实力太弱，一道探查灵气发出，顿时销声匿迹，连个浪花都没泛起。他无奈叹了口气，
旋即想起青莲女帝的话：“以蕴含灵气之物供之，那就供你灵石一试。”他眨眼出了这片空间，旋即轻轻摩挲指尖那界，一枚灵石飞出，眨眼没入藏天棺内。嗡！青铜小棺玄光一闪，顿时一股精纯灵力涌入体内，眨眼成了他的能量源泉。这便是藏天棺的反哺之力。陆静一惊，他清晰感受到，当这股灵力涌入体内的那一瞬，他的境界都微微提升了一些。虽微乎其微，可那股变强的感觉却十分清晰。这好像不是灵气，而是灵力，是可以直接加持肉身而被调用的灵力。看来灵石能在藏天棺的炼化下，成为提升修为的最根本能量源泉。诸如灵石、灵丹之类的修行辅助之物，都需修炼者对其进行一番炼化之后再吸收。而经过这藏天棺炼化之后的灵力，却能直接与身体融合，变成身体本源力量。这无疑让他的修行速度遥遥领先，普通修士望尘莫及。既然如此，那陆静看向手中的那戒，这里面有他师尊留给他的所有资源，那可是他一辈子的积蓄。作为万剑宗9大宗主之一，虽然他一生只收了陆静一个徒弟，却是个厉害角色，曾以一人之力杀得方圆千里邪修销声匿迹，战力更是排在万剑宗前3甲。如此强者，一辈子的积蓄相当可观。陆静粗略算了一下，除却2万灵石之外，还有一堆功法、兵器、灵材、灵药。这么想着，心神一动，那戒中100灵石飞出，藏天棺骤然爆发一片白光，将100灵石直接笼罩。不过呼吸间全部吞没嗡。紧接着，一股磅礴灵力再次从藏天棺内冲出，钻入体内，涌向4肢百骸。一瞬间，陆静双眼圆睁，一阵针扎般的痛苦直刺天灵盖。疼！那灵力虽精纯，却在撕扯他的肉身。一枚灵石所提供的灵力并没有引起疼痛，可100枚灵石所供灵力陡增100倍，他的肉身想要承受，也必须发生蜕变。不过随着陆静盘膝运功，这股疼痛没有持续多久就消失了。欲戴其冠，必承其重。藏天棺神通广大，我的血肉之躯也必须跟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且相对于修为的提升，这点苦又算什么？再来！嗡！这一次300灵石飞了出来，这可相当于万剑宗内门弟子1年所领灵石总和。按他的估计，当这300灵石全部吸收后，他应该能进入灵珠境。轰！玄光爆发，嗡鸣不绝。藏天棺内灵力涌出，冲入体内，宛若陨石砸入湖中，一旦激起千层浪。相比之前的规模，这次可谓江河奔腾，血脉骨骼甚至发出拔节般的噼啪声，剧痛翻滚而来，全身各处似火焰煅烧，连皮肤都赤红隆起，汗毛炸竖，似能破皮而出。痛！之前是疼，现在是痛。陆静牙关紧咬，双手结印，疯狂运转他所修炼的最高等炼体功法玄品功法金刚断体诀。功法等级分为黄、玄、地、天、黄、地品，每个等级有着上乘下乘之别。金刚断体诀乃玄品上乘功法，万剑宗内门弟子需做出巨大贡献之后才有资格修炼，普通弟子想修炼可谓难如登天。嗡！可随着功法运转，藏天棺内却忽然涌出一道奇异白光，白光笼罩下，他体内运转的金刚断体诀不受控制般骤然停滞，继而一股磅礴信息涌入脑海。这是藏天棺赠予的功法，他好像对我修炼的金刚断体诀很嫌弃。大眼化龙诀，不知达到了什么品阶。陆静面色震惊，没想到藏天棺竟然还能反哺功法。惊喜之余，他立刻开始研究。这部功法像是直接印刻在脑海，总共分为5个阶段：初阶、中阶、高阶、小乘、大乘。修炼至大乘，肉身可化神龙，上天入海，遨游太虚。这品阶比金刚断体诀强太多了。既然有了更高阶的功法，他果断舍弃了金刚断体诀，开始修炼大眼化龙诀。他要做的就是从基本的初阶开始修炼。一开始修炼没过多久，体内灵力便如开闸泄洪般呼啸运行起来。陆静心情控制不住的激动，不愧是藏天棺给予的功法，金刚断体诀简直垃圾。而且这还只是刚开始，磅礴灵力逐渐被引导调动，淬炼肉身的同时，也彻底被肉身所吸收消化。他的气息也在不断攀升。可伴随着修炼，他的肉身也开始发生变化，阵阵剧痛相随而来，持续传遍全身。陆静咬紧牙关，痛苦中感受着身体的蜕变，那感觉犹如在炼狱中脱胎换骨，破茧成蝶。不知过去多久，当300灵石被消耗殆尽，剧痛终于消失，他眸色却是一变，竟没能晋升。难道与吞噬丹田有关？灵珠境顾名思义，就是将灵气在丹田内凝聚灵珠，一重境界一颗灵珠，修至大成后久久归一，方可冲击金丹之境。而吞噬了数百灵石后，竟没能凝聚灵珠，这让陆静大感意外。
要知道，他上次凝聚一颗灵珠，也不过消耗50灵石而已。既然不够，那就再来。他虽修炼心切，却也稳扎稳打，毕竟肉身的强大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身体能够承受的痛苦范围内，这一次他直接动用了500灵石。随着修炼深入，血肉之躯对痛苦的承受力也大幅提升。这一次投入500灵石，他有十足的把握晋升灵珠境。剧痛翻来覆去，气息潮汐回荡，不知过去多久。轰隆！陆仙峰上黑云密布，风起云涌。不多时，一声惊雷划破天际，滚滚降落。起初，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雷雨，直到那霹雳闪电盘绕山巅，久久不散，这才引起了不少人注意。万剑宗内，不对劲，这不是普通雷电，这是雷劫。怎么会是陆仙峰的方向？那山头不是荒废了吗？陆仙峰和圣女峰挨着，传闻圣女正闭关冲击金丹境2品，一定是她引发了雷劫。圣女若真能晋升2品金丹，那她就有资格加入方圆万里最大势力血月圣地，一步登天。杨巅峰师兄曾是万剑宗圣子，现在更是血月圣地赤羽长老座下亲传弟子。他与圣女相互爱慕，人尽皆知，有这层关系，进入血月圣地板上钉钉。传出去，我万剑宗柳圣女马上踏入2重金丹境，这般天骄足以让其他宗门仰慕忌惮。万剑宗众弟子议论间，一些宗门高层也被这一幕震惊了。毕竟圣女柳如烟晋升金丹境才不过3个月，现在又要晋升2品，这般天赋让人望尘莫及。只是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此刻在圣女峰顶一座修行正位上，一名正修炼中的女子却忽然喷出一口鲜血，眸色满是愕然。竟然失败了，可我明明引来了雷劫。此女正是万剑宗圣女柳如烟。她不可置信地抬起美眸，看向陆仙峰上空，那里雷声轰鸣，雷蛇闪电游走不休，时不时降临下来，却落在陆仙峰上。那道雷劫不是我的，难道还有别人在晋升？陆仙峰早已荒废，不可能有人渡劫，而且那道雷劫怎么跟金丹劫完全不一样？柳如烟眸色愕然，这时一道沙哑老妪的声音从她指尖那界传出，竟带着一抹意外，居然是灵珠劫。柳如烟皱眉胡师，你是说灵珠境也能引发雷劫？不错，修炼本就逆天而行，天地间有更一些精彩绝艳之辈，天赋太过于卓绝，引得天道反噬，即便是灵珠境也能引来雷劫。柳如烟更是意外，显然没想到万剑宗内竟有如此天骄。可下一秒，那老妪的声音就激动起来，徒儿快，这灵珠境的雷劫远比不上金丹境的规模，而以你现在的实力还无法引来金丹雷劫，所以若能以灵珠境的雷劫提前锤炼肉身，你与至尊谷将会契合的天衣无缝，之后冲击金丹2重，水到渠成。胡师，你的意思是让我抢夺灵珠雷劫？不错，你修炼为师赐予的大掠夺仙术，就是要掠夺一切资源为己所用。如此机缘造化，你若浪费，那就是暴殄天物。闻言，柳如烟眸色逐渐赤红，溢满贪婪之光。好，嗡！柳如烟眸色森冷，手中那戒直接飞出300灵石，全部打入前方炼石鼎炉内。雷来！轰！随着炼石鼎炉内灵气涌入体内，他气息节节攀升，1品金丹的气息爆发，灵气化作一道白色光柱，冲天而起，要强抢天雷。而在他这么做的时候，棺椁中的陆静却处于振奋之中。哈哈，吞噬这么多灵石，终于凝聚出了第1颗灵珠。闭目内观，无尽吞噬丹田深处，一颗灵珠正如微尘悬浮，精纯灵力荡漾扩散，宛若潮汐。大眼化龙诀果然厉害，不过难道因为修炼了这部功法才招引来了天打雷劈？不应该达到金丹境才会出现雷劫的吗？陆静满眼都是愕然，刚在凝聚灵珠的时候，上方不断有雷劈下来，他感觉棺材都要着火了。可也正因这部武学，他才扛下了所有雷霆之力。大眼化龙诀练到极致，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身体的创伤，哪怕被天地间至刚至阳的雷霆所伤，也不在话下。藏天关在手，又有如此逆天功法，他的修行如虎添翼。雷劫嘛，既然来了，那就更猛烈些吧。嗡！说完，他心神一动，那界之中2000灵石滚滚涌入藏天关，凝聚一枚灵珠，还远没到达肉身极限。既如此，那就继续。陆静眼神火热，尽是疯狂之色。而当2000灵石涌入藏天关内那一瞬，9天之上，雷云规模陡然激增。恰在此时，那柳如烟发出的灵气光柱直接将一团雷光招引而下。轰嗡嗡，天雷降临，煌煌天威席卷。原本自信满满的柳如烟顿时惊骇欲绝。师尊，那天雷规模怎么在顷刻间激增？千钧一发，那老妪声音也急切起来。快用至尊谷！嗡！巨大天威压迫下，
柳如烟全身灵气倒转，全部打入至尊骨，一道金色玉骨虚影冲天起，磅礴灵气呼啸，威压滚滚，直撼天雷。可下一秒，至尊骨的所有反抗在天雷之下摧枯拉朽般崩碎，他身形便倒射而出，沿途鲜血喷薄，身下修行大阵直接被轰成废墟。那冲天起的金色至尊骨光芒瞬间暗淡下去，飞回体内。啊，这到底怎么回事？那天雷为何会暴增？柳如烟震撼连连，强稳心神，慌张着吞下一颗丹药，压制体内翻滚的气血。此番竟偷鸡不成蚀把米，被天雷重伤。那老妪声音也充满愕然，到底是什么人能引发如此规模的灵珠雷劫？哪怕金丹初级强者的天雷也远没有如此霸道。你被雷劫重创，速速回去疗伤。你记住，伤好之后一定要把此人身上的机缘夺过来，这是天赐良机。是，我记住了。柳如烟强忍喷血的冲动，磨了磨牙，闪身进了圣女大殿。这一击之下，若没有至尊骨帮他扛，他恐怕直接就灰飞烟灭了。徒儿，怎么回事？回到大殿内，柳如烟的师尊万剑宗圣女封主姬邀月看到柳如烟竟被伤成这样，也是一脸愕然。师尊，那雷劫不是我的，却伤了我。我现在的境界跌落灵珠8品，需要闭关疗伤。柳如烟银牙紧咬，眸中含恨。不是你的。姬邀月眸色更诧异，如此雷劫，除了你，万剑宗不会有第二个弟子能招引来，而且最近也没有长老要晋升。说完，他看向柳如烟，再过1个月，你便要接受血月圣地赤羽长老的考核，这可是杨巅峰引荐的机会，若是错过，进入血月圣地将会推迟整整3年。柳如烟急切道：师尊助我。姬邀月眯起眸子，想短期内修复雷劫之伤，唯有洗髓池。今晚月圆之夜，你随我进入洗髓池。是，今日之事切莫外传。说完，姬邀月看向旁边一名弟子，声音冰冷：速速去查那陆先锋上到底谁在晋升，敢伤我爱徒，本座让他死。谁也没想到，雷云在陆先锋上空劈了足足3天3夜。此时山峰周围聚集了不少弟子，一些长老也被惊动，眼神复杂地看着陆先锋，不明觉厉。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有重宝出事？终于停止了，不知这地下究竟藏着什么。前2年陆先锋成了为弟子们开放的修炼场，据我猜测，下方定是隐藏着一条灵脉，而在其中修炼且能引发如此雷劫之人，非圣女莫属。有道理，圣女天资卓绝，又觉醒了至尊骨，一定是她冲击2品金丹才引发了如此天象。我已经打探过了，圣女果然不在圣女峰。如今雷劫结束，圣女就要出关了，好期待。众人一致认为是圣女在闭关引发雷劫之时，人群中那被姬邀月派过来打探消息的几名弟子眸色却相当复杂。圣女的确不在圣女峰，可她也绝不会在这里。她已随着师尊去了洗髓池，可师尊吩咐过，圣女受伤之事不能外传，所以他们此时也相当纠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此时，除了万剑宗上下都被这3日雷云惊扰之外，山门之外高耸入云的山巅，数道身影遥遥观望。没想到万剑宗又有妖孽出现，这3日雷云足以说明他的天赋极高。那又如何？区区雷劫罢了，我紫阳门天骄不比他万剑宗少。雷劫终于结束，我等仍旧暗中观察，毕竟1个月后血月圣地就要在5门3宗选拔弟子，若万剑宗出了个绝世妖孽，我等还是要提前准备的。呵呵，你紫阳门怕，我狂刀门可不怕。据我推测，万剑宗这次雷劫，除了那圣女柳如烟有此实力外，绝无他人。我狂刀门第一弟子秦战早就与他交过手，就算他再进一级，也不足为惧。哼，到时候有血月圣地的高手亲自坐镇，鹿死谁手，倒是让人很期待。轰！就在这时，忽然一声轰鸣响彻，大地震动，那被雷电劈得焦黑的土丘忽然炸开，烟尘四射。出来了，圣女出关了，这是晋升成功了，好大的阵仗！众人欢呼雀跃，满眼崇拜，振臂高呼。可当一道人影终于出现在视线里，所有人都懵了，这哪是圣女？哪怕她披头散发，也能看出那是个男人，竟不是圣女。此人是谁？能引发天雷3天3夜不休？我万剑宗难道又有高手出世？众人愕然，全懵在原地。陆静也愕然，他撩起长了3年的额前长发，扫视一圈，冷冷一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引我出关。旋即他再次扫视人群，却皱起眉头。他找的正是柳如烟。经过这几日疯狂修炼，历尽万苦，如雷火煅烧，消耗足足8000灵石，他的境界终于突破至灵珠5重境。虽没有恢复到曾经的巅峰9重，可他自信如今的战力远超曾经灵珠9重的自己。而且经历过灵珠雷劫，
他自信哪怕金丹2重强者，他都可立不败之地。3年前柳如烟修为才4重灵珠境，虽说夺了自己的至尊骨，可3年时间他也绝不会成为无敌存在。扫视一圈没找到人，陆静眉头皱起。可就在这时，忽然有人认出了他，叫嚣的声音响彻山谷。他是陆静，是那个勾结魔族害死同门的混蛋。果然是他，他竟没死，3年了他还活着，这怎么可能？而且他的气息好像很强，难道他3年来一直都在陆先锋闭关？他的丹田早已破碎，早没了修炼的资格。可那雷劫又是怎么回事？众人议论开来，眸色却变得相当森冷。一名长老掠至前方，咬牙切齿：陆静，原来是你这孽障，你竟还没死！听着这话，再看周围众人一个个要吃了自己的眼神，陆静眼眸眯起看来，当初柳如烟诬陷自己的那些话还在蛊惑人心。哼，没把诬陷我之人手刃，我岂会死？陆静猛然抬眸大喝：柳如烟那个贱人在何处？给我滚出来！此话一出，众人心下震惊，那长老粗声呵斥：大胆！圣女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此话一出，陆静眸色一变，圣女在万剑宗只有晋升金丹境界才有资格成为圣女。3年时间，柳如烟果然突飞猛进，迈入了金丹之境。可那又如何？金丹他也定杀不饶。看陆静沉默，那长老冷笑道：陆静，你没想到吧？如今的柳如烟已经贵为我万剑宗圣女，而且1个月之后她便要进入血月圣地接受赤羽长老考核，一旦通过，她便是血月圣地的人，而血月圣地也会因为她对我万剑宗降下福泽，享受无尽好处。而你不过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罢了，交出你身上的宝物，本长老或可饶你不死。此话一出，众弟子议论纷纷。卢长老说得对，他3年前丹田破碎，这辈子都无法修炼，能引动天象，一定是他身上有不为人知的宝贝。他师尊玄云子曾经可是个真正的高手，他只有这一个徒弟，死了之后好东西都留给这个混蛋了。陆静，你罪大恶极，当年在魔窟中害死了几10名师兄师姐，更是差点让圣女大人葬身魔窟，别说3年，就是30年，我万剑宗都要将你斩杀，为死去的同门报仇。还不乖乖交出宝物，跪下自裁谢罪。四处都是叫嚣之声，陆静眸中寒光涌动，他扫视四方，话语铿锵：3年前我身负重伤，无力反抗柳如烟和杨巅峰的诬陷，如今我再说一次，魔窟之行是他柳如烟联合杨巅峰害我，废了我的丹田，抢了我的至尊骨，且把知晓真相的弟子全部坑死在魔窟之中。若尔等只听他一面之词，继续栽赃陷害，那就休要怪我陆静不留情面。此话说出，却听到一声嗤笑，那卢长老冷哼一声：陆静，你休要胡说，柳如烟是我万剑宗圣女，杨巅峰曾是我万剑宗圣子，如今更是血月圣地赤月长老座下亲传弟子，他们2人天资绝世，又岂是你能亵渎的？今日你再次现身，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跪下以死赎罪。嗡！卢长老话音落下，身上灵气散发，赫然是灵珠7重境高手。见此情形，陆静知道对方没打算放过自己，他也明白，对方就算知道自己是被陷害的，他们也不会承认。毕竟如今的柳如烟贵为圣女，而那杨巅峰更是成了血月圣地门徒，这都是他们得罪不起的存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弱小就是原罪，没有公平可言。柿子专挑软的捏，他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冷笑一声，眸光带着杀意看向卢长老。区区一个外门长老，就凭你也配？卢长老眸色森冷，杀你还不用本长老亲自动手？师尊，我来。就在这时，卢长老身后一名弟子站了出来。倪仙思，你乃外门第一弟子，是本长老亲自教出来的天才，今日你若能灭了这个宗门叛徒，实为大功一件，本长老会亲自举荐你加入内门。是，师尊。倪仙思咧嘴冷笑，看向陆静时，手中已多出一把青光长剑。勾结魔窟的败类，还不束手就擒？倪仙思剑光浩荡，一步步走过来，灵珠5重境的修为出类拔萃，此刻无疑成了全场最瞩目的焦点。陆静却摇了摇头：你先死。闻言，倪仙思眸中杀意射出，记住了，杀你之人叫倪仙思。咻！话音未落，一剑刺来，死你妹！陆静一拳轰出，灵气化作光柱，直接轰碎了倪仙思的脑袋。一声闷响，长剑落地，清脆悦耳，所有人浑身一颤。一招秒杀！死！倒抽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所有人眼神惊愕地看着这一幕，全是难以置信。神什么？他竟秒了外门第一！陆静的气息竟也是灵珠5重，他居然恢复到灵珠5重了。他不是丹田破碎了吗？看来
当初他勾结魔窟之人定是真的，如今怕是修炼了魔功，踏入了魔道。倪仙思大意了，他竟死在了同境之人手里，阴沟里翻船。他杀了外门第一天才，卢长老恐怕要暴走了。众人议论声中，卢长老也被这一幕震惊了，显然没想到陆晋居然恢复到了5重。他怒火翻腾，在自己面前，陆晋竟杀了他的爱徒，这是奇耻大辱。陆晋，你敢杀我爱徒？就算你修炼魔功恢复了实力，在本长老7重灵珠镜下，你也必死无疑。轰！卢长老全身气息迸发，不由分说，直接冲向陆晋。在他看来，陆晋能杀了倪仙思，却不是他的对手。毕竟灵珠5重与7重之间差了足足2个境界，而且一出手，他就动用了宗门绝学剑心掌，灵气化剑运于掌心，一掌劈出，有断筋开石之威。而面对卢长老的攻击，陆晋却毫不畏惧。区灵珠7重，死！噌！面对卢长老的进攻，陆晋直接冲过去，正面硬刚。什么？他竟敢正面反击？他竟然跟卢长老用的是同一部功法剑心掌，好快的速度！众人震惊间，一声闷响划过，所有人在看到那血腥一幕后，僵在原地，头皮发麻。卢长老还保持着一拳轰出的姿势，可他的脑袋却已被陆晋一掌斩落，在地上滚了几圈，死不瞑目。什么？这怎么可能？他杀了卢长老！天啊！速速发传音符给封主，他不是灵珠5重，他隐藏了实力，连卢长老都能秒杀。现场一片混乱，众弟子心惊肉跳，而那暗中观战的其他门派强者也早被陆晋的突然出现惊到了。不过他们自然不知陆晋的身份，更是对他5重灵珠竟能秒杀卢长老这等强者的手段感到意外。可也只是有些意外而已，毕竟这种级别的战斗对他们宗门实力强大达到金丹境的圣子圣女来说，压根无法构成威胁。不过他们倒是乐得看看宗门内斗的热闹，全当消遣。而此时陆晋看着自己的手掌，嘴角微微上扬，这般战力的确超过了自己的预期。虽然修炼的都是万剑宗同根同源的武学，可以他如今的灵力催发所造成的伤害完全凌驾于对方之上。还有谁想死，尽管站出来！话语铿锵，睥睨全场，看得不少弟子心头发毛。3年归来，他竟是如此强势，连气度都变了，像一尊杀神，灵力霸道，锋芒毕露。没有弟子敢站出来，哪怕其中有不少内门弟子，甚至还有修为比卢长老还强大的存在，此时也没有站出来。枪打出头鸟，谁也不想当冤大头，步入卢长老后尘。此处围观者绝大多数都是外门弟子，甚至还有一些杂役弟子。真正的内门高手并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围观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有这时间不如去修炼了。何况看不出对方真实战力，这才是最可怕的。看没人说话，陆晋冷笑一声，旋即开口道：柳如烟现在何处？众人不敢回答，却齐齐转头看向圣女峰方向。陆晋见状也看向圣女峰，既然柳如烟现在已做了圣女，那她一定住在圣女峰。于是不再逗留，直接朝着圣女峰掠去。金丹强者才能做到凌空虚度，可如今的他却能凭借非凡手段凌空滑行100丈之远，再次看呆了一众人等。凌空100丈，他的实力好强，他要去圣女峰找圣女报仇。可师尊说了，他要在洗髓池为圣女护法，绝不能打搅。陆晋都杀上门了，内门长老都不在山峰，当务之急先找王凡大师兄。大师兄正在幻兽园驯服紫铜火尾豹，速发传音符。陆晋离开后，围观众人却没有离开，反而一路追赶而去。此时万剑宗山林深处，一处灵气弥漫的修行禁地，2道人影走了出来。不愧是洗髓池，雷劫之伤3日便已痊愈，徒儿，接下来你便全力以赴冲击2重金丹。多谢师尊为我护法，徒儿一定不负期望。姬瑶月点了点头，抬眸时却眉头紧皱。这3日来，天空雷劫不绝，如今终于散去，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师尊，姬瑶月话音刚落，忽然前方一道人影走来，正是他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弟子。师尊，大事不好了！姬瑶月皱眉说：师尊，是陆晋。那引来雷劫之人正是消失了3年的陆晋，而且他已经杀了外门卢长老，还有外门第一弟子倪仙思。听闻此话，2人面色骤变，满眼难以置信。陆晋，他竟没死，不但没死，还有可能得了大机缘，竟能杀了卢长老。柳如烟更是意外，自从3年前陆晋失踪后，他可没少追查他的踪迹，想要斩草除根，最终却一无所获。没想到他又回来了，既如此，师尊，这次徒儿一定亲手将他碎尸万段。柳如烟，你今日若不现身，我便掀了你这圣女殿，烧了圣女峰。圣女峰上，陆晋傲然而立，宛若化身复仇修罗。圣女峰乃宗门重地，
你敢在此叫嚣，找死！几名弟子出来迎战，个个手中抓着长剑，杀意凛冽。今日我找的是柳如烟，与其他人无关。若尔等非要死，我成全你们。嗡！话落，一股强悍气息弥漫开来，明明灵珠五重境，却有一股让人心悸的威压。一群弟子心头发毛，几名弟子还要叫嚣，却被之前观战的弟子叫住了。当得知陆静秒杀了卢长老后，一群人再也不敢妄动。咻！就在这时，光影闪烁，一道驾驭坐骑的人影闪电般从远处山林间飞来，几个呼吸间便已来到圣女峰大殿之前。王凡师兄，就是他！陆静，是他杀了卢长老。一名弟子冲过去，将陆静之前所作所为全告知王凡。陆静，你竟没死！王凡皱眉，毕竟陆静已消失3年，突然出现，还有了战力杀了卢长老和外门第一弟子倪仙思，这确实让人意外。不过他眸中的难以置信却一闪而逝，能侥幸杀了卢长老，也算有点能耐。不过这里可是圣女峰，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王凡8重灵珠境，平日极为自负，自然不会将5重境的陆静放在眼里。哪怕他杀了卢长老，在他看来也只是侥幸罢了。陆静目光冰冷，我只说一遍，此番我来找柳如烟报仇，与其他人无关。若尔等不听劝告，那卢长老便是前车之鉴。闻言，王凡胳膊抱在胸前，高高在上的口吻冷笑道：你在威胁我？陆静看也不看他，你算什么东西？滚！霸气外露，却让围观而来的众弟子愤恨不平。王凡师兄可是圣女峰第1，万剑宗第3，他可是8重灵珠境，比外门卢长老还强大。陆静，你胆敢如此蔑视王凡师兄，简直不知死活！听着周围一片叫嚣，陆静面色平静。3年过去，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在我面前叫嚣，实力才是真理。既如此，我也只能以理服人了。陆静不打算在这些弟子身上浪费时间，对付这帮自大之人，唯有送出拳头。陆静，你敢骂王凡师兄是狗？王凡师兄，快杀了他！王凡身边的弟子叫嚣道。王凡却眯眼冷冷看了他一眼，然后看向陆静。陆静，若放在以前，我会心甘情愿叫你一声师兄，可是现在嘛，你也看到了，我已是8重灵珠境，你拿什么跟我斗？闻言，陆静微微摇头叹息。王凡，能修炼到这个境界不容易，好好活着不好吗？非要装逼！王凡冷哼一声，找死！嗡！话音未落，人已冲了过来，灵气缭绕的拳头上杀意弥漫。陆静眼神一眯，身形未动，就这么伸出手掌，灵气都未动用，就抓住了那蕴满灵气的拳头。大演化龙诀的锤炼下，他的肉身强度已完全超乎常人。神什么？这怎么可能？他竟直接抓住了王凡师兄的拳头，他好像并未动用灵气。众人震惊地张大嘴巴，王凡也大吃一惊，感受到陆静手上传来的恐怖力道，他欲急速后撤，却被牢牢钳住，无法抽离。8重灵珠境，就这！陆静冷哼一声，手掌一用力，砰的一声，王凡灌满灵气的拳头直接炸碎，血肉横飞。啊！剧痛直冲天灵盖，王凡一声惨叫，可下一秒，声音却卡在嗓子眼。陆静扼住他的脖子，说：柳如烟在哪？王凡憋得青筋暴突，口中含混不清。我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就去死！咔嚓，手上一用力，王凡脖子应声而断，全场鸦雀无声，死一般寂静。王凡到死都不相信自己会死得如此憋屈，都没来得及施展杀招。陆静看也不看，一甩手把死人扔地上，抬眸扫视前方。一群弟子眼神惊恐，不由自主后撤。众人此时方才明白，如今陆静强势归来，再也不是那个在魔窟中丧失修为的废物。至于他强大到什么地步，连王凡都能秒杀，肯定不会低于9重灵珠境。他恢复到3年前的巅峰战力了，我等根本不是对手。可圣女峰的内门长老们却不在山峰，这可如何是好？都这时候了，姬邀月峰主怎么还不现身？难道要继续看着弟子丧命他手吗？速速请其他峰长老啊！说话间，已经有人发了传音符。3日来，陆仙峰这边的雷霆接连不断，早已引起了宗门注意。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早就有内门长老闻讯而动。传音符刚发出去没多久，便有数道人影从别的峰掠来，个个气息强大，甚至还有一尊一品金丹境长老现身。如今的万剑宗，除了8大峰主掌控各峰外，每座山峰还有数名内门长老，每位内门长老座下几乎都分配着几十名内门弟子。至于宗主，神龙见首不见尾，甚至连宗门大比这等大事都很少现身。此时出现在这里那位金丹长老，正是隔壁9剑峰内门长老罗臼。其他长老虽修为没达到金丹境，但几乎清一色9重灵珠境，这般阵容也足以震撼人心。看到来人，陆静眸色微变，却没半分畏惧。
今日神挡杀神。嗡！罗臼降临而下，全身气息弥漫，周身空气嗡鸣，威压四射。是九剑锋内门罗臼长老，金丹强者前来，必能将他诛杀。陆晋这个孽障，今日必死。见到来人，周围一群弟子纷纷议论，满眼幸灾乐祸。而此时的罗臼等人目光也看到了场中躺着的尸体，面色发寒。罗长老，他就是陆晋，他之前杀了卢长老师徒，现在又杀了王凡师兄。一名弟子跑上前去，指着陆晋咬牙切齿道：“本长老已知悉。”罗臼皱眉，又问道：“圣女峰诸位高层何在？”那弟子道：“众长老集体出动去黑龙河猎杀水妖去了。峰主大人应该在为圣女闭关护法，这才让他得逞。”罗臼点了点头，冷眼看向陆晋，微微有些意外，但很快便恢复不容亵渎的神态。没想到你消失3年还活着，小子，今日本长老就亲自坐镇，新仇旧恨一并清算，为万剑宗清理门户。听到这话，其他几位长老也纷纷说道：“罗长老说得对，陆晋，别以为3年过去，你勾结魔窟屠杀我万剑宗弟子之事会被遗忘。3年前你已是丹田破碎的废物，如今又有战力，定是修了邪魔外道之法。这3年你去了何处？如实招来。”喝声如雷，颐指气使，威严的让人不敢直视。陆晋眸光低垂，微微摇头，唇角勾起冰冷弧度。沉吟片刻，他忽然抬头道：“废话就别说了，你们一起上吧。”此话一出，众人全都一怔，旋即却大笑起来。陆晋，你太自大了，你的修为不过区区5重灵珠境，靠着不为人知的手段才斩杀了王凡他们。你以为凭着这些就能跟我等长老叫嚣？不过话说回来，你3年不死，反倒有了修为，引发3日雷劫，秒杀8重灵珠境。陆晋，你身上的宝贝逆天啊！交出手中至宝，或可饶你不死。陆晋皱眉，废话真多。闻言，众人眸光更加森冷。一名9重灵珠境长老顿时暴起，周身灵气弥漫，一柄飞剑从那界飞出，悬浮头顶，寒芒乍现。陆晋，你太嚣张了，本长老且先将你拿下。这名长老名叫牛彼岸，虽身为外门长老，但其实力乃9重灵珠境，乃是统领外门的存在，地位极高，根本不是卢长老那等修为能比的。牛长老，千万别直接杀了他，这小子身上有秘密，我等要仔细审问。罗长老放心，我会将他生擒。牛长老话音未落，头顶飞剑震荡，灵气催动下，骤然对着陆晋斩落。万剑宗中品剑诀，剑刺9式。陆晋淡笑，动也未动。大演化龙诀第1层，龙魔。嗡！法诀念动，体内灵力涌入掌心，一层白光浮现，竟是徒手朝着那飞剑抓过去。这一幕让不少人眉头一皱，他竟要硬接牛长老的飞剑，简直不自量力。呵呵，这是放弃抵抗了吗？愚蠢！众人惊愕间，下一秒却似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嘴里的话还未说完，直接原地僵住。牛长老的飞剑闪电般刺出，眨眼飞至陆晋面前，却在陆晋那推出去的手掌心处骤然停滞。什么？这怎么可能？徒手接飞剑，而且好像还阻住了飞剑的攻势。这家伙到底修炼了什么歪门邪术？那可是牛长老的杀手锏。众人愕然间，却听到咔嚓一声，随着陆晋手掌用力，那飞剑竟是直接被抓碎而去。牛长老满脸惊愕，这怎么可能？可惊愕间，忽感脑门一凉，一块飞剑碎屑直接刺穿了他眉心，从后脑带出1线脑浆。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难以置信，那罗臼更是眉头皱起。当着他的面，陆晋竟轻描淡写杀了牛长老，这让他无法接受。陆晋叹了口气，轻轻推倒还站着的牛长老，淡淡道：“我就想找柳如烟报个仇，你们非上赶着送死，怎么想的？”话音落下，他也不再废话，身形忽然向前暴冲，掌心灵力凝聚，目标赫然便是内门长老罗臼。众人又是一惊，什么？他竟敢对罗长老率先发难？蚍蜉撼树，找死！罗臼颇感意外，立刻动手反击。陆晋能空手接飞剑秒杀牛长老，他虽身为1重金丹强者，却也没有托大，一出手便是杀招百剑斩。灵光浮动，灵气呼啸间，100把灵气凝聚的长剑虚影密密麻麻冲向陆晋，宛若齐发的箭矢，震荡虚空，噌然刺下。面对如此威势，陆晋眸色冰冷，那一层白色龙膜再次幻化而出，眨眼化作光球，将自己笼罩在内。这是修炼大演化龙诀初阶时所能施展出来的防御之力，面对对方如此强势攻击，陆晋不得不谨慎起来。金丹境的战力比起灵珠境不止强了1星半点。砰砰砰，灵剑呼啸，撞击在白光防御上面，宛若巨石砸入湖面，陡然爆发巨大涟漪，轰鸣不绝。现场灵气混乱，
陆晋身形被笼罩其中，变得朦胧。见此情形，众人纷纷惊呼：罗长老如此攻势，他必死无疑。能接下罗长老10道灵剑，已经是他的极限。百剑斩乃万剑宗10大选品高阶战技之一，威力巨大。他区5重灵珠镜，能坚持到这一步，已经死而无憾了。混乱的战场中，上百灵剑不断刺下，大地颤抖，沙飞石走。而就在这时，那灵剑爆炸所产生的混乱灵气，忽然被一股巨大吸力吞噬。陆晋皱眉，藏天关连这个都能吞噬。就在他愕然间，一股精纯灵气再次灌注体内，丹田之中，第6颗灵珠逐渐开始显现内核。而当第6颗灵珠显现的同时，一部武学再次涌入脑海：孽火镇狱剑。灵力化为火箭，清洗一切罪孽，炼至登峰造极，孽火万道，化作万剑牢狱，镇杀一切。来的正是时候，可想要凝练火箭，却需要一伙灵气来催发，眼下无法动用。不过百剑斩对付罗臼足够了。而且他声音忽然传出：百剑斩可不是你这么用的。嗡！声音未落，一股狂暴灵气骤然迸发。那一片沙土纷扬的混乱之地中，灵气飞剑呼啸而出，竟是以同样的招式暴刺罗臼。飞剑于2人之间的空气中猛烈撞击，发出尖锐爆炸声，众人心惊肉跳，满脸不可思议。他竟还能反击。据我所知，百剑斩是陆晋3年前所能修炼的最强大武学，若此番他招数用尽，便黔驴技穷了。呵呵，罗臼长老已经能凝聚160把飞剑，登峰造极，岂是他能抗衡的？不对劲，快看！蹭蹭蹭！众人震惊中，只见罗臼长老凝聚出的飞剑已然用尽，却并没能击败陆晋，反而从陆晋所在之地不断射出飞剑，洪流般涌向罗臼。什么？这怎么可能？罗臼懵了，满眼惊恐。粗看之下，陆晋凝聚的飞剑足有500之多。众长老还不出手助我！罗臼情急暴喝，满眼惊恐。陆晋却眸光一冷：挡我者死！500飞剑形成密密麻麻的剑网，对5位长老当头笼罩。联手！5人显然没料到陆晋竟强大到连他们都忌惮的地步。危急关头，几人也顾不了那么多，瞬间暴冲而出，以罗臼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型阵法，灵气呼啸爆发，在头顶凝聚一个倒扣巨碗形防御盾。砰砰砰，飞剑爆刺，轰鸣不绝，轰击所产生的余浪席卷四方。那些观战弟子一个个心惊肉跳，满目惊恐。陆晋所展现出来的恐怖实力，让人后背发凉。他的战力还要远超预期。而随着轰鸣响彻，那剧烈声响早已传遍万剑宗，不少人被这般动静吸引而来，人数越来越多。在万剑宗及远处观战的紫阳门、狂刀门等门派强者同样眸色诧异，显然没想到万剑宗突然发生的内斗竟会越来越超出意料。这万剑宗内到底怎么回事？那出关之人难道不是他们宗派之人？这倒是有些奇怪，不过能看得出来，此人定是与万剑宗之人有仇，不然绝不会一出关就大开杀戒。我等不能贸然进入万剑宗山门，只能暗中打探此人身份。若此人彻底与万剑宗决裂，倒是有资格加入我狂刀门。这般惊天动地的打斗声，在吸引万剑宗越来越多的强者赶来的同时，在山门禁地深处，一位黑袍中年男子忽然睁开了眼睛。此人抱头环眼，身材颀长，身上毫无灵气波动，可就那么站着，就有一种不容亵渎的威严。3年了。中年人嘴中嗫嚅，眸中金光闪烁，感慨一番后，眨眼原地消失。飞剑如瀑，当陆晋爆发出的500飞剑全部轰入罗臼等人头顶防御之时，那防御再也无法支撑，密密麻麻的裂纹宛若蛛网般急速扩散。好恐怖的力量！诸位，这小子已经将我等逼入死地，再不拼死反击，还等什么？扛不住了！扑通扑通。当其中一名长老双膝跪地，口中喷血，所有防御土崩瓦解之时，其他长老也逐渐无法支撑，很快便全部跪倒，眸中惊恐越发浓烈，死亡气息萦绕，所有人肝胆欲裂。陆晋，你想残杀我等长老？罗臼深感恐惧，强忍飞剑重压，咆哮威胁：给我跪下！陆晋声音森寒，随着话音落下，防御盾轰然炸碎，罗臼长老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口中鲜血喷薄而出，整个人气息登时萎靡下去。一番交手，5人全部跪地，嘴中溢血不止。这怎么可能？5位长老联手都不是他对手，简直难以置信。罗臼长老可是金丹境，如今连金丹境都不是他对手了，他到底强大到了什么程度？不好，他真要杀了长老！观战者无不惊恐。视线里，陆晋头顶凝聚5把飞剑，对准了5名长老，杀机森森。陆晋，你不能杀我，我可是内门长老！罗臼彻底怕了，惶恐不安。其他4人也吓得全身哆嗦，
陆晋有如此战力，杀他们易如反掌，只能你们杀我，不能我杀你们，没这道理。话音未落，5把飞剑直刺而出，放肆！就在这时，一声暴喝传来，那声浪在灵气的包裹之下，若洪钟大吕，振聋发聩。与此同时，数道剑气精准无误电闪而至，将陆晋的5把飞剑顷刻震碎。2道人影自半空掠来，见到来者，众人大喜，是风主和圣女。风主终于来了，陆晋死定了。看到来人，那罗臼等长老也是松了口气。刚那一瞬，几乎必死无疑，当真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姬风主，罗臼踉跄来到姬邀月跟前，开始将发生之事说给他听。而此时，陆晋的眸色从姬邀月脸上扫过去，然后定在柳如烟身上。瞬间，他拳头紧握，内心的仇恨骤然翻涌如浪。柳如烟，他一双眸子变得血红如修罗。3年了，终于再次见到这个差点将自己坑死的恶毒女人。柳如烟的眸子也看向了陆晋，眼神复杂，有惊讶，有恼怒，更多的却是杀意。他没想到3年过去，那个废物竟会强势归来，更没想到胡师让他抢夺的那大机缘之人，竟是自己一心要斩草除根的人。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陆晋，你这勾结魔族的叛徒，还敢回来？柳如烟率先发话了，声音不容置疑，高高在上，直接将罪名死死安在陆晋身上。听闻此话，陆晋眸色冰寒。柳如烟，你还真是无耻到让人发指。当初你和那杨巅峰联手害我，一剑破我丹田，挖我至尊骨，又将我推入魔窟深渊，企图让我死无葬身之地。见我活着归来，又污蔑陷害，说那些被你们坑死的同门，乃是我勾结魔族一手造成。柳如烟，如今当着万剑宗上下，你可敢对天发誓，说你是清白的？陆晋话语铿锵，听得不少弟子都面色微变，甚至一些弟子也终于了然。毕竟3年前，陆晋可是内门第一，是不少弟子心中的偶像，而且他行事光明磊落，战力强大，斩妖除魔，除暴安良，乃是万剑宗英雄式的人物，不少弟子都心生崇拜。可就因为一场魔窟之行，他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这的确让不少弟子一时间无法接受。可奈何随着柳如烟修为日渐强大，陆晋又一直失踪，他们也似乎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却没想到陆晋有朝一日强势归来，似乎真相就要大白于天下。放肆！陆晋话落，那罗臼竟是一声暴喝。如今有姬邀月撑腰，他自是不惧。陆晋，如今如烟贵为我万剑宗圣女，岂容你如此栽赃陷害？你若敢再大放厥词，我万剑宗上下必将你斩杀。陆晋冷冷看了他一眼，老狗，这没你说话的份。罗臼咬牙切齿，却没敢再说，而是看向了姬邀月。姬邀月眸中寒光闪烁，忽然暴喝：给我跪下！轰！话音刚落，一股灼热灵气宛若赤龙暴冲而来。陆晋一惊，龙魔闪现，身形却依旧被震退10几丈。姬邀月身为6品金丹强者，他的一道随手攻击便让人难以招架。可当看到陆晋仅仅被逼退10几丈后，他的眸子也浮现一抹意外。陆晋的境界看上去就是灵珠5重，可他的防御力竟强大到让他有些想不通。寻常5重灵珠境，在他这般攻击之下，必定重伤跪地，而他却毫发无损。在场众人也无不愕然，议论纷纷。这家伙有点手段，被6品金丹的姬风主攻击，竟还能站着，有意思。只可惜，就算他手段再多，也无法跟姬风主抗衡。我反而觉得他很男人，有仇必报，无畏生死。小声点，你这是要忤逆圣女吗？众人议论间，陆晋的眸色却也浮现出一抹异样。就在他接下姬邀月这道攻击的瞬间，一股怪异力量被藏天关吞噬了。而当这股力量反哺进入丹田之时，他意外地发现，这其中竟有一股异火之力。异火，原来如此。他忽然眯眼一笑，这才想起圣女峰峰主姬邀月非但是一位灵气修士，还是一位炼丹师。而他之所以成为炼丹师，并不是因为精神力特别强大，而是早年间偶然得到一簇异火，刚刚的攻击之中竟夹杂着一丝异火之力，而这正好可以用来催发藏天关给予的武学孽火镇狱剑。心神一动，那股异火力量在丹田灵珠之中通过大演化龙诀开始逐步衍生。有如此机缘，他自然不会错过。而且孽火镇狱剑一旦能够催发施展，这也将是他的最大底牌。师尊，让我来。见陆静静接下了姬邀月的攻击，柳如烟眸色微动，站到前方。没想到3年不见，你这废物居然又有了修为。陆静，3年前你罪大恶极，3年后你同样死罪难逃。柳如烟高高在上，说话颇有圣女那不容亵渎的范儿。身为圣女，我有责任为万剑宗铲除祸害。说着，他周身气息爆发，竟是直逼2品金丹的气息。
他之前便是一品金丹巅峰，虽被雷劫重伤，却在洗髓池中得到极大好处，甚至气息比起之前还要强大一筹。只是若是放在之前，他如此年轻就拥有这般强大的修为，定会引得无数弟子尖叫。可当众人亲眼见证了一品金丹的罗臼长老联合其他4名长老都被陆晋强势打压之后，非但没有惊喜，反而隐隐地为他感到担忧，似乎陆晋已经有了与他抗衡的资本。哼，柳如烟，我的至尊骨好用吗？陆晋看着气息凛然的柳如烟，笑声如冰刀。柳如烟暗暗磨牙，却根本不会正面回应，话语依旧义正辞严。休要花言巧语，既然你想知道至尊骨的力量，今日我便用它来杀你。看着他那决绝的神色，陆晋眸色森冷，全身杀意滚滚，灵气自丹田灵珠释放，滚滚如流，冲上头顶，化作500飞剑虚影。柳如烟，3年前你抢我的，今日全给我吐出来！哼，给我去死！被陆晋如此威胁，柳如烟不愿多说。3年前魔窟内的秘密，只有他和杨巅峰知道。如今陆晋归来，他绝不为自己留后患。而且胡师让他拿下陆晋身上的机缘，眼下正是最佳时机。嗡！话音落下，玉手舞动，一道灵气滚滚如潮，其中一把金色长剑发出清越剑吟，剧烈剑芒刺的人睁不开眼睛。圣女竟动用了黄金太阳剑，有幸目睹圣女施展此地阶战兵，今天算是来着了。圣女曾以此剑斩杀过2品金丹强者，如今她实力大增，战力恐怕能对抗3品金丹。圣女的实力根本不是罗臼长老能比得了的，杀陆晋易如反掌，一出手便杀机滚滚，一些弟子已经惊呼着撤到了数百丈之外。我已无限接近2品金丹，这黄金太阳剑更是万剑宗7大至宝之一，能让我的战力大增。陆晋，你拿什么跟我斗？柳如烟气息烈烈，说话间黄金太阳剑已经飞刺而来，悬于陆晋头顶，璀璨剑芒散发出逼人寒意。看到他这般穷凶极恶，陆晋冷笑：柳如烟，你如此迫不及待要杀我，是怕我将魔窟中发生的事情公诸于众？哼，我现在已没那个心思。既然这个世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那我也不奢求万剑宗能还我公道。而且这一帮被你蒙蔽之人，想必全是跟罗臼之流一样，主动选择执迷不悟。既如此，今日我不会再奢望什么，唯一目的便是杀你。嗡！陆晋话音刚落，全身气息爆发，再次施展出500剑斩。选品高阶武学百剑斩，修炼达到巅峰，最高可凝聚900飞剑。不过其消耗相当巨大，一般修士根本无法承受，所以在万剑宗内，哪怕是那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宗主，曾经在修炼出600飞剑之后，也将其舍弃，转而修炼其他剑法了。之前陆晋能施展出500剑，如今再次动用，在众人看来，他已外强中干。只不过那是对普通人而言，对如今的陆晋来说，可远没到他的极限。区区玄阶高阶剑法罢了，就算你能凝聚出传说中的900飞剑又如何？柳如烟不屑嗤笑：本圣女一剑破之。噌！黄金太阳剑金光如瀑，似与天上耀阳交相辉映，随着柳如烟的手指舞动，直接冲向500飞剑，大有一剑破万剑的强势。而地阶战兵的强大也瞬间显现了出来，500灵气凝聚的飞剑虽气势也颇为惊人，但因品阶所限，的确要被柳如烟压制一筹。轰！双方战兵在半空交击，顿时爆发出震破虚空的巨响。500飞剑在黄金太阳剑冲击之下纷纷爆炸，灵气乱流冲向四面八方，而陆晋的气势也逐渐被压制下来。哼，我就说嘛，他根本没资格跟圣女抗衡。圣女无论是修为还是战兵，都要压他一头，想战胜圣女，痴人说梦。能以玄阶武学跟圣女僵持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死了也值了。人群中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过其中却也有些弟子面色变得复杂几分。若陆晋之前所说都是真的，那他们这些人哪怕袖手旁观也是有罪的。可弱肉强食的世界，弱小者哪有追求公平正义的资格？轰！黄金太阳剑强势席卷，蕴含恐怖波动的剑芒将一片空间荡漾成金色，似乎其中一切都能被金光绞杀。而陆晋所施展的500飞剑，在坚持了10数个呼吸后，也彻底崩碎，荡然无存。最后只剩下一道薄如蝉翼的光膜笼罩周身，看上去不堪一击。黄金太阳剑却没有再进一步，凌空悬浮，剑尖对准陆晋，杀意凛冽。能引动雷劫又如何？陆晋，临死前就让你尝尝至尊骨的味道。柳如烟此番不可谓不恶毒，用从陆晋身上夺来的至尊骨杀他，杀人诛心。众人视线里，陆晋此刻所有的攻势全部崩溃，似已失去抵抗之力。可柳如烟此时非但没有收手，反而将至尊骨之力祭出，加持在黄金太阳剑下。这般做法，无疑想让陆晋死无葬身之地。陆晋，你死定了！
看到这一幕，那罗舅等长老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之前他们被陆晋打压，甚至差点殒命，此时看到陆晋被柳如烟彻底压制，无力招架，内心畅快无比。然而他话音还未落下，却忽然听到虚空被道道尖锐鸣响划破，陆晋头顶那些被柳如烟冲爆的500飞剑竟于须臾间再次凝聚了出来，而且这一次数量几乎倍增，900飞剑。这怎么可能？不会吧？传闻百剑斩修炼至登峰造极，可凝聚900飞剑，可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啊！他居然凝聚出了900飞剑，这个陆晋到底身怀何等奇遇？他才5重灵珠境便能将百剑斩修炼至化境，简直难以置信。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惊了，大张着嘴巴，满眼难以置信。900飞剑，这倒是有点意思。坐镇于此的姬邀月此时也眸色一变，显然若说陆晋之前的500飞剑并没有让他惊讶的话，那么此时那悬浮半空的900飞剑却足以让他心惊。毕竟连宗主都只修炼出了600飞剑，而当时的宗主已经是3品金丹境强者。900飞剑，呵呵，我倒是小瞧你了。柳如烟眸色也是一变，陆晋再次让他大感意外。从得知之前那雷劫是因陆晋而起，他内心就隐隐浮现出一抹不安。毕竟3年前那个陆晋并不是傻子，除了拥有强大战力之外，他心思还相当缜密，根本不会干没有把握之事。一念至此，他更觉不安，因为陆晋胆敢如此大张旗鼓归来寻自己复仇，一定身怀更大底牌。900飞剑并不可怕，他身上更厉害的是那股防御力量。这时候柳如烟脑袋里一个声音响起：胡师，还请指教。那防御看上去单薄，却防御力惊人。你此番攻击务必将重点放在刺穿他的防御之上，防御不破，一切都是徒劳。是。柳如烟抬眸看向陆晋，眸色冰寒。没想到你还真能凝聚900飞剑，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话落，黄金太阳剑骤然刺出，冲向900飞剑。与此同时，那至尊谷虚影之上，一道古符闪烁了一下，化为一道光刃，冲向龙魔中的陆晋。黄金太阳剑是超级战兵，而至尊谷光刃则是至强杀手锏，双管齐下。场中又是一阵轰鸣，黄金太阳剑威风凛凛，哪怕陆晋施展的900飞剑规模庞大，却依旧被金色长剑不断斩碎。狂暴乱流再次席卷，现场混乱程度让人头皮发麻。不过这声势浩大的攻击却并不是柳如烟的真正杀招。至尊谷光刃的攻击早已刺入龙魔防御，企图将其撕裂。用我的至尊谷之力杀我，贱人！陆晋眸色冰冷，下一秒却惊讶看到那光刃的攻击突然停滞，似乎被一股强大力量压制住了。陆晋皱眉，这才感受到那股力量来自于体内。地霸琉璃骨，在绝世地骨面前，你这至尊骨啥也不是。他现在虽然对地霸琉璃骨的神秘一无所知，可当至尊骨的攻击袭来，他却能发出诡异力量将其压制。或许这就相当于妖兽间的血脉压制，无形却存在。陆晋也不拖沓，一道灵力缠绕而上，将那至尊骨光刃直接封锁起来。这一瞬，柳如烟面色一变，不光是他，姬邀月的黛眉也微微皱起。看来本座还是低估了你。轰隆，900飞剑不断爆炸，却持续了很久，以至于那黄金太阳剑的光芒都暗淡了下去。可所有攻击全部在防御龙魔之外，并没对陆晋造成半点伤害，反而那狂暴乱流逼迫的柳如烟不得不躲闪防御，倒显得比陆晋狼狈了几分。而更恐怖的是，当900飞剑再次被柳如烟全部斩碎，陆晋头顶竟再次浮现出900飞剑。这现场所有人都懵逼了，这还是人？那罗就更是震惊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之前陆晋对付他们，本以为他施展出300飞剑已是极限，如今900又900，简直天方夜谭。要是陆晋一上来就施展如此杀招，他现在怕是已经过奈何桥了。此刻的柳如烟也心惊肉跳起来，一双眸子满是难以置信。他手中的黄金太阳剑虽强，却需要充沛灵气作为支撑，而此时这把剑的能量几乎消耗了一半，暗淡下去许多。而对方的飞剑却像是连绵不绝，太难缠了。而更让他意外的是，他发出的至尊谷光刃竟没泛起半点波澜。那道光刃的毁灭之力比起黄金太阳剑还要强，却依旧没能对陆晋造成半点伤害。这家伙到底身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手段？一时间，他要斩杀陆晋的勇气都被削弱了几分。陆晋头顶900飞剑悬浮，可他身上的气息却淡然如水，看不出半点灵力。柳如烟，到现在你还不承认，那至尊骨是抢了我的吗？陆晋话落，那封锁至尊骨光刃的灵气散开，当看到那至尊骨光刃之时，众人眸色皆是一惊。你抢的至尊骨可跟我同根同源，你用它来攻击我？陆晋冷冷一笑，旋即手掌一握，
砰！那光刃直接炸开。与此同时，悬浮于柳如烟头顶的至尊骨虚影忽然一颤，气机感应之下，柳如烟瞳孔一缩，一口鲜血从嘴角溢出。这一刻，所有人眸色大惊。果然圣女果然是抢了陆静的至尊骨，原来陆静说的都是真的。那又如何？难道你以为陆静真能杀了圣女不成？这倒是，姬瑶月封主可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爱徒被别人杀了，而且圣女还是血月圣地赤月长老看中的人。事到如今，事实真相已经不重要了，实力才是一切的基础。听着周围议论声，柳如烟面如猪肝，恨得咬牙切齿。几年来辛辛苦苦树立的形象，在这一刻土崩瓦解。呵，万剑宗让你这道貌岸然的贱人做圣女，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噌，路径话落，900飞剑再次冲出。而第一波飞剑冲出之后，他体内灵气再次不要命的爆发出来，紧接着又是900飞剑。这一刻，全场哗然，所有人被震惊的彻底石化。这个路径，他疯了！900，又是900飞剑，简直恐怖！从未见过气息如此雄浑之人，他简直不是人！所有人头皮发麻，就连远处那紫阳门、狂刀门等强者，此时也都被惊掉了下巴。这万剑宗内出了个什么妖孽？我认识他施展的武学，乃是万剑宗百剑斩，可就算在他们宗主楚天雄身上，本座都没见过如此登峰造极的百剑斩。妖孽！此人今日若不死，他日必成一方巨擘。为了此子，本座倒不介意烫一烫万剑宗的浑水，本座也正有此意。此时，在观战之人后方，一道人影无声无息出现，而此人正是之前从万剑宗禁地深处走出的宗主楚天雄。好小子，总算没辜负你师尊对你的栽培，这般天赋倒是有资格跟本座共谋大事。楚天雄看着将百剑斩施展的出神入化的路径，又低头摩挲了一阵手腕，在他手腕上赫然是一个月牙状印记。他眼眸深邃，不知在想些什么。区区5重灵珠境，你还胜不了我。900飞剑再次席卷而来，柳如烟眸色阴沉，一口精血从嘴中喷出，没入黄金太阳剑内。嗡，金光再次迸发，直接冲入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飞剑大阵。虚空震荡间，路径眸色森冷，口中却突然念动法诀，右手是日，左手指月，阴阳交泰，焚烧一切罪孽，孽火震狱，急急如律令。轰！混乱战场中，忽然一道赤色火焰腾起。当这赤火燃烧的瞬间，周围一切似忽然停滞。这一刻，柳如烟内心一颤，没来由生出一抹不好的预感。他攻势骤然暴增，上百灵剑呼啸而下，杀意爆棚，大地颤抖，虚空轰鸣。他的攻势已然到达极致，成片飞剑被斩碎，柳如烟战意澎湃，完全压制了路径的攻势。然而，当一把带着赤色火焰的剑影闪现的刹那，其所有攻势戛然而止。孽火震狱剑一出现，黄金太阳剑攻势便急转直下。砰！一声轰鸣响彻，当这两把剑对冲的瞬间，黄金太阳剑竟是直接爆炸而去。什么？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柳如烟目光大骇，根本不相信路径能直接击爆自己的地阶战兵。然而，在所有人那不可思议的目光里，孽火震狱剑虚影早已冲破道道剑影，斩向柳如烟。噌！恐怖剑芒笼罩，柳如烟银牙紧咬，下一秒，至尊骨虚影直接冲出，迎风暴涨，要将孽火震狱剑攻势阻挡。至尊骨的力量是他的最强杀手锏。可下一秒，一股诡异的沉浮之感油然而生，那至尊骨在爆发出磅礴灵力的瞬间便被瞬间压制，而他所有灵力的投入像是打入了海绵之中，根本无法翻起波澜。而孽火震狱剑已然带着凛冽剑芒暴刺而来。狐师，救我！情急之下，柳如烟再次沟通神秘狐师，可这一次狐师并没有出现，反而那一直观战的姬妖月瞬间出现。孽障！轰！姬妖月身形闪动，眨眼出现在柳如烟身前，手臂一挥，一股灵气从袖袍中呼啸而出，孽火震狱剑虚影速度锐减，还不束手就擒。姬妖月眸中蕴满杀意，却也颇为意外，自己一出手间竟没能将对方火箭虚影震碎。滚！路径一声暴喝，忽然孽火震狱剑急转方向，竟是绕过姬妖月，再次对着柳如烟暴刺而去。什么？姬妖月惊了，他没想到路径竟会如此顽固，更是没想到他不过一道剑影便拥有如此诡异能力。嘎嘣！柳如烟震惊之际，全身灵气逆冲，全部迎向孽火震狱剑。恐惧攫取心脏，他从未感受过死亡距离自己这么近。不错，这把剑影让他感受到浓烈的死亡气息。然而孽火震狱剑似乎锐不可当，哪怕他所有灵气全部反冲，依旧无法阻挡这把剑的攻势。
眼看剑影就要冲破所有防御之际，叮！姬邀月指尖灵光闪过，一根玉簪直接击中剑影。噌！剑影被震偏，直接擦着柳如烟的脖颈击射而过，在那白皙的玉颈上留下一道血线。轰！下一秒，剑影直接轰入后方巨石，那巨石直接炸成漫天齑粉。咕嘟！这一刻，所有人喉结窜动，狂咽唾沫。谁也没想到，就在刚刚，在姬邀月出手的情况下，陆静差点要了柳如烟的命。我没事。柳如烟重重喘着粗气，摸着自己的脖颈，眼神惊恐的无以复加。陆静竟真的差点杀了他。嘎嘣！而此时的陆静看到那一剑竟没能杀死柳如烟，忍不住牙根一咬。烈火阵御剑威力巨大，虽只是一道剑影，却几乎抽空了他体内灵力。加之之前百剑斩的攻势，他连番施展，体内灵力消耗极为严重。不过有藏天关在，他很快便将1000灵石打入其中，消耗的灵力这才得以补充，可一时间却无法恢复巅峰战力孽障。当着本座的面，你要杀我爱徒？姬邀月看向陆静，眼眸全是怒火。他身上的至尊骨，我已经证实是我的，你亲眼所见。姬封主，我3年前被陷害之事，如今已真相大白，所以你还要继续保他吗？陆静声音冰冷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我圣女峰杀人？姬邀月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强闯圣女峰杀我弟子。陆静，本座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轰！姬邀月话音未落，手指一指，一股灵气直接于指尖凝成一把青光长剑，刺向陆静。星火剑！姬封主竟动用星火剑斩杀他。传闻姬封主的星火剑只动用过10次，每次出鞘必取人性命，陆静必死无疑。众人震惊，甚至连陆静都眸色大变。星火剑地阶上乘战兵，比黄金太阳剑的等级还要高很多，而且他6品金丹境修为完全凌驾于陆静之上，二人之间的差距宛若鸿沟。哼！陆静冷哼一声，体内滚滚灵力再次凝聚，烈火阵御剑剑影再次浮现。这一剑出，他明显感觉身体开始发虚，哪怕有藏天关反哺灵力，可身体的急剧消耗也有些吃不消。但坐以待毙不是他的性格。噌！虚空震荡，烈火阵御剑眨眼与星火剑对撞到了一起，剑影响彻，尖锐刺耳。而让所有人意外的是，烈火阵御剑的一道虚影竟能跟星火剑僵持几个呼吸。我的天，这个路径还能与6品金丹境的姬封主抗衡，匪夷所思。我甚至感觉自己在做梦，若不是亲眼所见，根本没人会相信这是真的。众人愕然不已，那罗臼等一众长老再次后心发凉。难道陆静这家伙遇强则强？他的修为到底在什么层次？众人震惊间，陆静的烈火阵御剑却在星火剑的绝对压制下轰然爆碎。6品金丹境太强大，哪怕陆静身怀诸多手段，此时也完全不敌。星火剑剑吟在耳畔响彻，那凛冽剑芒近在眼前，陆静却并没有坐以待毙，大眼化龙诀所化龙魔瞬间凝聚于剑尖一点，要做出最后防御。好强的防御，只可惜你实力太弱，根本无法发挥出这防御武学的最强水准。姬邀月眸色一变，浮现出一抹贪婪。下一秒，长剑灵力暴增，龙魔防御上顿时裂开密密麻麻的裂痕。住手！而就在这一刻，一声喝止传来，那声音不大，却充满无上威严，让在场所有人头皮发麻。咻！一道人影无声无息落入场中，手掌轻抬，竟是赤手空拳，将姬邀月的星火剑抓在手里，然后像是拿开一件寻常之物般，将其丢到了一边。宗主！姬邀月愕然，显然没想到一向见不着面的宗主大人会出现在这种场合，而在场众人也全懵了，同样不会想到连宗门大比都难得一见都宗主大人竟突然出现了。你这防御也不错，本座甚是喜欢。楚天雄看向陆静，手指一弹，竟是将那道龙魔凝聚的防御直接弹碎而去。而这一瞬，陆静心头一震，楚天雄略一出手，便让他感到此人高深莫测。宗主，此子残杀我宗长老与弟子，如今更是要杀害圣女，罪该万死。姬邀月见楚天雄看待陆静的眼神充满喜色，黛眉皱起，冷声说道：此事本座知道。楚天雄微微点头，本座现在也知道了，陆静在3年前就是被诬陷的，所以今天的误会到此结束。闻言，姬邀月一愣，宗主，此事可不能就这么过去，他可是杀了我万剑宗长老的，按我万剑宗宗规当斩立决。闻言，楚天雄剑眉一挑，你的意思是按规矩办，把柳如烟也一并杀了？楚天雄此话一出，姬邀月顿时语塞，身后柳如烟也是心头一颤。宗主，这分明是在维护陆静。可是宗主，此子3年前便是废物，如今有了如此修为，
必是在魔窟之中修炼了魔道功法，不然绝不会到达如此境界。而我万剑宗从来与魔道势不两立，此子绝不能留。闻言，楚天雄皱眉：姬峰主，你再叫我做事。话语淡然，却透着一股不容亵渎的威仪。姬邀月又是一愣，楚天雄贵为宗主，9品金丹境的超级强者，可不是他一个峰主能得罪的，属下不敢。楚天雄面无表情，然后看向陆晋。失踪3年，如今强势归来，的确可疑。说完，他手掌一探，一道灵力钻入陆晋体内，龙蛇般游走。陆晋所有气息内敛，藏天关瞬间消失无踪。藏天关内有青莲女帝坐镇，楚天雄想要查探根本不可能。而当那道灵气探查到地霸琉璃谷以及无尽丹田之后，楚天雄的眸色大变。虽无法探查其究竟达到何等层次，却深知陆晋的机缘绝对非同小可。不过他很快便收起了眸中的震惊，反而淡笑点头：好，很好。说完，他抬眸扫视四方，声音朗朗：本座已亲自探查过陆晋的气息，此子体内灵力雄浑，并不掺杂半点邪魔气息。尔等若再以此为由想要灭杀我万剑宗天才，本座可不答应。一句话说出，众人眸色全变了。他们明白，楚天雄这是一定要保他了。的确，陆晋之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太过强悍，甚至连圣女柳如烟都差点被杀，这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3年归来，他非但早已不是废物，还脱胎换骨，成为了能抗衡金丹境强者的妖孽。此时的柳如烟眸中浮现难以遏制的怒意，可如今宗主现身，连他师尊姬邀月都无法左右此事，想要灭掉陆晋，只能在寻时机此子身上的秘密，绝不简单。你要寻找机会将他拿下。柳如烟脑海中响起胡师的声音：胡师，我一定会的。他暗暗攥紧拳头，强行收起了内心的不甘。而楚天雄话音落下后，他竟是伸出手去，轻轻拍了拍陆晋肩膀：今日有他师尊在，你想复仇是不可能了，你打不过姬邀月。闻言，陆晋皱眉。楚天雄对自己的态度倒是出乎所料，不过眼下自身情况也的确如楚天雄所说，他的战力消耗太大，非要硬拼的话，面对姬邀月根本没有胜算。从这一点看，楚天雄一出现就救了自己，这是一份恩情。而楚天雄对待陆晋的这般态度，也是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诧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宗主能做出如此亲昵举动，足以彰显他对陆晋的心思。楚天雄继续道：不如这样，1个月后血月圣地会在8部雪龙潭选拔弟子，而按照万剑宗规矩，在那场选拔的前3日，我万剑宗会先行选出参加8部雪龙潭选拔的优秀弟子，到时候你们再行决斗，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我等宗门高层断然不会插手。你意下如何？听着这话，在场众人面色皆是一变，没想到宗主竟会说出这种话。不过他们也能看出来，宗主这是要给陆晋一个机会，当然也给柳如烟一个机会。2人都是武道天才，都是他万剑宗的优秀弟子，不足1个月的时间虽然短，却有着无限可能，到时候鹿死谁手不得而知。而宗门最后要留下的，一定是那更强的一个。陆晋闻言微微点头，然后说道：宗主大人，我没记错的话，那场决斗中任何一名弟子都可前去挑战，而且若双方同意，还能签订生死状。闻言，众人顿时便明白了陆晋的意图，他是要在那场决斗中与柳如烟来一场生死斗。楚天雄表情古井不波，点头道：不错，能进入血月圣地的人无一不是出类拔萃的武道修士，若无法活到最后，那还算什么天才？陆晋眸色冰冷，看向柳如烟，冷声道：那我今日便与你下生死战书。柳如烟，你这位万剑宗圣女，可敢与我一战？此话一出，在场众人纷纷看向柳如烟。现在看来，陆晋虽修为还处于灵珠境，可他的战力似乎已经超越了柳如烟。而1个月后，陆晋又能成长到什么地步，无从得知。但是那时候的他战力必定更加强悍。而柳如烟身上虽有至尊骨，却正如陆晋所说，并未完全融合，他能修炼到什么地步，更是难下定论。柳如烟暗暗磨牙，看向姬邀月，而姬邀月并未立刻开口。陆晋之前拼尽全力之下，竟能跟他对峙，这足以说明他身上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不知对方底细，这才是最危险的。而就在这时，胡师的声音又在柳如烟脑海响起：答应他，不出10日，你便有望冲击2品金丹境，到时候你便有资格修炼大掠夺仙术第2层功法，一旦练成，哪怕4品金丹境，你都有一战之力，到时候杀他易如反掌。听闻此言，柳如烟暗暗点头，旋即看向陆晋，声音冰冷地说道：好，我答应你。此话说出，姬邀月的眸色也是一变：如烟，你确定要与他上生死类？师尊放心，
我如今突破2品金丹在即，一旦突破，战力飙升，他区区一个灵珠境，想杀我，绝无可能。姬瑶月微微点头，既如此，那为师会全力助你突破。多谢师尊。姬瑶月说着，看向楚天雄，宗主，事已至此，那属下先行告辞。说着，便带着柳如烟离开了。陆静看着柳如烟那离去的身影，虽不甘心，却只能暂时按下。不过苏醒过来短短几日，他的修为便突飞猛进到这般地步，他倒是对20多日后的生死擂台充满期待。陆静，你随我来。楚天雄淡淡说道，旋即抓过陆静胳膊，二人原地消失。而圣女峰上亲眼目睹这一战的众人个个心情复杂，没想到这个陆静3年归来竟强大到如此地步，连宗主都出面保他，若他能战胜圣女，前途无量。想在生死擂台杀了圣女，哼，圣女大人可是杨巅峰师兄看中的人，而且传言血月圣地的赤羽长老已经内定他加入圣地，陆静若敢杀圣女，那就是在打血月圣地的脸。陆静师兄被陷害这3年是怎么挺过来的？我倒是想看到他强大起来。众人议论间，那罗舅长老等人谋色却更加复杂。今日之事，他们无疑是彻底得罪了陆静。若陆静在那场生死擂上真杀了圣女，恐怕他们的下场会很凄惨。就在几人纠结之时，忽然收到传音符，疾风主召见，诸位随我来。楚天雄将陆静带到了他所修炼的地方，而这里即便对宗门长老来说都属禁地。陆静虽意外，却也知道自己之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无疑引起了楚天雄的重视。不过楚天雄一开口却说出了让他意外的话，你师尊果然没骗我。陆静问道，宗主大人，您这话是何意？3年前他与宗主并没有太多交集，甚至连自己师尊玄云子跟宗主之间也鲜有交往。楚天雄淡淡一笑，陆静，有些事情想必你师尊也没告诉你，如今你蛰伏3年归来，果然如你师尊所说，必成气候，所以本座今日打算告诉你一些关于你师尊的事情。一听这话，陆静眸色一变，我师尊，他老人家待我视如己出，可我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丧失了一身修为，眼睁睁看着他离开而无能为力。想到这里，陆静内心仍有针扎般的痛楚，没用的。楚天雄叹了口气说道，哪怕3年前本座亲自出手，也无力回天。楚天雄转过脸来，一双深邃眸子看着陆静，因为你师尊的死另有隐情。陆静皱眉，还请宗主明示。楚天雄说道，确切的说，你师尊是死于血月咒。血月咒？陆静眉头皱起，似乎并没听说过这种东西。楚天雄缓缓道，血月咒乃血月圣地老祖所施下的无解咒术，一旦被下咒，便要永生听命于血月老祖。而你师尊之所以暴毙，正是违逆了血月老祖之命，而被引发血月咒反噬而死。听到这话，陆静更是难以置信。宗主大人，可否详细说说？楚天雄点头道，此事说来话长，不过如今你已有资格知晓此事。我与你师尊玄云子自小便在逍遥山村长大，可突然有一天，血月老祖出现在逍遥村，他生吃活人，将整个村子的所有活物屠戮殆尽。而我与你师尊2人之所以活了下来，是因他从我们2人身上看到了超乎常人的修武天赋，于是他将我2人带入血月圣地，种下血月咒，让我俩发誓誓死效忠于他。可亲眼看着家人被他生吞活剥，我2人岂会甘心？而这么多年来，因为血月咒的缘故，我们也只能服从于他，苟活下来，寻找机会报那血海深仇。奈何这么多年过去，我2人虽修为大涨，可那血月老祖的实力却更加恐怖。3年前，你师尊以为有机可乘，能杀他，却最终失败，甚至因此丧命。本座与玄云子情同手足，他死前将自己的打算告知于我。当然，你身上究竟发生什么，本座也不清楚。但是既然你师尊说你3年后的今日定会拥有一飞冲天的能耐，那本座便相信兄弟的话。如今你身怀奇遇，本座也不多问。陆静，今后修行需要任何资源，本座定竭力满足于你。另外，这是你师尊托我留给你的东西，或许这是查清你身世的唯一线索。楚天雄说着，将一块玉佩交到陆静手中，白玉无瑕，温润触感传来。他眉头微蹙，一时间得知这些事情，心情复杂，但他还是拱手道，多谢宗主大人照拂，弟子他日成就金丹，踏入子府，必寻那血月老祖，为师报仇。可他这话说完，楚天雄却微笑摇头，子府境可还不够。陆静哑然，楚天雄手掌微微抬起，一团灵光凝聚掌心，那上面传出的波动赫然超越了金丹之境。宗主，您的修为？楚天雄点头，本座早已踏入子府境，可哪怕如此修为，也无法与血月老祖抗衡。他叹了口气，却忽然笑了。
陆晋，本座并不怂恿你去复仇，可本座要提醒你，见到血月咒印记之人，一定要小心。说着，他掀开袖口，露出那月牙咒印。宗主，陆晋愕然。所有带着血月咒印记之人，都是血月老祖座下血使者，而所谓血使者，则是为其寻找血食之人，也就是为其抓人助他修行的傀儡。血月圣地盘踞青州，势力极大，血月老祖则是其最强掌舵人，其座下除了血使者外，还有月使者。这些人明面上是在维护整个青州，实则是维持百姓繁衍生息，如此才能为血月老祖提供源源不断的活人血食。本座隐忍多年，其一是为逍遥村复仇，其二则是要为苍生百姓拔掉这颗毒瘤。说完，楚天雄淡笑：今日之事，你知晓便可。另外，那柳如烟与杨巅峰勾结，而杨巅峰的师尊赤羽长老早已加入血使者联盟，所以你务必要谨慎行事。今日一战，你二人下了生死战书，姬邀月定会全力助柳如烟突破。你有何打算？陆晋想了想，说道：3年前，弟子闯过不少绝地，知晓一些修行秘境，我打算前去闭关修炼。楚天雄点点头，旋即将一枚那戒送入陆晋手中。小小的青州困不住你，陆晋，本座相信你。陆晋低头看着手中那戒，没有拒绝，抱拳道：多谢宗主。楚天雄点头，然后看着陆晋离去。玄云子，你应该没看错人。陆晋离开之后，一路走出万剑宗山门，而当他离开之后，身后数道人影相随而动，暗中跟踪，却正是那罗舅以及数名长老。姬峰主交代，务必在生死战前将他灭了。罗长老，以我等的实力，如今已不是陆晋对手，当务之急是寻求其他长老帮助。哼，放心，姬峰主说了，一旦发现时机，立刻发传音符，自会有高手前去助阵。跟上。而当陆晋从万剑宗出去之后，除了罗舅等人外，还有另外一些身穿不同服饰的修士飞掠而来，降临到了陆晋身前。你们是？陆晋声音淡漠。这位兄弟，实不相瞒，我等已在此地等候多时。一位一袭黑袍约莫30岁上下的男子拱手一礼，态度倒是颇为谦逊。等我。陆晋皱眉。不错，那男子倒也没有隐瞒。之前我等见识过兄台风采，想必兄台在这万剑宗内不太顺遂，以你的天赋，不如就加入我狂刀门，总好过在万剑宗受那鸟气。哈哈，不错，我紫阳门也正有此意。若是兄台愿意，本长老亲自保举你加入我紫阳门内门，享受宗派巨量修行资源。听着几人的话，陆晋这才明白，原来是想拉拢他。多谢诸位好意，在下要事在身，恕不奉陪。陆晋说着，直接转身。兄弟，狂刀门断天仇，后会有期。紫阳门秦北，期待再见。二人说着，竟是将2枚那戒抛向陆晋。无功不受禄。陆晋刚要婉拒，二人却笑道：兄弟不必客气，聊表心意而已，多个兄弟多条路，若是以后遇见，未免不可相互照拂，你说是不是？雪中送炭总比锦上添花强。兄弟，我等是看上了你的潜力，并无他意，高兴就交个朋友，不高兴就各走天涯路。看他们爽快的态度，陆晋眉头微皱，旋即淡淡一笑，吐出2字：陆晋。说完，他身形飞掠而出，眨眼100丈之外。陆晋，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是他，曾经万剑宗内门第一弟子。传闻他失踪3年，他竟没死，非但没死，反而强势归来了。段天仇和秦北二人对视一眼，皆皱起眉头。陆晋有这般能耐，恐怕会影响到武门3宗的选拔。血月圣地每次从武门3宗选拔的弟子不超过10人，这家伙若是出战，不知道哪个宗门天才会被淘汰。不过在此之前，他或许会跟柳如烟有一场恶战。走，抓个万剑宗弟子，问问到底怎么回事。陆晋出了万剑宗后，一路直奔雷火山。经过之前的战斗后，他体内第6颗灵珠逐渐凝聚成型，而一旦他修行冲击境界，势必会再次引来雷劫。他不想太过招摇，毕竟除了万剑宗外，整个青州还分布着大大小小不少势力，高手如云的世界，他不想节外生枝。而之所以会选择雷火山，除了那里有他曾经掩藏的宝物外，雷火山常年雷云密布的环境也能掩人耳目。咻，一路飞掠数百里，路径灵力满满，无半点疲倦。飞掠过程中，他将1000灵石打入藏天关，而藏天关的灵力反哺，让他在战斗中的消耗很快全部弥补。2个时辰后，他的气息再次恢复巅峰。雷火山3年未曾来过，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荒凉。陆晋站在一片山崖上，脚下是一望无际的黑色岩石，天空是终年不散的翻滚乌云，云层中时不时有闪电划过，偶尔降临山林间，化为雷火，焚烧大地。而在如此雷火环境下，山林间依旧生长着大片大片的植被，不过这里的植被清一色全部呈现黑红之色，甚至一些焦黑的雷击木上
也有火苗般的枝叶在迎风招展。此地常年荒无人烟，偶尔来到这里的人也是修炼了火焰属性功法的修士前来历练。老狗，你们追了我一路，不过前方号称雷渊之地，雷电如蛇，我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胆子闯。罗舅等人一路跟踪，陆静早就察觉到了，不过他并没打算将其斩杀。他们死了，恐怕会招引更大的麻烦，在对方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倒不如先这么吊着。而且那前方闪电最密集之地的雷渊，他曾来过，熟悉地形，经过灵珠劫的他并不惧怕雷电之威。咻，身形一闪，直接钻入雷渊之内，身形消失。他居然真敢钻进去。后方不远处看见陆静这般举动，罗舅等人忍不住磨牙。罗长老，此子之前经历3天雷劫都不曾损伤一丝一毫，此处雷电恐怕也无法伤害到他，倒是我等并不曾度过金丹劫。几人都是灵珠境，还未经历过雷劫洗礼，眼神中难免浮现紧张之色。而金丹一品的罗舅倒是经历过金丹雷劫，可此刻的他看到雷渊上空盘踞的雷蛇后，眼神同样不安。此处雷霆之力远强于一品金丹雷劫，哪怕是本长老都不敢贸然擅闯，不如就在此地等待，暗设埋伏，一旦他出现，就地格杀。罗舅此话一出，其他几人面色皆是一变，他哪来的自信说出这种话的？这么快就忘了之前差点被人家弄死的事了？呵，有疾风主给的毒剑十绝阵，我等未必没有杀他的资格。毒剑十绝阵，没想到有如此阵法，我等的确可以暗中埋伏，杀他一个措手不及。行动！陆静自然不知罗舅几人暗施伎俩，他钻入雷渊深处，立刻找到一处隐蔽之所，拿出楚天雄以及段天仇几人给的那剑，其中还有从王凡、牛长老等人手上获得的战利品。这些家伙个个都是大款啊！清点了一下那戒里的物品，除了大量灵石外，还有一些兵器。秦北、段天仇2人送的那戒中，甚至还有紫阳门和狂刀门所特有的功法战技，而这些那戒中的灵石加在一起，居然足足5万。小小的激动了一下，他看向了宗主楚天雄给他的那戒。这是万剑朝宗诀。吸引视线的是一部功法，那功法乃灵气凝聚，悬浮半空，道道符文闪烁着古朴的气息，传闻万剑宗开派祖师留下来的至强剑法，而唯一有资格修炼的就是历代掌门。陆静没想到楚天雄会将这部剑诀送给自己，想到之前楚天雄跟自己说的那些话，虽然他并没有要求自己做什么，但是似乎所有的目的都变得明确起来。宗主大义凛然，可我陆静自有我自己的事，师尊之仇不得不报，柳如烟、杨巅峰害我之仇不得不报。思忖片刻，陆静又扫视了那戒中其他物品，除了一些疗伤丹药外，这宗主居然给他留了足足3万灵石，比师尊玄云子留给他的还要多。这倒是，陆静心情颇有些复杂。无功不受禄，可如今成了如此重情，他也是颇为感慨。不管怎样，先把实力提升起来，不然一切都是空话。不过这名单是什么？视线里出现灵光闪烁的一排名字，陆静皱眉思忖，却没想出个所以然。按他推测，宗主给他的东西定是有意安排，可这些人名的确让他猜不透。咔嚓！就在这时，一道雷霆降临而下，整片雷渊都颤了几颤。哈哈，来吧，让雷霆来得更猛烈些吧。他不再拖沓，直接原地盘膝而坐，1000灵石直接打入藏天关内，顿时一股狂暴气息从周身涌荡而起，体内第6颗灵珠开始疯狂凝聚。与此同时，虚空之上雷云凝聚，原本散乱的雷云此时疯狂朝着他头顶那片虚空汇聚过来，雷蛇狂舞，逐渐变成粗大的雷龙，煌煌天威压境，宛若灭世。不知过去多久，那凝聚的雷龙开始向着下方大地降落，一道又一道，璀璨夺目，狂暴骇人。罗长老，你快看，难道是那家伙又在渡劫？太恐怖了，这雷霆力量就算3品金丹境都无法承受，灵珠境难道也能召唤雷劫？匪夷所思。废话少说，毒剑十绝阵一旦成了，那剧毒的力量足以将他灭杀。圣女峰炼丹房，如烟，为师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至于你能不能突破桎梏，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姬邀月将一枚丹药交到柳如烟手中，语气凝重道：身为一名炼丹师，他现在能为柳如烟做的事情，就是为他的突破提供最直接的帮助，而他给他炼制的这枚破障5行丹，凝聚着他的心血，也充满了他的期望。多谢师尊。柳如烟接过丹药，行了一礼，眼神中有着一丝满意。姬邀月为他炼制的丹药，也正是胡师所提到的能够助他短时间内突破修为，甚至连番突破修为的最强大保障。就在这时候，忽然姬邀月一口鲜血吐出，气息也萎靡了下去。师尊！柳如烟着急将人搀扶着，
姬邀月却摆摆手，然后将一枚丹药吞下。这破障五行丹的品级应该无限接近于地品丹，这已经是为师能炼制出来的至高品级丹药。如烟，但愿你不会辜负为师的期望，到时候一定要大败路径，继而加入血月圣地。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一旦有弟子被血月圣地收了，那么其身后家族或者势力将会得到巨大好处。每一年血月圣地都会赠予巨额财富，包括各种丹药、功法、战兵，甚至一些其他门派挣破脑袋都抢不到的机缘。而作为师尊，得到的好处会更多。甚至曾经有弟子加入血月圣地之后，其师尊在短时间内得到巨大好处，被灌顶提升，成为一方巨擘。甚至一些宗派的发展上限，完全取决于血月圣地所赠予财富的多寡。若能获得一部超级功法，极有可能一个宗门强者辈出，从而脱胎换骨，一跃而成为一方大势力。姬邀月的想法正是如此。相对于血月圣地的奖励来说，他现在的付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柳如烟带着破障五行丹离开了炼丹房，然后驾驭一头飞行坐骑，一路朝着北方疾飞，最后竟是飞到了一处宗派上空停了下来。护师，您准备好了吗？柳如烟看着下方宗派热闹的场面，眼神浮现出一抹嗜血贪婪。嗡！而当他的话音落下，顿时一股黑色灵气从体内涌出，顿时便将他的周身笼罩。而他一行一动间，黑色雾气缭绕，将其渲染得宛若魔女。去吧，这一次为师全力助你。柳如烟眼神一寒，体内灵气迸射，手中一把黑色长剑闪现而出，竟是首先将脚下坐骑一剑斩碎。嗡！当坐骑血液飙射而出之时，那黑色长剑顿时一股吞噬之力涌出，竟是将那鲜血瞬间抽干。而与此同时，柳如烟体内那至尊骨金光一闪，旋即恢复如常，只是那上方隐约多出了一道淡淡符文。大掠夺仙术，哈哈哈，给我杀！柳如烟眸色嗜血，竟是瞬间从天而降，宛若妖魔降世，手握黑光长剑，对着下方宗派弟子疯狂屠杀。而每一次屠戮，黑光长剑的吞噬之力便瞬间将人血抽干，尸体直接变成了干尸。那宗派中并无太强大之人坐镇，其宗主也不过7重灵珠境而已。而整个宗门中的混乱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便完全销声匿迹。上百干尸横陈，空气中的血腥很快烟消云散。疯狂屠杀了一个宗门后，柳如烟吞下破障五行丹，化为一道黑色魔光，消失于黑暗森林深处。开山宗竟被灭门了。不知过去多久，一男一女2道人影从开山宗上空飞过去。当看到下方横七竖八的干尸时，二人眸色顿时骤起。墨尘师兄，难道这又是血使者做的？那女子一袭蓝衣，长发披肩，面容姣好，身材也是颇为高挑出众，手中却握着一把跟她出尘气质颇不匹配的长刀。血使者一般都会直接将活人抓走，献给血月老祖，这开山宗的情形倒是有些不一样。叫墨尘的男子星眸剑眉，颇为俊朗，气息强大，二人竟都是金丹境强者。他闪身降落下去，查探一番无果后，便带着蓝衣女子离开了。而他们所前往的地方，赫然便是万剑宗。万剑宗戒备森严，并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入的。可当二人来到万剑宗山门后，那墨尘手中一道玄光飞出，赫然是一只玄色飞鸟。当那飞鸟飞出后，万剑宗守门弟子却面色一变，然后对着二人点了点头，眼看着二人进入山门深处。而墨尘和蓝衣女子最后则是随着飞鸟一路来到宗主楚天雄所在之地。他寻常时候根本找不到踪影，可随着飞鸟一路飞奔，却很快找到了他堂主。墨尘二人毕恭毕敬行了一礼。楚天雄点点头，开门见山：有情况。堂主，我和紫萱师妹路过开山宗，发现整个宗门都被屠戮殆尽，而且所有人都变成了人干，毫无血色，这应该不是血使者干的。楚天雄闻言皱眉：开山宗被灭门了，可曾查到些蛛丝马迹？墨尘无奈摇头：好，此事本座知道了，我会亲自去查。你们如今在血月圣地如何？紫萱说道：堂主，血月老祖如今实力越发强大，需要的血石也越来越多，血使者每天抓去的活人不下上百，而且血月老祖如今已经彻底陷入闭关修炼状态，别说我们，就是圣地4大家族之人想要见他都难如登天。楚天雄微微蹙眉，闭了闭眼，旋即抓过二人手腕，眼神一瞥，微微摇头：你二人的血月咒印记越发深了，以后行事务必要更加小心。本座知道你们的心思，不过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暂时性的隐忍屈辱，所有的不甘都要咽下去。堂主，我们知道，为圣堂，我等甘愿赴死。二人眼神决然：本座不要你们死，本座要你们亲眼看着血月圣地老祖死无葬身之地。弟子记住了。当二人刚刚走出万剑宗，楚天雄也消失在宗门之内。他要做的事情隐蔽而神秘，
却如同一股暗流，蓄势待发。嗡！而就在这时候，紫萱指尖那戒中忽然一道传音符波动传出，他眸色大变。不好了，莫师兄，林涛被困在火蛟洞窟，生死未卜。你是说雷渊禁地的火蛟洞窟？雷渊的火蛟洞窟那可是一片禁地，相传进入其中九死一生。墨尘师兄，我们与林涛师兄同生共死，况且他还救过我们，不管龙潭虎穴，我们都要前去营救。说得对，我等同为圣堂使徒，必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走！二人说着，脚踩飞剑腾空而起。而此时，那一片雷渊上空，雷云时不时地降临下来，虽隔三差五，却似无止无休，每一次都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下方雷渊深处，一道人影周身层层叠叠的灵气缭绕，宛若潮汐不断游走震荡。而每一次天雷降临下来，他的气息便飞速激增，丹田深处第6颗灵珠也终于在磅礴雷电力量淬炼之下，在数千灵石能量的酝养之下，变得越发璀璨。而修炼过程中那撕心裂肺的痛苦却也一直持续着。当虚空之中那最庞大的一道雷云降临下来后，那承受了巨大痛苦却满脸决然之色的陆镜忽然睁开了眼睛，大眼化龙诀，龙皮凝嗡，道道灵力弥漫周身，灵光四射，一股恐怖波动在身体表层凝聚起来。他周身龙膜防御逐渐被收敛进入皮肤之中，使得那皮肤都变成了雷电般的光泽。最后一道雷霆轰然降临，雷霆轰入体内，一部分被藏天关吞噬，一部分进入无尽丹田，而另一部分则是化作道道细小雷蛇在皮肤之中游走。他所修炼的大眼化龙诀一共有5个层次，分别是初阶、中阶、高阶、小成、大成，而每个阶段对应修炼的部位为皮、筋、血、骨、脏。初阶就是炼皮，而陆镜所凝聚出来的龙膜正是3层炼皮的第1层，炼皮的第2层为龙纹，第3层龙鳞。达到龙鳞阶段，皮肤可演化龙鳞，防御力强如真龙。此时雷霆之力在皮肤中游走，那龙膜的光泽也变得更加璀璨，甚至耀眼无比，使得他整个人看上去宛若镀了一层雷光。轰！当雷力在丹田中最后彻底凝聚，那第6颗灵珠也彻底凝现出来，而他的气息也水到渠成，达到了6重灵珠境。继续！陆镜意犹未尽，6重灵珠境的强大气息让他颇为满意，却并没有停滞，而是再次将一堆灵石打入藏天关。藏天关内灵力反哺而来，潮水般的力量撕裂着他的血肉之躯，虚空雷劫淬炼着他的意志，大眼化龙诀修复着不断被璀璨的身体狂暴的雷劫中，孕育着脱胎换骨的蜕变。不知过去了多久，2道人影出现在雷渊边缘，正是墨尘和紫萱2人。此处雷劫太强大，墨尘师兄，以我们现在的肉身强度，根本无法承受那等天雷。奇怪，这里的雷霆之力竟然如此强大，似乎之前并没有遇到过这等情况。火蛟洞窟就在那雷渊深处，我等现在根本无法冲过去，若强行冲入，只有死路一条。那边是什么人？好熟悉的气息。墨尘忽然看向不远处，在那里一股颇为熟悉的气息让他皱起眉头。是毒剑石绝阵，有人在暗部毒剑石绝阵。若是我所料不错的话，追杀林涛师弟之人正是万剑宗屠魔峰的内门长老陈江，而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毒剑石绝阵进行暗杀。难道真的是陈江长老在暗杀林涛师弟？陈江身为万剑宗屠魔峰内门长老，善用剧毒，而血月老祖正需要这样心狠手辣之人，或许他也是血使者成员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就先破了他这毒剑石绝阵。他们阵法尚未完成，你我2人立刻联手破之。2人眸色冰冷，然后暗中窥视一番，终于找到那毒剑石绝阵的阵眼之所在。咻咻！2人对视一眼，眸色皆是决然。而随着2人行动，2把飞剑祭出，带着磅礴灵气，直接轰向毒剑石绝阵。轰隆隆！突如其来的轰鸣震惊了罗舅几人。什么人胆敢破我阵法？他一声暴喝，忽然冲出，眼眸浮现出森寒杀意，毒剑石绝阵乃邪恶手段，尔等在此处设下暗阵是要害人吗？墨尘声音如雷，操纵飞剑疯狂进攻。胆敢破我阵法，找死！罗舅飞身而起，一拳轰来，一重金丹的实力顷刻间展露无遗。放肆！而就在这时候，紫萱一剑刺来，强大的剑气瞬间破开罗舅一拳之威。罗舅眼神惊愕，显然没想到这不过20多岁的年轻女子竟有如此强大战力，立刻躲闪而去。什么？2品金丹之境？罗舅心惊，顿感不妙。他们一群人修为最高的就是他，其他长老更是连金丹都没达到，更加不是对手。情况有变，速速发传音符。嗡！他没有半分拖沓，直接将传音符发出。
几人面对莫尘、子轩二人的态度也立刻发生了转变。不知二位是何方神圣？我等与你无冤无仇，缘何要破我阵法？莫尘一剑破开阵法中那凝聚起来的能量阵眼，冷声道：“给我破！”轰隆隆，费了半天劲才凝聚成型的毒剑十绝阵轰然爆炸，恐怖的气息席卷四方，甚至将那雷渊之下正修炼的陆静也惊动了。此时他丹田之中已经凝聚了第7颗灵珠，而他的修为也定格在了7重灵珠境。当听到外面轰鸣巨响后，他停了下来，然后飞身而起，出了雷渊。那是有人帮我在对付罗舅等人。当他出了雷渊后，就看到此时罗舅几人正在被一男一女2个年轻人打压。此处平日基本上不见人来，所以陆静的眸色也有些意外。不过他倒是乐得看看热闹。阁下到底是何人？为何要破我阵法？罗舅声音冰冷，其他几名长老也开始聚集在一起，准备共同抗敌。说，将我林涛师弟逼入火蛟洞窟的，是不是你们？子轩声音森冷地质问道。林涛，火蛟洞窟，我们并不知晓此事。阁下如此做法，未免显得太过鲁莽。罗舅眸色森冷，破我阵法，阁下必须死。补偿？呵呵，你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补偿？莫尘笑道。而面对他如此强大修为，完全吊打他们2人，罗舅却并没有担心，因为姬瑶月给他的传音符能召唤对战路径的强大存在，所以面对2个2品金丹境，他自是不惧。什么人胆敢捣乱？而就在此时，忽然一声闷雷般的喝声传来，一道人影从天而降。此人气息雄浑，比起莫尘2人的修为还要强大，赫然便是达到了3品金丹之境的强者。而且此时身形魁梧，是一尊铁塔大汉，古铜色的肤色让他整个人看上去不容侵犯，充满威严。是屠魔峰陈江长老。陈江长老可是3品金丹强者，你们2个小杂碎，让你们多管闲事，你们死定了！罗舅长老等人抱着膀子冷笑连连。不好来者达到了3品，看身形应该就是那个陈江。子轩眸色有些紧张地说道。莫尘此时眸色也是颇为意外，但是却突然喝问道：“陈江老狗，是不是你将我林涛师弟逼入火蛟洞窟的？”一句话说出，那陈江长老的眸色也是变得有些幸灾乐祸。哦，你们叫那林涛为师弟，看样子你们也是该死的人。他并没有明说，反而说2人该死，显然这是一种隐晦的说法。而莫尘、子轩2人却听得明白，这陈江无疑正是猎杀他们圣堂使徒的杀手之一。圣堂乃是楚天雄暗中建立的一个组织，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颠覆血月圣地，彻底了结血月老祖对整个青州的恐怖掌控。哼，果然是你，陈江，既然你逆天而为，那我们便替天行道。莫尘话语落下，却突然一股灵气将子轩包裹。你速速离去，我来断后。子轩眸色一惊，却不愿离去。要生同生，要死同死，我不走。他一剑斩断灵气束缚，然后跟莫尘站到了一起。莫尘暗暗磨牙，子轩师妹，我们打不过他，我不怕，大不了一死。子轩眸色决然道。子轩，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若今日无法脱身，希望我们下辈子早点遇见。下辈子我一定给你做娘子。听着2人的对话，那陈江长老的眸色却充满幸灾乐祸。呵呵，你们2个倒是有点意思，看在你们还算有点骨气的份上，本长老倒不想让你们死得不明不白，报上名来。莫尘冷哼一声道。小爷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莫尘，姑奶奶子轩，吃我一剑。子轩说完，顿时一剑率先刺出，而莫尘见状也没有半点拖沓，相随而动，一剑斩出。陈江眸色一狠，出手便是杀招。而此时，当那远处雷渊边缘的陆静听到莫尘与子轩2人名字的时候，眸色浮现出一抹意外来。有点熟悉的名字是宗主给的那名单中的2个，而且还有一个叫林涛的也在其中。他虽不明白，但此时看到那陈江出手要灭杀2人，他立刻出手了。陈江老狗，给我滚！轰！陆静一声暴喝，出手间一道恐怖灵气骤然爆发，竟是将那陈江所有攻击全部震碎，而他的身形也瞬间倒退到30丈，方才颇为狼狈地稳住身形。这陈江长老乃是他的死敌杨巅峰的师傅，所以陆静见到他的时候，内心的怒意也爆发了，出手间带着一股阴狠。什么？他的修为竟然又晋升了7重灵珠境，这修炼速度简直匪夷所思。原来那些雷劫果然是他在闭关。陈江长老速速出手将陆静斩杀，此子若留，必成大祸。罗舅几人看到陆静出关，并且气息达到7重灵珠境，立刻紧张起来，
不断怂恿陈江长老将他就地格杀。而陈江此时眸色也变得相当阴沉，他甚至隐约的有些担忧，因为刚刚陆晋那一道攻击所爆发出的强势，让他产生一种对方凌驾于他之上的错觉。不过看到陆晋的气息确定是处于7重灵珠境后，他才松了口气。圣女峰的击风主要我杀的人竟是你。不过震惊之余，那陈江长老的面色再次一变，到了此刻，他似乎终于认出了陆晋。本座的徒儿乃是血月圣地赤羽长老座下亲传弟子。陆晋，就算你强势归来又如何？今日本长老就让你彻底消失。呵呵，就凭你，可不够看。陆晋咧嘴一笑，你那徒弟杨巅峰陷害我，如今你又要杀我，老狗，那我今天就废了你，让你亲眼看着你那所谓的天才徒弟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轰！陆晋话音落下，顿时一股灵力呼啸而出，然后一道赤色长剑虚影瞬间凝聚，下一秒直接冲向陈江长老。皮肤撼术。陈江眸色一变，之前陆晋归来的事情他有所耳闻，却并不知道陆晋到底有多么强大的战力，所以难免因为境界上的差距而有些轻敌。哪怕之前陆晋的攻击对他造成了冲击，此时他也没有用尽全力。而陆晋以5重灵珠境便能硬汉金丹2品，如今7重灵珠境3品金丹的陈江他完全能够秒了。何况他此时施展出来的还是孽火镇狱剑。噌，长剑虚影瞬间没入陈江丹田，速度之快，宛若一道闪电，眨眼消失。而须臾间，陈江所有攻击全部土崩瓦解。他站在原地，满眼都是难以置信，愣了愣，忽然身形跪倒，双手捂着小腹，嘴唇开始不断抽搐。你废了我的丹田啊！听着这话，看到这一幕，那罗舅等人以及莫尘与紫萱2人的面色全变得相当震撼。这就完了？3品金丹境的陈江长老竟然就这么被一招废了丹田。莫尘与紫萱对视一眼，皆是满眼难以置信。不过眼下他们的危险也算是解除了，甚至对陆晋产生了浓浓的感激之情。走！而此时罗舅几人忽然朝着远处逃窜。想走？陆晋眸色一沉，数道剑光瞬间冲向几人，眨眼没入几人后背，然后几人胸前鲜血飙射，罗舅几人瞬间惨死当场。这一幕看得陈江长老眸色更加复杂，他直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以自己3品金丹境都实力，竟然不是7重灵珠境的陆晋的对手。陆晋杀1品金丹都罗舅根本毫无难度，而现在的自己已经被废了丹田，彻底沦为废人，小命也彻底攥在陆晋的手里。这种感觉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而此时的莫尘与紫萱2人也在看到这一幕之后彻底石化当场。之前他们还颇为担忧，现在惊喜之余对陆晋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刚刚他们2人已经打算赴死拼死一搏，所以此时陆晋出手绝对是救下了他们的命。这位朋友，多谢救命之恩。莫尘2人走过来恭恭敬敬行了一礼。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若恩人有任何差遣，我2人万死不辞。紫萱也表明了自己的心迹。陆晋看着2人开门见山，你们要去救一个叫林涛的。莫尘皱眉，内心突然惊了一下，却点头。正是。陆晋问道，你们是不是还认识秦龙、周武、王子墨、萧无忌、马征成？他说的都是楚天雄给他那名单上的人名。而闻言，莫尘紫萱2人的面色再次一变，却惊喜起来。原来你也是圣堂弟子，堂主大人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圣堂使徒中出现了陆晋兄弟这样的超级高手？7重灵珠境打败3品金丹境，陆晋兄的手段让我等匪夷所思。2人直接激动说道，也不再叫恩人，而是称兄道弟。陆晋看到2人的这般态度变化，眸色却是微微一变，暗自思忖了一下，便是说道，关于圣堂我了解的并不多，不知兄弟可否多说一些？听陆晋这话，莫尘似乎突然兴奋了几分。他绝不怀疑陆晋的身份，因为在圣堂之中能够知晓5个圣堂使徒名字的人绝对是圣堂之人，这是一个所有圣堂使徒都信奉的规矩。圣堂是一个相当严密的组织，甚至其中一些成员之间都相互不认识，只通过一些特殊方式进行联络。而陆晋一口气说出那几人，莫尘紫萱毫不怀疑，他就是圣堂之人。而圣堂兄弟之间的相互救援并不需要客气，他们常年暗中做一些危险的事情，执行堂主任务，相互照应是必须的。而听到陆晋这么问，那紫萱转头看向一旁不远处的陈江长老，砰！下一秒，一道灵气爆发，直接将陈江长老击晕过去。我圣堂的秘密绝不能让外人知晓。紫萱笑了笑，英姿飒爽的气势让陆晋感到意外。陆晋兄弟，你应该是万剑宗弟子吧？紫萱问道。陆晋微微皱眉，然后道，不错，万剑宗陆晋。好，堂主是万剑宗宗主，
陆敬兄又是万剑宗的人，以后大家好好配合。墨尘说道，然后面色却忽然一变。对了，陆敬兄，林涛被这老狗追杀，现在深陷火蛟洞窟中，生死未卜，我等应速速前去救援。陆敬眉头一皱，火蛟洞窟，雷渊深处的火蛟洞窟，这里他颇为了解，自是知道这火蛟洞窟的所在。不错，林涛兄弟之前发传音符就是在火蛟洞窟之中，而现在传音符已经无法传送，怕是凶多吉少。陆敬眯了眯眼睛，思忖了一下，便是说道：既然如此，你们在这里等我便可。墨尘道：陆敬兄，那火蛟洞窟内十分凶险，而且相传其中有火焰蛟龙出没，以你的实力……说到这里，他忽然尴尬地笑道：我并不是质疑陆敬兄的实力，而是你的修为毕竟没有抵达金丹境，我担心。墨尘的话还没说完，陆敬便是笑了笑：放心，雷渊之下的火焰灵气还不足以对我构成威胁。说完，他直接转身飞掠，再次钻进了雷渊之中。当听到火蛟洞窟这4个字的时候，陆敬便是想到他几年前所隐藏的一堆火焰属性的宝贝，正是放在距离火蛟洞窟不远的地方。他修炼孽火镇狱剑之后，便是想到了那些火焰属性的宝物，所以他也必定会去。而且之前墨尘二人说的关于圣堂一事，他虽并没过多了解，却也知道了楚天雄暗中建立了一个叫做圣堂的组织，而其目的便是为颠覆血月老祖。再联想到楚天雄留给自己的名单，他似乎也明白了楚天雄的用意。当然，他并不想成为被别人利用的人，但是为了给师尊玄云子报仇，他倒是乐意多接触一下这个所谓的圣堂。陆敬兄真的跳下去了？看到陆敬直接进入雷渊深处，墨尘子轩二人眸色皆充满意外与不安。我们也下去吧，多一个人，多一份保障。子轩说道。好，无论如何都要把林涛兄弟救出来。羞羞二人说完，全身灵气包裹，做出强大防御之后，这才跳入了雷渊之中。而此时的陆敬进入雷渊之中后，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淡淡的龙膜，有着淡淡的近乎看不见的龙膜存在，在这雷渊深处，他丝毫感受不到异样气息的威胁。他速度相当快，在雷渊深处那些黑色的岩石缝隙中跳跃飞掠，一路向前，大约过去半炷香时间，眼前的空间才豁然开朗。黑色空间里有着赤红光泽流动，那是一些常年经受雷火锤炼而生存下来的奇异植物，散发着奇异的光泽，照亮了那一片巨大的空间。陆敬之前来过这里，或许是因为那时候的修为还并不是太强大，没能感受到此地的危险。正所谓无知者无畏。但是此时，当他刚一现身，顿时便是看到一条巨大的赤色地龙急速朝他窜来。蹭蹭蹭，地龙下身与地面摩擦，发出粗粝声响。它体长足有5-6丈，吞吐着巨大的杏子，双瞳中似乎有着火焰在燃烧，嗜血而凶残的气息瞬间弥漫了整片空间。在陆敬眸色看过去的那一瞬间，那赤色地龙竟是直接发动了攻击。蹭，巨大身体腾空而起，獠牙森森，血腥扑鼻。孽畜！陆敬身形一闪，躲过攻击，心念一动，一道灵力凝聚出一把长剑，正是之前突破过程中修炼的万剑朝宗诀。蹭，万剑朝宗诀凝聚的剑光一闪，那赤色地龙顿时便感受到了危险降临，掉头就跑得挺快。陆敬眉头一皱，那长剑瞬间呼啸而出，直接钉入赤色地龙的脑袋。砰的一声，那地龙直接暴毙。这么弱？陆敬摇了摇头，情况紧急，之前他并没去探查这地龙的实力。当轻松击杀地龙后，他这才发现其实力连一重灵珠境都没有。本以为你是个王者，没想到你是个菜鸟。不过那林涛能被困在这里，恐怕这里并不是多太平。陆敬继续前行，而越是往前，那空间就越大，而且其中火焰属性的灵气弥漫在空间之中，越发浓郁。蹭蹭蹭，就在他一路前冲之时，忽然看到前方一片空间道道火光在窜动，却并不是真正的火焰，而是一群赤色火焰地龙在欢呼雀跃，在跳舞一般，看上去动作相当诡异。那是……当他的眸色看向其中，立刻愕然无比，因为他视线里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形骷髅。那骷髅站在一片赤色土龙中间的位置，骨头关节发出啪啪的声响，动作诡异，似乎在进行一种神秘的操纵与召唤仪式。捕蛇者。陆敬皱眉，脑海中想起了这个名字。而所谓捕蛇者，就是一些拥有强大异能之人，可以专门捕杀一些蛇类，甚至一些马、然，甚至是蛟龙。陆敬也只是听说过而已，却并没有真正见过。而此时此刻，眼前这一幕的确让他颇为意外。人都已经成为骷髅了，竟然还能调动那些土龙。而就在他眼神愕然间，忽然后方传来了轻微的动静。他转过头去，就看到墨尘与子轩二人竟然已经追随而至。捕蛇者林涛，是林涛兄弟，他没死。
墨尘看到眼前那成群的土龙跳舞的一幕，立刻就兴奋起来。陆晋兄弟，这骷髅是林涛兄弟的手段，他定是在这里遇到了土龙围攻，才施展出这种方法，暂时性的进行保命。子轩也是说道。而陆晋皱了皱眉，林涛的手段不错，不过这种时候我们恐怕没办法打断他，若直接打断，恐怕这群土龙会疯狂反噬，从而让我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陆晋兄弟，你看那群土龙的战力相当强大，虽然你之前能轻松灭杀一头土龙，可这里的土龙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足有上百，一旦爆发受潮，我们恐怕承受不住。闻言，陆晋皱眉，林涛现在身在何处？子轩道，他现在隐藏在暗处进行操纵，他的捕蛇者身份也相当强大，正因他有这种手段，才能以一品金丹境的实力进入血月圣地。不过眼下这土龙数量太多，一时半会他是无法脱身，而这等操纵之法对灵气的消耗相当严重，他若一直无法脱身，最后会因为体力消耗殆尽而遭遇反噬。吼！而就在这时候，忽然一头土龙发出嘶吼，那声音在这下方昏暗世界震耳欲聋，震撼人心。而随着这一声嘶吼，那墨尘与子轩二人顿时紧张不安。林涛撑不住了，土龙意识到被操纵，这是捕蛇者操纵手段要崩的迹象。砰！二人话音未落，那成群土龙瞬间像是脱离了掌控，冲向了那骷髅，直接将骷髅撕得粉碎。而所有土龙冲向了一个方向，林涛在那里。子轩急切的声音传出，而他整个人已经冲了出去。视线里原本模糊的空间中，竟是诡异的现出了一张脸，苍白的脸色，毫无血色，惨白的让人发慌。而此人正是林涛，他气息萎靡，已经支撑不住了。陆晋兄，想办法带他冲出去。墨尘一声暴喝，旋即手持利剑，直接杀入那上百土龙群中。这些畜生数量挺多，陆晋并没有多么紧张，之前杀了一头土龙后，他感觉太弱，以至于这群土龙虽然数量强大，却依旧没有引起他大战一场的兴致。反而那墨尘二人的反应太大，让他颇为意外。你去救他。陆晋看向子轩，然后说道，你把他带出去。子轩点了点头，抓起虚弱不堪的林涛，直接朝着外面飞掠。然而当他刚刚离开后，下方的一片空间中便是响起了一阵阵恐怖的哀嚎声。这墨尘此时也懵了，他本来想与这些土龙恶战一场，甚至打算拼命了，却没想到这一群土龙竟然在陆晋的长剑之下飞速被收割了生命，甚至在他意外间，陆晋手起剑落，再次收了个数头土龙的性命，砍瓜切菜般容易。墨尘愕然间看到一头土龙朝着陆晋扑过去，而那土龙的战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媲美3重金丹的人类修士，却依旧被他3下5除2的干掉了。他的战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墨尘不动了，就那么观战，似乎陆晋的每一次出手都让他心中产生别样的感觉。而此时的陆晋之所以开始疯狂杀戮这群土龙，是因为刚刚在灭杀一头的时候，一股诡异的力量被藏天关吞噬。当这股力量被净化之后，他发现那孽火镇狱剑中竟然多出了一股力量。孽火镇狱剑果然需要强大的罪孽之力来提升。不过这土龙哪里来的罪孽？难道是因为这群畜生要吃了林涛的缘故？陆晋有些愕然，而此处的土龙太多，他没想太多，只一味的杀戮吞噬。整个过程也是一次修行的过程，孽火镇狱剑的能量提升，他杀手锏的毁灭之力也水涨船高。陆晋兄弟，我先出去了。墨尘一阵无语，自己几乎没有灭杀一头土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以至于他此时紧张全无，甚至产生了自卑。同为圣堂使徒，这个家伙怎么会那么出类拔萃？好。陆晋点点头，而当墨尘离开这片空间后，陆晋全身一颤，一股磅礴灵力呼啸而出，瞬间扩散向四面八方轰隆。灵光浮动间，一把火焰长剑虚影凝聚而出，煌煌剑威，荡气回肠。如今我一剑出，灭4品金丹境不在话下。剑光浩荡，瞬间就将这一片空间笼罩。而在这一刻，那些土龙也感受到陆晋散发出来的强大波动，一时间竟是飞速朝着四面八方逃窜。一开始还主动攻击，在感受到那孽火镇狱剑的强大气息后，直接就土崩瓦解，再也不敢主动攻击。陆晋全身上下灵力爆发，疯狂灌注长剑之中。那孽火镇狱剑的剑光刹那暴涨，冲出的一瞬间便已经击穿了一头土龙的脑袋。咻！一股诡异力量再次冲入剑体之内，化为剑体能量，整把剑的气息再度暴涨。战斗中气息不断暴涨，这种情形若是与人交战，肯定会让对方崩溃。蹭蹭蹭，长剑过出，土龙根本没有抵抗的余地，瞬间被击杀。陆晋并没有留手，此处没人，他没必要隐藏实力。而正因如此，当孽火镇狱剑的力量彻底爆发，
顿时那成片成片的土龙性命就被收割。随着土龙生命被收割，孽火阵御剑能量不断攀升，杀伤力越发惊人。这种状况让陆静相当满意，甚至到了最后，当所有土龙被屠戮殆尽，他反而有些失望。可惜数量太少，不然我这孽火阵御剑能积蓄更磅礴的能量。他看着安静下来的空间中那横七竖八的土龙尸体，意犹未尽。这陆静兄，这是怎么回事？过了一阵后，墨尘突然折返回来，当看到那一片土龙已经被杀得干干净净后，直接当场石化。都解决了，走吧。墨尘，陆静却淡然一笑，别大惊小怪的，先去救人要紧。林涛身为捕蛇者，伤成这样，恐怕不太好办。闻言，墨尘这才从那种震惊中恢复过来。陆静兄说的对，既如此，我们走吧。他依旧很是纠结，毕竟同为圣堂成员，陆静的实力超乎想象，这让他不由自主感到自卑。不过圣堂拥有这么强大的兄弟，他也发自内心的高兴。此时的紫萱已经把林涛带出了雷渊，不过当陆静二人出去之后，却发现那被击晕过去的陈江长老竟然已经不见了。陆静兄，陈江那个老东西跑了。紫萱俏脸之上有着怒意。没关系，之前我们所说的关于圣堂的事情他听不到，眼下我们还是先治疗林涛兄的伤要紧。紫萱说道。可他伤得太重了，现在已经昏迷过去，而能够医治他的只有同为捕蛇者的风浪大师。风浪大师？陆静皱眉，显然没听说过此人。不错，风浪大师也是一位捕蛇者，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医师，只是此人性格怪异，想要求他医治必须满足他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五花八门，大部分人会因为无法满足他的条件而眼睁睁丢掉性命。哦，竟然还有这样的怪人。陆静一笑，带路，我倒想看看这位大师到底有什么手段。听陆静这么说，那紫萱墨尘二人也是点了点头。陆静兄既然这么说，那我们就去碰碰运气。陆静点头，然后三人带着林涛前往风浪大师所在之地的大风堂。这是被火属性土龙所伤，可不好医治。大风堂中，一名年轻的医师走出来，检查伤势之后摇头说道，请问风浪大师。墨尘的话音还未落下，那年轻医师便直接开口打断，我师父他老人家现在不在家，你们若想救人，先有一个人在这炼药鼎中坐上3天再说。此话一出，几人眉头一皱，墨尘顿时就恼火了。什么？我们的人你们还没医治，就要我们这么干？没这个道理。那年轻医师却冷笑道，救不救由你们自己决定。墨尘还想说什么，陆静却笑道，我来。墨尘一听，皱眉道，陆静兄，且不说您在这炼药鼎中会不会有危险，就是3日后林涛兄弟的伤势恐怕也来不及医治了啊。陆静却笑了笑，放心，若他们治不好林涛，我便让这大风堂销声匿迹。一句话说出，墨尘与紫萱二人甚至都有些心惊肉跳。这可是大风堂，虽然其中的高手并不多，但是其声名在外，有诸多势力共同庇护，根本没有人胆敢触大风堂的眉头。呵呵，好大的口气。那年轻医师笑了笑，却没有说别的，指着前方一座炼药鼎，进去吧。不过3日时间，这炼药鼎我们恐怕还要使用，你若是半途出来，那就不作数了。这话一出，陆静眸色终于变了。哼，大风堂果然名不虚传，你师父那风浪大师果然也是个世间少有的奇葩。那年轻医师听到这话，顿时眸色一冷，不许亵渎我师父。一句话说出，周围空气似乎都骤然降温，一股让人浑身发冷的药味席卷而来，赫然是从那年轻医师身上散发出来的。他散发出来的药味居然带着威压。现在你已经没资格进入炼药鼎了，滚吧。此话一出，墨尘顿时不干了，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天底下没有这等道理。年轻医师笑了笑，怎么受不了这气？那怎么还不滚？啪！他话音刚落，忽然一道清脆的耳光声传来，甚至都没看清楚是谁动的手，他的半张脸就已经肿了起来。谁？是谁敢打我？他捂着脸，愤怒地咬牙切齿。风浪大师，你的徒弟都这样了，你还不出来吗？陆静的声音传出，带着一股嚣张，无所畏惧，我师父不在家，你敢打我，今日我让你走不出大风堂。年轻医师声音充满威胁。啪！可他刚开口，另一半脸也顷刻肿了起来。再不现身，大风堂今天就烟消云散。陆静声音冰冷，他可没耐心跟他这么对峙下去。混账，你竟敢打我，我可是大风堂大弟子，你这是在找死。那医师叫嚣起来，可他下一秒就为自己的鲁莽后悔了。陆静一脚飞踹，他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重重撞击墙壁上，口吐鲜血，气息骤然萎靡下去。看到这一幕，
全场哗然。什么？你们胆敢在我大风堂打我们黄允大师兄，简直不想活了！你们可知我大风堂背后站着的是什么势力？今天你们死定了！一群大风堂的弟子跑了出来，一个个眼神充满愤怒地看着陆静。虽然他们的修为并没有多强大，但是在面对陆静的时候却没有半点害怕的意思。显然他们大风堂背后的势力很强大，有那些势力撑腰，他们甚至都敢在方圆千里之地横着走，根本不会畏惧陆静这名不见经传的修士。今日若那风浪不出来救人，大风堂从此销声匿迹。陆静眸色冰冷，说出的话很是淡漠，却透着不容置疑。混蛋，你敢打我，你死定了！那黄云此时也站了起来，狼狈不堪，咬牙切齿地指着陆静道：还没有人敢在我大风堂打！砰！打的就是你！黄允连一句话都没说完，陆静又是一道灵气冲过去，再次将人击飞。这一瞬，所有在场之人全都懵逼了。一群大风堂弟子满脸难以置信，已经有人开始叫人了。而墨尘与紫萱二人的眸色也同样充满愕然，他们显然没想到陆静会这么生猛。那可是大风堂，背后甚至有青州最大势力血月圣地撑腰。陆静兄得罪了大风堂，恐怕……墨尘有点干颤地说道。身为医师不出来救人，反而提出那般无理取闹的条件，这风浪本就是找揍，我来教训教训他，也让他知道什么叫正义。陆静淡淡道：啊。听他这话，墨尘无语，但是从陆静那丝毫不慌的气度，他似乎能找到自己跟对方之间的差距。这是一种上位者的气度，从容不迫，临危不惧，甚至有着连死都不怕的淡然。黄允师兄，你没事吧？一群大风堂弟子将那黄允从地上搀扶起来，现场乱成了一锅粥。给我弄死他！黄允一声大喝，声音穷凶极恶的。而听到这话，一群弟子虽然愤怒不已，却战战兢兢，没有立刻动手。毕竟大风堂之中这些弟子绝大部分都是医师，专门给人疗伤治病，在修武意图上并没有多强的天赋。而黄允的战斗力在众人之中是佼佼者，连他都压根不是陆静的对手。他们这群人就算全部冲上去，那也只有被揍的份冲啊！这里可是大风堂，你们难道还怕他不成？今日谁能干死他，我黄允就赏他10倍月俸。此话一出，顿时一群弟子面色开始变化。不错，黄允师兄说的对，这里可是大风堂。如果我们在自己家里任外人欺负，以后的大风堂还怎么见人？如果我们认怂，以后我们背后的势力也会看不起我们，大风堂威严何在？冲！蹭蹭蹭！一群弟子叫嚣着，竟然在巨大利益诱惑之下，真敢不畏死活的行动。冥顽不灵！陆静看到一群人冲过来，他直接一步踏出，将紫萱3人挡在身后。既然如此，那我就打到风浪肯出来为止。砰砰砰！陆静出手间，一群弟子宛若麻袋般飞了出去，他们在陆静跟前简直没有半点战斗力。就这，你还敢叫嚣？陆静3下5除2解决掉了众人，无奈地叹了口气。而此时，在大风堂治病的其他人也纷纷惊呼，眼神惊恐，纷纷猜测陆静的来路。毕竟胆敢来大风堂闹事的人，多年前曾出现过，可也早死了多少年了。风浪，我倒数3个数，烧你大风堂！陆静声音淡漠，说话间感受到一股诡异气息在大风堂上方，然后翻手一股赤色火焰浮现掌心。咻！而就在这话说出的瞬间，一道人影从上方阁楼上纵身跃下。这位小友，还请手下留情。来者是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其须发皆白，长眉下垂，一双倒3角眼显得异常阴森。看到来人，那黄云等弟子眸色一变，纷纷上前。师尊，这小子胆敢在我大风堂闹事，今日必须将他灭了，不然我大风堂威严何在？听着一群人的叫嚣，风浪却皱眉摆手，不让他们再说。你就是风浪？陆静眯着眼睛看着老者问道。不错，老朽正是风浪。陆静道。让我等进入炼药鼎也是你的意思？风浪道。不错，陆静是看上了我的肉身，想要将我的肉身炼化。风浪闻言眸色一变。正是。陆静，你很诚实，所以现在怎么想的？风浪，我大风堂规矩不能破，不过今日若能结交小友，老朽倒是可以破一次例。陆静没有多说，而是点了点头。有劳。听着二人对话，一群弟子懵了，墨尘与紫萱二人也懵了。显然没想到风浪大师竟然会这么轻易地答应陆静的要求。师父，您这是？那黄允的眸色变得相当难看，吃了苍蝇一样。憋住！风浪大师却一声冷喝，吓得黄允直接不敢说话了。而风浪大师说完后，直接走向了一旁已经昏迷过去的林涛。捕蛇者这家伙倒是有些能耐，
体内金丹已经被妖气侵蚀，还能坚持到现在。陆静淡淡道：“他不活，你死。”风浪大师笑脸相迎：“老朽明白。”说完，立刻安排一群弟子开始为林涛疗伤。那殷勤的样子看得众弟子一愣一愣的。墨尘与紫萱二人瞠目结舌地看着陆静，内心五味杂陈，对这家伙的了解可真是太少了。看到风浪大师开始着手给了他医治，陆静这才点了点头，然后看向那一旁的黄云等弟子。目光过去，黄云咬牙切齿，却不敢说什么。呵，陆静淡淡一笑，然后看向那大风堂内一片存放着药材的地方。此处有没有破万魂草？黄云等人根本不愿意搭理他。陆静看他不搭理，转过头看着他，皱眉：“没有。”黄允磨牙说道：“什么地方有？我不知道。”陆静眯了眯眼：“你还想挨揍？”嘎嘣！陆静这话一出，黄允后牙槽差点都咬碎了。我真不知道。陆静走过去，刚一抬手：“我知道，我知道。”黄允慌了：“我听师父说过，北方300里外九幽山里有一株破万魂草。”听到黄允这么说，后面弟子的面色忍不住发生了变化，而他们的眼神被陆静敏锐地捕捉到了，于是问道：“那里很危险？”黄允翻了翻白眼，本来指望着那破万魂草周围有守护兽看守，能干死陆静为自己报仇呢，现在看来只能将秘密告诉他了。是，有一头守护兽，而且很强大，你打不过。陆静笑了笑：“我打不过。”黄允白了他一眼，不再说话。九幽山很大，那破万魂果生长在什么地方？仙云界。谢了。陆静说完，满意的点了点头。青莲女帝让他3个月内找到破万魂果，现在能打听到其消息，显然是件很高兴的事情。哪怕有强大守护兽，他也不在意。为了青莲女帝，他甘心以身犯险。而陆静说完之后，看向墨尘、紫萱二人：“我还有事，先告辞。”二人一愣：“陆静兄，你走了，我们恐怕……”他们显然没有自信能让风浪大师甘心情愿服从自己。没关系，把林涛医治好了之后，你们离开便可。墨尘：“就这么简单。”陆静：“就这么简单。”然后他看向一旁一直不服气的黄允：“我能弄死你，也能治好你，所以别动什么歪心思。”他话音落下，一股灵气借助大演化龙诀的修复之力散发出来，钻入黄允体内。顿时，黄允那大肿脸竟然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如初。这……黄允懵了，他显然没想到陆静竟然还有如此强大手段。不过他既然这么厉害，那救人的事情他为何不自己做？或许那捕蛇者的伤他医治不了。不管怎么说，黄允此时的内心是相当震惊的，而在场其他大风堂弟子的面色也是相当惊愕。这个陆静不单单战力强大，还身怀强大手段，不为人知的手段。替我谢谢你师尊。陆静说着走到炼药鼎跟前，手中一道灵气打入其中，然后便离开了。墨尘与紫萱二人看他离开，内心没来由紧张起来。他们不确定陆静离开后，他们2个在这大风堂里会不会被人家报复。可事实是，当过去1炷香时间后，那风浪大师走出来，当他在看到黄允那恢复如常的脸，以及陆静打入炼药鼎之中的那一道灵气之后，整个人眼神满满的都是震惊。咕嘟，甚至站在身后的黄允竟难得听见自己师父因为垂涎而狂咽唾沫的声音。师父，这次的事情，难道我们……啪！黄允刚要再说陆静的事情，忽然风浪大师一耳光又抽了过来，竟是将那黄允刚消下去的脸又抽得肿了起来。师父，别说话，速速将炼药鼎给老子点燃！老子立马开始炼制天地玄黄丹。啊！天地玄黄丹！这……一群弟子面色大变，而黄允此时也彻底无语了。那天地玄黄丹可是自己师尊这辈子都在追求的东西。不过陆静留在炼药鼎中的那道灵气究竟是什么？带着紧张与懵逼，一群人开始行动，而墨尘与紫萱二人则是带着林涛离开了。二人心情相当忐忑，但在发现毫无问题之后，便是兴奋地离开了。而林涛已经苏醒过来，得知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圣堂弟子救了他之后，面色大喜，充满期待的要见自己的救命恩人。而此时的陆静离开大风堂之后，立刻就冲向了那九幽山。既然有了破万魂果的线索，他肯定要第一时间将事情办妥，以免发生变故。九幽山曾经的陆静甚至都没有胆量前往。那一片山林之间有着无数的妖兽存在，而且个个都强悍无比，达不到金丹境的实力，根本不敢贸然闯入。而就算是金丹境的强者，也不敢单独行动，每年死在其中的各方势力的强者数量也是相当可观。而如今陆静有了现在的实力后，他不再畏惧。咻！当他降临到九幽山一座山峰上的时候，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朦胧之中，
道道妖兽的咆哮声传出，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而当陆径降临到山林中没多久，忽然一声巨大的轰鸣之音从林间传出，他眸色忽然一变，这是有人在修炼。而且当一股微弱的细不可察的波动传来，他的面色变得相当愕然。这是柳如烟那个贱人。至尊谷的气息与他同根同源，哪怕离开身体这么久的时间，柳如烟依旧没能将其彻底炼化。所以当这股气息爆发的时候，陆径依旧能感到一股微弱的熟悉波动。没想到在这里竟能遇到他，既然如此，又岂能放过你？咻！陆径再次飞身而起，然后朝着那波动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轰！此时在山林之间一片混乱之地中，一道人影盘膝而坐，其身上一道道波动传出，周围山林那苍翠之色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下去。大掠夺仙术修炼到这个境界，你以后可随时随地掠夺吞噬，修为提升速度暴涨10倍。柳如烟耳畔，胡师的声音响起：“多谢胡师的指点。”柳如烟声音激动，此番修炼，他灭了一个宗派的人，掠夺了他们的精血，再加上姬妖月为他炼制的超级丹药破障五行丹突破壁障，他的修为一举迈入3品金丹境，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强悍，而其真正战力更是能对战4品金丹境。师尊，如今我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去杀了陆径，到时候他身上的机缘我要彻底掠夺。胡师尖锐的声音笑道：“别忘了你答应为师的事情，请师尊放心，弟子绝不会忘。”而在此时，柳如烟抬眸看向前方黑暗的虚空，一道人影飞过来。当他看到来者后，眸色顿时惊喜起来。杨巅峰师兄，这个杂碎居然也来了。当杨巅峰朝着柳如烟所在之地降临而下的时候，陆径的一双眸子瞬间冰寒。3年前，就是这一对狗男女在魔窟之中陷害自己，而当初的柳如烟修为低劣，若没有杨巅峰这个万剑宗当时的圣子撑腰，他肯定没有胆量敢害自己。他对杨巅峰的仇恨丝毫不比柳如烟弱，可当他察觉到如今杨巅峰的修为后，眼神却变得惊讶起来。5品金丹境，这血月圣地还真是比万剑宗强多了。不过他也明白，3年前杨巅峰已经是万剑宗圣子，此人天赋相当强大，至于具体是什么体质，身怀什么样的手段，他自然是不知道的。但是3年后能够晋升至5品金丹境也属于正常。可这家伙此时出现，要灭他们就变得渺茫了嗡。陆径瞬间收敛了所有气息，将身形隐藏在暗处。既然明面上大张旗鼓去报仇有点悬念，那就暗中出手。当初自己也是被暗害的，如今也让对方尝尝被坑的滋味。杨巅峰师兄，柳如烟兴奋地看着那降临下来风度翩翩的男子，眼神闪烁着光泽。如烟师妹，恭喜你成功晋升3品金丹。柳如烟羞赧一笑，朝着杨巅峰靠过去。杨巅峰眸色之中却浮现出一抹轻佻的意思。能晋升至3品金丹，你进入血月圣地一点悬念都没有。不过你传音符说的那个路径是怎么回事？杨巅峰忽然皱眉问道。说到路径，柳如烟神色一变。杨师兄，那路径没死，而且不光没死，修为还颇为诡异。明明就是灵珠境的修为，却能跟金丹境一战。在万剑宗的时候，以我之前的实力，竟然差点被他杀了。而且我师尊6品金丹境的修为，一道攻击竟无法将他杀死。听着柳如烟的话，杨巅峰的眉头皱起，竟有此事。他显然对这种事颇感意外，不过愕然之后便是轻笑起来。不过那又如何？且不说我现在已经是5品金丹境的实力，就是你现在的实力也晋升至3品，而且你身怀至尊骨，能越级而战，就算我不出手，你也能把他灭了。听着杨巅峰的话，柳如烟微微点头，不过内心却并没有多么坚定。毕竟陆径从出现到现在，并没有展现出来具体的修为层次。柳如烟美眸微蹙，可是师兄，从陆径展现出强大手段之后，他就被宗主楚天雄看中，他一定会给他充足的修炼资源，助他修炼。很快便是血月圣地开始选拔弟子的日子，而在此之前，我已经与他约了一场生死战，到时候鹿死谁手，还真是不好说啊。柳如烟说着这话，突然撒娇起来。哼，这个倒是不用担心，你看这个是什么？杨巅峰说完，从那戒之中取出一个散发着白光之物，柳如烟面色顿时大变。这是骨灵。杨巅峰一笑，送给你。柳如烟大喜，立刻接过来。多谢师兄。他接过骨灵，然后满眼都是垂涎，恨不得立刻将其炼化。有了这骨灵，我的至尊骨就能跟血肉之躯彻底融合，再也不会有半点排斥。而到时候，我的修炼速度一定会更快，一定能追上师兄的脚步。看着柳如烟兴奋的样子，杨巅峰斜斜一笑。那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呢？柳如烟俏脸一红。师兄说怎么报答，人家就怎么报答。
杨巅峰邪魅一笑，伸手拦住那杨柳细腰。师妹既然这么说，那咱们就去快乐快乐，快乐你先人。轰隆！忽然一声惊雷般的轰鸣响彻，突如其来，没有任何征兆，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恐怖攻击席卷而来，宛若闪电般迅猛，让二人大惊失色。联手！轰！二人立刻反击，躲闪根本来不及，灵气爆发，闪耀出巨大而璀璨的雷光。这昏暗的夜色中，原本正嗷嗷咆哮的妖兽也瞬间鸦雀无声。山雨欲来，噗呲！而当这道轰鸣过去，哪怕二人联手反击，柳如烟却一口鲜血喷出。那杨巅峰同样如此，气息顿时萎靡几分。偷袭很成功，陆静闪现而出。二位，好巧！他抱着膀子，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二人，眼神玩味。陆静，竟然是你！你敢偷袭我？杨巅峰咬牙切齿，满眼难以置信。而柳如烟同样如此，他分明察觉到，不过短短数日不见，陆静身上的气息竟然再次变得强大而陌生。他的进境速度比他还快。呵呵，只能你们偷袭我，我不能偷袭你们，没这道理。话音落下，手掌突然抬起，二人面色再次一变。被偷袭的表面上看不出来，可一股难以遏制的力量此时正在体内涌动。若不是为了强装淡定，恐怕那杨巅峰此时都要原地躺倒了。不过陆静却只是挠挠头，哼，堂堂圣子圣女，怎么如此胆小如鼠？我抬个手就把你们就吓成这样？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们死得那么轻松，毕竟你们对我的折磨可是让我慢条斯理地享受了3年。话落，那抬起的手臂忽然一道灵力再次爆发，砰砰，二人咬牙应接，却依旧被强大攻势轰得连连倒退。那杨巅峰更是愕然无比，在10丈开外兀自口中喷血。他不明白，陆静，你不过区区灵珠境，而我可是5品金丹境，你就算偷袭了我又如何？可我为何无力反抗？这个问题一问出来，他自己都有些意外。什么时候他对待敌人都态度变成这样了？向别人询问自己为何打不过他？你问我？呵呵，我告诉你，因为你就是个自视甚高的废物。陆静说完，又是一道攻击爆发，趁他病要他命。他虽然并没有要立刻将二人杀死的心思，但是好好折磨一番还是很舒服的。直接弄死他们，那太便宜他们了。噗呲，二人眼神中充满惊诧，身负重伤又被如此攻击席卷，再度一口鲜血喷出，气息萎靡至极。柳如烟刚刚修炼达到3品金丹境，本该利用一场酣畅淋漓的打斗来巩固境界，此刻却如同待宰的羔羊般被放肆蹂躏，他内心极为崩溃。师兄，你修为强大，为何不反击？柳如烟深知自己身负重伤，刚刚晋升，境界还有些虚浮，可杨巅峰可是5品金丹，就算被偷袭，也不至于会这样，连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吧？瞥了一眼柳如烟那疑惑多眼神，杨巅峰暗暗磨牙，娘的，要不是自己之前已经受了伤，此时岂会让陆静得逞？可眼下又岂能暴露自己？陆静，你以为偷袭了我就是我的对手了吗？我会让你看到我们之间那不可跨越的差距。杨巅峰咬牙切齿，话音落下，一股白色灵气从体内爆发出来，须臾将自己笼罩。而下一刹那，那些白色灵气就化为血色，猩红一片，散发出阴晦的气息，连柳如烟一起被瞬间笼罩。与此同时，一道传音符也发了出去。躲起来。陆静眼眸一沉，杨巅峰此时并不是在对他发动攻击，而是施展防御性兵器将自己保护了起来。哼！杨巅峰一声冷喝：陆静，我这可是超级防御兵器玄龟血甲，就算我师尊赤羽长老都无法破开，我看你又能奈我何？将玄龟血甲祭出后，杨巅峰有恃无恐起来，甚至盘膝而坐，竟然是毫无顾忌地开始疗伤。师兄，这……柳如烟看到杨巅峰这般情形，内心也是充满忐忑。放心，我师尊都破不开的防御，他到死也破不了。柳如烟闻言也是点了点头，我相信师兄。说完，他也盘膝而坐，开始疗伤。被陆静偷袭，二人所受的伤并不轻，此时急需治疗。而杨巅峰之所以如此淡定，除了强大防御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已经给自己师姐发了传音符。而那同为血月圣地强者的师姐，修为强大到6品金丹境，他们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正是因为师姐要猎杀妖兽，然后利用特殊妖兽的妖丹之力突破境界。而且师姐所在之地距离这里并不远。哦，是吗？陆静感受到从玄龟血甲上弥漫出来的波动，内心也是一惊，这防御之力相当强大，就算不出手，他也知道的确以他的境界无法破掉。不过此时他忽然想试试藏天关的能力，毕竟当初青莲女帝可是说过，藏天关的一些隐藏神通需要他自行摸索。杨巅峰、柳如烟，你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
嗡！陆静话音落下，顿时一股吸力从藏天关内发出，笼罩在玄龟血甲上。轰！就在这一瞬间，那玄龟血甲上血光爆发，强大的防御力量开始震荡，似想要将那股力量震开。这防御力量果然够霸道。陆静一愣，他清晰看到，哪怕是藏天关这种天地神物，在拥有者修为还不够的情况下，还是无法将其神通发挥出一二。杨巅峰施展出来的这道防御力量，的确比他所见过的都强大。而自己因为修为上的桎梏，导致藏天关现在的吞噬力量还不足以瞬间将它吞掉。不过嗡嗡嗡，藏天关的吞噬力量持续性发出，玄龟血甲上的力量也不断的涌动而起，两股力量在不断的纠缠冲击，嗡鸣之声不绝于耳。而在这个过程中，藏天关竟开始蚕食那股防御力量。这是怎么回事？杨巅峰原本对自己的防御力量自信满满，可当这股吸力在不断蚕食自己的防御之力后，面色变得相当愕然。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玄龟血甲上的防御在被吃掉，虽然速度并不快，但是却是稳扎稳打，而且无论自己怎么拉扯阻止，那股吞噬的力量丝毫不减弱。那是一股无法阻止的力量，虽然弱小，但他竟无计可施。这小子究竟有什么样的手段，能连我的玄龟血甲都慢慢蚕食掉？杨巅峰几乎瞬间陷入到了暴走状态。柳如烟面色逐渐变得紧张起来，陆静强势归来之后所施展的各种手段一直让他猜测不透。如今连这等强大防御都能蚕食，他内心更加不安师兄，这可如何是好？若被他破掉防御，恐怕我俩会因为现在的伤势而不敌他。这家伙手段凶残，恐怕凶多吉少。放心，我师姐很快就来，我俩联手，坚持住。杨巅峰说道，话音落下，停止疗伤，跟柳如烟一起施展手段，体内灵气不断冲入玄龟血甲中。而因为他们已经受了重伤，此时施展手段颇为吃力，甚至柳如烟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模样变得相当萎靡。看你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陆静冷笑道。藏天关一边蚕食一边反哺能量，当那清纯的灵力进入丹田中，体内第7颗灵珠中的力量也开始飞速积蓄起来，而他整个人的气息也在节节攀升。对玄龟血甲的吞噬也是他的一个修炼过程。而就在这个过程里，陆静感受到另外的一股力量在疯狂跟他的吞噬力量进行拉扯，那是另外的一股吞噬之力。柳如烟，这是一种修炼特殊武学之后所产生的力量，而且这部功法的等级似乎很高。陆静有些意外，目光落到了柳如烟身上，这道力量正是从柳如烟身上散发出来的，而且此刻的柳如烟也的确正在施展武学手法，周遭的灵气随着他的动作不断舞动，与自己的力量进行对峙，嗡鸣之音不绝于耳，整个过程足足持续了1炷香时间。忽然，陆静体内又产生一股轻微的波动，与此同时，天空之上又有一团雷云开始凝聚起来，第8颗灵珠逐渐显现，咔嚓！而当第1道天雷降临而下之后，顿时那一道玄龟血甲直接就被劈得分崩离析，化为一片虚无。杨巅峰、柳如烟口中狂喷鲜血，在这1炷香的时间内，他们受到了极度的摧残，体内的灵气不断被消耗，陷入到十分狼狈的境地。第8颗灵珠凝聚成了。陆静眯了眯眼睛，没想到在吞噬了对方的玄龟血甲后，竟然又凝聚出了另1颗灵珠，这也从侧面说明杨巅峰的这种防御兵器的品级之高。不过他却并不打算在这里晋升。杨巅峰之前说他师姐马上就会前来，如果选择在这里晋升，极有可能会被别人打断，到时候会很危险。咻！而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忽然一道人影降临而下，速度颇为迅猛，一身红衣的女子全身气息滚滚出现在视线中。6品金丹境，我现在还不是对手，36级走为上。陆静瞬间收敛了所有气息，然后朝着远处隐藏而去。汪师姐，救我！杨巅峰口喷鲜血，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柳如烟气息更加萎靡，几乎丢掉了半条命。二人做梦都没想到，一场约会竟会变得如此不堪。而让二人更加懵逼的是，当那汪师姐降临而来后，二人竟再也看不到陆静的踪影。他跑了。汪敏师姐，你要为我报仇啊！杨巅峰看到那红衣女子，立刻痛苦哀嚎，咬牙切齿，看得那汪敏美眸浮现出浓浓的疑惑来。杨师弟，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汪师姐，都是那个叫陆静的混蛋，他偷袭了我，连我柳如烟师妹都伤了，吐血不止。杨巅峰说道，看向陆静刚刚消失的地方，却看不到半个人影。他人呢？汪敏目光扫射四方，甚至连灵气都散发出去探查，也没感受到半点气息。他跑了。汪敏师姐，我如今战力锐减，恐怕无法为你护法。杨巅峰一脸苦相，因为无法为汪敏护法而痛心疾首的。敢伤我血月圣地的人，那个叫陆静的究竟是何人？你们认识？汪敏问道。
师姐，他是柳如烟的未婚夫，不过现在关系彻底决裂，如今是我们的敌人。汪敏看向柳如烟，柳如烟立刻说道：是的，师姐，我跟他现在已经毫无关系。不，我和他之间有深仇大恨，我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了。汪敏看着二人的面色，冷冷一笑，刚晋升修为就被人家偷袭，你可真厉害。还有你。汪敏看向杨巅峰，如此修为竟被偷袭，而且还失去了血甲，回去之后赤羽师尊一定会兴师问罪。杨巅峰立刻说道：求师姐出手，为我报仇啊，以后我甘心为师姐当牛做马来报答。听着杨巅峰这话，汪敏点了点头，那就看你的表现了。不过眼下我还需要一种药材，等本师姐找到这一味药材，就去杀了那个叫陆静的。在此之前，你们二人要全力为我寻找破妄魂果。是，师姐放心，既然有人说那破妄魂果生长在仙云剑里，那我一定全力以赴帮您寻找。听着杨巅峰的话，汪敏点点头，然后随手一甩，一颗丹药送到杨巅峰跟前。这是师尊留给我的疗伤丹药，现在便宜你小子了。至于你，汪敏看着柳如烟道：既然是师尊看上的人，你一定有过人之处，不过眼下看来也并不怎么样。一句话让柳如烟眸色复杂起来，立刻说道：汪师姐，我刚刚突破修为便被偷袭，实在是出乎意外，我不敢谋求师姐为我杀死陆静报仇，我只想之后加入血月圣地之后，为汪师姐多做些事情，表明我对师姐最真诚的心迹。听闻此言，汪敏眉头一皱，旋即冷笑道：以后这种话少说，毕竟我不需要你的真诚，不过看在师尊的份上，这枚丹药你先拿去疗伤，记住了，疗伤之后立刻给我寻找破妄魂果。是，多谢汪师姐。柳如烟激动起来，不过汪敏那番态度还是让他内心很不爽，却也只能暂时隐忍。三人说完之后，杨巅峰与柳如烟二人就吞下丹药开始疗伤，汪敏则是为二人护法，而此时的陆静则是一路朝着仙云剑方向飞掠。他宛若一只飞鸟，晋升到了8重灵珠境后，飞纵的速度更加迅猛，距离也更加遥远，没过多久便来到了仙云剑外围。不过他并没有着急去寻找破妄魂果，之前吞噬了杨巅峰的玄龟血甲之后，他体内凝聚出8枚灵珠，而且吞噬过程中柳如烟的那一道修炼大掠夺仙术的吞噬之力也被藏天关反噬，所以此时他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开始修炼起来。大演化龙诀随着修为晋升，修炼也更加深入，而万剑朝宗诀也需要更加熟稔，在不断领悟修行之中，才能让自己的剑道更加炉火纯青，战力更强大。如此修行了不知过去多久后，他终于睁开眼睛，一股强悍气息从体内散发出来，一瞬间竟是将周围草木全都冲击成一片齑粉。这次修炼又消耗了3000灵石，金丹3重强者晋升4品，恐怕都用不到如此数量多灵石。陆静淡然一笑，旋即看向远处，仙云西涧笼罩在一层云雾之中，而此时正值晨光熹微之时，那缭绕的雾气中阳光显出红晕，美不胜收。可让陆静朝着那边飞掠之时，却隐约听到阵阵打斗之声传出。如今的仙云西涧这么热闹了吗？他有些疑惑，毕竟3年前这里可还是人迹罕至的地方，3年过去，不光在这里见到了柳如烟，还有别的修士进来，而且貌似数量还不少。嗡！正思忖间，忽然看到前方虚空一片灵气光幕笼罩了一大片空间，那光幕像是一道壁垒，将仙云西涧笼罩起来。一股灵气波动爆发，撞入光幕之中，顿时便像石头落入湖面，掀起层叠涟漪。陆静远距离看着，赫然看到一道人影被光幕之下的另外一人击败，身形狼狈倒射而出。仙云剑被封锁起来了，这是不让别人进入吗？陆静皱了皱眉头，也不再多说，朝着那片山林飞掠而去。而当他来到仙云西涧入口处的时候，果然便是看到那前方光幕封锁之地，赫然有着一群身穿黑衣之人把守，而之前陆静看到的那人正跪在地上，口吐鲜血，表情痛苦，却咬牙切齿。鬼狼帮，今日你们敢动我，我听朝阁强者定会将你帮派杀得片甲不留。听到这话，那鬼狼帮强者却淡然一笑，满脸不屑道：我倒要看看你听朝阁强者敢不敢因为你而得罪我鬼狼帮。噗呲，那鬼狼帮强者话音落下，顿时手中灵气凝聚成刀，将那听朝阁强者的脑袋削了下来。而此时看到这一幕的不止陆静一人，陆静前方一片空间，还有其他势力强者亲眼目睹了这杀人场景，一个个眸色复杂，并未说话。而那鬼狼帮强者杀了人之后更加嚣张，还有人想试试我鬼狼帮手段吗？如果没那个胆量，就乖乖交出2000灵石。仙云剑内宝贝无数，而且还有破妄魂草那等仙草，交这点灵石就能进去寻宝，你们还要硬闯？当真以为我鬼狼帮没人吗？那鬼狼帮强者叫嚣道，声音颐指气使。
而此时亲眼看到鬼狼帮杀了听朝阁之人后，那些原本还在愤愤不平的都噤若寒蝉了。之前还在抱怨鬼狼帮嚣张，现在不敢说话。区区2品金丹也敢如此嚣张，谁给你们的胆量？而就在这时候，一道声音传出，正是陆晋。他走出来，看着那鬼狼帮的强者，满脸不屑道：鬼狼帮强者看到陆晋站出来，眉头顿时皱起。呵呵，还真有不怕死的。难道你没看清那听朝阁强者是怎么死的吗？这仙云剑原本就在我鬼狼帮管辖范围，你们想进入其中寻宝，我鬼狼帮自然要收点报酬。小子，你刚刚说什么？我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并且上交1万灵石，不然你的下场跟他一样。那鬼狼帮强者看向陆晋，一脸不屑地说道：刺了。然而他的话音刚落，众人却看到他的脑袋直接飞了出去，身子还站在原地，脑袋飞了出去。这一幕让所有人愕然无比，显然没想到陆晋竟会如此生猛，竟然直接杀了鬼狼帮的人。什么？你竟敢杀我们少帮主？这个混蛋趁着咱们少帮主完全不设防的情况下直接动手，杀了他！咻咻咻！鬼狼帮一群人直接冲上来，将陆晋团团围住。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其他那些强者一个个面色都变得精彩起来。呵，还真有不知死活的莽夫，连鬼狼帮都敢惹。那小子是不知死活啊！为了区2000灵石，不值得把小命搭上。不过看着挺解气，鬼狼帮少帮主直接被杀，我也想这么干，可惜没实力啊。哼，杀了少帮主，那鬼狼帮帮主肯定会为他儿子报仇，这家伙死定了。一群人议论间，那鬼狼帮强者也是立刻将少帮主被杀的事情传音给了帮主。不过他们的行为在陆晋看来却是那么无知可笑。以他现在的实力，别说一个小小的鬼狼帮，就是更大的势力，他都可一人血洗。我不想杀你们，让开！陆晋冷冷地扫视了一圈，这群人都是鬼狼帮帮众，修为都在灵珠境，对他来说太弱了，他不想滥杀无辜。杀了我们少帮主还想走？找死！一名帮众手握黑色大刀叫嚣，可他的脑袋下一秒也飞了出去，甚至都没有人看到陆晋是怎么出手的。神什么？这一群帮众懵逼了。陆晋微微摇头，在众人目光里朝着那仙云剑深处走去。那个年轻人到底是谁？难道是来自于大势力的弟子？他胆子也太大了。鬼狼帮帮主可是金丹3品强者，他杀了帮主的儿子，这次死定了。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上交灵石进去的好。鬼狼帮帮主定会勃然大怒，可千万别连累到我等。而在众人议论间，一道巨大妖兽的影子降临到了山林之间。与此同时，一声暴喝传出：是何人胆敢伤我性命？轰隆隆！当此人出现之时，一股强悍灵气波动弥漫四方，将方圆100丈之内都草木冲击得东倒西歪，狼藉一片。是帮主来了。帮主是一个年轻人，他杀了少帮主，我等想要阻拦，却不想朱队长被瞬间秒杀，他手段太强大，我等的实力根本……砰！一名帮众的话还没说完，他的半个脑袋掉了。酒囊饭袋，说那个混蛋说谁？他去了何处？鬼狼帮帮主穷凶极恶地咆哮着，这一片山林都被他的戾气笼罩，在场众人战战兢兢，都不敢说话了。帮主，他进了仙云剑。一名帮众被抓住，瑟瑟发抖地说道：嘎嘣！鬼狼帮帮主咬牙切齿，一声大喝：速速跟老子追！话音未落，他人已经原地消失。而此时此刻，那其他势力的强者也面色精彩起来，可想要闯入那光幕封锁，却有贼心没贼胆。鬼狼帮在这一片地界的确是最大势力，他们得罪不起。而这群人大部分都是小门小派的普通修士，并没有多强大的背景，倒也没有多强的战力，没有足够实力之前，根本不敢得罪强大势力。不过还是有一些强者为了省去2000灵石而铤而走险，毕竟那可是2000灵石，对普通修士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鬼狼帮就是罪有应得，2000灵石要了鬼狼帮少帮主的命，这生意做得值啊！走，他们都走了，我等还怕个球？但愿那破万魂果能被我弄到手。一群人也钻进了仙云剑内。仙云剑并不大，但是其中危险重重。鬼狼帮虽然是这一片地界的霸主，可就连他们自己人也不敢深入。而之所以将仙云剑圈起来，完全就是想不劳而获罢了。破万魂果在什么地方？陆晋进入仙云剑后，一路寻找，却并没有找到。就在这时候，忽然那数日未有动静的青莲女帝突然有了声音。前方300米有一棵树，上面唯一的一颗破万魂果已经成熟。陆晋皱眉道：女帝，您终于肯说话了。青莲女帝声音冰冷：少废话，快去帮我弄到手。陆晋点了点头，笑道：
我现在就去。说完，直接冲向前方。果然，在前方山林一处绝佳之地，有一棵破忘魂果树，而上面唯一的一颗果实正散发着莹莹白光，光幕中的气息很是奇怪，似乎能侵蚀人的心智般。女帝大人，你让我3个月内为你找到这破忘魂果，现在短短数日就找到了，您可满意？陆静忽然打趣道：呵，你还没弄到手呢。青莲女帝冷笑一声，陆静皱眉道：我现在就给你摘。可就在陆静行动之时，忽然一道身材魁梧的人影从侧方位冲了过来。这破忘魂果是我的，谁敢跟本座抢，死！可此人话音未落，他的声音戛然而止。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陆静眉头一皱，内心一惊。他虽然心里早有准备，可当看到那强者如此凄惨下场的瞬间，还是忍不住愕然。不愧是青莲女帝点名要的东西，刚才那一瞬间，其上所爆发出来的波动强大到让人窒息。什么？破忘魂果居然杀人了？杀死的还是开山宗宗主？看来并不只有我们垂涎这枚果实，可想要将其得到，确实相当困难，必须要能承受其上所弥漫出来的强大精神力。破忘魂果本就是蕴含浓郁精神力量的果实，相传其中蕴含一丝天地大道的意志，不知道什么人能将其弄到手。在那位强者被杀之后，周围突然浮现出更多的人影来。这群人一个个气息强大，其中不乏一些金丹境的修士。虽然在万剑宗来说，他们并不算是什么强者，只能算一些普通弟子，可在这一片地界上，这群人的确属于开宗立派的存在。听着他们的谈话，陆静微微眯了眯眼睛。精神力量，不知我能不能顶得住。他对修炼精神力一无所知，充其量只知道一些炼丹师拥有强大精神力，能够利用精神力操纵异火，进而进行炼丹或者炼器，达到登峰造极后，精神力可以化作强大的无形力量，在战斗之中让人猝不及防。当初青莲女帝对陆静说自己跌落在这一方世界后，神魂被这方天道压制，所以才让他为自己寻找破忘魂果。现在终于见到，陆静微微的感到有些手足无措。女帝，这东西用什么方法能取？既然一无所知，那他就开口询问。青莲女帝的声音传出来，等他们所有人都折腾够了，你再将其取下来就行。一句话说出让陆静彻底愕然。抱歉，我不是很明白。青莲女帝，你不需要明白，照做就行。陆静，那既然青莲女帝都这么说了，他也只好乖乖听话。他飞身上了不远处的一块青石，目光一扫，发现这里的强者数量竟越来越多，目测足有20多人，身上的衣服各不相同，显然是来自不同门派之人。如今的仙云剑如此热闹，这的确超出了他的意料。毕竟曾经的这里可是人迹罕至的凶险之地，而唯一能解释原因，一定是这里生长着一棵破忘魂果树，有如此天地间所生发的奇物在此，吸引各路强者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前来，也是情理之中。破忘魂果蕴含磅礴的精神力量，没有足够抵御精神力的防御手段，想要将其拿到手根本不可能。看到之前那位强者死得如此凄惨后，其他人也不敢立刻动手，轻举妄动的后果只会惨死。众人开始分析其中缘由，各自寻找着解决之法。呵呵，破忘魂果上的精神力量虽然强大，却无法对我炼气楼修士造成威胁。而就在这时候，人群中一位黑袍老者走了出来。此人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异于常人的波动，当看到他走出后，立刻有人皱起眉头。是炼气楼的魏长老，没想到他也来了。炼气楼可是专门修炼精神力的一个神秘宗派，其精神力量相当恐怖，恐怕他们有2把刷子。不就是精神力吗？虽然我没有，但是我可以等待破忘魂果将精神力量散尽再行出手。呵呵，等你出手的时候，这枚果实早就被人消化干净了。这位长老要行动了。当众人议论的时候，那位长老直接就发动了手段，当着所有人的面疯狂行动了起来。一股精神力从他的脑海之中呼啸而出，这一瞬间似乎有一股风在空气中突然形成，众人想要探查，却根本无法看见其行踪轨迹，但那股恐怖的力量却让不少人的眉头变得相当复杂。精神力果然不一般，魏长老祭出的是炼气楼第1重宝，听说能抵抗很强的精神力攻击，是一把玄元弓箭。难道他要把破忘魂果从树上给射下来吗？对他的这种手段，我倒是很期待。看到魏长老的手段后，其他人也是聚精会神地观察着，都希望能从其中看到一些破绽，以便于自己能采取有效措施，伺机而动。陆静则是安安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有青莲女帝的那句话，他自然是不担心的。藏天观神通广大，可吞噬天地万物，不知道能不能吞噬精神力量。陆静暗暗思忖着。而就在这时候，那位长老的弓箭直接发出一道攻击，尖锐的精神力波动呼啸而出，瞬间朝着那破忘魂果射了过去。这一瞬间，空气震荡，所有人似乎感受到一股诡异的能量钻入脑海，剧痛瞬间袭遍全身，却又在下一秒消失无踪。轰！而就在这一瞬间，一股更加恐怖的波动从破忘魂果树上散发而出，其中的一道枝条微微一动，
一股无形的力量呼啸而出，那把弓箭直接爆炸开来。那魏长老面色大惊，整个人宛若石化一般，在原地僵硬地看着前方。忽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模样瞬间萎靡下去。噗呲，血腥味浓郁扑鼻，他的鲜血似乎不要钱一般的往外喷，看得所有人心惊肉跳。我的天，这到底怎么回事？破忘魂果树上所蕴含的精神力竟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玄元弓箭这等强大的精神力法宝都无法撼动其分毫。我等根本没有精神力兵器，更加无法承受破忘魂果的反噬力量。哈哈，这样才有挑战性，这才能说明破忘魂果的难得，不然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得到，那还有什么价值？我倒要看看这棵树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轰！魏长老这边还在吐血呢，却忽然有人前赴后继地继续冲了过去。两道人影从两个方向气息磅礴地冲向了破忘魂果树，简直不要命。天哪，那是玄月宗和卧虎门的两位掌舵，他们两个可都是金丹强者。玄月宗和卧虎门的两位宗主大有联合出手的意思。两个人虽然不是朋友，但在面对如此强大精神力果实的情况下，自动自发的联手倒是显得很默契。那玄月宗宗主浑身上下灵气弥漫，凝聚成各种各样的虚影，其修炼的武学看上去五花八门，倒很是迷惑人。那卧虎宗宗主更是让人意外，本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一品金丹气息，在身后一道猛虎虚影凝聚出来之后，直接散发出二品金丹的强大威压，这引起一群人的疯狂惊呼。然而在众人都以为破忘魂果极有可能被卧虎宗宗主得到的时候，破忘魂果树上一根枝条再次微微一颤，并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却立刻爆发出一股无与伦比的无形波动，将二人联手的攻击瞬间击碎而去。砰砰两声沉闷的轰鸣响过，这两个在方圆千里之地都有着赫赫威名的掌舵人却直挺挺地倒射而出，宛若死狗一般跌落在地，浑身上下在抽搐，嘴中更是鲜血狂喷不止。这所有看到这一幕的强者都愣住了，哪怕其中还有一些修为比那卧虎宗宗主还强的人，此时也收敛了心中的想法，更是强行按住自己想冲出去的冲动，根本不是对手，哪怕对方是一棵树。然而在这一刻，陆静却忽然感觉这棵果树上的能量开始锐减。他的眉头一皱，显然对这种感觉颇为意外，以前从没有过这种感觉，可此时他竟觉得自己与眼前这棵果树心意相通。破忘魂果面对人心中的贪念和虚妄，会产生更大的力量，而面对平心静气没有贪婪之心的人，他便会主动收敛其中的精神力量。咚！这时候青莲女帝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陆静恍然大悟，原来破忘魂果如此神奇。也就是说，当那些人看到之前出手的人受到伤害，大幅度收敛心中贪念的时候，破忘魂果同样也会收敛其中的精神力攻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遇强则强。青莲女帝声音淡淡的说道，所以你现在知道如何将它取下来了吧？陆静点了点头，这倒没有什么难度了。话音落下，他直接从那青石上跳了下去，收敛了浑身上下所有气息，然后一步一步朝着那颗破忘魂果所在的枝条走了过去。而看到这一幕，其他人的面色就变得相当意外，甚至有人开始嘲讽起来，这小子不要命了，难道没看到那两位宗主的凄惨下场？这是个奇葩，浑身上下一点灵气都没有，他居然敢靠近破忘魂果。那生长着唯一一颗破忘魂果的枝条蕴含着最磅礴的力量，他若有些手段从反面攻击，或许会更有把握，可他偏偏正面前往。众人的声音充满了复杂，甚至有些人幸灾乐祸，然而他们的声音未落，却惊愕地看到，随着路径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步一步靠近那颗果实，破忘魂果树上竟没有半点反应。疯狂进攻的被疯狂反击，安安静静靠近的对方竟没有半点反应。众人满脸意外地看着这一幕，甚至有些人立刻明白，直接收敛气息，朝着这边奔跑起来，想要在路径下手之前捷足先登。小子，破忘魂果是我的，我要感谢你让我明白怎么把这果实摘下来。噌！有三位强者速度极快地从路径旁边冲了过去，他们浑身上下并没有散发出半点灵气波动，显然都看出了端倪，也都是有着两把刷子的人。然而当他们三人冲向前方，其中一人马上就要将这果实摘下来的瞬间，另外一人立刻就咬牙切齿，承受不住，一股灵气波动从手掌心呼啸而出，朝着那位强者拍了过去。这一瞬间，破忘魂果树上再次荡起一阵强烈的精神波动，砰！冲向前去的三人瞬间被这股波动扫荡，那第三个人也是很无辜，还没得手呢，一股余波也同时间将其扫射了出去。呵呵，你们那么紧张，自然是修不成正果的。陆静看着他们飞出去，一脸的淡然。而后方一群人本来也散去了全身灵气，疯狂地冲了过来，可当看到前方那三人居然又被反噬，他们立刻原地愣住。只有陆静一个人淡然自若地伸出手去，破忘魂果就这么的在所有人的视线里被他抓到了手中。入手处是一种十分怪异的感觉，
看上去是实物，用手触摸却像是没有重量，甚至连触感都显得是那么虚无缥缈。这就是破妄魂果。陆金皱了皱眉，青莲女帝，我现在已经帮你把这颗果实拿下了，接下来该怎么做？陆金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破妄魂果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而青莲女帝虽与自己发生过肌肤之亲，却神秘莫测，自己在人家面前就像一个小透明一样，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所以有什么事情他就直接询问，倒显得光明磊落。走吧，还愣着干什么？青莲女帝声音淡漠地说道。好。陆静点了点头，抓着果实就要离开。你小子休走！破妄魂果是我的，乖乖的把果实交给我，或许我还能留你一条全尸。这小子浑身上下没有半点灵气波动，却受到了破妄魂果的垂涎青睐，倒是有些意思。他只是收敛了灵气波动而已。你以为能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泛泛之辈，这小子身上一定有2把刷子。那长枪宗宗主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抢他手里的宝贝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他们两败俱伤，咱再动手不迟。现场因为是多方势力混杂，所以显得异常混乱。有些人打算立马出手，从陆静手中把破妄魂果抢过来，而另一些人则选择坐山观虎斗。陆静既然知道如何将这颗果实弄到手，那他肯定不是泛泛之辈。如果这时候出手，面对强盛的对手，显然不是太明智的做法。而就在这一瞬，长枪宗宗主还没出手，一声咆哮之音呼啸而来：你这个混蛋，杀我儿子，本座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感受到来者的气息，就连那长枪宗宗主都是面色一变。他本身也是2品金丹强者，可面对那等压迫，却难以遏制的心头发毛。而当众人看清楚来人之后，顿时色变，是鬼狼帮帮主血气。天哪，他可是3品金丹境的强者，他怎么会突然出现？难道后悔我们进来了？我们可是交了2000灵石才进来的，他难道要反悔杀人？不对，刚他说什么？杀了他儿子？难道那个小子杀了他的儿子？好小子，胆大包天啊！众人议论道。先来到这里的这帮强者，都是给鬼狼帮交了2000灵石才进入这里来的，眼下突然看到那鬼狼帮帮主血气前来，甚至直接要杀人，一群人都愣住了。他们自然是不相信有人胆敢在这一片地界杀血气的儿子。长枪宗宗主都躲到了一边，血气可是3品金丹境的强者。看到来者，陆静皱眉，却摇头一笑：你鬼狼帮仗势欺人，他死有余辜，怎么你这老家伙想跟你儿子一起下黄泉？听着陆静这话，那血气的面色阴沉无比，他一声暴喝，不顾一切，浑身灵气滚滚涌出，在头顶疯狂凝聚成一只巨大的拳头，朝着陆静直接轰了下来。给我死！血气一声暴喝，那巨大拳头蕴含着巨大威压，周围没来得及躲避的强者一口逆血喷出，竟是当场惨死。就这，陆静动也不动，3品金丹境对如今的他来说实在是没有挑战性。而看到陆静的举动，不少人都是变色骇然，显然没想到他竟会如此淡定。那血气的攻击完全就是要弄死他的节奏，没有半点留手，一出手连天地都暗了下来。轰！然而下一秒，一声轰鸣过去，当众人视线里一道人影瞬间倒射而出之后，所有人石化当场，甚至震惊的嘴巴大张着，发不出半点声音。3品金丹而已，你嚣张什么？陆静淡淡摇头，然后也不再停留，然后朝着远处山林飞掠而去。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分钟而已，可却在现场众人脑袋里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抹除的印记。太猛了，那个年轻人一定是超级宗派出来历练的超级天才。鬼狼帮帮主血气此时全身似乎骨头都被打断了，嘴中狂喷鲜血，身上的气息也相当萎靡，战斗力锐减。当众人回过神来，不少人却冲向了那血气，面色也从之前的惊愕变成了幸灾乐祸。血气，鬼狼帮的掌舵人，你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对，我们这些年碍于你鬼狼帮的淫威，才甘愿臣服，现在我们自然要趁你病要你命。落井下石的感觉真好啊！速速交出你身上所有宝贝，不然把你碎尸万段。现场变得相当混乱，一群强者纷纷围拢过去，那血气死的心都有了。尔等胆敢！砰砰砰，血气还想靠着之前积累的威严反抗一下，可他刚这么做，立刻便遭到了一阵毒打，以至于如此反复了数次之后，他竟是被各方势力强者活生生给打死了一炷香过后。此处众人散去，却又有一道人影降临到了这里。当他看到那破妄魂果树上光秃秃一片的时候，眸色瞬间阴沉下来。到底是哪个混蛋胆敢抢走我的破妄魂果？别让我找到你，不然必将你抽筋扒皮，挫骨扬灰。而出现在此处的女子正是汪敏，她之所以来到这里，也是要寻找破妄魂果，奈何
自己之前因为修炼以及为了师弟杨巅峰疗伤之事，而将此事耽误了。当然，他也没想到这莓果实竟然会这么快被人捷足先登。而看到现场那惨烈的一幕，他面色也变得扭曲几分。不管你强大到何等层次，胆敢跟我血月圣地作对，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他咬牙切齿一阵后，并没有离开，而是原地盘膝而坐，鼻子吸动，从鼻孔中竟开始弥漫出来一道道诡异的红色气息，然后散发到空气中，逐渐消散。约莫过去了半个时辰，他阴沉的眼眸忽然冒出金光，看向了山林间的一个方向。你走不掉的。嗡说完，他原地消失。而此时的陆静在得到破忘魂果之后，一路前行，想要寻找一个安静的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将其献给青莲女帝。离开这一片山林后，陆静来到了万剑宗后山的山林之间。毕竟这里是他熟悉的地方，而且很久之前他甚至在这里埋了很多的灵石为炼制阵法所用，只是后来这些都荒废了。不过当他回来之后，发现自己当初以阵法阵位埋藏在此处的灵石竟都还在，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女帝大人要修炼，自然是不能有任何人打扰的，这里的灵石数量不算少，我炼制的阵法虽然并不是多强大，但防御力也还算可以，就在这里吧。陆静说完，直接开始着手将旧时的阵法恢复启动。而随着一阵阵嗡鸣之音响彻，一道道光幕冲天起，很快便将这一片空间笼罩起来。女帝，现在可以了？陆静询问道。女帝，青莲女帝的声音传出。你之前可一直称呼我为女帝大人，前一次你叫我青莲女帝，本座倒是不在意，现在你直接叫本座女帝。陆静皱眉。他不解释。呵呵，男人。陆静，女帝大人，这破忘魂果，请您笑纳。青莲女帝淡淡道。然后那破忘魂果直接从陆静手中消失了。陆静皱眉，却也没多说什么，直接盘膝而坐，开始为青莲女帝护法。而此时的青莲女帝在拿到破忘魂果的那一刻，那绝世容颜瞬间就变了。嘻嘻嘻，太棒了，破忘魂果啊！但愿本座的神魂能恢复一些，这种被那个混蛋天道压制的感觉实在是太不爽，太不爽了。咔嚓，说完直接张开樱桃小口，在破忘魂果上咬了一大口。当陆静回到万剑宗后山的时候，汪敏虽然立刻追了过来，却没有贸然行动。这里毕竟是万剑宗，虽然他身为血月圣地弟子，却也知道万剑宗这种地方还是有些实力的。自己虽然并不畏惧，但行事必须谨慎，避免阴沟里翻船。所以他等来了柳如烟，毕竟柳如烟是万剑宗弟子，对这里比自己更熟悉。而杨巅峰与柳如烟二人在吞服疗伤丹药之后，虽没恢复巅峰，却也差不多了。得知陆静将破忘魂果摘走后，二人立刻追赶汪敏而来。汪敏师姐，您放心，这万剑宗后山虽然危险重重，但是身为万剑宗圣女，我对这里了如指掌。那陆静胆敢回到这里，简直就是自投罗网。柳如烟信誓旦旦地说道。好，既然如此，那就帮我把破忘魂果找到。若你能办好此事，进入血月圣地的事情，我一定全力帮你。这破忘魂果似乎对汪敏很重要，而看出这一点，柳如烟表面狠狠点头，内心却冷笑连连。这个女人不过利用自己罢了，若自己强大起来，绝不会让她在自己跟前这般态度。多谢汪师姐。听柳如烟这么说，汪敏点头，眸色却依旧带着一抹冰冷，毕竟自己可是血月圣地的弟子，更是赤羽长老座下第一女弟子，而她柳如烟连血月圣地都没加入呢，就叫自己师姐，简直掉价。不过眼下既然能用着她，暂时忍一下也未尝不可。当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喜欢杨巅峰，只是自己身为师姐，是绝对不会贸然追求这份关系的。基于这种原因，柳如烟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是情理之中。三人在柳如烟的带领下，一路朝着万剑宗后山而去。之前汪敏所施展的追踪术并不能找到具体的位置，只能知道其大概的方向而已，所以进入万剑宗后山森林后，他那种追踪手段几乎就失去了作用。而且后山之中凶险无数，就算那些经常在这里历练的万剑宗弟子，也经常会被这里的妖兽吞食，甚至被自己人所设下的埋伏陷阱所击杀，可谓是死得悲催。不过作为圣女的柳如烟的确对这里了如指掌，甚至比陆静还要熟悉。毕竟3年来，她为了修行，为了融合陆静的至尊骨，为了修炼胡氏的大掠夺仙术，可没少偷摸来到后山修行。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她可都是在这阴暗的山林间偷偷干的。翁陆静在这里护法的同时，并没有停止修炼。万剑朝宗诀凝聚出来的长剑虚影，在周围空气中不断舞动旋转，劈刺砍撩，剑影闪烁，驾驭的愈发纯熟。以我现在的境界，还无法将万剑朝宗诀修炼到极致，若能达到金丹境，必能再上一重，进入到下一个更高深的境界。不过面对5品金丹，我应该能全力杀之，
就算是6品，现在也有了一战之力。感受到自己体内雄浑的能量，陆静心满意足。3年归来，短时间内能达到如此实力，他显然是很满意的。而与柳如烟约定的生死大战，他更是有着十足的把握，能将其一击必杀。想到这里，他收敛心神，然后皱眉。不知道青莲女帝利用破妄魂果恢复到什么程度了。破妄魂果这东西的确厉害，不知道我能不能修炼精神力。翁就在他暗中思考的时候，忽然一股轻微的波动传来，他面色顿时一变。前方出现了3道人影，赫然便是那柳如烟、杨巅峰以及汪敏。汪敏的气息强大，6品金丹境的实力让陆静的面色变得更加阴沉。他们竟然找过来了，陆静显然是有些意外，而且再次见到柳如烟后，他更是惊讶于其伤势恢复的速度。虽然并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但此时他却已经拥有了强大的战力，杨巅峰也同样如此。哼，陆静，你这个混蛋果然躲在这里，速速把破妄魂果交给我汪敏师姐，或许我还能留你一条全尸。柳如烟直接开门见山一声冷喝，眼神中满是浓浓的杀意。原来你们是想抢夺我的破妄魂果。陆静知道了对方的来意，冷笑起来。不好意思，如果我不愿意的话，我手里的东西绝对不会出让，而且也绝对不会送给深仇大恨的人。当然，如果你们想要强抢的话，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如果你们冥顽不化，我定会奉陪到底。陆静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声音淡然，却带着一抹不容置疑。你看他那有恃无恐的态度，柳如烟的面色变得相当难看，甚至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就是陆静？这时候那个汪敏说话了，声音高高在上，带着颐指气使。破妄魂果不是你这种人能用的，速速将其交出来，不然莫说你一个小小的弟子，就是你整个万剑宗，我也不放在眼里。汪敏背负着双手，年纪轻轻便有了6品金丹的实力，他的确有嚣张的资本。可听到他这威胁的话，陆静却只是淡淡一笑，说的好像我把你们放在眼里似的。他并没有贸然出手，此时的青莲女帝似乎还处于修炼状态，当然他并不知晓青莲女帝具体在干什么，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可哪怕只是一种感觉，他也不想青莲女帝被任何人打扰。既然你冥顽不灵，那我也只好把你杀了，然后再带走破妄魂果。汪敏话音落下，直接就出手了。轰！一出手便是一道血色光芒瞬间荡起，血光冲天的瞬间，他整个人抓着一把血剑直刺陆静而来，速度之快让陆静面色也是一变。找死！陆静牙根一咬，手中一道剑光冲天起，与此同时，周围一道光幕瞬间化为波浪，正是他所施展的阵法之力。当所有阵法的力量呼啸而出的时候，凝聚出一把长剑，直接对着对方那把血剑击刺而去。轰鸣之音瞬间响彻山林，道道音浪冲击的树木崩碎，山石爆裂。柳如烟和杨巅峰二人眸色惊恐，显然被陆静所展现出来的战力震惊了。二人没丝毫犹豫，各自祭出护体防御，把自己保护了起来。轰！当二人的攻击彻底爆发，那汪敏的血剑与陆静的阵法攻击轰然撞击，顿时2道光华纠缠交织，轰然爆炸。刚一对战，竟是双方旗鼓相当。而与此同时，一股吞噬之力从藏天关内呼啸而出，然后将那混乱之地的余波最大限度吞噬而入，继而一股精纯灵力反哺到了陆静体内。他现在已经是8重灵珠境的修为，在这股力量加持之下，无尽丹田之中，那第8颗灵珠玄光变得更加璀璨起来。什么？你不过区灵珠境，竟有对抗我6品金丹的实力？虽然被震碎了攻击，汪敏并没有受到半点伤害，可陆静所展现出来的实力的确让他大惊。二人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就算陆静接住了阵法之力又如何？按照常理，他灭陆静不过举手之间，可眼下的情况却是旗鼓相当，他没能占到半点便宜。6品金丹很厉害吗？陆静冷冷一笑，丝毫不惧。汪师姐，他一定是在装腔作势。之前我师尊姬邀月攻击他，他只有狼狈逃窜的份。我不相信短短几日，他就有了能抗衡6品金丹境的能耐。这时候，柳如烟在一旁磨牙说道：“不错，区灵珠境，不知凭借什么宝物才能化解我的攻击。陆静，你倒是有2把刷子，我倒是小瞧了你。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汪敏话音落下，顿时一股磅礴灵气从体内弥漫而出，冲上头顶，化作一片灵气云层。随着他双臂舞动，那灵气云层之中，一只庞然大物的影子逐渐凝聚出来，赫然是一头巨大的九尾狐虚影，是血色九尾狐。柳如烟眸色震撼，她能清楚地感受到从这血色九尾狐虚影之上所弥漫爆发的气息，那股力量让人没来由一阵心悸。这是汪师姐惯用的绝学九尾笑月，这可是一部地品上乘武学。杨巅峰看到这一幕，眸色充满惊讶说道：“他实在是没想到6品金丹境的汪敏
竟会这么快就开始动用杀手锏的武学。这也从侧面看出，路径的确让人意外。哪怕是汪敏，此时也不敢掉以轻心，企图施展最强手段，将这个危险给快速除掉。万剑朝宗第一式，一剑冲天。路径法诀念动，灵气呼啸而出，滚滚灵气中飞速凝聚出一道飞剑影子。一把玄光长剑散发出璀璨光芒，剑气浩荡，施展的正是楚天雄给他的万剑朝宗诀。万剑朝宗诀，这宗主果然对他青睐有加。看到路径所施展的武学手段，柳如烟咬牙切齿说道，眸中有着不加掩饰的嫉妒。这武学是很厉害，乃万剑宗历任宗主才有资格修炼的，没想到宗主将其给了路径。杨巅峰也是磨牙说道，自己当初可是万剑宗圣子，都没这待遇，他内心极度不平衡。哼，那又如何？汪敏师姐的九尾笑月乃地品上乘武学，甚至能媲美一些天品下乘，而且他们二人修为悬殊极大，这般对战他肯定不敌。轰！然而杨巅峰的话音还未落下，视线里的一幕直接让他当场石化。他本以为汪敏的攻击会摧枯拉朽将路径击败，可事实是那九尾狐虚影降临而下后，竟然被路径一剑击穿。似乎虚空中传出一声哀嚎，什么？这怎么可能？汪敏眸色震惊，却一咬舌尖，一道精血直接喷入九尾狐虚影之中。嗷嗷嗷！当这道精血喷入，那九尾狐的伤势在瞬间就恢复，甚至气息比起之前更加强悍。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汪敏咬紧牙根，九尾狐虚影降临而下，那锋利獠牙，那宛若刀刃般的利爪，在这一刻疯狂对着路径的肉身撕咬而去。空！路径浑身一颤，灵气呼啸，大演化龙诀第一层，龙魔的防御之力瞬间洞开，那利爪与獠牙在触碰到防御龙魔的瞬间，爆发出尖锐刺耳的刺啦刺啦之音，却并未能将那一层薄薄的防御光膜击破。好强大的防御！这防御武学等级很高。杨巅峰眸色骤起，眸底里有着一抹不易察觉的贪婪在涌动。柳如烟没说话，但他此时想到的却是之前胡适跟他说的，路径的防御强大到匪夷所思，之前他们二人对战，他压根就无法破除这道防御。如今路径再次故技重施，柳如烟的眸色竟会隐隐地浮现出一抹紧张与担忧。噌！万剑朝宗诀所凝聚的长剑回旋飞刺，不断冲向九尾狐虚影。那九尾狐疯狂攻击路径防御的同时，也在飞速躲闪，二人的攻击一时间呈现僵持状态。能做到这一步，汪敏再次眸色愕然。自己所施展的功法，就算等级跟万剑朝宗诀旗鼓相当，可自己的修为比路径高了太多，二人之间压根就没有打个平手的可能性。然而就在他内心惊愕的瞬间，忽然一道尖锐的剧痛席卷全身，气机反馈之下，他一口鲜血喷出。那武学所凝聚的九尾狐虚影，竟在路径的疯狂攻势下直接被一剑刺穿，而那长剑之上赫然缭绕着一道火光，那是孽火镇御剑的气息。当这道气息出现的瞬间，九尾狐虚影直接被击穿，然后其身上开始爆发出密密麻麻的裂纹。汪敏眸色大惊，又是一口精血喷出，可哪怕他如此弥补，却也无济于事。孽火镇御剑的气息一出，似乎那九尾狐虚影爆碎就已成定局，他要败了，速速逃离。这时候柳如烟脑海中那胡适的声音再次传出。柳如烟一愣，这胡适要自己趁机逃走。就在他愣神间，杨巅峰忽然抓住他的手臂，走。柳如烟一愣，显然没想到杨巅峰竟然也第一时间想要逃走。你们！当看到杨巅峰与柳如烟二人跑得比兔子还快的时候，那汪敏的面色变得相当狰狞。给我死！他一声暴喝，怒火攻心，这一瞬似乎将所有手段都爆发了出来。轰隆隆轰鸣再次响彻，这一片山林中无数飞鸟走兽被惊动，瑟瑟发抖，匍匐在地，就连飞鸟似乎都受到惊吓，失去了飞起的勇气。然而他的反击并没有什么成效，九尾狐虚影被一剑刺穿后再也无法凝聚，那残破的虚影战力锐减，根本无法对路径造成半点伤害。而路径的龙魔防御依旧薄薄的一层，看着能轻松破除，却在一番攻击无果后更加让人绝望。嗡！而就在这时候，忽然一阵嗡鸣响起，那汪敏竟是收敛了所有攻势，所有气息全部内敛，就这么站在场中，放弃了所有抵抗。我败了。他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可是到如今他只能认命。而路径的那把长剑已经悬浮于他头顶，似乎随时都能飞刺下来，结果他的性命不过，那飞剑并没有飞刺而下，悬浮半空，甚至连威压之力都散去了。你不杀我？看到路径的攻击也停止了，汪敏眸色一变，问道：杀你有何用？路径淡淡说道。汪敏一听，冷哼一声，满眼不甘心的道：既然不杀我，那你一定有什么要求？说吧，若我能做到，便甘心认输；若你趁人之危让我干我所不愿之事，我宁愿去死。路径闻言微微皱眉，哼，
不用摆出一副贞洁烈妇的架势，何况你也没资格跟我谈条件。此话一出，汪敏彻底语塞。我且问你，你是不是血使者？听到这3个字，汪敏眸色一变。血使者？难道你是血使者？他反问的时候，陆静分明从他的眸中看出一抹杀意。我不是。陆静摇头笑道，你应该也不是。汪敏忽然咬牙切齿，我当然不是，我不仅不是，我还要杀光所有血使者。哦，血使者杀了我全家，而既然我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凶，那我就杀光所有血使者。汪敏说道，然后看向陆静，你为何要问我这个问题？陆静一笑，随便问问。旋即他说道，顺便提醒你一句，你那师尊赤羽长老以及你的好师弟杨巅峰可都是血使者联盟的人，毕竟他们身上有血月咒印记。不过有血月咒印记之人可不全是贪生怕死被人掌控命运之徒，还有可能是一群哪怕豁出性命也要拯救苍生也要报仇雪耻的勇士。而这帮勇士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圣堂使徒。听着陆静的这些话，汪敏眉头皱紧，愣了一阵后还是问道，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陆静淡淡道，因为我看到了你眼里对血使者的杀意，这一抹杀意让我决定不杀你。汪敏柳眉皱了皱，没说什么。不过他内心虽然对陆静的话产生了质疑，却也想要一探究竟。毕竟自己师尊与师弟他们平日里可没表现出半点血使者该有的样子。你并没有精神力天赋，所以你寻找破忘魂果想必也不是为了自己。陆静忽然又说道。汪敏皱眉，然后摇了摇头，他的确不是为自己寻找破忘魂果，而是为了师尊赤羽长老。师尊告诉他，若无法拿到破忘魂果，就让他身上多出一块印记，而一旦被那印记惩罚，自己这一生都将被人控制。想到这里，汪敏顿时后心发凉。如此推断，赤羽长老要惩罚的印记，应该就是那能够掌控别人人生的血月咒印记。想到这里，汪敏忽然对陆静产生了一抹极大的兴趣。可因为二人如今的身份关系，他并没有询问，而是说道，的确不是为我自己，不过你最好不要知道那么多。血月圣地，你得罪不起。陆静一笑，得罪不起又如何？我陆静天不怕地不怕，小小血月圣地我还没放在眼里。听着这话，汪敏对他的看法似乎瞬间就有所改变。不过他还是声音冷冷道，我之前一心要杀你，你却告诉我这些，你到底想怎么样？陆静却淡淡道，我不想怎么样，你走吧，若再晚一些恐怕就走不成了。陆静说这话的时候，眸色看向天边，那里有一股恐怖气息正飞速掠来，方向正是自己这里。汪敏闻言不知他的意思，但还是转身，然后朝着山林深处走去。而就在他刚刚钻入密林，一股恐怖气息从天而降，并不是人，而是一头体型魁梧，全身上下没有半点灵气波动的大妖。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没有半点修为的样子。陆静皱眉，这大妖他竟不认识。这是耀阳魂兽，乃破忘魂果的守护兽。青莲女帝的声音传出，而陆静却一愣，破忘魂果的守护兽，他似乎来迟了。青莲女帝道，不错，他的确来迟了，因为破忘魂果已经被我彻底炼化吸收了。陆静道，这守护兽能找到这里，果然有些能耐，不过要不要灭了？灭了也好，不过他死之前或许能磨练一下你的精神力意志。陆静闻言还没弄懂什么意思，忽然全身一颤，一股精神力波动直接冲入脑海，那无形的攻击让他瞬间变色。好强的精神力，我恐怕无法承受。那耀阳魂兽忽然发动了攻击，他就站在原地，头顶2只脚爆发出一股股旋风般的波动，那竟是他的精神力攻击。啊！陆静被这一股精神力正面攻击，顿时感觉脑海中剧痛无比，头痛欲裂，立刻施展灵力防御，却发现并没有什么效果。藏天关，给我吞！陆静忽然祭出藏天关，想要一试究竟。毕竟这藏天关可吞噬天地万物，若能连精神力都吞噬掉，那他就志得意满了。而就在藏天关被祭出的瞬间，那一股恐怖精神力竟真的于瞬息之间被抽离一空。当一股怪异能量反哺到他身上后，他面色陡然一变，一股无形波动在空气中爆发。耀阳魂兽眸光血红，似要将陆静彻底击碎。而这一刻，已经离开的汪敏回首观望，眸色惊恐。耀阳魂兽，他应该是破忘魂果的守护兽，之前并没有出现，此刻竟从九幽山追踪到了这里。震惊之余，他收敛所有气息，蛰伏不动。在他看来，就算陆静手段强大，也不可能是这头魂兽的对手。这头魂兽的毁灭之力足以横扫一切金丹境修士，他不过6品金丹，瑟瑟发抖。而此时陆静动用藏天关吞噬了包裹周身的精神力量后，
面色却变得更加凝重。因为那精神力层层叠叠，一瞬间根本无法将其彻底吞噬干净，哪怕藏天官反哺了一股精神力加持在脑海泥丸宫之中，他还是感受到一股剧痛从全身各处席卷而来，撕裂般的痛苦竟宛若在渡劫。也幸亏之前经历过灵珠雷劫，他血肉之躯的强度异于常人，不然此时怕是无法承受耀阳魂兽一击之力。藏天官，给我继续运转。耀阳魂兽铺天盖地的精神力攻击宛若飓风，而路径则像是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似乎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而以他现在的实力，全力催动藏天官进行吞噬，却因为修为至骨而有上限。想要化解那狂暴的精神力攻击，必须突破上限。可之前青莲女帝就提醒过他，若强行施展藏天官的力量，恐怕会遭遇更大反噬。管不了那么多了，给我吞！嗡！随着路径化落，藏天官光芒暴增，吞噬力量骤然增加。路径现在能够确定的是，藏天官可以吞噬精神力量，反哺给他。可他对于精神力的修炼一无所知，此时突然承受如此多的精神力反哺，他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起来。可面对耀阳魂兽的攻击，他也绝不能坐以待毙，不然只有死路一条。藏天官能不能反哺一部精神力功法？路径心中闪过这个念头，却忽然被一股剧痛冲击的面色大变。这股反哺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内部，他甚至都无法动用防御之力去抵御。剧痛袭遍全身，对他的灵魂造成巨大冲击，一阵恍惚感袭来，路径竟产生一种如至梦境的错觉。可当他强行稳住心神，眼前的一幕却变了。这是什么地方？难道我出现幻觉了？路径一惊，目光所及，虚空之上一片巨大的轮盘碾压而下，而他的身躯显得那般渺小，在那轮盘强横的威压之下，他脚步踉跄，甚至连飞奔都做不到，只能任凭那轮盘从自己身上碾压过去。剧痛撕心裂肺，心神颤抖。这是精神力轮盘，被碾压的是你的魂魄。青莲女帝的声音终于传出，这是要锤炼我的灵魂之力。不错，青莲女帝道，知道轮盘那是曾经的一位福地所炼，乃天地间修炼精神力的绝佳法宝之一。今日这难得的机会，能达到什么境地，全凭你的造化了。陆静道，可是我并没有任何精神力武学做支撑，难道就这么硬撑？不错，就这么硬撑。陆静，青莲女帝，现在的你，就算给你精神力武学，你也不会用。初级阶段是打基础的，全凭硬撑，希望你能撑得久一些。青莲女帝说完这话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好，我撑。陆静咬紧牙关，感受着那道轮盘从自己那道灵魂体上来回碾压，唯一的信念就是每一次都撑过去。而这道轮盘之上的精神力量，全是来自于藏天关之中反哺的精神力，而之所以能够反哺，则全来自那耀阳魂兽。他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多久，也不知道那魂兽的攻击力是否会发生变化，眼下能做的只有硬撑。藏天关反哺给那道轮盘的力量越发强烈，耀阳魂兽的精神力攻击显然也在激增。当看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不断被吞噬，耀阳魂兽那一双兽瞳之中浮现出人性化的不可置信来。吼！他忽然仰天一声咆哮，恐怖的精神力骤然激增。而恰在这一瞬，陆静能清晰地感受到从那道精神力轮盘之上所爆发出来的恐怖气息。若再多一丝力量，他的这道灵魂体极有可能爆炸。而若不通过藏天关强行吞噬，那他的肉身极有可能直接被碾碎。孽畜！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忽然一声惊天喝声传来，一股恐怖的力量瞬间漫卷方圆100丈虚空，那耀阳魂兽所爆发出的精神力瞬间土崩瓦解。好恐怖的力量！陆静惊喜之余，又被来者的强大所震惊。他的灵魂瞬间抽离而出，回到现实世界，但在那一片空间中，那轮盘之中的精神力却依旧存在。这倒是让陆静感到意外，他没想到自己的精神力竟然能抽离出来。这是一处精神力修炼场所，等你想要修炼的时候再行进来便可。青莲女帝那冷淡的声音又传了出来。原来如此。陆静点了点头，然后看一下前方空间，一位身材颀长的男子正傲立虚空，全身上下气势滚滚，长发无风自动向后猎猎飞扬。只是此人却戴着一个黑色面具，不辨真容。陆静皱眉，不知为何，他似乎从此人身上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味道。吼！漫天精神力被击碎，那耀阳魂兽又是仰天一声咆哮，精神力攻击再次席卷而出，化作一道无色漩涡，朝着那黑面强者席卷而去。破忘魂国100年一熟，你可再回去等候100年。若今日冥顽不化，本座便要了你这孽畜之命。轰！那强者声音落下的瞬间，一股恐怖的灵力呼啸而出，笼罩方圆500丈，似乎在这股威压之下，一切都可能在下一个瞬间被碾成齑粉。尽是灵力！陆静惊愕皱眉，此人所施展出来的全是精纯的灵力，而并非寻常修士所爆发出来的灵气波动。
灵气和灵力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他的修为之所以进如此迅猛，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藏天关能够将蕴含灵气之物炼化成灵力反哺于他。此人修为高深莫测，他到底是谁？耀阳魂兽龇牙咧嘴，咆哮连连，眼神中浮现出浓浓的不甘。可在那位高人淫威之下，他最终还是发狂一阵后，逃窜进入了茂盛的山林之间，消失不见。而看到这一幕，那汪敏的面色也是变得相当愕然。他没想到在如此凶险的情况下，陆静竟然还能活命，而那位能不战而退耀阳魂兽的高人又是谁？他自然也不清楚。于是带着满心好奇，他继续于此处观看着。耀阳魂兽离开后，那戴着黑色面具的强者目光也看向了陆静。多谢前辈相救，救命之恩没齿不忘。陆静拱手行礼道。那人微微点头，竟是什么话也没说，直接飞身而起，瞬间原地消失。陆静更加愕然，就这么走了。他不知道对方的出现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原因，可就这么离开了，他也就无从得知了。现场安静下来，只有那打斗过的痕迹显得触目惊心。陆静皱眉，女帝大人是不是动用灵力就能抗衡精神力？青莲女帝道，不错，灵力与精神力能够进行抗衡，而灵气不行，灵气的品质太低劣。陆静道，我之前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藏天关反哺给我的都是灵力，而我修炼的各种武学爆发出去的却全都是灵气能量，若直接动用灵珠中的本源灵力，是否可以与那耀阳魂兽对战？青莲女帝，可以，不过那耀阳魂兽的精神力足以横扫一切金丹修士，以你的实力最终还是会败。陆静有些无奈，却又问道，女帝，那破妄魂果你可炼化了？我还要继续为你护法吗？青莲女帝道，小小破妄魂果罢了，本座瞬间就可将其炼化，只是这东西并不足以弥补本座消耗，以后有这等宝物，你需继续为本座提供。陆静点头，好，我知道了。不过那耀阳魂兽倒是厉害，从九幽山到这里路程极远，他竟能一路追踪而来，倒是出乎意料。青莲女帝道，破妄魂果的特殊气息能为其指明方向，不过你倒是幸运，那蒙面之人的修为很强，能震慑耀阳魂兽，不然以你的实力，最终还是会很凄惨。陆静皱眉，我想问问，若真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女帝大人是否会出手相救？青莲女帝沉默了一秒，声音悠悠道，看心情。陆静，都生死存亡了，你还看心情？心情不好，是不是就可以喜提英年早逝了呢？走吧，这里并不太平，继续寻找安全之所修炼。你的精神力还需要磨练。青莲女帝这话让陆静微微点头，旋即他也不再逗留，朝着万剑宗山门之内飞掠而去。陆静进入万剑宗后，便来到了一处灵气弥漫的山峰之上，这里是一处修炼绝佳之地，也是平日里宗主楚天雄修炼的地方。在经过了宗主的允诺后，陆静可以自由出入，自由使用这一片修炼场所。嗡！当他继续盘膝而坐修炼之时，山峰周围道道灵气呼啸而起，那是此处的防御阵法被开启，一波波惊人的能量微微扩散，然后消隐于无形。陆静的那道魂魄再次进入神秘精神力空间，那精神力轮盘似乎有所感应，第一时间朝着他的魂魄凝聚的人影碾压过来，宛若柔虐的机器，不断冲击碾压，绝无感情可言。而陆静则是在这道道痛苦之中被锤炼，虽不知出路在何方，最终的结果什么样，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忍受初期的痛苦，唯其如此，才能知晓之后自己会走向何方。有些事情只有上路了，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去做，不上路，一切都只是幻想罢了。而当陆静再次进入修炼状态后，那汪敏也终于离开了这一片万剑宗山林。他给杨巅峰发了传音符，可对方半点消息都没有。哼，杨巅峰、柳如烟，你们这对贱人，大难临头竟敢弃我于不顾！杨巅峰，以后我对你将不再有半点感情可言，何况你还是血使者联盟的人。汪敏面色变得从未有过的复杂，以往他只知道自己与血使者不共戴天，却没想到自己身边人也是血使者。我虽不知道那陆静一面之词是否准确，但是杨巅峰还有你赤羽长老，你们从此以后也将成为我汪敏的调查对象。若被我发现你们的真实身份，那就休要怪我六亲不认。汪敏眸色决然，却夹杂着一丝痛苦，心中一番思忖后，很快消失在山林之间。3日后，万剑宗上空，原本晴空万里，不知为何忽然云层压境而来，天昏地暗。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万剑宗弟子面色惊愕，却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而果不其然，当一道雷霆从天而降，宛若金色雷蛇落到宗门深处后，众人纷纷议论起来。看样子是宗门有高层强者又要晋升了。不对，那不是金丹雷劫，
而更像是灵珠雷劫。灵珠雷劫？难道又是路径再度劫？不会吧，他这才晋升几天啊？难道又要提升境界？我就没见过这么妖孽的家伙。可我万剑宗能引来灵珠雷劫之人，除了他路径之外，还有别人吗？有道理，可这也太厉害了。众弟子议论纷纷，眼神惊愕，却也充满了期待。自从路径强势归来后，每一次他的出现都改变了所有人对他的认知，而他与柳如烟的那一场生死之战，无疑更加扣人心弦，让整个万剑宗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期待。轰隆隆，雷霆降临，狂暴而磅礴，那恐怖气息让一些金丹境的长老都忍不住倒抽凉气。圣女峰上，姬邀月遥遥望着那道从天而降的雷霆，眸色变得相当复杂。但愿那不是路径在渡劫，不然数日后他跟如烟的生死大比，如烟必死无疑。也不知道他用了我亲自炼制的破障五行丹后，修为晋升到了什么境界。青州中央地狱，此处有一祭坛，乃八部血龙坛，为血月圣地于青州五门三宗选拔弟子之地。祭坛之上，8根巨大血色玄天石柱傲然矗立，其上雕刻的血色神龙形态各异，狰狞威严，立于巨柱之下，普通修士会忍不住心身颤抖，宛若受到洗礼。此时在那巨柱之下不远处，一男一女2道身影面色阴沉，而此2人赫然便是杨巅峰与柳如烟。3日前，2人从万剑宗后山逃离之后，发现汪敏竟然没死，唯恐其心生怨恨，伺机报复，于是就来到了此地，暂时躲避汪敏的怒火。而这3日来，那汪敏果然以传音符为媒，传来要灭他2人的决心，这让2人更加惶恐不安。而之所以来到8部血龙坛，正是因为此地之后会成为五门三宗的选拔之地，而到时候赤羽长老会亲自前来坐镇。2人想抗衡汪敏的追杀，自然要借助赤羽长老之手。事已至此，就只能这样了，无毒不丈夫。杨巅峰与柳如烟密谋后，眸色变得更加阴沉。师兄说的对，那汪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只一心要利用我们得到破万魂果罢了。就是不明白那路径怎么就没杀了他。柳如烟疑惑道。杨巅峰冷哼一声，如此甚好，他不杀他，正好让我们有了栽赃给他的理由。身为师尊座下第一女弟子，他汪敏竟被地理加入圣堂，而那路径也是圣堂之人，有这等诬陷，定会让师尊大怒，到时候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师兄高明。柳如烟心头一喜，却疑惑道，可那圣堂到底是什么组织？师兄可否详细说说？杨巅峰斜斜一笑，想知道？想，呵呵，你早已知晓，师兄我是双修圣体，而你的至尊骨又极其符合我的体质，不然当初也不会让你偷袭路径，所以你想知道更多的话，先跟师兄修炼一番再说。万剑宗山门上空，雷云浮动，滚滚雷劫再次席卷而下。在宗门深处一座山头上，一道人影鬼魅般降临而下，而当他降临山头之后，立刻散去了全身气息，生怕引起半分波动。然后他缓缓取下那黑色面具，赫然露出了宗主楚天雄的一张颇显痛苦的脸。他手掌处虎口全是血，他掀开衣襟，身上更是处处伤痕，触目惊心。楚天雄忽然仰天一声大笑，好，好得很。血月老祖，你座下10大血尊已经被我暗杀过半，我余生只为灭你，纵是火海刀山，也必将一往无前。说着，他从那戒中取出一把丹药，看着手中丹药，却无奈摇了摇头。五毒血尊的混元奇毒，寻常丹药根本无解，哪怕我以封禁之术将其困于左手，却也只能暂时维持10日，10日后若无解药。楚天雄眸色晦暗，恰在此时，忽然虚空之上又一道雷霆降临而下。他本以为此处乃雷雨天气，却忽然意识到这是灵珠雷劫。那是，难道那小子又要晋升了？如此这般规模的灵珠雷劫，比初阶金丹雷劫的规模大得多。路径，但愿你能一飞冲天，但愿你平安。楚天雄眸光看向四方，却忽然皱眉。那是。万剑宗不远处的一片竹林之中，数道隐晦气息隐匿其间。楚天雄察觉到那等气息绝非万剑宗门徒所能拥有，立刻谨慎起来。青州乃血月圣地管辖之地，而血月圣地所有宗派几乎全被血月圣地渗透，血月老祖的爪牙无孔不入，所有有潜力者皆逃不出其魔爪。如今路径4也被盯上了。楚天雄眸色决然，自己虽身负重伤，此时却也暗下决心，若有人胆敢对路径动手，他必杀之。天边雷霆四起，万剑宗内路径全神贯注，调动所有灵力抗衡雷霆锤炼。大眼化龙诀初阶炼皮功法疯狂运转，随着道道雷霆力量降临，他周身皮肤发出玄光，那层单薄的灵力龙膜中开始出现一道道游走的细小符文。炼皮3个层次，龙膜、龙纹、龙鳞。此时这种现象
赫然便是达到了龙纹这一层。如今我龙纹已凝结，防御力大增，体内第8颗灵珠也蓄满了雷霆之力。这一次，我便全力冲击9重灵珠境，无上龙纹，给我最大限度的开启。嗡！龙魔玄光大盛，龙纹凝结而出，路径体表那细若游丝的龙纹不断游走，遍布周身，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宛若幻影，梦幻不真实。轰！而就在这时，九霄之上一道巨大雷霆炸破虚空，裹挟着煌煌天威降临而下，滔滔雷力横压大地。路径所在那一片修炼之所的阵法防御，登时土崩瓦解，沙飞石走，山林化废墟，黄尘满天。不知过去了多久，那山风吹走了漫天的尘烟，其中一道人影原地盘坐，周身灵力如流水，他一动不动，老僧入定。竹林中，2道人影藏匿其中，却忍不住发出惊呼：想不到，当真想不到，本座纵横大陆几十载，都不曾见过如此妖孽之徒。这小子所遭遇的灵珠雷劫，完全能将5品金丹轰成渣，而他凭着灵珠境的修为，居然挺过来了。此子天赋异禀，若能献给老祖，我等功高一等，受老祖器重，成为老祖座下尊者，指日可待。这小子虽战力强大，可他刚刚破境，我俩8品金丹联手行动，定能将其擒拿。一定要无声无息，不能引起万剑宗动乱，不然会很麻烦。这次动用蟒蛇索命阵。2人相视点头，准备伺机而动。而他们的动作全然被楚天雄看在眼里，只是自己现在身负奇毒之伤，若强行一战也相当危险。陆径，本座从未将希望如此倾注于一人之身，眼下不管你怎么想，为了你，本座甘心一搏。楚天雄深吸了一口气，手中玄光暗暗浮动，在路径修炼之地外，一层无形阵法缓缓开启。路径晋升到了9重灵珠境，却意犹未尽，然后开始修炼万剑朝宗诀，而楚天雄暗中施展出来的阵法已经悄无声息地展开，将他保护在了其中。只是在这道阵法展开的同时，另外的一道阵法也开始缓缓地出现，正是那2位强者布下的蟒蛇索命阵。这道阵法更加悄无声息，以至于连楚天雄都一时间分不出这阵法的阵眼位置到底在何方。当楚天雄暗中展开阵法的同时，数道传音符已经传送了出去。身为万剑宗的宗主，他自然要调动一些宗门强者前来相助。似乎一切都在暗中进行，一场暗流正在涌动。万剑朝宗诀修炼到达巅峰，可同时驾驭1万把剑，这部武学的品级层次比起之前的百剑斩强大的太多，我现在也不过能堪堪凝聚出100把剑。陆径内心颇为的感慨，百剑斩这部武学他能够修炼至登峰造极，可万剑朝宗诀完全处于不一样的品级，训练起来难度更大。不过哪怕现在他只凝聚出来100把剑，却也能秒杀百剑斩凝聚出来的900把飞剑。翁剑光如流，在虚空之间飞来跃去，却被路径彻底的掌控着，其上所弥漫出来的磅礴气息，让那暗中观察的楚天雄的眸光变得相当愕然。这小子究竟是个什么妖孽？这部武学我才给他短短几日，他便能凝聚出100把剑。当年我凝聚出这般数量的飞剑，可是足足用了3个月的时间。一番惊喜的感慨，他越发的确定，路径是他就算拼尽了性命都要保护的人。咻！忽然，一道玄光凭空出现，带着一股强大的封锁之力，瞬间朝着路径所在的位置笼罩了过去。那2位强者凝聚出来的阵法，如同龙蛇般瞬间纠缠而去，并没有杀意，完全是强大的封锁之力，想要将其生擒。路径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了一下，下一瞬间他便立刻采取了行动，身形朝着后方瞬间暴退。与此同时，一把飞剑也朝着前方斩落。噌！空气发出爆鸣，下一秒，那2股狂暴的气息便结结实实地对撞在了一起。轰隆隆轰鸣之音瞬间传开，路径劈斩出去的那把长剑也在这一瞬间彻底爆炸而开，竟然没有将对方那龙蛇般的纠缠之力斩碎。这是什么东西？感受到对方的攻击怪异，路径眸光浮现出一抹愕然。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这力量似乎对他并无杀意，反而是想将他囚禁起来。轰！而在他震惊之时，另外的一股阵法之力瞬间凝聚出来，化作一道气息磅礴的玄光，对着那如龙蛇般的攻击疯狂对射。路径眸色又是一变，下一秒，2道阵法的力量便是轰鸣般的对撞在了一起。这一瞬间天摇地动，巨大的轰鸣直接在万剑宗爆发出来，吸引了不少强者的注意。好狂暴的力量，这并不是雷劫的力量，而是阵法的力量。速速前去查看，是谁在万剑宗内打架。立刻集结众弟子前去。咻！一瞬间，万剑宗的不少强者纷纷朝着那片打斗之地汇聚而来。而在众人之前，数道气息磅礴的身影早已经降临到了这方区域，然后开始寻找楚天雄的身影。他们接到了楚天雄的传音符之后，立刻就赶了过来。拜见宗主大人。那2个人是什么人？
他们居然要暗算陆晋。几名气息强大的长老立刻皱起眉头。楚天雄将自己受伤的气息掩盖，他负手而立，恢复以往那高高在上、不容亵渎的威严。他们是外人，竟敢来我万剑宗内对我万剑宗弟子不利，尔等速速将其擒拿。若对方冥顽不灵，集结宗门之力，将其当场镇杀。楚天雄面无表情地下了命令。遵命。咻咻咻，5名长老瞬间冲了出去。他们的修为境界最强大的一尊长老在8品金丹境的修为，而其他人则在7品金丹境。而对方2个人的实力皆是8品，但是这群长老却并没有半点畏惧，因为宗主坐镇，他们没有必要害怕。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楚天雄因为身中奇毒，如今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轰，2道阵法之力彻底轰击在了一起，磅礴的能量朝着4面8方弥漫爆射，乱流余波更是混乱不堪。龙纹，陆晋感受到那股气息所带来的冲击，没有丝毫拖沓，直接施展出龙纹防御。而在龙纹防御之下，哪怕那些余波太过狂暴，也没有对他的血肉之躯造成半点伤害，这倒让他兴奋不已。不愧是龙纹，防御之力比之前的龙魔强悍了数倍不止。不过这2个家伙是什么人？他的目光看向了那2尊陌生的强者，2名8品金丹境的强者足以引起他的重视。而与此同时，视线里又出现了万剑宗的数名长老身影。这些长老一出现便站在了自己前方，显然是要把他保护起来。陆晋，有我们在，他们无法伤害到你。那8品金丹境的长老声音传了过来。如今陆晋宛若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更是宗主大人所器重的人。他现在表现得如此态度，也是在为自己考虑。多谢长老。陆晋客气地抱了抱拳。不过就凭他们2个，想要抓住我可还没那么容易。他这话一出，在场众人的眸色皆是变得有些意外。陆晋从出现到现在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他们并不清楚。而此时他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恐怕他的实力又有精进。但是到底强大到了什么地步，他们也是无从得知。宗主有令，今日让我等来保护你周全。陆晋，你且在一旁观战，待我等将这2人擒拿，再做打算。诸位长老，随我将这2人拿下。轰！在这位长老的带领下，其他长老也瞬间施展出强大攻击力，对着那2人轰击而去。而万剑宗其他强者也纷纷赶来，看到这一幕，也瞬间加入到了战斗阵营中。轰！联合众人一击的恐怖灵气瞬间与蟒蛇索命阵轰在一起，狂暴余波骤然扩散，双方皆后撤数十丈，强稳心神。该死，这居然隐藏了一道阵法，彻底惊动了万剑宗。既然如此，那就杀！小小万剑宗可还挡不住我等？2名强者对视一眼，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出了一抹狰狞杀意。那蟒蛇索命阵本就无声无息，哪怕对战这万剑宗众人也不会大张旗鼓，奈何楚天雄提前布置了一道阵法，顷刻间爆发出来的轰鸣引得整个宗门震荡。尔等是何人？报上名来。这位万剑宗8品金丹境长老，乃万剑宗第一峰万剑峰峰主座下第一长老陈洪。他一声大喝，剑光森寒，气势逼人，志在必得。哼，想不到万剑宗内竟有如此妖孽之才。事已至此，本座就开门见山，我2人乃玄阴山蛇蟒2老。此话一出，众人皆惊，一群弟子甚至忽然就感到后心发凉，忍不住颤抖。蛇蟒2老，竟是他们！玄阴山2老杀人如麻，不少外出游历的宗门弟子，相传都被他们抓去炼成了阴丹。今日他2人竟敢大张旗鼓出现在万剑宗，来者不善。众弟子议论纷纷，一群长老的眸色也变得有些复杂。不过他们知道有楚天雄坐镇，这2人想在万剑宗得逞绝不可能。蛇蟒2老，哼，想不到你2人名声在外，背地里却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本长老奉劝2位，这里可是我万剑宗。陈洪长老威严赫赫，声音不容置疑。哼，你区区一个长老，也敢管我蛇蟒2老的事？本座只说一次，那小子天资妖孽，今日我2人定要将其带走，献给那圣地之人。此话一出，陈洪等人面色微变。圣地之人，不错，如此天赋卓绝之辈，自然要进入圣地培养，在你万剑宗内暴殄天物罢了。说着，2人眸色看向不远处的陆晋。小子，能被我蛇蟒2老看中，是你的造化，还不速速跪下谢恩？蛇蟒2老高高在上看着陆晋，却没想到陆晋一开口，2人浑身一颤。蛇蟒2老，什么狗屁玩意！若不立刻滚出万剑宗，你2人就别走了。他陆晋自己的命还轮不到别人来掌控。什么？你小子好大的狗胆！既然你冥顽不灵，那就休怪本座手下无情。嗡！2人话落，全身灵气涌动，道道灰色光华弥漫周身，须臾冲上半空。在那灵气光幕之中，
一蛇一蟒两头庞然大物瞬间凝聚而成丝丝。那血红蛇信触目惊心，恐怖波动弥漫下来，不少弟子心惊肉跳。陆晋这家伙当真胆大如斗，这蛇蟒二老都说了要将他献给圣地之人，他竟依然如此决然霸气，我服。可我们万剑宗会不会因此而得罪圣地之人？此事难办。就连陈红长老在听到圣地之人这话后，内心都有些不坚定了。他转头看向隐匿气息的宗主楚天雄，却发现楚天雄并未出现。陆晋，你当真不愿跟随他们二人进入圣地？陈红忽然看向陆晋，朗声问道。陈长老若怕了这俩老东西，那就请回避一下，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陆晋这话说出，更是让众人一惊。陈红长老面色也复杂几分，他眸光内敛，却忽然笑道：好，不愧是宗主要保的人。陆晋，既然你不愿意，那……陈红长老看向蛇蟒二老，气势忽然暴涨。众弟子听令，此二人擅闯我万剑宗，杀无赦。轰！话落，陈红长老一马当先，手中一把银光长剑呼啸而出，率先对着二人冲了过去。这里是万剑宗的地盘，又有宗主亲自坐镇，他就算面对两尊同境界强者，也没多少畏惧。咻咻咻！而在他身后，其他长老甚至那群弟子也纷纷行动起来，各自施展自己的杀手锏，冲入战斗阵营。陆晋看着这一幕，歪头一笑，然后祭出藏神关，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朝着战场弥漫而去。经过这些天的修行，藏天关原本核桃大的体积也增加了一些，而其吞噬之力增加得更加惊人，可谓暴增。于是当那股吞噬力量刚一出现，整片战场上那混乱的余波便被瞬间抽离一空。此时远处观战的楚天雄看到这一幕，更是眸色复杂。玄云子，你爱图隐藏的手段，恐怕连本座都难以想象啊！轰！场中对战瞬间白热化。蛇蟒二老深知自己身处别人的宗派，对方断无手下留情的可能，于是二人一上来的攻击便相当狂暴，手段尽出，招招致命。大蟒出动，长蛇在渊。轰！轰！轰！轰鸣不绝，灵气乱冲。万剑宗这片山林中，所有阵法都被冲碎，树木化为齑粉，不少建筑也被摧毁，损失极大。楚天雄看着这一幕，暗暗吞下数枚丹药。他知道今日自己必须出手了，哪怕身负混元奇毒。战场中不断有修为低劣的弟子被那澎湃的灵气冲飞，落地时狼狈不堪，能留下性命已是大幸。嗡！而在战斗激烈持续之时，陆晋所吞噬的灵气也全都化为精纯灵力，注入体内灵珠中。那第9颗灵珠内灵力逐渐饱满，一股恐怖的力量酝酿其中。如今我能与7品金丹境一战，不知面对2尊8品金丹能否顶得住。看到万剑宗弟子不断被重创，甚至连那陈红长老也逐渐落入下风，陆晋眸色一沉，双手舞动间，万剑朝宗诀疯狂施展，蹭蹭蹭。他周身灵力弥漫散发，100飞剑于周遭虚空凝聚。与此同时，龙纹防御同时开启。下一秒，他身形随着上百剑流骤然冲出。这一瞬，虚空剧烈震荡，那股磅礴气息竟是连那战场中处于7品金丹境的长老都瞬间震撼到极点。这股气息似乎有着抗衡8品金丹的底气，可对方2尊8品，而且陈红长老已然负伤。楚天雄看到陆晋突然冲入战场，眸色也是一惊。万剑朝宗诀，你现在虽已凝聚百剑，可境界悬殊太大。楚天雄思忖间，陆晋的攻击已经轰向了蛇蟒二老。二人面色一惊，虽知道陆晋定会出手不凡，却没想到他招数竟如此凌厉霸道。那磅礴攻势若不全力应对，很可能阴沟翻船。联手！轰！二人没有丝毫拖沓，行动间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显然二人不止一次联手，已经相当默契。出手间，陈红长老瞬间被二人的攻势逼退，而二人身形闪掠之际，那巨大的蛇蟒虚影再次凝聚，对着陆晋的100剑流疯狂冲去。大蛇大蟒狰狞霸道，二人早就进入8品金丹，再加上那默契的联手攻击，战力绝非寻常8品可比。一声轰鸣，上百剑剑流与二人蟒蛇须相轰击在一起，骤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甚至一旁的陈红长老都目瞪口呆。陆晋所爆发出来的实力，隐约有着凌驾于他之上的错觉。噌！当上百飞剑彻底爆碎，那蟒蛇虚像也轰然炸裂，而陆晋因为修为悬殊，身形暴退，身形并不怎么飘逸，甚至被冲击的连翻了几个跟头，这才稳住身形。这一幕看在众人眼里，他无疑是彻底落入下风。可即便如此，他区区灵珠竟能爆发出如此强悍战力，已经让所有人瞠目结舌。而对此，陆晋倒是内心洒脱，虽说被震退，而对方仅仅倒退数步，可他是以1敌2，而且有龙纹防御，他看上去狼狈，
实则半点伤害都没有。能做到这一步的天才，万中难出其一。小子，你找死！而感受到陆静的恐怖，蛇蟒二老的面色也是变得相当难看。杀了他！二人对视一眼，旋即再次凝聚蛇蟒虚像，根本不给陆静喘息的机会。陆静眸色一沉，万剑朝宗诀100剑流，显然不敌对方联手。于是他掌心一道赤色火焰瞬间腾起，他要施展的正是孽火镇狱剑。我万剑宗弟子，你也敢动？而就在此时，忽然一声惊雷般的喝声传来，虚空震荡间，一道人影降临而下，正是楚天雄。楚天雄！蛇蟒二老面色大变。二人之所以敢出手，无疑是之前并没有探查到楚天雄那强大的气息，却没想到楚天雄竟会突然出现。楚天雄降临场中的瞬间，一群长老弟子面色也是变得激动起来。是宗主大人亲临了。宗主战力高深莫测，这蛇蟒二老逃不掉了。这已经是宗主大人第2次为陆静师兄亲自出手了吧？羡慕啊！众人议论间，楚天雄却看也不看其他人，而是一双眸中看着陆静，气宇轩昂道：陆静，看清楚了，万剑朝宗诀是这么用的。咻咻咻！话音未落，他周身灵气呼啸而出，带着尖锐之音，将所有人震撼得满目惊恐。而那道道尖锐破空之音划过，每一道声音伴随着一道飞剑凝聚而成，飞上头顶，竟是足足300飞剑悬浮，形成密密层层的剑网，对着那蛇蟒二老骤然爆射。不好，他这是要杀了我们！蛇蟒二老眸光大骇，速速动用化龙秘术。轰轰！二人面对惶惶威压，再也没有半点保留。楚天雄的强大深入人心，他二人原本就很是紧张，此时看到那300飞剑爆冲，直接动用最强杀手锏。哪怕这杀手锏对二人来说也是相当具有难度，甚至一旦施展便会遭遇反噬。可眼下为了保命，二人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吼！二人身上灵气爆发，大蛇大蟒气息骤变，竟是连成一体，融合成了一道龙影虚像。凭你二人也配化龙？楚天雄气势磅礴，300飞剑闪电般爆刺而下，每一把剑都在与对方武学虚影对撞之下爆炸成一片乱流，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力让二人触目惊心，不断倒退。而看着这一幕，陈红等人激动不已，在他们眼中，宗主就是一尊无敌的存在，他们从未真正见识过其盖世绝学，今日难得一见，个个振奋连连。而陆静在这个过程中却是继续吞噬那狂暴乱流，增加自身修为。只是当他看向那楚天雄身影之时，忽然一股奇怪的感觉浮生而出。宗主的气息不对劲。可就在这一瞬间，双方的攻击彻彻底底地轰在了一起。轰狂暴的气息比起之前更为强悍，那蛇蟒二老在300飞剑的不断轰击之下，龙形虚影彻底爆炸，二人的身形也是狼狈倒射而出，口喷鲜血，气息也是瞬间萎靡了下去。然而就在所有宗门弟子激动之时，却愕然地看到楚天雄那一道身影竟然也是一口鲜血喷出，气息比起那蛇蟒二老还要萎靡。宗主！陈红等长老立刻飞跃而去，一番查看之后立刻色变。宗主大人，这是中毒了。怎么会这样？难道是那蛇蟒二老暗中下毒？几位长老议论间，楚天雄却摆了摆手，艰难开口道：我中毒之事切莫对外声张，尔等速速出手，先将那蛇蟒二老解决，就地格杀。听他这话，陈红面色微变，皱起眉头问道：可是宗主，他二人身份非凡，更是与血月圣地有牵连，若是真让他二人死在我万剑宗……然而就在此时，2声惨叫突然响起，众人急急转头望去，却看到那蛇蟒二老的脑袋已经飞了出去，血腥瞬间扩散，而杀了他们之人赫然便是陆静。这一幕让众人面色直接变得复杂起来。楚天雄望着这一幕，倒没有半分担心，反而脸上露出一抹畅快的笑意。陈长老，你这魄力倒不如一名弟子了。陈红深吸了一口气，没有说话。陆静灭了蛇蟒二老之后，将他二人手中那剑全部收了，然后朝着楚天雄这边飞跃而来。宗主，你感觉如何？陆静眼眸一扫，一股精神力渗透而入，眸色也变得担忧了几分。经过之前的精神力轮盘的锤炼，他现在的感知力颇为敏感，探查到楚天雄体内那股剧毒气息后，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无妨，楚天雄说道，声音依旧带着威严气度。其他人等收拾战场，陆静，你随我来。陈红等人皱了皱眉，却听命去做了。而陆静则是带着重伤被剧毒反噬的楚天雄，回到了宗主独有的修行场所。宗主大人，您的伤势很重。陆静实事求是地说道。本座知道。楚天雄点了点头，吞下一枚丹药后，稍稍恢复了点气力。我所中之毒，乃五毒血尊的混元奇毒，唯一的解药已经随着他的陨落而落入赤焰火山中了。
楚天雄苦笑一声，微微摇头。不过既然要命绝于此，那也没啥好可惜的。我倒是比你那师尊玄云子多活了3年，也多做了3年大事，唯一遗憾的是不能手刃血月老祖。陆晋闻言皱眉，宗主大人，您之前大可不必出手的，您已经将剧毒逼入左手，那个时候您哪怕自断手臂也还有救命之法，可现在……听陆晋这么说，楚天雄却笑了笑道，那万剑朝宗诀你可看清楚了？陆晋点头。楚天雄忽然豪迈笑道，那就值了。陆晋笑了笑，忽然正色道，多谢宗主。楚天雄皱了皱眉，看他如此态度，会心一笑。陆晋，你应该知道本座的心思。陆晋点了点头，没有否认。该说的之前都说了，楚天雄的心思已经很明显了。不过陆晋却道，宗主，五毒血尊已经被你杀了。楚天雄点头，血使者联盟之人，本座都要杀。陆晋闻言沉眸道，那能解你体内混元奇毒的，应该只有他师尊了。此话一出，楚天雄皱眉，陆晋，你是说？陆晋，不错，相传五毒血尊早年间有一个师傅黄雀药师，后来隐居在仙雾岛，多年闭关不出，关于他的传说已经不多了。说完，陆晋一笑，为了宗主，弟子愿前往一试。这话一说出，楚天雄那一张坚毅的脸上忽然浮现出一抹动容，却被他很快的遮掩过去多少年了。世人只知道他是高高在上的万剑宗宗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顶级强者，却从未有人能如此靠近他，关心过他。当然，他一心复仇，他人生的指向，所有一切都在为复仇做准备，却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因一句关心的话而内心微颤。陆晋，仙雾岛可不是什么太平之地，其中颇多凶险，导致很多顶尖强者都不敢贸然涉足。至于那黄雀药师，生死不明，下落不知。宗主，弟子心意已决。陆晋忽然说道，眼神坚定。楚天雄看着他这双眼眸，还想说些什么，却最终没有说出口。好，既然你意已决，那你万事小心。陆晋点头。楚天雄翻手拿出一块玉牌以及一枚传音符，若前往仙雾岛找到此人，或许胜算会更大。多谢宗主，该我谢你，有劳了。陆晋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接过那传音符与玉牌之后便离开了。楚天雄看着陆晋离开的背影，虽在承受身中奇毒的痛苦，可脸上却漾开一抹温和的笑容。陆晋，但愿你能不负期望，但愿有朝一日你能开启荡魔天书，号令圣堂使徒，全面覆灭血月圣地。想到这里，楚天雄翻开手掌，一片黑色雾气中，一本黑色书籍虚影缓缓浮现。若你能平安归来，本座便将这荡魔天书赐予你，这可是本座能搜罗到的唯一可抗衡血月老祖邪术的至宝了。陆晋离开万剑宗后，一路朝东飞奔100里后，停在一座山头稍作休整。从出关到现在，他一路前冲，炼制9重灵珠，凭借所有手段可敌金丹8品，已是相当满意了。以如今战力，一旦上了生死类，必能将那柳如烟送下黄泉。只是对方离开万剑宗后，也定会拼命修行，何况其背后不单单有杨巅峰这血月圣地之人做靠山，其体内那道隐晦气息更让人不得不防。想到这里，他倒并不那么急于求成了。到生死大战尚且有些时日，他倒是想继续修炼，将万剑朝宗诀、孽火镇狱剑以及大演化龙诀，甚至于精神力轮盘的修炼再度提升一个档次，到时候胜券更大。而且如今暗流涌动，他对楚天雄的圣堂初不了解，那血月圣地之事却知之甚少，甚至于他都不知道那以血月咒害死了自己师尊玄云子的血月老祖究竟达到了什么境界，连子府境的楚天雄都复仇无望。念及于此，思绪繁多，他摇了摇头，旋即将一块玉佩拿了出来。身世之谜，貌似我现在修为尚浅，还不足以探知这玉佩中的秘密，有朝一日必水落石出。对于这块玉佩，陆晋之前也试图探查一番，可如今无论以他的灵力还是精神力，都无法探寻分毫。那玉佩似乎被一道神秘力量笼罩，他无能为力，吹着山风，望着匍匐脚下的尘世。陆晋收敛心神，继续踏上前往仙雾岛的路。仙雾岛，黄雀药师，对他来说，此人也只是存在于数年前的传说之中罢了。他此番前往，且不说这位被楚天雄杀了自己徒弟之人会不会答应他的请求，单单传言中仙雾岛上那些五花八门的吃人妖兽，就让此番行动如履薄冰。前方100里便是仙雾岛，左侧30里便是宗主口中那人的修行之所。傲立虚空，陆晋看向左侧，群峦叠嶂中一片白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嗡，他将楚天雄给的那枚传音符捏爆，然后把玩着那块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玉符，不知此人是何方神圣，竟能让宗主对之刮目相看，希望仙雾岛之行，你也能让我开开眼。没过多久，前方缥缈云雾中出现了一道人影，
竟是一名衣袍翩跹的妙龄女子。她长相颇为柔美温婉，长发如瀑，白衣胜雪，脚下一只青鸟羽翼猎猎，飞越巍峨山峦，来到了陆晋面前。看到女子绝美脱俗的容貌，陆晋无疑被惊艳到了。他未曾想过楚天雄让他带着一同前往仙雾岛之人会是如此年轻女子。愣神之际，本打算客套一下，却忽然听到脑海里青莲女帝的声音悠悠响起：“长得不赖嘛。”一句话说出，陆晋皱眉，暗中问道：“女帝大人，这是将破妄魂果炼化干净后闲来无事了？”青莲女帝不回答他，声音又消失了。陆晋撇撇嘴，却不想那白衣女子看见他撇嘴的样子，皱眉露出不解，却马上嫣然一笑，朱唇轻启：“这位公子，想必是你找我。”陆晋立刻回道：“在下陆晋，失礼失礼。”白衣女子噗呲一笑：“陆公子不必客套，既能拥有堂主大人的传音符，那公子也必是堂主所看重之人。堂主有令，万死不辞。”白衣女子这般话语与态度，倒是让陆晋微感意外。不知姑娘尊姓大名？白衣女子一笑，旋即一道玄光从掌心打出，瞬间钻入陆晋手中玉牌中。那玉牌符文闪烁了一下，其上便浮现出一道讯息：龙熹微，猎妖师，擅长授语术，盛唐使徒，编号05。看到这道讯息，陆晋眸色一变，姑娘是一位猎妖师？失敬失敬。龙熹微灿然一笑：“同道中人，不必如此见外。”陆晋点点头，然后道：“龙姑娘，这编号？”龙熹微道：“堂主组建盛唐初期，前30加入盛唐的会进行武力值测试，小女子侥幸排在了第5，如此而已。”陆晋闻言暗暗点头，能排在第5，足以说明这龙熹微定有过人之处。只是他并没有不礼貌地去探查人家的修为，既然是楚天雄举荐，想必他定能在仙雾岛中帮自己一把。陆公子，这次是什么任务？龙熹微问道。我这次要前往仙雾岛，寻找黄雀药师，让他炼制解毒丹药。龙熹微柳眉微微一皱，却没说什么，点了点头。陆公子请上来吧。看到龙熹微请自己上那青鸟坐骑，陆晋犹豫了一下，旋即飞身而上。仙雾岛位于万剑宗东部一片云雾海中，那片岛屿终年被缥缈的云雾笼罩，像是仙山福地，却让不少修士望而生畏。只因那片靠近大陆的海域岛屿成片，其上栖息着种类繁多的妖兽，没有特殊手段，想要在其中生存，无疑痴人说梦。陆晋随着龙熹微驾驭的青鸟一路疾驰，路上倒是简单的交流了几句，却对彼此的身份依旧没有过多了解。盛唐使徒之间有共同的目的，只要认准最终的目标，便可一同行事，至于其他倒是无关紧要。所以当二人行至云雾海后，陆晋对龙熹微也依旧陌生，甚至陌生到对方都不知道他的这次行动是为拯救堂主楚天雄。不过有堂主玉牌，他倒是不用担心对方会不会尽力。入眼处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朦胧云雾，以及下方不断翻滚的海水。闻着那咸腥味，陆晋微微皱眉。对于这仙雾岛，他无疑是陌生的，若单凭感觉走，显然要无头苍蝇一般，效率极低。似是看出陆晋的心思，龙熹微笑了笑：“陆公子不用担心，我对这一片仙雾岛虽不是很了解，却也知道何处是人类修士活动之所，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能打听到讯息。”陆晋点头：“有道理，劳烦龙姑娘带路。”龙熹微颔首点头，驾驭青鸟直奔前方一座巨大岛屿。而就在那青鸟飞至海面上空，忽然一声秦鸣刺破虚空，侧方高空之上，一头巨大猛禽从海雾之中急速俯冲而来，一双巨大的瞳眸迸射出血红之光。不好，是银鳞海鸮！龙熹微美眸一皱，面色顿时紧张了几分。陆晋看到那银鳞海鸮后，同样眸光一变，好强大的妖气，这足以媲美人类金丹7品修士了。他倒是不担心自己这等境界已无法对他构成威胁，而龙熹微此时的表情以及他的青鸟那颤抖的身躯，似乎说明他们还是颇有些忌惮的。陆公子抓紧了，这次可能会有些棘手。而就在陆晋打算出手之际，龙熹微却忽然开口了。随着他话音落下，忽然他手中一道蓝色光芒冲了出去，一股怪异的气味腾的一声扩散而开。陆晋眉头微蹙，抬眸便是看到那迎着银鳞海鸮冲去的蓝光，竟须臾间幻化成一只巨大蓝色猛禽，体型比起那银鳞海鸮庞大10倍不止。那巨大虚影气息滚滚，甚至仰天一声长鸣，恐怖的波动竟是连下方海水都震荡出数丈高的狂澜力。这震慑的一幕让那银鳞海鸮血色眸光骤然收敛，弥漫上浓浓的惊恐之色。那急速俯冲而下的身躯也刹那间狂震羽翼，须臾调转方向，朝着远空逃遁。可那恐怖气息却还是将青鸟震慑的飞掠至低空，差点就要冲进那叠起的浪潮中去了。不过那银鳞海鸮一走，这青鸟便立刻又冲上去，身上那轻微的颤抖也随之散去。莫怕莫怕，小青最勇敢了，赏你的。龙熹微从那戒中取出一枚丹药，青鸟一口吞下，
翅膀震得越发欢快起来。龙姑娘好手段！陆静看着那虚空之上巨大的猛禽虚影逐渐消散，发自内心的夸赞道。龙熹微摇头一笑，说来惭愧，打不过人家，才出此下策嘛。说完，他摸了摸青鸟那柔顺的羽毛，倒是把小青吓坏了，希望这小家伙能赶紧成长起来。陆静问道：这青鸟几岁了？龙熹微道：他才5个月大。陆静一愣，对于这种猛禽，他倒不是很了解，5个月就成了庞然大物，好厉害！龙熹微微微一笑，他是我捡的，我希望我能陪他安全长大。说完，他眸色忽然看向前方。我们到了。陆静转身看去，下方出现一片巨大岛屿，其上几乎全被山林覆盖，道道妖兽的咆哮冲上虚空，倒是有一股惊心动魄的味道。咻！青鸟俯冲而下，很快降临岛屿之上。身临其境，整片岛屿散发出来一股肃杀气息。小青，进来吧。龙熹微对着青鸟说道，掌心一道光晕浮现，高达数丈，那青鸟原地一跳，进了那光晕之中，消失不见。陆静笑道：龙姑娘好手段。龙熹微摆摆手，不足挂齿。走吧，前方有商家，买个消息去。这话一出，陆静眉头一皱，消息还能买？陆静内心疑惑，但也明白这龙熹微对此处比自己了解多得多，而且他之前出现的地方距离此处并不远，想必对这里的了解很是深入，不然楚天雄也不会让自己带他过来。想到这里，他不再犹豫，直接跟着龙熹微就朝着那仙雾岛深处走去。此处参天古木遮天蔽日，走在其中能感受到一丝丝凉意随着海风袭来，若没有那些传说中强悍妖兽的话，这里倒是一处难得的清静之所。曲径通幽，随着龙熹微一路前行，大约走了10多分钟后，前方豁然开朗，一片参天巨木围拢的该星位置出现了一座飞檐翘角的楼阁。醉仙楼。陆静抬眸望去，赫然看到那楼阁牌匾上3个鎏金大字，从这里能买到一些信息，他们若出价合理，我们倒是能事半功倍。听龙熹微这么说，陆静点了点头，目光却又看向这醉仙楼周围。此处除了一座醉仙楼外，四方大地之上趴着几十头体型庞大的妖兽。当看到他们后，那一群大妖兽同泛红，虎视眈眈无疑，他们全是醉仙楼豢养的大妖。这醉仙楼倒是颇有能耐，此处的大妖个个都比之前遭遇的银鳞海鸮强大得多。看陆静眼神变了，龙熹微一笑道：陆公子不用担心，这些妖兽都是醉仙楼豢养的守护兽，只要咱们按醉仙楼的规矩做事，一切无碍。闻言，陆静点头，然后朝着那醉仙楼正门处走去。而就在这时候，忽然一群人从另一边走了过来。哈哈，还真是冤家路窄。对面为首一人乃是一个年轻男子，当他看到龙熹微的瞬间，脸色便是一变，幸灾乐祸中带着几丝狰狞。而龙熹微看到对方，面色也忽然沉了下来，他话语冷漠，不容置疑：宋温，我已与你再无瓜葛，你若再纠缠不清，就别怪我不留情面。闻言，那宋温面色一凛：的确，你逍遥谷与我宋家经过之前一战，2败俱伤，各退一步，是再无瓜葛。可本公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可是宋家第一天才，你胆敢退我的婚约，龙熹微，你以为我真的会善罢甘休吗？宋温说完这话，然后看向旁边的陆静，眸色瞬间阴沉下来。哼，退我的婚，另寻新欢。龙熹微，你找的这个家伙连金丹境都没有，他凭什么？龙熹微面色一变：你休要胡说，我与陆公子并没有你想的那般肮脏。让开，若再纠缠，宋温，你知道我的手段。龙熹微说着就要绕过去，却没想到这话直接将宋温激怒了。哼，龙熹微，你以为凭你的手段能跟我宋家3位长老抗衡不成？宋温自己的实力在金丹1品，但跟在他左右的3位长老却全部都是4品金丹境，有如此强者伴随，他自然是有恃无恐。而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那3位长老也是直接站出来挡住了龙熹微的路。你，龙熹微眸色凝重，没想到刚来到这里就遇到了死对头，果然是冤家路窄。呵呵，怎么怕了？放心，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倒是对你的这个新欢有点兴趣。宋温走向陆静，一脸蔑视，压根没将他这位灵珠境的修士放在心上。小子，我的女人你也敢抢？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怕。他话音还没落，一声清脆巴掌声突兀响起，那宋温捂着脸原地转了3圈，懵了。混蛋，你敢打我，老子弄死你！轰！宋温突然暴起，一拳对着陆静轰了过去。然而他的攻击像是轰入棉花里，连个声音都没有，反倒又是一声清脆的耳光响起。他另外一边脸也青紫一片，很快肿了起来。区1品金丹，你嚣张什么？陆静话语淡然地甩了甩手，一脸嫌弃。你
宋温彻底懵了，不明白自己身为金丹强者，怎么连一个灵珠境的修士都打不过，而且他都没看清楚对方怎么出手的。此时龙希微的面色也浮现出一抹意外，在他眼里，陆静无疑也是一个灵珠境罢了，至于如何被堂主楚天雄看中，肯定他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手段。可从刚刚这一幕看来，他似乎不光隐藏了手段，更是隐藏了修为。你休想英雄救美，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给老子弄死他！宋温一声令下，3名长老顿时就朝着陆静围攻过来。陆公子，你先走。龙希微却一步踏出，挡在了陆静前面。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连累了你。见龙希微俏脸上满是担忧，陆静淡淡一笑：龙姑娘不用紧张，凭他们还翻不出什么浪花来。陆静话落，一道灵气从体内瞬间爆发，狂暴气息竟是瞬间将对方3人的气势压了下去。什么？这不可能，他不过区区灵珠境，定是靠着什么法宝要将我等吓退。哼，虚张声势，看招！轰！3名长老不由分说，杀意滚滚而来。吼！可就在这时，忽然那醉仙楼下一头妖兽爆发出一声咆哮，声浪剧烈，震荡的周围树木簌簌掉叶子。住手！我醉仙楼前可不是2等撒野的地方。妖兽咆哮声落，一道呵斥之声传来，那3名长老立刻散去全身气息，看到来人后，面色也变得恭敬谦卑了几分。那宋温虽满心怒火，却也在此刻强行压制了下来，只因这醉仙楼得罪不起。不说别的，单单一头妖兽就能将他们所有人秒了。见过吴先生。看到来人后，那宋温恭敬抱拳。那被叫做吴先生的男子身材矮胖，像个笑面虎，原来是宋家宋温公子。怎么闲来无事来我醉仙楼打闹？那宋温立刻道：不敢不敢，此番前来是为家父寻找药材，特意来醉仙楼购买关于天品灵药的消息。在醉仙楼强者面前，他不敢有什么隐瞒。天品灵药？吴先生眼神微眯，旋即一笑：好，既然是购买信息，那就进去坐坐。说完，他目光看向陆静2人，却依旧是笑脸相迎。若2位也是前来采购，还请一并前往。闻言，陆静2人没有多说，然后点头随着那吴先生一同进入醉仙楼。只是那宋温几人阴沉的眼神却似乎能杀人一般。陆公子，采购之后立刻离开，我等绝不与宋家纠缠。龙希微靠近陆静，低声说道。陆静一笑，注意力却在他靠近时身上传来的特殊香味上。醉仙楼内，那吴先生将几人引入大堂后，伙计立刻端茶倒水，伺候周全。陆静随着众人一同落座后，顿时一股精神力弥漫开来，赫然能感受到这醉仙楼上方有数道强大气息坐镇。而在这群气息强大者中，有一道气息最为隐晦，却让他眉头微皱，精神力。在他探查之时，那隐晦气息却也弥漫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竟与他的精神力来了个暗中相撞。不过这里可是醉仙楼，他并不了解，于是立刻收回心神，面上古井无波。而当他收回心神的瞬间，那醉仙楼最顶层一道盘膝而坐的老者身影忽然睁开了眼睛。难道我醉仙楼来了位炼丹师？这股精神力好生怪异，磅礴却又散乱，好像没正儿八经修炼过，却貌似又蕴含恐怖的杀伤力。老者疑惑间，精神力再度弥漫，这一次他小心翼翼收敛了之前的大张旗鼓。大堂内，吴先生皮笑肉不笑，不知宋公子要找的天品药材是何物？我醉仙楼明码标价，只要有这个信息，定会奉上。宋温闻言立刻说道：家父被逍遥谷的人重伤，此番必须寻得天品灵药纯阳甘露参才可医治，不知这纯阳甘露参的信息，吴先生可有？纯阳甘露参？吴先生皱眉，这纯阳甘露参能入选天品灵药，一来是因其强大药效，再者是因其生长条件非常苛刻，数量极为稀少。不过仙雾岛倒是有这个消息，据醉仙楼情报记载，黄雀药师曾于仙雾岛阳极石缝中得到过一株，这条消息免费，不知宋公子可否想知道黄雀药师的消息？宋温皱眉，然后道：还请先生开价。吴先生点点头，黄雀药师踪迹飘忽不定，我醉仙楼却能锁定其位置，这个情报收你2万灵石，交个朋友。咕嘟，这话一出，那宋温面色骤变，甚至忍不住吞了口唾沫。2万灵石，这……吴先生皮笑肉不笑，怎么，宋公子对这个价格不满意？我醉仙楼开门做生意，童叟无欺，若不满意的话，此次交易取消便可。宋温强压心头的恼火，这醉仙楼只是出了个情报，就要价2万，怎么不去抢？可如今家父伤势极重，若没有纯阳甘露参的话，性命堪忧。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抬眸看向龙希微，咬牙切齿。都是因为他，逍遥谷强者才会与家父两败俱伤，才会落入如今这等地步。而看着他那几乎能杀人的眼神，
龙希微别过头去，看也不看，直接将其无视。不，吴先生您误会了，2万灵石能得到天品灵药下落，我宋家要感谢吴先生。闻言，那吴先生一笑，既然如此，成交。而听到他们的话，龙希微与陆晋二人对视一眼，陆晋分明从龙希微眼中看出一抹复杂。他们此番前来，正是为寻找黄雀药师而来，却不成想对方为了寻找纯阳甘露参，竟最后也要找寻黄雀药师的下落。二位，你们需要什么情报？这时候，那吴先生看向陆晋二人，龙希微看向陆晋，没有说话。陆晋明白他的意思，2万灵石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在逍遥谷中每个月的灵石数量也才不过100，而且他似乎不相信陆晋能拿出2万灵石。陆晋笑了笑，转头看向吴先生，实不相瞒，我此番前来也是为寻找黄雀药师而来。哦，这倒是巧了。吴先生一笑，旋即说道，既然如此，那也收你2万灵石。闻言，那宋温面色一变，什么？你们故意的吧？龙希微冷漠道，我们本来就是来找黄雀药师的，怎么谁说只允许你们找，我们不能找？宋温眸色冰冷，笑道，好好好，既然你们也找，那路上你们可要小心点。龙希微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然后看向陆晋，陆公子，2万灵石，不如咱们另寻他法。龙希微显然在为陆晋考虑，呵呵，怎么付不起吗？付不起还敢来醉仙楼？宋温顿时就嘲讽起来，龙希微，你找的男人也不怎么样嘛，要修为没修为，要灵石没灵石，我就不明白。啪！然而就在他说话间，又是一道清脆的巴掌声传来，那宋温原本肿胀的脸又大了一圈。小子，你3番2次欺辱我家公子，这笔账我等记下了。宋家3名长老几乎异口同声，他们内心暴怒，可在这醉仙楼中却只能压抑。哦，记下了，被你们这些酒囊饭袋记住，倒是没啥值得骄傲的。陆晋淡淡说道，气得那几人面如猪肝，阴晴不定。在我醉仙楼内打人，小子，你是不懂规矩吗？而看到陆晋在自己跟前动手，那吴先生的面色也变得阴沉几分，却依旧是一副笑面虎的样子，只是那眸光中浮现出一抹寒意来。辱人者不打留着干啥？陆晋挑眉冷笑反问，这里可是醉仙楼。陆晋竟敢反问，这让那吴先生话语也变得生冷几分，说话间一股气息从其体内弥漫而出。在他看来，陆晋非但没有将醉仙楼放眼里，更有可能连2万灵石都付不起。所以既然不是朋友，又做不成生意，这样的人他没有必要给他留面子。哼哼，小子，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连醉仙楼的吴先生都敢得罪，你简直就是找死。看到吴先生这般态度，那宋温等人面色顿时浮现出幸灾乐祸。吴先生，这小子分明是没将醉仙楼放在眼里，哪像我们不管遇到多大屈辱都忍着，我们这是心里装着醉仙楼和您啊。这马屁拍的吴先生很是舒坦，他淡淡冷笑，然后看向陆晋，你们既然不买情报，那就请缴纳5000灵石的罚款，毕竟你们破坏了醉仙楼的规矩，罚款也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闻言，龙希微顿时就不干了，原本的忌惮在这一刻似乎荡然无存。5000灵石，你怎么不去抢？明明是他们挑衅在先，吴先生，您亲自在场，可要明辨是非，醉仙楼的名声可不能折损在您的手里。这话一出，吴先生面色更冷，他挑眉居高临下看着龙希微，你在叫我做事？今日若不交出5000灵石，休想走出醉仙楼。吴先生周身灵气扩散，气息滚滚，却并没有动手，反而在他气息涌出的瞬间，醉仙楼周围那些趴在地上的树头守护兽纷纷咆哮起来，每一声咆哮都震耳欲聋，压迫感十足。龙希微面色紧张不已，这醉仙楼显然是他们得罪不起的，甚至他此时都有些后悔带陆晋前来了。陆晋眯着眼睛不便喜怒，那宋温等人却极度幸灾乐祸。龙希微，你们敢忤逆吴先生？这里可是醉仙楼，莫说是你，就是你师父亲自前来，在吴先生面前都要恭恭敬敬，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还不赶紧跪下来给吴先生赔罪？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个道理都不懂。听着众人嘲讽，龙希微银牙紧咬。宋温，你我之间的仇怨，不要强加到陆晋公子身上。吴先生，今日之事是他们故意挑唆，还请明辨。吴先生眸色一寒，气息笼罩龙希微身上，竟是压迫得他浑身一颤。你再说我不明是非。吴先生哪怕是此时，也是皮笑肉不笑，那面色看上去颇有些瘆人。我的人，你也敢动？看到龙希微被欺压，陆晋浑身一颤，一股灵气瞬间将吴先生的气息震碎而去。小子，你活腻了！吴先生被陆晋顶撞，顿感威严不存，
手掌抬起，灵气疯狂在指尖凝聚，宛若小型飓风，酝酿出一股摄人心魄的恐怖威压。住手！就在这时，一道苍老但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声音从楼上传了下来。那吴先生顿时眉头一皱，立刻散去全身气息。是，大人。那声音再次传下来，将这位陆小友带上3层。此话一出，那吴先生顿时面色一变，眼神中似乎浮现出一抹不可思议。大人，是3层吗？他不敢置信的又询问了一句，似乎要再三确定一下才敢从命。不错，陆小友，请。那声音传下来，陆静却听不出其声音是喜是怒。3层，这……龙希微闻言，美眸也浮现出一抹错愕来。那宋家几人的面色也变得颇为吃惊，看陆静的眼神也发生了急剧转变。炼丹师？难道他是个炼丹师？只有炼丹师才有资格被召唤到醉仙楼第3层。哼，先别急，炼丹师又如何？进入醉仙楼第3层的精神力修炼者不少，可这么多年来能通过第3层考验的人却没几个，区区一个精神力强点的家伙罢了，没必要担心。宋家几人说着，虽语气很硬，可眼神却发虚。哦，陆静抬眸皱眉，3楼。那说话之人什么身份？吴先生态度大变。陆小友，上方之人可是我醉仙楼楼主。闻言，众人再次一惊，虽然猜到了那人身份，但从吴先生口中说出，众人还是忍不住惊讶。醉仙楼楼主，那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人物，神秘莫测，寻常之人根本无缘得见。而此时此刻，此人竟就在他们楼上，无缘无故上3层，不给个说法吗？陆静悠悠说道。吴先生眼眸一眯，笑道：陆小友有所不知，这3楼可是我醉仙楼的一处精神力测试之所，但凡能通过测试，我醉仙楼必将其奉为座上宾，好处无穷。陆静一笑，先免去我这2万灵石，我再上去。此话一出，吴先生一愣，陆小友，这我可做不了主啊。那宋温等人磨牙讽刺道：小子，你当真妄自尊大，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3层考验呢，就狮子大开口。呵呵，你以为没通过考核之前，醉仙楼会对你以礼相待？做梦呢！就在这时候，那楼上的声音又传下来：区区2万灵石罢了，陆小友，本楼主给你免了，还请速速到3层来。这话一出，连龙希微的面色都变了。陆静身上或许藏着什么大秘密，自己发现不了，却被那楼主发现了。宋温几人面色更是吃了苍蝇般难看，本想嘲讽对方，却没想到小丑竟是自己。请。吴先生毕恭毕敬做出了个请的动作。陆静点头，旋即转身对龙希微一笑：等我。龙希微点头：陆公子小心。当吴先生将陆静引上3楼后，他马上就退下了，似乎这3层他没有资格多逗留1秒。陆静目光扫视，整个3层之中，除了中间位置有一块黑色石碑外，空无一物。陆小友，这精神力测试灵碑乃是奇物，万里少有，你若能测出精神力天赋，或者说有成为炼丹师的潜质，以后就是我醉仙楼的贵客。当然若无法测出，那也无伤大雅，今日那2万灵石，本楼主给你免了。陆静闻言一笑道：这便是你的测验。那声音道：看上去简单，不过这灵碑中却有碾压精神力的修炼阵法，若陆小友不急着走的话，倒是可以将精神力打入阵法之中进行一番修炼，说不定一番刻苦之后，精神力测试可以更进一步。陆静点了点头，他倒是想看看这灵碑之中的阵法有没有自己的精神力轮盘威力大。翁在那灵碑之前盘膝而坐，陆静精神力沉入那石碑阵法空间，顿时一股压迫之力席卷而来，周围空间似乎都变得扭曲，尖锐的痛苦也随之呼啸袭来。倒是不错，只可惜比我那精神力轮盘差太多了。精神力凝聚成人形，在那阵法之中游走，而周围阵法爆发出来的道道精神力攻击也开始被他反击击溃。轰！每一次反击，那精神力阵法便爆发出剧烈震荡，而每一次震荡都让那安静盘膝而坐的老者眉头皱得更紧。好家伙，好家伙，这小子，这臭小子！操！老者越发的坐不住了，甚至到后来哐的一声站起来，那佝偻的驼背身姿竟也挺拔了几分。而没过几分钟，陆静便将精神力从那阵法之中收回，然后他再次看向那眼前测试灵碑，眸色玩味。我倒也想看看我的精神力在什么层次。之前虽经历了精神力轮盘的淬炼，陆静却并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力现在在什么层次。这次的测试倒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收敛心神，他看着那测试灵碑，旋即一道精神力瞬间猛冲而入。翁石碑之上出现一道翁名，随之而起的是道道耀眼光华，那光华爆射，顷刻间竟是将整座醉仙楼都笼罩其间，看上去颇为夺目。而这一瞬间，
整个醉仙楼内所有人，甚至周围那些妖兽，都被这道光华震惊得双眸愕然，纷纷观望。咕嘟，顶层之上，老者忍不住狂咽唾沫，他立刻暗中传音：所有人速速随本坐下去，迎接贵宾。醉仙楼震荡，所有强者齐齐出动。而此时的路径测试也才刚开始，随着嗡鸣之音不断响彻，光华也是越发璀璨，赤橙黄绿青蓝紫，一直到最后的黑色光华弥漫，他才皱着眉头收敛起来。这到底达到了什么层级？若我再继续的话，这石碑怕是要爆了。他纠结了，这测试石碑内能承受的精神力似乎已经到达极限，他清晰地感觉到这石碑在颤抖，若不及时收手，这件宝物恐怕下一秒就会炸开，那得赔偿很大一笔吧。算了，还有机会。无奈地摇了摇头，他也没想到最后的结果竟是这样。而就在这时，一位老者忽然带着一群人闯入3层空间，这阵仗把陆静吓了一跳。诸位，我不是故意的。笑话。那一群来者个个都是金丹境，甚至还有更加恐怖的存在隐藏其间，他可不想节外生枝。陆小友，请受我等一礼。陆静一愣，怎么个意思？我做啥了？那老者走过来，神色激动万分。陆小友，今日起，你便是我醉仙楼贵客。不，你就是我醉仙楼的主人啊。这话说的陆静一时间像是做梦。请问您是？老朽冯梦道，乃是这醉仙楼楼主。今日得见小友神通，如见天人。小友的精神力万中无一，他日定会成为一方巨擘。若要我醉仙楼臣服，老朽100个愿意。陆静，这就臣服了？自己貌似就做了个测试，而且还是收着神通的，就给你们惊成这样，这帮人会不会误解了什么？陆静不明白了，只当对方一群人被什么东西给蒙蔽了。他此时只想速速离开，万一对方反悔，恐怕还要付2万灵石。那啥，我现在只想寻找黄雀药师的下落。好，老朽立刻帮你查询他的踪迹。陆小友可还有其他要求？没了。真没了。好，冯梦道说着，直接给了陆静一张地图。陆小友，这里就是黄雀药师所在之地，这地图你拿去，莫要嫌弃。陆静皱眉，接过地图，顿感一股怪异气息从那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地图上散发出来。这无功不受禄，陆小友看不起我，看不起我的话，你就不收。冯梦道脖子一横，那苍老的容颜竟浮现出一抹傲娇。好，我收下了，多谢。陆静不好再推辞，于是将地图收进那戒。既如此，那在下就先行告辞。这地方的人都很奇怪，他不想节外生枝，只想赶紧离开。好，我们送陆小友。请。冯梦道客客气气，身后一群强者也个个满脸堆笑，看着就很奇怪，让陆静心头发毛。这大名鼎鼎的醉仙楼，什么时候有了这等待客之道？陆静硬着头皮下楼，冯梦道等强者毕恭毕敬相随左右。而看到他们从上面下来，那吴先生以及1楼一群人瞬间原地懵逼。楼，吴先生刚要打招呼，那冯梦道却摆摆手：“你没资格说话。”吴先生顿时哑口，他懵了，眼看着自家楼主这位高高在上的强者，带着醉仙楼一群高手，对陆静这小子喜笑颜开的，像是伺候祖宗一样陪着。他不明白了，不过想起之前那璀璨光华冲天的一幕，他似乎隐约猜到了什么。而那宋温等人的眸色更是变得相当精彩。他们自然是没见过冯梦道的，但是看到这一群人客客气气护送陆静下楼，他们也彻底石化，根本不敢再说什么。龙姑娘，咱们走。陆静看向龙熹微，笑道。龙熹微也有点懵了，不过看在陆静眼里，他竟是有点萌萌的感觉，倒显得可爱了几分。好，咱们走。龙熹微没多说什么，他虽然也不认识冯梦道，但总觉得那老者就是醉仙楼当家人陆小友，后会有期。常来晚安呀。身后冯梦道声音传来。好。陆静答应着，然后抓住龙熹微的手臂，步伐都加快了几分。而这一幕恰好被宋温等人看到，不知这小子耍了什么手段，竟连醉仙楼的强者都忽悠了。你们看他那仓皇逃离的样子，其中肯定有诈。宋温自信满满的说道。他身上有秘密，我等速速付了灵石，然后去追杀他们。这是个机会，绝不能让他们跑了。好。宋温说完，一名宋家长老很快便肉疼的付了2万灵石，然后拿到情报后也很快离开了醉仙楼。楼主，我脸陪笑都僵硬了，难道这小子真有你说的那般厉害？是啊，楼主，您连有灵地图都送给他了，这可是我醉仙楼至宝。醉仙楼高层内心疑惑不解，那冯梦道却摆手道：“你们懂个屁！陆静小友的精神力强大程度难以想象，若我所料不错的话，他之前测试的时候是收敛了不少，不然你们以为测试灵碑还会在吗？”啊，楼主的意思是
他的天赋已经超越了测试灵碑的测试范围。不错，冯梦道感慨道，多少年才出现这么一个妖孽，若我醉仙楼不主动交好，那可是一大损失。对了，他不是要去寻找黄雀那个老东西，还有那宋家公子对他们恶意满满，你们暗中跟着，能帮上忙的话千万别犹豫。楼主的意思是帮陆小友宰几个牲口，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属下明白。陆公子，你做了什么？离开醉仙楼，龙希微终于问出了心头疑惑。陆静笑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就只测试了一下精神力，他们就那样的态度。龙希微问道，你可知那老者是何人？陆静，他自称楼主，谁知道是不是冒充的？龙希微，谁闲得没事敢冒充醉仙楼楼主？他看了眼陆静，微微摇头，意味深长，看不出来你竟还是一位炼丹师。陆静却摇头，我对炼丹师这一行一窍不通。龙希微，好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既然你不想说，我尊重你。陆静皱眉，我说的实话，真一窍不通。龙希微，是你一窍不通，你一窍不通，人家醉仙楼楼主主动谄媚，你一窍不通，一帮醉仙楼强者对你如此恭敬，亲自送你下楼，你一窍不通，秒省2万灵石。龙希微撇撇嘴，旋即问道，那楼主有没有告诉你黄雀药师的消息？陆静点头，将那幽灵地图取出，他说黄雀药师在这个地方。咕嘟，这话一出，陆静清晰听见龙希微咽唾沫的声音，这是幽灵地图。他满眼难以置信，盯着陆静手中的地图，那楼主冯梦道连幽灵地图都送给你了。陆静不懂什么幽灵地图，但从龙希微的反应来看，这东西应该也是件宝贝。他点头，人家非要送，不能不要吧？龙希微再三无语，你可知道这幽灵地图对醉仙楼来说有多珍贵？陆静摇头，一脸无辜，多珍贵都是对方送的，又不是他主动要的。这地图上附着仙雾岛上一群幽灵的印记，而那群游走在仙雾岛上的灵性生物会将各处的情报汇聚在地图上，这可是楼主的重宝。陆静一愣，旋即满意笑道，看来这冯楼主对我掏心窝子了。龙希微摇了摇头，不知为何陆静给他的总是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似乎自己对他的猜测也只停留在皮毛。既然有了地图，那咱们就按照这个路线走。龙希微说道，然后微微沉眸，不过后面那宋家的几个家伙一直在跟踪我们，要不要将他们甩掉？陆静微笑点头，不过至于这宋家人在往后的那数道气息，他倒是没有明说，他们带着什么样的目的而来，他不放在心上，只要能拿到解药，其他都是浮云。走到前面，我想办法。龙希微对着陆静点点头，然后二人便继续在这参天林间一路穿行。而在二人行走一段路程后，陆静忽然问道，龙姑娘，前面好像有一群妖兽挡路，要不咱们绕一下？龙希微却笑道，我找的就是他们，跟我来。说着他竟是对着那群妖兽所在的地方加速走去。好，陆静跟在后面，这群妖兽的实力参差不齐，不过最强大的一头也足以媲美3品金丹境。当二人与这群妖兽近距离接触后，龙希微忽然潭口微张，手中一道符纸飞出，随着他口中声音发出，瞬间燃烧成为灰烬。然后陆静就听到一连串他听不懂的话语从龙希微唇间发出，兽语术。他微微蹙眉，倒是对这种奇特的术法感到意外。而果然随着他声音发出，原本对二人虎视眈眈的一群大妖兽瞳中的血红色泽竟是很快消失，然后缓缓起身，让出了中间一条路，似乎让二人过去。走。龙希微对陆静唤了一声，然后二人便从一群大妖中间穿插而过。而当二人走过去后，陆静视线里那一群大妖的目光竟是再次弥漫出血红之色，甚至比起之前还要红，一副嗜血的神色。只是所有妖兽虎视眈眈的方向赫然便是他们身后的路，也正是宋温等人的来路。龙姑娘好手段，陆静笑着夸赞道。龙希微俏脸一红，摆摆手，不过小把戏而已，恐怕也拖不住他们太久，毕竟对方那3位长老的实力可完全在这群妖兽之上，我们需要快点了。他们也是去找黄雀药师，我们必须捷足先登，不然万一他们先找到，说不准会对咱们使什么样的绊子。龙姑娘考虑的周全，那我们走吧。陆静点点头，然后二人再次提速，朝着仙雾岛深处行去。而当二人没走多远，后方那一片妖兽看守之地便爆发出一阵轰鸣之音，咆哮声、兵器声，甚至咒骂声，混乱不堪。仙雾岛巨大无比，周围还有无数岛屿星罗棋布，其上地形奇特，沼泽湖泊沟壑纵横，哪怕路径有幽灵地图指引，也禁不住感慨此地的复杂。好在各种复杂环境里穿行了许久之后，终于抵达地图上那黄雀药师所在之地。只是这地方也仅仅锁定了大概的范围。终于到了，
不过这里的气息好像不对劲。二人眼前出现一片荒草丛生之地，而在那大片荒草中，无数碎石叠起一座座宛若雕塑般的造型，高低错落，不明何物。这里倒是跟预想的不一样，黄雀药师难道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陆静挑眉，这里像是御兽者的手笔。龙熹微柳眉微蹙，这些石头是特殊阵法，对人类无用，却对妖兽有致命的操控力。身为猎妖师，他对这种情况倒是颇为了解。难道那黄雀药师是一个御兽者？不，这御兽者另有其人。龙熹微眸光扫视一周，最后定格在那一片荒草之地的某个方位。没想到此地竟隐匿了数千妖兽。陆静闻言，精神力弥漫开去，倒是察觉到不少气息纠缠在一起。可如此之地，理应妖气弥漫，此时却像是被一股力量全部压制住。这是御兽者打造的超级大阵，如此阵法恐怕要历经数年才能完成。龙熹微似是发现了什么，俏脸上布满震惊，他指着前方一个地方，那边是阵法的唯一生门，其他地方全部都是死门。陆静随着他所说地方看过去，忽然察觉到只在那生门之地有着人类气息存在，方圆数里都被大阵封锁，而唯一的生门有人类修士把守，看来这是要抓什么难缠的东西。可到底要抓什么东西，需要准备数年，这阵法很恐怖。龙熹微缓缓说道，眼神中有着一抹紧张。陆静点头道，是很恐怖，毕竟是花了多年时间打造，而我们要找的黄雀药师恐怕在阵法内部空间，幽灵地图上标示的叫做药王秘境，看来我们是要闯一闯了。龙熹微道，除了生门能安全进入外，别的地方有不明数量的大妖看守，一旦触发阵法，所有大妖将会群起攻之，到时候进退两难。陆静点头道，那就走生门一探究竟。这时候那生门正位处出现了几道人影，而当他们看到对方的时候，对方也看到了他们，立刻有人驾驭大妖坐骑狂奔而来。尔等是何人？难道也是想进入药王秘境？此人年纪轻轻，看上去不过15、16岁，但身上却有着一股粗犷的气息，那深邃眼神中更是透着这个年龄不该有的老成与沧桑。不错，我是要找黄雀药师。陆静没有否认，兄弟，可以带路吗？那年轻人皱了皱眉，可以放你们进去，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陆静道，说。年轻人道，帮我杀了黄雀药师。说完，他深沉一笑，换句话说，能从里面活着出来的，只能是带着黄雀药师脑袋的人，不然就是骷髅。嗡！年轻人说着，手臂一挥，旁边那堆叠的石头轰然炸开，打开了后方的一片空间。而在这片空间里，密密麻麻堆满了惨白骷髅，他们之前都是进去寻找黄雀药师的人，但他们不能帮我杀了他，于是只能死在这里了。看到这惊人一幕，龙熹微眸色微变，陆静也微微皱眉。你与黄雀药师有仇，却连累别人。年轻人点头，没错。陆静沉沉一笑，好，带我去见他。年轻人看陆静这般淡然态度，微微蹙眉，旋即说道，你们走阵法生门进去便可，另外好心提醒一句，活着进去，希望你们也能活着出来。陆静一笑，不劳费心。年轻人闻言冷笑一声，驾驭大妖前方带路，很快便将陆静与龙熹微二人引入阵法生门所在位置。而在那位置上，转角处豁然开朗，那片空间中竟有着不下100人的阵营，之前竟是一个也没看到。这阵法好生诡异。陆静感慨一声，龙熹微却道，人多妖兽更多，此阵法之中的妖兽不止千数。陆静眸色一沉，龙姑娘，来都来了，我进去便可，你就在阵外等我，或者早点离开也可以。听陆静这么说，龙熹微美眸微蹙，陆公子此话何意？我为圣堂甘心献命，此时又岂能一走了之？一句带着情绪的话，让陆静顿时哑然。好，既然如此，那就一同前往。说着，二人对视一眼，然后走进了阵法生门之内。嗡！当二人进入其中，顿时一股阵法之力呼啸而来，周围的景象直接变换成了另一番场景。足足10头大妖出现在眼前，挡住了二人去路。同时一道声音传来，赫然便是那年轻人。两位，我要试试你二人的战力，毕竟若你们没有灭了黄雀药师的手段，那就直接死吧，没必要浪费我们的时间。话音落下，忽然前方10头大妖瞬间暴冲而来，那庞然大物的身躯具有十足压迫感，每一头都有着狂暴的毁灭力量。龙姑娘，我来便可。陆静一步踏出，要将龙熹微护在身后。龙熹微却淡淡一笑，你以为堂主大人让我来给你当拖油瓶吗？闪开！噌！当龙熹微话音落下，忽然数道符纸冲出，眨眼贴在了那10头大妖脑门上，随着他法诀念动，直接焚烧成为灰烬。滚！龙熹微一声娇喝，
那石头大妖竟是很听话的俯下身子，调转方向，四散逃开。陆静大开眼界，没说话，只是面带微笑的对着龙熹微比了个大拇指。龙熹微嫣然一笑，在猎妖师面前，御兽者的手段不足挂齿。说着，他还傲娇了起来：“好好，有劳龙姑娘带路，这边走。”龙熹微一路手段频出，外面那年轻男子看着阵法之中的场面，眸色微皱。倒是有2把刷子，不过若不能杀了黄雀药师，你们也注定会成为这骷髅堆里的2具白骨。外面那年轻人很厉害。走到阵法深处，此处竟然安静了下来，一路前行，似乎直通黄雀药师所在的药王秘境。陆静对外面的人好奇，便先聊着询问道：“他是一名御兽者，不过最厉害的人恐怕另有其人。”龙熹微说道：“不过那人并未露面，不然之前调动妖兽测我俩实力的大妖，就不是那石头的规模了。”陆静点头：“此番龙姑娘随我一同涉险，回去的路凶险犹未可知。”龙熹微打断他道：“陆公子不必这么说，都是为圣堂服务。我龙熹微曾承堂主大人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今日这点小事自然不足挂齿。”陆静听到这话，终于决定将此番目的说出。龙姑娘，实不相瞒，此番寻找黄雀药师，寻求解毒药，正是为医治堂主大人的混元奇毒。啊！这话让龙熹微面色一变，堂主大人中毒了，那眼神中满是关切与担忧。不错，堂主大人灭杀五毒血尊的同时，也中了对方的混元奇毒，而解药则随着五毒血尊的尸首一同跌落火山岩浆之中，而唯一能想到的解毒之人，便是五毒血尊曾经的师傅黄雀药师。这正是我此番前来的目的。龙熹微恍然，原来是这样，既然如此，那我就更不能离开了。陆公子，此事就算豁出性命，我龙熹微都要帮堂主将解药拿到手。陆静看着他那决然的态度，微微点头。地图所示，前方应该就是药王秘境了。二人一路前行，忽然走出那大阵笼罩的范围，不知为何，那阵法围拢四方，团团包围，可谓是密不透风。可延伸到前方那一片空间，却忽然收敛，而前方空间乃是一处小型秘境。这秘境周围似乎散发着一道诡异波动，在跟那御兽者的阵法相互抗衡抵消。此处药王秘境也有门户。看着秘境周围遍布的灵气，二人也是微微皱眉。嗡！可就在这时，忽然那秘境灵气震荡，在二人面前数丈处，一扇光门缓缓浮现出来，开了。二人眉头皱紧，好久没人进来了，好久没人进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传出来，听上去甚至有点不正常，像是有些疯癫。2位，请进，请进，快快请进。那声音须臾又恢复正常。能来我这药王秘境的，都是贵客。二人对视一眼，然后从那门户走了进去。既然目的就是这，那也没有什么好忌惮的，一切见机行事。问二人走进去的瞬间，那秘境门户瞬间合拢，前方出现了一片跟之前的荒草废墟截然不同的景象。此地竟有茂林修竹，潺潺流水，空气中的灵气很是浓郁，深呼吸一口都让人心旷神怡。而目光远眺，入眼处皆是灵草灵药，一片接着一片，一直延伸到了视线尽头。不愧是药王秘境，此处竟全是灵药。陆静惊讶到，龙熹微也点点头，然后看向前方。在那一片药田的边缘处，是一片茂密竹林，竹林之下有一担亭，石亭内石桌石凳，茶香弥漫。一位须发皆白的灰袍老者正自斟自酌。看到二人，那老者转过脸来，突然咧嘴一笑：“2位，请这边一叙。”陆静皱眉，感受着这位老者身上的气息波动，却没察觉有多摄人，反倒是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危险气息。前辈可是黄雀药师？陆静直接开门见山：“你们也是有求于我？”那老者没有否认，直接反问道：“原来您就是黄雀药师？此番我们前来是想求药师炼制一枚混元奇毒解药。”陆静没有绕弯子，直接说出了请求。那黄雀药师微微蹙眉，旋即面色一沉：“你倒是痛快，却不问本药师愿不愿意帮你。”陆静道：“这点在下自然明白，药师要什么报酬，尽管开口，若在下能满足，必当尽力奉上。”听到这话，黄雀药师转头看过来，从陆静身上扫过去，落到龙熹微身上，然后又回到陆静身上。他微微摇头，眼神浮现出一抹失望来：“凭你灵珠境的修为，恐怕满足不了我的要求，所以喝了这杯茶就回去吧。”一句话说出，陆静眸色一变：“药师这是不愿帮我，或者说你不相信我能满足你的要求？”那黄雀药师的眼神让陆静看出了些端倪。“不错，你很聪明。”黄雀药师抬眸盯着陆静的眼睛：“一来你修为尚浅，无法帮我杀人；二来混元奇毒独一无二，定是我徒弟下的吧？说吧，你们没从他身上拿到解药，他出什么事了？”这第一个问题，陆静倒是还能想办法解决，可这第二句
让他犯难了。宗主杀了他徒弟，而现在却让他这个师傅为杀屠仇人炼制解毒丹药，这属实有些难度。不过既然来了，他也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于是说道：我既然来了，那就有信心满足你的要求，杀人的事情还请具体说说。黄雀药师挑眉道：帮我杀了外面的御兽者，破了御兽大阵，带我出去。我在这里被困多少年了？多少年了？鬼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不，你不能杀那个年轻人，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全杀了。他情绪似乎忽然又激动了起来。陆晋和龙希微面色也变了，皆是皱起眉头，却只能安静听着。这老头精神不正常。过了一阵，黄雀药师沉静下来，又补充了一句：若你能做到这一步，第二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陆晋皱眉，旋即一笑：外面的人想杀你，你也想杀他们，这倒是有点意思。不过以黄雀药师的手段，难道还不是他们的对手吗？此话一出，黄雀药师情绪又按捺不住了。我是炼药师，炼药师能有多强的战斗力，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就像你是个灵气修炼者，在我的精神力攻击下，你又有几分胜算？嗡！他话音未落，一道精神的攻击瞬间涌出，将陆晋笼罩。陆晋面色微变，却淡淡一笑，龙纹于皮肤之下暗暗开启，却没有做出半点反击。黄雀药师精神力化作藤蔓，将他扯到半空，却忽然皱起眉头，一脸痛苦。我的攻击力消失了，我失去了一切战斗力，我就是个只会炼药的废物。他声音变成了咆哮，是那么不正常，以至于因为担心陆晋，龙希微差点就要对他出手了。而看到龙希微的动作，陆晋却制止了他。这黄雀药师奇奇怪怪，若不了解他，今日求药之事恐怕会无功而返。我只会炼药，既然如此，我把你也炼成药，他们都是我的药材，看看吧。嗡！随着黄雀药师大手一挥，好像熟悉的一幕又出现了。二人在外面看到的那些被御兽者所杀之人的骷髅，这里也有一堆，而且数量堆成山，似乎比起外面那些还要多得多。已经杀了这么多人，龙希微心下一沉，再次有了出手的打算。这些人无法帮我杀了外面那些人，还留着他们干什么？不如被我炼成丹药，并以他们的血肉去灌溉我的灵草。我也会把你炼成阳丹，之后再把那个女孩炼成阴丹。轰！说话间，他手掌一翻，只见那界中飞出一座炼丹炉，丹炉之上古朴的纹路纵横，其上更是雕刻着一些奇珍异兽，表情狰狞，看上去让人心头发毛。小子，你不是要混元奇毒的解毒丹？说，我的徒弟五毒血尊现在什么情况？他若不死，你们为何来找我寻求解药？黄雀药师似乎突然陷入到一种发狂的状态，而他此时所提出的问题，却还是让陆晋和龙希微二人心中震惊。他看似发狂，却似乎比谁都精明。龙希微不说话，他看向陆晋，陆晋眸色一暗，却并没敷衍或者说谎，而是直接将真相说了出来。五毒血尊已经死了，而他死之前也让对手身中奇毒，我此番前来就是要为他的对手寻求解药。这话一出，龙希微一双美眸也变得紧张不安。他没想到陆晋竟然会说出实情，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黄雀药师在听到这话之后竟没有勃然大怒，那一双阴晴不定的脸上甚至浮现出一抹欣赏来。你小子倒是有些魄力，敢将真话说出来，你就不怕我杀了你？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能救你出去才敢这么说。陆晋这自信的样子让黄雀药师眉头一皱。小子，你确定你行？他被困于此多年，日子暗无天日，他太想出去了。陆晋笑道：我以性命担保，你敢不敢赌一把？黄雀药师眉头皱紧，盯着陆晋眼睛，竟没看出他有半分慌张。给你一个机会。黄雀药师冷笑道：你们能不能活，全凭你的本事。陆晋点头，龙希微却紧张不已，可看陆晋那一脸自信的样子，他又不知该说什么。我可以现在就给你炼制解药，不过你需要先通过我的考验。黄雀药师话落，那束缚陆晋的精神力猛然增加，层层叠叠将他包裹成一个茧子。那恐怖的精神力量虽无法看透，却跟人一种巨大而深沉的压迫感。你！龙希微眸色紧张不已，手中数道符纸在灵气加持下散发出黄金光芒，只待伺机出手。可陆晋声音却悠悠传出：龙姑娘不必担心，我倒要领教一下黄雀药师的手段。他周身龙纹骤起，道道灵力在其中酝酿游走，竟是把那股精神力彻底阻挡在外。灵气无法阻挡精神力，可灵力却能够与之对抗，不错。这般较量之下，陆晋也有了新的体悟。小子，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黄雀药师也没想到陆晋能抗衡精神力的渗透，惊讶之后却是一笑，手掌舞动间，眼前的炼丹炉豁然打开，
其中一道道留存的药力不断朝着陆镜纠缠而去，那缠绕的力量在疯狂增加。希望你能坚持到我把解药炼出来。黄雀药师说完，又抬眸看向龙熹微。陆镜被困住，龙熹微是个不确定因素，但他最后却是一笑。我炼制丹药的时候，你若出手，这丹药就废了，所以劝你老实点。一句话说出，龙熹微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他想将陆镜救下来，却又不想功亏一篑。而当他目光再次看向陆镜的时候，却发现这小子满脸自若，甚至有一种很享受那精神力纠缠的错觉，是怎么回事？阴阳极草入，天风五行花入，凤凰叶。随着黄雀药师一道道召唤，那周围一片药田之中，道道药材拔地而起，被一股无形精神力操控着，进入到了那炼丹炉之中。这一幕看得龙熹微眸色变幻，眼神深沉。黄雀药师的精神力达到了什么层次，他不知道，但是此人绝对很厉害，就是不知道他为何之前说自己战力消失了。难道他在此地时间久了，只知道炼丹，利用精神力进行攻击的手段都忘记了？内心疑惑，却也不敢轻举妄动，只等他将解药炼制出来，再与陆镜见机行事，将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就能炼制出解药。忽然，那精神力茧子中的陆镜开口了，那一双眼瞳看着黄雀药师，颇有些意外。黄雀药师却冷笑起来，看着简单，可没有个几十年的炼丹经验，你以为就能炼制出解药？小子，等上3个时辰吧，希望你能在我的精神力侵蚀之下坚持3个时辰。陆镜却撇撇嘴，3个时辰？那么久，恐怕我是等不了，等不了也得等。黄雀药师盖上炼丹炉门，然后闭上眼睛，盘膝坐在丹炉旁边，似乎陷入到了一种微妙的状态。陆镜皱了皱眉，心神一沉，直接钻进了那精神力轮盘空间。这黄雀药师的精神力跟精神力轮盘比起来，的确不怎么样。再次进入这片空间，顿时那巨大的轮盘就动了起来，不由分说，对着他那道精神力所化的人影就碾压了过来。龙纹，翁灵力可以抵抗精神力，灵气不行，所以此时陆镜尝试着将一道灵力加持到那精神力人影上。而果然，在那精神力轮盘碾压而来之时，他身上虽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却的确也产生了一丝抵抗的力量。虽然那抵抗的灵力微不足道，甚至顷刻间随着那身影被碾压成为了虚无，但陆镜的确感受到自己产生了一丝的抗衡力量。继续，在黄雀药师以为束缚了他时，他却进入到了精神力的修炼状态中。只是黄雀药师让他坚持3个时辰，可如此这般的锤炼了1个时辰后，那精神力轮盘之上忽然道道金光大放，竟是浮现出一部精神力功法的修炼法门。这，陆镜满脸意外，惊讶之余却又惊喜不已。藏天关能反哺灵力修炼武学，精神力轮盘能反哺精神力武学，这等金手指冠绝天下。精神秘技基础炼丹师、炼药师、炼气师，原来这些不过是基础技能，连炼制地品丹这种手段也仅只是包含在基础知识里。陆镜颇为意外，这黄雀药师此时炼制的混元奇毒的解药处于地品上乘丹的层次，可在这部精神秘技基础武学的记载中，炼制这种级别的丹药不过是基础手段而已。而与此同时，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从陆镜脑袋里冒了出来。奇怪，我怎么感觉黄雀药师的手段那么小儿科？难道是我经过精神力轮盘的淬炼后，已经有了炼制地品丹的能耐？这感觉怪异，却让他内心极为笃定，只要自己出手，别说炼制解药了，就是3个时辰的炼制时间都能被他大大缩短。陆镜忽然大笑起来，那声音顿时让龙熹微的眸色一变。陆公子，你怎么样了？龙熹微眼神里满是担忧，毕竟那可是黄雀药师的精神力侵蚀，换作是他的话，恐怕连1刻钟都坚持不住。无妨，陆镜淡淡一笑，然后看向那被自己的笑声惊得睁开眼睛的黄雀药师。老家伙，你这速度也太慢了，不如让我来。嗡！陆镜话落，那围绕在他周身的精神力束缚竟瞬间消失。黄雀药师见状，面色大惊。这怎么可能？你竟破了我的精神力束缚！他满眼难以置信，甚至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这很难吗？陆镜淡然一笑，然后身形翩然而下。小子，你也是炼药师？黄雀药师面色变幻的同时，那一双眼瞳中也浮现出一抹杀意。你是他们派过来杀我的？这话一出，陆镜与龙熹微的面色也是浮现出一抹意外来。这一片药师秘境看上去不大，其中的恩怨似乎还挺复杂。嗡！可当2人惊讶之时，那黄雀药师的面色骤然一变，他狂笑起来，道道精神力化作灵力攻击，对着陆镜疯狂冲刺。陆公子小心！看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龙熹微手中那一直攥着的符纸瞬间冲出，眨眼间贴在黄雀药师的前胸与后背。住手，不然你死！
龙希微威胁的话语传出，黄雀药师闻言皱眉冷笑：“你这对付妖兽的玩意，可没什么杀伤力。”咕嘟，黄雀药师话落，直接翻手将一枚白色药丸送入嘴中。当药丸入口，一股气息震荡而出，竟是瞬间将龙希微的符纸震成了碎屑。龙希微眸色一变，这黄雀药师的解药不单单能解毒，更是连蛊、咒之类的手段都能化解。老东西，别浪费时间了，现在让你来感受感受我的手段。看到龙希微面色紧张，陆静没再犹豫，按照那精神力量操纵的基础，将自身精神力凝聚起来，然后化作道游蛇，对着黄雀药师缠绕而去。什么？这是游蛇？连我都只能凝聚精神力藤蔓，而你却能凝聚游蛇？这不可能！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黄雀药师被陆静的手段震撼得目瞪口呆。老实点吧，影响我炼制解毒丹，灭你！陆静话语淡然，却充斥着一股不容置疑。而当他话音落下，那游蛇直接将黄雀药师束缚得五体投地，甚至连挣扎一下都不可能。那强大都精神力量，甚至开始渗透到他的脑海，让他的思维都变得迟缓起来。陆公子，这解药还没炼制出来，你这样做恐怕……看到陆静这样，龙希微眉头紧皱，又是一脸错愕。我来炼制，稍安勿躁。陆静淡淡一笑，然后一股精神力瞬间冲入那炼丹炉中。就这的确有些太简单了。陆静兀自喃喃，虽然他不想这么打击黄雀药师，但此时这炼制解毒丹带给他的感觉的确如此，简单如水。简单？龙希微不说话了，他好像又从陆静身上看到了盲点。你小子，你放开我，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啊！黄雀药师被那精神力游蛇束缚，动弹不得，可那一双眼神却浮现出浓浓的难以置信。他一声声咆哮，一股狂暴杀意不断弥漫出来。陆静却不为所动，此时只想赶紧把解药炼制出来。那些药材都在炼丹炉内，将其炼制出来不过水到渠成。别叫唤！听着黄雀药师的咆哮，龙希微忍不住了，走过去一巴掌将人抽晕过去。然后他一双美眸复杂地看着陆静，眼神中甚至都没什么期待。这家伙难道真会炼丹？那之前他为啥不自己炼制，非要跑这里来冒险？难道只是因为不知道炼制解要用什么药材？他想不明白了。而随着时间推移，陆静接手炼制解毒丹，不过短短半个时辰后，一股药香味从丹炉内弥漫出来。成了！陆静咧嘴一笑，然后打开了炼丹炉。精神力拖着一枚丹药从丹炉出来，那珠圆玉润的解毒丹，那散发着的莹莹白光，那纯正的香气，竟是让黄雀药师在闻到之后直接苏醒过来，然后被震撼的差点又晕死过去。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黄雀药师满眼难以置信，混元奇毒的解药炼制，最关键的并不是前面，而是后面的过程。那需要精神力极度集中，不光要精准掌控火候，还要掌控药材药力的释放与合成，其中哪怕出现半分疏漏，都将前功尽弃。而且那是一个十分消耗精神力的漫长过程。可以眼前这个陌生的小子，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其炼制出来了，而且品相达到了至纯级，其精神力依旧磅礴，丝毫看不出其疲惫的样子。黄雀药师一时间无语了，这是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怪胎？陆公子，你果然把解毒丹炼制出来了。龙希微同样一脸难以置信。陆静点头，碰巧炼出来了，感觉品相还不错。龙希微吃惊之余又大喜，那咱们赶紧离开此地。陆静点头，收起解毒丹后，把黄雀药师这座炼丹炉也直接收进了纳戒之中。黄雀药师，谢了。陆静咧嘴一笑，就要跟龙希微一同离开。黄雀药师却忽然暴怒，你走不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颗丹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了出来，然后进了他的嘴巴。下一秒，他周身药力暴增，这片药师秘境中四面八方那些生长在大地之上的药材开始颤抖，一道道光晕拔地而起，冲向头顶空间，纠缠交错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阵法。陆静和龙希微二人所在的位置，赫然便是这阵法的最中央。陆静面色错愕，抬眸看向这片阵法，竟看到其居然与外界的那一片御兽者所打造的御兽大阵隐约有着重叠的迹象。不好，他这是想让你破阵，把外面的御兽大阵也一并破除。龙希微此时也看出了端倪。陆静眯着眼睛道，这老东西算盘打得不错，只可惜没找对人。陆静话音落下，一股恐怖精神力瞬间将黄雀药师与外界所有的气机感应切断。纵然阵法已开启，却宛若群龙无首，连攻击目标都无法确认。那阵法中的磅礴药力宛若没头苍蝇般四处乱轰，杀伤力涣散。什么？你怎么做到的？黄雀药师再次懵逼。只有精神力足够强大，完全凌驾于他之上，
才可以做到这一步，可他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精神力会输给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老东西，我本打算放你一马，你却想杀我。既然如此，那我便送你一程。陆静眸光寒冽，一道精神力化作利刃，风暴般冲进了他的脑海泥丸宫。黄雀药师瞬间面色苍白，全身颤抖不止，一双眼瞳变得毫无焦距，似乎三魂七魄被瞬间抽离肉身。你摧毁了我的精神力源泉。黄雀药师目光呆滞，保留了最后一次清醒。之所以不杀你，是因为你还有点利用价值。外面那群御兽者可等了你多年。陆静淡淡一笑，一道灵力绳索窜出，将黄雀药师捆缚起来，就那么飘在半空，跟着他二人走出了药师秘境。这个混蛋速速放了黄雀药师。而就在他们刚刚走回御兽大阵的时候，一道呵斥之音猛然传来。陆静侧眸看去，认出来者赫然便是那宋温等宋家高手。宋家的一名老者似乎是认识黄雀药师，直接咆哮喊道：救我！看到来者，黄雀药师竟是直接喊起了救命。陆静挑眉道：你认识他们？凭什么以为他们会救你？黄雀药师声音颤抖，此时被束缚，他内心满是不甘与愤怒，说话几乎是在咆哮。他们必是有求于我，你们速速斩杀他二人，我可满足你们任何条件。黄雀药师此时的这般状态，却也让宋温几人的面色相当复杂。他们显然没想到陆静和龙希微二人竟会有如此手段，将黄雀药师生擒了。而且貌似黄雀药师没有反抗的余地。公子，我早年间见过黄雀药师的画像，此人一定是他，我们可不能让他被这家伙带走，不然家主性命不保啊。一名老者阴沉地说道。陆静。宋温闻言对着陆静又一声大喝：我不管你用了什么肮脏手段，立刻放黄雀药师，不然这次你必死无疑。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身后两位四品金丹境的老者全身气息滚滚，一股威压瞬间笼罩而来。陆静冷笑道：这里可是御兽法阵，不光有外面的御兽者在虎视眈眈，单单这阵法中就有不下1000头大妖，你们确定要在这打一架？此话一出，宋温几人皱眉，眼神中浮现出一抹忌惮。进入阵法之后，他们的遭遇跟陆静二人一样，也同样遭到了大妖的围攻。好不容易逃到这里，本来就心惊动魄，听到陆静这话更是心中没底。那又如何？一旦动手，必是你们先死。宋温故作镇定，声音冰冷。陆静一笑道：那可不一定。说完，他看向被自己生擒的黄雀药师：老家伙，你在此地与那御兽者僵持多年，凭的是什么手段？说吧，不然你会很痛苦。黄雀药师听到这威胁的话，刚要咆哮，却忽然发出一声惨叫啊！那束缚他的灵气游蛇直接刺穿了他的肩胛骨，鲜血洒落，飘飘如雨。你卑鄙，你竟敢威胁黄雀药师！宋温此时心中所想是要将那黄雀药师拯救，毕竟他有求于他，而且他相信黄雀药师一定是被陆静暗算，才沦落至如此狼狈地步。若能将其拯救，他们双方联手，胜算更大。更何况这黄雀药师就算是死，也要死在他们手上，不然恐怕他们无法走出这御兽者大阵。前后都是威胁，必须步步为营。聒噪！宋温这话让陆静冷眉一挑。下一秒，一道清脆的耳光声再次响起。宋温之前已经被打得肿成猪头，此时再度受辱，内心的愤怒成倍暴增。混账！我要杀了你！你们两个给我把他生擒了，本公子要将他活剐了！随着他的咆哮声落，那2名金丹强者直接冲了过来。然而下一秒，感受到此处灵气震荡，这御兽阵法同时荡起一道涟漪，接着众人耳中雷鸣升起，道道妖兽的咆哮如雷贯耳，惊心动魄，瞬间让人心提到嗓子眼。不好，他们惊动了阵法中的大妖。龙希微看着一群大妖从阵法中浮现身影，立刻行动起来。猎妖符起！咻咻咻！他玉手轻扬，那猎妖符瞬间冲出，迎风暴涨，形成一片黑云般的巨大光影，将冲向他们二人的大妖瞬间笼罩。陆公子，速速逼问他破解之法。龙希微眼神中弥漫着一抹慌张。此处大妖过千，有的战力相当恐怖，就算他身为猎妖师，怕也无法招架层出不穷的进攻。陆静点头，好。说着，那灵气游蛇再次将黄雀药师的血肉之躯来回穿刺了几个窟窿。啊！黄雀药师忍不住发出声声惨嚎，很快招架不住。我说，听其松口，陆静笑道：早说嘛，也免了这皮肉之苦。药都在我这药物中，我的精神力全然用在炼药上，攻击武学彻底被遗忘，只有我身上的药才能化解一切。听到这话，陆静似是有些恍然，目光瞬间落到黄雀药师手上。
在他右手之上戴着四枚那戒。拿来。嗖下一秒，四枚那戒瞬间到了陆晋手上。你！黄雀药师无比肉疼，却无能为力。啊！黄雀药师又是一声惨嚎。陆晋狂暴的精神力之下，竟是直接切断了他与这四枚那戒之间的契机关联。嚯！当陆晋探查那戒之物后，几乎瞬间被惊呆了，里面的丹药数量超出想象。这什么？他精神力扫过，最后停留在几颗拳头大的黑色丹丸上。把使用方法告诉我，我要这些丹药所有的使用方法，立刻，马上。陆晋声音冰冷，黄雀药师全身哆嗦，此时的他似乎已经完全被陆晋摄服。他没敢半分拖沓，一道精神力化作符文出现在那戒之中，炸丹。嚯！将药力压缩炼制到丹药之中，关键时刻拿出来轰炸，不愧是黄雀药师。得知那巨大的黑色药丸是啥后，陆晋忍不住一震。龙姑娘，让我来试试这东西的威力。陆晋直接飞掠到正面对数十头妖兽的龙希微身边，身上一道灵力化作龙纹弥散而出，将二人笼罩在其中。而此时那宋温三人也早已被那些大妖针对，那2名随从倒是忠心耿耿，将宋温保护在身后。只可惜那大妖数量太多，而且随着整个御兽大阵的震荡，越来越多的大妖不断从各处冒出来，黑压压的一片，看上去触目惊心。咱们先走。陆晋冷笑一声，旋即手中一颗蕴含狂暴药力的炸丹直接抛入那大妖群中。轰！下一秒，药力疯狂炸开，那一片大妖被这股能量冲击的倒飞而出。那丹药这种所蕴含的药力，似乎能针对妖兽的妖气，杀伤力惊人，完全高于陆晋的预期。走！看到前方被撕开一道口子，陆晋拉住龙希微的手，飞速逃离。当然，那一道拉扯着黄雀药师的灵气游蛇，宛若绳索，一路拽着他疯狂前冲。可恶！给我杀！宋温眸色又惊又怒，一番咆哮。随着2位老者疯狂击杀大妖，而当此处阵法震荡之时，外面那一群御兽者也被惊动，纷纷看过来。那是。而当看到黄雀药师被陆晋拉扯着正从阵法之中疯狂逃出之际，那年轻御兽者眉头忽然皱紧，他竟然把黄雀药师生擒了。速速调转阵法，打开生门。随着那年轻御兽者一声令下，那整个大阵中能量飞速调转，而正对着原来的生门方向一路纵掠的陆晋眸色忽然一变。这是生门。龙希微道，肯定是他们发现我们将黄雀药师带出来了，才大开生门。如今阵法中妖兽大乱，我们走。听着龙希微的话，陆晋点点头，二人飞速朝着近处生门方向急掠。而果然，冲向生门这一路上，大妖隐形，再无阻挡，二人很快便出了阵法。只是让二人没想到的是，他们之后，宋温三人竟飞速追赶而来，虽颇为狼狈，却也在妖兽大群中突破重围，来到了那阵法之外。陆晋好奇瞥了一眼那跟随宋温的2名老者，却看到此二人面色发白，为了快速逃出升天，他二人定是动用了不为人知的手段。反观宋温却被保护得很好，这倒是让陆晋对2位老者的忠心感到意外。如此手段，竟甘心保护一个一品金丹的纨绔，想来其中必有缘由。不过他对此并不关心，何况此时那一群御兽者已经出现在眼前，正虎视眈眈看着那黄雀药师。你果然生擒了他。那年轻御兽者面色惊喜，眼眸中却同时酝酿着疯狂的杀意。所以你要宰了他是吗？陆晋淡淡问道。那年轻人冷笑道，不错。他说完，目光彻底定格在黄雀药师身上，说出来的话也咬牙切齿，充满暴力。你杀死了我娘，老狗！今日我便杀了你，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年轻人说完，手掌猛然一握，2颗巨大的獠牙化作兵刃，一手一个就要将黄雀药师击穿。且慢！陆晋却心神一动，将那黄雀药师拎到了一旁。我帮你抓了他，你要怎么报答我？此话一出，龙希微眸色一变，他没想到陆晋竟然还要对方报答他。这种场合下将人直接扔这，他们速速离开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可陆晋却还要报仇，对方若倾尽全力调动上千大妖攻击，他难道还有脱身之法？何况那宋家3人还在虎视眈眈。而此时年轻人还没回答陆晋的话，却听到那黄雀药师一声悲惨的呼嚎，一双老眼死死看向年轻人。我是你爹啊！此话一出，在场众人都懵了。陆晋也皱了皱眉，显然没想到这其中竟然另有故事。老狗，休要胡说，我现在就杀了你！年轻人说着，舞动着那2根锋锐獠牙就冲了过来。你不能杀他！而看到这一幕，陆晋还没出手，却被那宋温拦住了。你杀了他，我爹怎么办？宋温眸色阴沉，今日我过来找黄雀药师，就是要让他炼制丹药救我爹。
你若现在把他给杀了，我爹必死无疑。所以今日你休想得逞。”而在宋温话音落下之后，身后2名老者也齐齐站出来，甚至在此时，突如其来的一群人影降临场中，竟全部都是宋家高手，有点意思。看到宋家提前做了准备，那出现于此的高手中，赫然有着5品金丹境强者坐镇。陆晋的眸色也微微一变，却并没有半点忌惮的意思。什么？你要阻我？年轻御兽者看到宋家众高手，面色也变得更加狰狞。今日我必杀他。他话语不容置疑，却听得那黄雀药师面色复杂，眼神更是弥漫着一股悲凉。儿啊，我真是你爹啊！你是被仇人养大的，你真正应该杀的人是你的那个所谓的爹。嗡！而就在此时，一道灰袍人影从那阵法之中走出，看到此人，周围一群御兽者顿时毕恭毕敬，纷纷躬身。黄雀，你休要花言巧语蛊惑我儿！此人一出现，便是眸色泛着杀意，看向黄雀药师，双眸血红，似乎要把人吃了。而当黄雀药师看到灰袍人后，顿时那一双眸中也浮现出浓烈的杀意来。放了我，放了我，我要跟他拼命，我要拼命啊！黄雀药师此时依旧被陆晋束缚着，而当看到此人后，一番声嘶力竭的咆哮，倒是让陆晋心情有些复杂。放了你！陆晋皱眉道：“如今你还在我手里，谁敢动你，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若我此时放了你，你怕只有死路一条。”黄雀药师依旧咆哮：“此人多年前抢了我的妻子，抢走了我的儿子，害我家破人亡，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听着黄雀药师这声声嘶吼，那年轻男子眉头皱紧，眸色却依旧森冷无比。明明是你杀了我娘，你休要满口喷粪！那灰袍人影冷笑道：“不错，离儿就是他杀死了你娘。这么多年来，你为了给娘亲复仇，在此处闭关多年，领悟了无上御兽阵法，如今可操纵上千妖兽为你战斗，为的就是今日此时报了血海深仇。”灰袍人此话说完，看向陆晋：“这位小友，不知我这300妖丹可否换你放人？”灰袍人说完，直接将一枚那戒送出去。陆晋精神力一扫，果然看到那枚那戒中300妖丹散发着精纯的妖气，能量滚滚。藏天官在感受到这股气息后，竟是微微有些异动。好，我放人。陆晋一把抓过那戒，然后就要将黄雀药师送出去。不可放人！小子，你敢！看到陆晋要将人送到御兽者阵营，宋家一众高手瞬间怒了。那宋温更是一声大喝：“黄雀若死，我爹毙命不久矣！给我抢！”咻咻咻！宋温话音落下，那宋家闻讯而来的一众高手齐齐出动，竟是要将黄雀药师截胡。小子，把人交给我，饶你不死！那宋家修为最强大的5品金丹强者气息滚滚，朝着陆晋压迫而来，其他强者也纷纷围攻过来，甚至有人暗地里耍阴招，一团粉末抛洒而出，将他与龙熹微2人瞬间笼罩。我要杀的人，你们也敢抢！当宋家高手冲过去抢夺的同时，那御兽者阵营中数道气息强悍的身影随着那年轻人也一同出手了，个个气息澎湃，现场顿时一片混乱。龙姑娘，咱们撤！看到双方阵营全冲过来，陆晋一把拉住龙熹微的手，扔下一颗黑色大丹丸后，立刻逃离。轰！黑色大丹丸爆炸出巨大冲击波，将一群人冲得东倒西歪。当众人回过神来，陆晋已经带着龙熹微掠至100丈之外。而在这般爆炸之后，本就被陆晋折磨的几乎失去战力的黄雀药师，直接就被年轻御兽者擒拿。下一秒，那2颗巨大獠牙兵器直接捅穿了他的胸膛。这一瞬，在场众人全懵了，一群御兽者欢呼雀跃，似乎干成了一件很骄傲的事情，振臂狂呼。而宋家人却石化当场，心头颤抖。不，黄雀药师不能死，他现在还不能死。宋温咬牙切齿，刚要冲出去，却看到那年轻御兽者手中獠牙蹭蹭蹭多次击穿了黄雀药师的身体，血肉之躯简直成了筛子，鲜血淋漓如泉涌。多少年了，终于杀了你这个罪大恶极！噗呲！年轻人刚发出狂笑，却忽然看到自己身体被人击穿后背到前胸，同样是一根巨大獠牙，锋利、冰寒、蚀骨跌。他缓缓转过头去，看见一张熟悉的脸，终于哈哈哈！灰袍人发出一声大笑：“我还真不是你爹，你亲手杀死了你亲爹！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幕。谁让他当初抢了我的女人？他抢了我的女人，我就要让你们父子俩自相残杀！”哈哈哈哈哈！年轻人面色苍白如纸，看着熟悉又陌生的爹，再看着被自己捅穿的黄雀，眸光暗淡，含恨而死。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宋温等宋家人也是目瞪口呆，他们这是无意间卷入到了一场情仇之中，都怪那个陆晋、龙熹微，给我追，杀了他们！
他们抢了黄雀药师的宝贝，一定要抢过来，说不定其中就有能医治我爹的丹药。黄雀药师已死，宋温直接将目标转移到了陆晋和龙熹微身上。咻咻咻，宋家一群人直接飞离而出，朝着陆晋离开的方向一路穷追。好一场爱恨情仇。龙熹微叹了声，旋即跟着陆晋一路逃向密林深处。而他之所以会选择逃离，是因为他发现此刻的龙熹微眼神开始有点不对劲。那宋家高手之前暗中撒下的粉色药粉有蹊跷，那是什么药？竟能让一个女人看自己的眼神变得火热。眼看着后方一群宋家人追来，陆晋刚要取出一枚黑色大弹丸扔出去，却发现一道人影截住了他们的来路。你们若再追杀，死！轰！此人话语不容置疑，话音落下的瞬间，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爆炸，将那宋家所有高手震慑的狼狈倒退，人心惶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转眼间，那位神秘高手便消失而去。远距离看着这一幕的陆晋，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在这种地方还有人出手相助，恐怕除了那醉仙楼之外，没有别人了。想到此处，他淡然一笑，然后忽然感觉自己手臂传来一阵温热。龙熹微原本被自己拉着，此时他那柔软的身体竟像是不受控制般朝着自己贴了过来，绵软温热，越贴越紧。龙姑娘，宋家好像下了什么毒。龙熹微抬起美眸看了一眼陆晋，却身子骨一软，就要跌倒下去。龙姑娘，陆晋一把把人揽住，满怀的柔软沁人心脾的体香让他自己也忽然迷糊了起来。不好，那药粉的毒性，藏天关为何不帮我吞了？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也开始变得瘫软，甚至意志逐渐变得不清醒，陆晋眉头皱紧，开始呼救。女帝大人，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种事情发生？一个冷漠的声音传出来。呵呵，本帝不掺和别人的因果。陆晋，可你给我的那些通天至宝，算不算掺和了我的人生因果？青莲女帝，切！这个声音发出之后，便再无动静。陆晋眼看呼救无望，陆晋抱着龙熹微，在最后一丝清醒消失之前，钻进了旁边的一处幽深洞穴。洞穴很深，湿漉漉的。可恶！山林之间，宋温等一群宋家高手忍不住发着声声咆哮。那家伙背后有高人撑腰，这可如何是好？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宋家家主就这么驾鹤西去。陆晋手中黄雀药师那戒中的那些丹药，是拯救家主的最后希望。找！一定要找到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我现在就去请老祖出关。宋中老祖一旦出关，任何高手都拦不住他。他陆晋还有龙熹微必死无疑。时光缱绻，风光旖旎，光阴如白驹过隙，不知几时。八部血龙潭，一道人影从那隐蔽的乱石之中走了出来，正是闭关于此的柳如烟。这段时间，他为逃脱汪敏的追杀，和杨巅峰二人在此处寻找一处隐蔽的角落闭关修行。而经过数日双修，他在杨巅峰的一番蛊惑之下，竟修炼起了血魔功法。当他再次出现在阳光之下，身上隐约的浮现出一抹血色，朦朦胧胧笼罩周身，那一双美眸也时不时有着黑色的气息流转，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师尊，我按照你的要求与他双修，更是修炼了禁忌之术血魔功，如今修为大增，已迈入3品金丹。柳如烟眸中浮现出一抹嗜血的冷笑。徒儿做得好。胡师那苍老阴郁的声音传出来。你已入道，为师传给你的大掠夺仙术，本就是一门邪术。哈哈哈哈哈！胡师突然发出一声尖锐长啸，这声音让柳如烟眉头紧皱，心中五味杂陈，却最终还是强压下去。徒儿谨遵师尊教诲，不管是邪术还是仙法，只要能让徒儿变强大，徒儿都会一心修炼。我的好徒儿，如今以你3品金丹的修为，足可抗衡5品金丹，哪怕是6品，你也有了一战之力。上了生死类，务必要把那路径生吞活剥，将其所有机缘据为己有，如此你的修为将1日千里。谨遵师命。而就在此时，那隐蔽之处又走出了一道人影，赫然便是杨巅峰。他此时的气息同样又暴涨了一大截，6品金丹初期。只是此刻的杨巅峰却有些慌张。师妹，汪敏那个贱人杀过来了。他话音刚落，一道磅礴气息从天而降，裹挟着滔滔杀意的女子左右开弓，2把飞剑从其左右手中暴冲而下，企图将柳如烟二人一剑封喉。汪敏的修为在6品金丹，而此时的杨巅峰刚刚晋升6品，一剑之下，他整个人倒射而出，狼狈不堪，虽没受伤，却遁入下风。汪敏，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们吗？痴心妄想。反观柳如烟，此时在汪敏那一道攻击下，却仅仅只倒退了几步而已。他一声冷喝，旋即手掌舞动，灵气呼啸涌上头顶，血色气息骤然弥漫。什么？你看到柳如烟此时气息迸发，血色气息滚滚笼罩，汪敏的面色骤然一变。果然，
柳如烟，还有你，杨巅峰，你们果然是修炼了禁忌之术的血使者。之前陆静告诉过他，自己师尊赤羽长老以及师弟杨巅峰都是血使者阵营之人。此时此刻，内心的所有怀疑顿消，眸中腾起决然而浓烈的杀意。呵呵，血使者又如何？能为血月老祖做事，是所有人的荣幸。杨巅峰没有反驳，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师姐，身为血月圣地的人，你难道要违逆老祖吗？看到柳如烟的强大实力后，杨巅峰此时内心的紧张稍稍平复，他笃定与柳如烟联手，汪敏不是对手。不过他行事谨慎，说完之后，一枚传音符发出：师姐，你若一意孤行，胆违逆老祖，那师弟我也不介意将此事告知师尊，看你到时候如何应对。看到杨巅峰要发传音符，汪敏的面色却更加决然。师尊也是血使者，他也该死。汪敏暴怒，内心的仇恨让他无所畏惧。之前你们抛下我不顾，藏匿于此苟合，你们也该死。轰！汪敏一声咆哮，不管柳如烟与杨巅峰二人的修为大进，今日他对二人起了必杀之心。找死！杨巅峰见状，眸色一变，不过下一秒，他直接将传音符捏碎发出，然后手中血剑凝聚，全身防御灵气呼啸，瞬间冲至柳如烟面前。师妹，联手！柳如烟眸光冰寒，师兄，对付这个贱人，我一人便可。此话让杨巅峰眸色一变，他惊讶看到柳如烟体内一股血色气息凝聚出来，赫然是一把白色古剑，而那古剑之上几滴嫣红血色荡漾，让那古剑的气息暴增。你这是彻底融合了至尊骨。杨巅峰眸色惊讶，与柳如烟双修之时，并未发现他居然已经做到了这一步。不错，我手中这把古剑乃至尊古剑，加持血魔功法，战力强横，纵以3品金丹之境，也未尝不能杀了他这个6品。汪敏，之前我俩还商议借助赤羽长老的手来杀你，现在看来已经没那个必要了。轰！柳如烟话落，手中古剑震荡，白光中掺杂着渗人血光，那般气势竟是丝毫不比汪敏弱。这怎么可能？汪敏此时似乎才被柳如烟的手段震惊，之前的柳如烟在他面前根本就没有战力可言，没想到这才过去多久，他就有了跟自己抗衡的资格。柳如烟，你之前对我的恭敬都是装的。汪敏磨牙道：既如此，那我便让你彻底跪下臣服。嗡！汪敏不由分说，手中长剑剑光浩荡，剑招刁钻，直刺柳如烟。嘎嘣！柳如烟银牙一咬，非但没半分躲闪，反而手持古剑正面杀去，锵锵，战冰轰鸣，金铁交击之音不绝于耳。而二人一番对战后，虽柳如烟境界不敌，却战了个旗鼓相当。杨巅峰全程没出手，眼前剑光交错，已然将他震惊的难以置信。现在看来，我选择柳如烟这个女人是对的。哈哈，只要我与她再双修几次，修为稳固在6品，便可得到师尊传承，到时候我的战力也将大幅提升。看着柳如烟与汪敏激战正酣，杨巅峰瞅准时机，伺机而动，趁汪敏不备之际，一剑刺出。汪敏与柳如烟对战之中，心态逐渐崩溃。那至尊古剑的能量似乎磅礴无尽，而他每一招都蓄满力量，每一剑的大力之下，对他都是剧烈消耗。所以他正打算抽身而退，却不想杨巅峰一剑刺来，他电光火石间抽身躲避，却依旧被刺穿了手臂。哼哼，师姐，对不住了，你的命我收了。杨巅峰冷笑连连，既然汪敏今日要杀他们，那他也不会念及半点同门感情，何况他对这个处处打压自己的女人早就恨之入骨，何来感情可言？此时的汪敏手臂上剧痛席卷而来，可内心的痛却更加彻骨。他之所以对杨巅峰处处打压，就是想让他变强大，想让他成为人中龙凤，如此才有资格追求自己。现在看来，自己的一厢情愿全成了笑话。不爱你的人，杀你都不会皱眉。噌！下一秒，汪敏举起手中剑，竟是直接将那穿着杨巅峰利剑的手臂斩断。在二人那错愕的视线里，他身形暴退，身法如电，腾空而起。追！柳如烟身形飘动，却被杨巅峰拦了下来。不用追了，他施展的是踏雪无痕步，你追不上。柳如烟眉头一皱，为何？杨巅峰道：我们修为达到6品之后，师尊就会赐予各种强大武学，若达到条件，他甚至会赏赐天品武学。这踏雪无痕步正是天品。柳如烟心下一惊，天品，早知如此，就更不能让他逃了。杨巅峰看出他的急切，淡笑道：放心，我现在已是6品金丹，在双修稳固一段时日后，我便有资格挑战圣地塔，到时候也能从其中得到天品功法，到时候我与你一同修炼。柳如烟闻言笑了起来，
旋即又道：“你刚才给赤羽长老发了传音符，他若前来，你如何应付？”杨巅峰眸色一沉，继续诬陷。柳如烟冷笑道：“好，而且汪敏之前一直在为赤羽长老寻找破忘魂果，如今那破忘魂果落到陆静手中，而我也恰好以此为契机，帮赤羽长老寻找破忘魂果。”杨巅峰咧嘴一笑：“聪明，若你能帮师尊找到破忘魂果，拜入我师尊门下，水到渠成。”就在二人说话间，一道气息从天而降，一位穿着花枝招展的艳妇降临下来，怀里抱着一只红色大雕。看到艳妇，杨巅峰立刻拜下去。师尊。柳如烟跟赤羽长老有过一面之缘，也躬身行礼。见过赤羽长老。赤羽长老挑了挑眉，扫视一眼周围，这明显的战斗痕迹让他挑眉。怎么回事？何人敢来我8部雪龙潭捣乱？杨巅峰立刻道：“师尊，是汪敏师姐。”赤羽长老闻言，柳叶眉缩了缩。汪敏，他显然带着难以置信。不错，正是汪敏师姐。我们也没想到，她竟然敢忤逆师尊，忤逆血月老祖。柳如烟说话了，声音情真意切。赤羽长老，晚辈跟杨师兄刚刚跟他激战一场，他自断一条手臂逃了。可您放心，他发现杨师兄是血使者的秘密，我们一定不会让他传出去。听闻此话，赤羽长老眸色在变。什么？他已经知晓杨巅峰是血使者的秘密了？杨巅峰道：“师尊，他不光知晓弟子是血月老祖座下的血使者，连您他也知道了，而且他还背着师尊您加入了圣堂组织。”这话说出，赤羽长老面色浮现出一抹森寒。此话当真？千真万确。杨巅峰继续道：“师尊，他说他今生与血使者不共戴天，他这是公然违逆师尊您啊！弟子与柳师妹也是没办法，才跟他激战一番，却不成想让他逃掉了。”听着二人的话，赤羽长老思忖一番，旋即冷笑一声，看向杨巅峰与柳如烟二人：“干得不错。”这声夸赞顿时让柳如烟内心暗喜，他要的就是这种态度。赤羽长老继续道：“以你二人的修为，能重伤汪敏，看起来为师还是小瞧了你们。巅峰，你如今的修为已经达到6品金丹，不错。”杨巅峰大喜：“都是师尊栽培。”赤羽长老点头：“等你们追杀汪敏之后，你就来找为师，为师带你前往圣地塔。”多谢师尊，徒儿一定将那叛徒手刃。赤羽长老点头，然后看向柳如烟：“你倒是又给了本座一个惊喜。”赤羽长老这话说的有点激动，可内心却更激动。上一次在万剑宗见到柳如烟的时候，他才不过刚刚迈入金丹境而已。如此短的时间，你能拥有如此战力，甚至将至尊骨彻底融合，而且似乎血魔功也略懂1、2，不错，相当不错。柳如烟俯身行礼，毕恭毕敬。晚辈一心想拜入长老门下，所以这段时间勤加修行，加上师兄帮助，这才有了如今的实力。说起来，晚辈能有现在的修为，也是仰仗赤羽长老的恩泽。一番马屁拍得赤羽长老喜笑颜开，他手撸着怀中大雕，忽然道：“别晚辈的了，改口吧。”这话一出，柳如烟内心惊喜不已，但还是装得一脸懵。“啊，前辈！”杨巅峰大喜道：“哈哈，柳师妹，你还不赶紧改口叫师尊？”闻言，柳如烟这才装作十分的惊喜。“啊，弟子不敢相信，长老不，师尊今日就收下了弟子。弟子以为还需要在这8部雪龙潭上激战一番，才能争取成为师尊的弟子呢。”赤羽长老看他这番模样，甚是满意，不过话语却是一变：“以你如今的实力，虽单打独斗不是汪敏的对手，但用不了多久，你的修为便可凌驾于汪敏之上，成为本座座下第一弟子。到时候，连杨巅峰都甘愿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杨巅峰内心一颤，却还是装出一副很是惊喜的样子：“师尊说的是，不过我倒是要恭喜师尊今日收了如意弟子。柳师妹的修为越强，弟子越高兴，因为师尊高兴。”哈哈。赤羽长老点点头，旋即将一枚那戒交到柳如烟手里：“这是为师送你的见面礼，好好修炼。”柳如烟立刻跪倒再拜：“多谢师尊。”赤羽长老道：“你二人速速将汪敏一事解决，之后杨巅峰你前往圣地塔。如烟，到时候为师会给你一个任务。”杨巅峰、柳如烟二人齐声道：“弟子领命。”赤羽长老不再多说：“去吧，速战速决。”说完，怀中大雕突然化成庞然大物，将赤羽长老驮在背上，冲天起，眨眼消失。“恭喜师妹成了我师尊的徒弟。”杨巅峰看着柳如烟，深深为这女人的美貌所着迷。不过他内心里却一心只想将她当作双修对象，甚至当赤羽长老说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其座下第一弟子的时候，他内心闪出一抹不快。不过眼下既然能利用，那就继续装。
他相信自己一旦从圣地塔闯出来后，战力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到时候柳如烟依旧会沦为自己的玩物。而听到杨巅峰的话，柳如烟也是笑靥如花，嘻嘻，多谢师兄一直以来的照顾，而且师兄很快就能进入圣地塔那种地方，希望师兄到时候能突飞猛进。杨巅峰点点头，然后道：如今你已经成为师尊的弟子，这那戒中必有信物，且拿出一观。柳如烟点头，那戒滴血认主后便为其所用，探查一番后，一双美眸惊喜连连，其中不只有信物，还有一部自己从未见过的高深等级功法，以及数千灵石。不过他倒是隐藏得很好，只将那信物拿出来。这是师尊的令牌。杨巅峰点头，有这块令牌，你不但能免去8部血龙潭的角逐，更是能在万剑宗选拔之中震慑陆晋那个混蛋。有这个身份，他陆晋再不服也得趴着，就算宗主出面那也没用。柳如烟微微点头，却眸色一沉，道：师兄不必为我担心，那场生死战我必能将其斩于马下。杨巅峰点头，不再多说，眼下我等先行修炼，然后尽快将汪明斩杀，之后我便前往圣地塔，而你不知道师尊会给你什么样的任务，不过你放心，师尊的任务定会对你的修行有巨大好处。柳如烟点头，然后二人便朝着汪敏离开的方向一路追逐，而那个方向正是万剑宗山门所在。恰在二人返回万剑宗时，杨巅峰接到传音符，顿时面色大变。什么？师尊竟然被陆晋给废了修为？此话一出，柳如烟眸色也是一变。你是说陈江长老？如今的陆晋胆大包天，连我师尊这位万剑宗长老都敢废除修为。杨巅峰咬牙切齿道。柳如烟眼神阴沉道：师兄放心，陈江长老的仇我们一定报了，事不宜迟，先回万剑宗再说。好。当二人从8部血龙潭赶往万剑宗的时候，此时在万剑宗内，圣女峰峰主姬邀月以及杨巅峰在万剑宗内的师尊陈江，还有其他万剑宗高层，正于一处暗室密谋着什么。暗室昏黑，不辨人脸，但其中一人气息强大，坐于中央，连姬邀月声音都毕恭毕敬。万峰主，这个路径飞扬跋扈，闭关3年，出关后大杀四方，连杀我万剑宗数名长老弟子，眼下更是连陈江长老的修为都敢废除，简直太嚣张。本峰主恳请万峰主出面斩杀此僚。其他高层也跟着附和。不错，万峰主，如今您的战力可是万剑宗第一。此话一出，那被恭敬对待的万峰主微微皱眉，而此人正是万剑宗第一峰诛仙峰的峰主万鹤雷。此人修为乃金丹境8品巅峰，距离9品境界只差半步。姬峰主，此话何意？万鹤雷声音不变喜怒，中气十足，赫然高手威仪。闻言，姬邀月眯眼道：万峰主，你我都是血使者联盟之人，我也没必要藏着掖着。本座暗中得到消息，宗主楚天雄日前灭了五毒血尊，而他也中了五毒血尊的混元奇毒，无药可解。这话说出，在场众高层虽不辨真容，却能听到清晰的惊诧之声。消息可靠？万鹤雷声音依旧淡漠。姬邀月道：有血使者在战场亲眼所见。万鹤雷闻声沉默不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而果然在他沉默几息后，便有高层带着决然口吻开口了：哼，万峰主才是我万剑宗第一高手，何况万剑宗早就被老祖看中，他楚天雄一直不能完成老祖的使命，我等辅佐万峰主去完成。此话一出，其他高层纷纷响应。张峰主说得对，我等都是血月老祖的信徒，他楚天雄有违逆之心，却不能让他坑害了咱们。本峰主甚至怀疑那什么圣堂组织就是他楚天雄搞出来的，跟血月老祖对着干，那是蚍蜉撼树，择日不如撞日。即刻起，我等便搜查楚天雄下落，一旦找到，便联手将其灭杀。到时候，万剑宗便以万峰主为尊，之后再得老祖器重，我万剑宗跻身超级大宗，指日可待。本座也正有此意，本长老附议。听着这些话，那万鹤雷昏暗中的眸色一变，声音依旧漠然。既然诸位都有此心，那本座就却之不恭了。我等都以老祖为尊，所做一切都要遵从老祖意愿。诸位既然都如此拥戴本座，此刻起全力搜查楚天雄下落，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汇报，一拥杀之。遵命。这时候，那姬邀月道：据血使者传音，目睹楚天雄与五毒血尊一战后，他笃信楚天雄得不到混元奇毒的解药，而唯一能拯救自己之人，恐怕只有五毒血尊曾经的师尊黄雀药师。此话一出，那万鹤雷眸色一变，隐居仙雾岛多年不出的黄雀药师，正是此人。好，姬峰主，既然他有去仙雾岛这个可能，这条线你跟，一旦发现立刻汇报。遵命。
此时，仙雾岛一处隐蔽之所中，灵气涌荡。某一个瞬间，那隐蔽洞穴中一道玄光冲天起，大日白昼中却能清晰看到那道玄芒冲上云霄，气接云霞。轰隆一声雷动，紧接着便是有着道道黑云压境而来，越聚越多，最后宛若厚重的浓墨覆盖在那一整片山头。这是金丹雷劫，好狂暴的气势，不知这是何方高人再度几重雷劫。此时，在那一片山林之中，安然盘坐等待着陆晋二人的醉仙楼高手，一脸震惊。此人正是之前出手阻止宋家高手追击陆晋二人的醉仙楼副楼主张涂山。之前他是一人出面便挡住了宋家一众高手，而此时在他身边赫然盘坐着其他醉仙楼高手，加起来足有10余人之多。众人此时看到天空雷云密布，皆是流露出震撼之色。可当众人眸色再次看向下方山林，他们一直在暗中观察之所时，更是眉头拧成波浪。张副楼主，不对劲，那雷劫，那玄光来自于那片山间，难道是他们？不可能吧？陆晋小友和那女子的修为，恐怕不足以引动如此惊天雷劫。这等强大气势，恐怕得达到金丹8品或者9品才能做到。难道他们俩在双修？听说双修时候引起的雷劫是两者的实力的叠加，或许那山林之中还有其他隐藏高手。众人面色错愕，却不动声色。肯定有高手，有如此强者出现，我等见机行事。若是与我醉仙楼无关之人，只明哲保身就好。就是不知那陆晋二人什么时候会出来。稍安勿躁，切莫铸成大错。作为醉仙楼副楼主，张涂山也是心思缜密。这一片仙雾岛上隐藏着诸多高手，哪怕醉仙楼强者不少，却并非所有人都敢得罪，所以此番情形之下，他们也不得不谨小慎微了。轰隆，在众人震撼间，那九霄云雷更加狂暴，堆叠而起的墨云宛若黑色巨浪，滔滔翻滚，气势几乎能镇压整座仙雾岛。除了醉仙楼一众强者之外，其他位于此地甚至方圆数百里之内的诸多强者，也全被这番场景震惊得瞠目结舌，纷纷观望。好恐怖的雷云，不知道是何方高手在此渡劫。那宋家一群高手此时正于群山峰林之间寻找陆晋与龙熹微的身影，此时看到这一幕，同样心惊肉跳。若我宋家能得此人相助，必能一飞冲天。公子，如此强者，恐怕修为已达金丹巅峰之境，恐怕我宋家示威，请不起啊！呵呵，不试试怎么知道？宋温阴沉一笑，待此人渡劫归来，且看本公子如何投其所好。雷云压境，下方山头一片潮湿洞穴中，陆晋全身衣衫不整，龙熹微同样凌乱不堪。只是此刻的二人顾不得因中了药粉而做出荒唐之事而羞赧，那头顶上汇聚的雷云以及陆晋身上所爆发的道道恐怖波动，让他们狼狈中又带着不知所措的不堪。龙姑娘，对不住。龙熹微羞答答低头不语，可听到陆晋这话后，还是深呼吸，鼓足勇气道：陆公子不必道歉，你我此番身不由己，你还是赶紧准备渡劫的好。这雷劫的阵势太强悍了，以至于之前龙熹微还怀疑是不是陆晋引发的。好，龙姑娘，改日在下再行赔罪。陆晋体内灵力滚滚如潮，跟九霄雷云遥遥呼应，天雷勾地火，越发的浓烈而狂暴。他也没想到，跟龙熹微一番鱼水欢爽之后，竟水到渠成，触动九珠归一，丹田内9颗灵珠灵力滚滚，大有九九归一之势，竟是毫无征兆的勾动冲击金丹的雷劫，根本控制不住。既然如此，那就冲刺那灵珠之上的金丹之境。陆公子不必有罪恶感，你只一心渡劫便可，我不想成为公子的心魔，我先走了。龙熹微眼看陆晋气息滚滚，达到令他难以靠近的地步，他心知陆晋此番渡劫对自己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于是选择离开此处。那雷劫轰下来，莫说自己，就是这片山林恐怕都会沦为废墟。就是不知道这家伙冲击金丹的雷劫怎么会如此强大，简直匪夷所思。龙熹微头皮发麻地走出洞穴，却又担心陆晋的安危，于是走走停停，最后选择了个距离洞穴不远的地方观望着。那个人不是龙熹微吗？而当龙熹微走出山洞后，立刻便是被宋家的强者发现。哼哼，看来他是被山洞之中渡劫的高人给吓得跑出来了。这个贱人，我宋家如今这一步都是他造成的。诸位，随我将此女拿下，要生擒了他，本公子要好好折磨他。宋温看到龙熹微后，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对他进行折磨。公子不可。而听到宋温这话，那宋家中有高手却出言阻止。公子，我能感受到周围隐藏着不少强大气息，恐怕这其中就有之前阻拦我们之人。何况此地强者多是被那渡劫的高手吸引而来，若因此而得罪了那高人，以我等的实力，恐怕
如此情形之下，唯有伺机而动。公子放心，这个女人还有那个叫陆静的混蛋跑不掉。闻言，那宋温只得暗暗磨牙，眸中怒火中烧。而他们此时心头却也跟其他高手一样，浮现出一抹疑惑来。陆静明明跟龙熹微一同进入山洞，此时却只有龙熹微一人出来，不知那陆静此时在干什么。轰隆，雷云酝酿了许久之后，忽然一道雷霆从天而降，瞬间劈落下方山林。大地发出嗡鸣，山头之上那些苍翠树木，甚至山石，瞬间化作漆黑焦土。感受着下方大地传来的震动，一些高手满脸震撼。如此惊人的能量落在渡劫之人身上，那该如何承受？没有金丹巅峰的修为，恐怕直接就要灰飞烟灭了吧。只是在众人震惊间，却没有人发现陆静所在的洞穴之中悄无声息地钻进去一道烟雾。而当那一团诡异烟雾钻入山洞后，立刻变化形为一头体型庞大的海妖，顿时那山洞都显得逼仄无比。陆静正一心渡劫，忽然看到这头庞然大物，立刻皱起眉头。孽畜，滚！轰！一声暴喝，一道灵力直接冲出，要将这头大妖轰出去。可没想到的是，这头大妖却忽然大嘴一张，竟是将陆静这道蕴含着雷霆的攻击给吞了下去。这是……看到这一幕，陆静这才看清楚对方的全貌，立刻震惊。是雷雾妖？怎么遇到了这么个玩意？而且，陆静咽了口唾沫，感受到这大妖身上纵横弥漫的妖气，才看出他的战力竟在9品金丹境。金丹巅峰的是雷雾妖，来干扰他渡劫。这陆静一时间无语了，看来渡劫真得选地方。可眼下如何是好？这玩意常年飘荡在海上云雾中，视雷如命。此番我引动的雷霆太恐怖，竟然招惹来了这鬼东西。轰隆！就在这时，那九霄之上，雷霆再次劈落而下。陆静本来在酝酿龙纹抵抗雷劫，此时因为这是雷雾妖的出现，变故陡生，竟是有些慌乱。吼！而感受到那从天而降的雷劫，这是雷雾妖仰天一声咆哮，那獠牙巨口中发出的声浪，赫然有着雷霆缭绕。当那道雷霆降临而下后，这是雷雾妖竟是将一部分的雷霆之力吞入口中。刺啦刺啦轰！雷霆在其口中肆虐，甚至一股狂暴的吸力，竟是连陆静身上那一部分雷霆力量也拉扯走，让陆静面色复杂。这雷霆可是我锤炼身体用的，你这货抢我雷霆算怎么回事？金丹雷劫淬炼肉身，乃金丹强者必须经历的一关。雷霆虽狂暴，却是打熬肉身的关键。若是基础不牢，此后修行肉身不坚，便似空中楼阁，难有成就。九灵合一，大眼化龙诀，雷纹附体。孽畜，你抢我雷霆，我灭你神魂！陆静抵御着雷霆锤炼，却同时间发出一道攻击，却并不是雷霆力量的攻击，而是精神力的攻击。这是雷雾妖，乃是雷兽，雷霆之力对其伤害不大，眼下只能另辟蹊径，将其降服。嗡鸣之音响彻，精神力化作长矛，直刺是雷雾妖脑海而去。砰砰！可下一秒，这道精神力攻击便与那是雷雾妖周身雷霆轰击在了一起，竟是冒出来一团团火焰。而那道精神力攻击竟有一大部分被雷霆力量化解掉。陆静一脸意外，这雷霆之力乃是天地间精纯的灵力，并非灵气，而且相当霸道，能抗衡精神力也属于正常。可这正常之事却让陆静有些无策。而且这道精神力攻击一部分攻入那是雷雾妖魂魄，并未对其造成伤害，反而让其勃然大怒。吼！狂暴声浪席卷四方，这逼仄山洞竟被这道道声波冲击得摇摇欲坠，加之前雷霆劈落，整座山峰似乎都要坍塌下来。9品金丹的雷霆大妖倒是有些难缠。而就在此时，青莲女帝的声音响起：这大妖实力强大，干扰你渡劫后患无穷，你且先用藏天关将其囚禁，晋升金丹，再将其降服。听到青莲女帝这话，陆静立刻行动。情况紧急，雷霆呼啸，他必须第一时间将这东西给挪开。当然是雷雾妖并没对陆静进攻，他似乎知道一旦陆静出问题，这天上雷云也会随之消失。藏天关，给我吞了这玩意！陆静牙根一咬，意念呼啸，那藏天关一道吞噬之力骤然爆发，玄光笼罩之下，那巨兽瞬间原地消失。看着原地消失的是雷雾妖，陆静皱了皱眉，貌似有点简单了。不过他明白，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动用藏天关吞噬这等级别的大妖，绝对不会如此轻松。女帝，谢了。他说了句，然后立刻收回心神。此番雷劫必须正视且全力以赴，因为他冲击的金丹雷劫足以媲美其他修士的9品金丹雷劫。轰！雷霆降落，恐怖的雷力在这一瞬终于炸开了陆静所在的山体，方圆数百丈的一切都被摧灭，唯有那一道全身龙纹的身影傲立其中，道道闪电游龙在周身环绕不休，恐怖的力量渗透血肉骨髓，巨大的痛苦几乎掀翻天灵盖，
这也太霸道了，太匪夷所思了。那烟雾中的人影到底是何方神圣？我青州地界什么时候出现过如此强大之人了？我天玄帝国共分9州，青州只是最小的，仙雾岛内隐藏着什么大能，可不好说。此人已经接下数道雷霆，等9道雷霆全部接下，他势必会脱胎换骨，修为大进。若是能结交，那可是我宗最大的荣幸。如此强者，不是你我这等人能巴结得上的。快看，那雷霆越发粗大了，不知最后一道降临下来，此人能不能挺得住？朝着仙雾岛围观的修士越来越多，甚至最后连那极远处的醉仙楼楼主冯梦道都醉醺醺地看过来，眼眸中全是震撼。而随着时间推移，一道曼妙身影也出现在仙雾岛上空。此人一袭红袍，气质如风，风韵犹存，脚下踩着一头飞兽，眸光看向那虚空之上的滚滚雷云，充满震撼。没想到刚到此处便遇到高人渡劫，不知如此强悍雷霆是何方神圣招引而来。姬耀月震惊一阵后，却没在此地逗留，而是落入仙雾岛上，开始寻找黄雀药师的下落。在他看来，楚天雄选择自救，唯一的希望便是找到黄雀药师，让其为之炼制解药。混元奇毒乃黄雀药师独创，五毒血尊更是其唯一传人，炼制解药一事，唯有他能做到。雷霆之力随着路径的不断抗衡，越发狂暴。初始的雷霆如蛇，此时的雷霆却宛若蛟龙，从天而降之时，带着灭世般的恐怖气息，怒劈而下。轰轰轰，道道轰鸣响彻山海。仙雾岛上鸟兽蛰伏，精灵晋升，连常年飘荡于山间的云雾都被震散而去。而随着这般雷霆淬洗，路径每一次都艰难度过，而每一次度过之后，他的气息便节节攀升，实力以恐怖的速度飙升着。嗡！而一直到最后的一道雷劫降临，路径体内9颗灵珠也终于融为一体。骤然间，他周身爆发出一股恐怖灵力波动，随之而来的是金丹凝结成功的惊喜。金色的丹核于丹田之中闪现，滚滚灵力比起之前9颗灵珠爆发出来的强悍10倍不止。最后一道，来吧！金丹出凝，狂暴的第9道雷霆也轰然降落。这一瞬，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修士心惊肉跳，心脏控制不住的提至嗓子眼，却全都睁大眼睛，似乎一定要见证这一场匪夷所思的雷劫盛世。咔嚓轰！而在所有人那触目惊心的视线里，那雷云中酝酿最久、能量最恐怖的一道雷霆，终于带着摄人心魄的毁灭气息呼啸而下。大地巨颤，路径所在那座山头顿时被炸成一片废墟，整座山下沉几10丈，成了一片狼藉不堪的荒芜之地。终于成了，不过我好虚。全力接下那最恐怖的雷霆后，路径只感觉全身被掏空，一股疲惫感席卷而来。而其原因自然是囚禁了那是雷雾妖后，他没有动用藏天关。此番雷劫，他完全凭借自己肉身扛下来的。藏天关的强大反哺之力，他没动用一声抗啊。而就在这时，青莲女帝的声音又传出来：啧好，很好，有魄力，幸亏你没被干死，不然本帝还要重新找人。路径，他似乎无力吐槽，可当感受到周围山林间不少强大气息后，他立刻就借助漫天烟尘躲了起来。如今自己正处于最虚弱的时候，若有心怀不轨者攻击自己，那就不妙了。当他飞速掠至被炸出来的一个山洞后，立刻动用灵力封锁了洞口，这才松了口气。也不知道龙希微哪里去了。算了，先解决是雷雾妖再说。心下一沉，一道精神力直接钻入藏天关中。这一片关中空间玄光遍布，似乎无穷无尽，一眼看过去没有尽头。若正常人进入到这片空间，恐怕时间长了只想早点死。女帝大人，那是雷雾妖呢，如何处置？路径不知道青莲女帝在什么地方，只能意念沟通。我只能暂时将其困在藏天关中，1个时辰后，若你无法见其降服，只能放其出去，听之任之。哪怕他要杀你，你也只能逃。路径道：我如今已经是1品金丹，同一个金丹之境，我难道没有一战之力？青莲女帝道：有，但不多，你现在很虚。路径：我不虚，只要3000灵石，我便能恢复全盛。金丹之境，我无敌。青莲女帝的声音淡漠：不把藏天关内这大妖解决掉，你怎么动用3000灵石？别墨迹了，你只有1个时辰的时间，能不能将其拿下，看你自己了。说完，青莲女帝声音消失，继而一道粗重的喘息声传来，甚至路径还能听到巨兽狂奔时冲起的呼啸音浪。吼！是雷雾妖一声咆哮，终于在无尽玄光之中冲进路径视线。欺负我处于渡劫回血期，孽畜，那就用你来锤炼我的战绩。路径一声暴喝，下一秒，那精神力所幻化的人影全身一颤，大手一抓，灵力当空凝聚成浩瀚剑流。万剑朝宗第2式，剑气如龙。哗啦，剑流如龙，
对着那是雷雾妖呼啸而去。那是雷雾妖看到如此猛烈进攻，那庞大身躯竟忽然一闪，化作一团雾气，眨眼消散。什么？陆静满眼愕然，他对这是雷雾妖并不是多了解，以往也没有遭遇过，此番看到这一幕，内心暗道不妙。而就在愣神间，那是雷雾妖庞大身躯于他身后再度浮现，獠牙巨口张开的瞬间，一道雷团猛烈喷出。轰！至刚至阳的雷团骤然与灵力所凝的剑龙轰击在一起，震耳欲聋的轰鸣传出去极远，却没半点回声。藏天关内空间不知其大，可陆静管不了那么多，一波攻击过去，那剑流却尽数被是雷雾妖周身荡起的雷霆之力击碎。哪怕剑流持续不休，那雷兽依旧能僵持不止。不愧是能媲美9品金丹的大妖。陆静心下震惊，不过眼下自己正处于虚弱期，虽然只是一道精神体，却有着他本人同样的战力，而且一番战斗下来，这道精神力的锤炼也同样能加持肉身。而且最让陆静满意的是，在这藏天关内，这道精神体就算是战死，也不会对他造成半点伤害。基于此，陆静哪怕以现在这刚刚渡劫的虚弱战力对战这头超级大妖，也丝毫不惧。轰！轰鸣之音在藏天关这无尽空间响彻，却更加显得这神秘空间幽怨而空旷。而随着道道轰鸣响彻，陆静的万剑朝宗绝功法持续不断的轰击而出，可每次都被击碎，灵力分崩离析。紧接着又是新一轮的狂吞灵石再度冲杀，如此反复不休，陆静对万剑朝宗诀的驾驭越发纯熟，而身体也在不断回血，逐渐有了金丹强者该有的气势。到了后来，那一直无法击溃的是雷雾妖身上开始出现道道伤口，那嫣红的鲜血中赫然有着道道宛若金色雷电的色泽。而在陆静进入藏天关内与是雷雾妖激战不休之时，外界那些亲眼看到他渡劫的各路高手此时却处于懵逼状态。都这么久了，那位高人怎么还没出现？不会神秘消失了吧？不愧是超级高手，他隐遁了气息，连我的精神力探查都无法追查哪怕一丝气息。再等等，我等不要轻举妄动，此事蹊跷，不可妄动。各路高手几乎都在强行按捺心头惊疑，却因为之前那恐怖的雷霆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而此时，在一片山林间的小小角落里，一道人影也是心情复杂的看着那一片废墟之地，脸上却浮现出越发难过的神色。陆公子陆剑，你该不会被雷电劈成渣了吧？你不能死，你我才刚刚认识，而且你说过你要跟我道歉的，你不能死的。嘤。龙希微眼巴巴看着那片无人废墟，一直等，那强烈渴望陆静出现的眼神中竟开始滴落出大颗大颗的泪珠来。而就在这时候，龙希微耳畔忽然响起一道令人厌恶的声音。龙希微，你这贱人在哭男人呢？那个叫陆静的混账肯定被那位高人的雷劫中被劈成渣渣了。哈哈，怎么你还对他念念不忘吗？龙希微，不如你现在就从了本公子，本公子一定会怜香惜玉的。哈哈。宋温看着龙希微，眼神中全是幸灾乐祸以及对他美貌的贪欲。宋温，你去死！龙希微听着这些不堪入耳的话，手中一道符文闪现，不由分说直接化作火焰冲向宋温。呵呵，还敢反抗？给我拿下！宋温一声令下，身后宋家高手中一位5品金丹强者走出来，竟是瞬间将龙希微的手段全部斩碎，然后灵气化作绳索，将人直接束缚住了。宋温，你无耻，放了我！龙希微冷眉怒斥，宋温却冷笑连连。龙希微，你退了本公子的婚，又灭了黄雀药师，让我救父无望。既然那个陆静已经死了，就用你来双倍补偿。放心，本公子不会怜香惜玉的。哈哈，带走！在宋家高手手中，龙希微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被带走。而那些原本过来保护陆静二人的醉仙楼强者，此时却完全被陆静那雷劫的动静吸引，甚至之前的混乱之下，他们也没发现散去气息的龙希微，以至于连宋家人如此行凶都没能发现。而当他们察觉到不对劲后，那醉仙楼副楼主张屠山则是忽然一声大喝，传遍山林：何人胆敢对龙姑娘下手？我醉仙楼杀无赦！一声威胁之音让宋温等人顿时心头发毛，虽没放人，却也按兵不动，只待时机一到再伺机而动。不过这倒是让龙希微暂时处于安全境地。万剑宗，当杨巅峰与柳如烟二人回到宗门之后，很快便有着一群宗门强者前来迎接，只不过表面上看着欢腾热闹，背地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暗流涌动。一番寒暄之后，二人很快便来到了杨巅峰师尊陈江所在的地方。如今的陈江修为被废除，已经沦为废人，却因为杨巅峰乃曾经的圣子，现在更是贵为血月圣地赤羽长老座下弟子，而被万剑宗仍旧以礼相待。当二人来到之后，那陈江开口了：巅峰，都是那个陆静，是他废了
为师的修为。杨巅峰咬牙切齿：师尊，徒儿一定会为你报仇雪耻。如今如烟师妹也已经被赤羽长老收为弟子，师尊放心，我们背靠赤羽长老，没有人能动得了我们，而所有胆敢违逆我们的都将被斩尽杀绝。杨巅峰这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陈江沉声道：如烟，恭喜你也成了赤羽长老座下弟子，以后师尊我也全指望着你们了。柳如烟冷静点头，旋即问道：陈长老，我与师兄此番回来，乃是追查那个叛徒大师姐汪敏的下落，若不出所料的话，他应该逃回了万剑宗，毕竟这里是陆晋所在宗派，而之前在一场恶战中，陆晋放他离开，此番他如丧家之犬，被师尊下令追杀，应该还会回来找陆晋。陈江长老道：据为师与其他高层推断，如今陆晋应该在仙雾岛，你师尊姬邀月已经前往仙雾岛执行任务，那汪敏如今下落不明，你二人不妨也前往仙雾岛一探究竟。闻言，柳如烟皱眉：陈长老，我师尊也执行命令去了，其中有何事宜，长老不妨明说。陈江点头，旋即将众高层与楚天雄之事说了出来。得知万剑宗要变天，柳如烟、杨巅峰二人面色也是变幻起来，却最终阴沉点头。既如此，那我们也立刻前往仙雾岛一探端倪。陆晋与噬雷雾妖在藏天关空间中激战不休，不知时光几何。某一刻，在陆晋长剑河流再次狂卷之下，那巨兽周身血流不止后，他那咆哮着的高傲头颅终于低垂下来，俯首称臣：哼，你当真服了？陆晋仗剑而立，浑身气息爆炸，金丹境的气息疯狂而霸道，比起灵珠境强大了数倍不止。嗷嗷！看着那傲视一切的人类，是雷雾妖巨口中发出臣服的声音，旋即那庞大身躯竟是对着陆晋跪拜而下，俯首低头，再无反抗之意。大妖认主，好，很好，既认我为主，我又岂能亏待你？陆晋满意一笑，旋即大手一挥，数千灵石直接飞入是雷雾妖嘴中。这雷兽虽全身都是陆晋疯狂激战所劈砍的剑伤，可其体内磅礴的灵石之力爆发，它消耗的能量正飞速弥补翁。雾气蒸腾，沙尘漫天，忽然腾起的一片迷雾之地中，嗡鸣之音激荡不休。那是什么？那渡劫之后的高人终于舍得现身了。不对，好像不是人类。什么？这是……此时迷雾嗡鸣再次将所有人的视线拉扯过去。然而当所有人认定的渡劫高手没有出现，反而一道庞然大物的影子浮现出来后，再次将所有人震惊得目瞪口呆。是雷雾妖！天哪，原来是这家伙在渡劫，还以为是人类。那恐怖的雷劫，恐怕也只有这等是雷雾妖才能引动。是雷雾妖天生喜欢吞噬雷霆，而他的气息赫然在九品金丹。这么看来，这场雷劫并不奇怪。他全身是伤，恐怕被雷霆击伤得太严重，如今战斗力锐减，不如……哈哈，是雷雾妖可是天生雷霆体质，若能得其妖丹，便可修行至刚至猛的霸道武学，甚至能使血肉之躯脱胎换骨，激发抵抗雷霆的巨大潜能。哈，不光其妖丹强大，就算吃一口他那雷霆锤炼的肉，喝一口血，都好处无穷。趁他病，要他命。他如今正虚弱无比，所有人联手或可分一杯羹。咻咻咻！众人说话间，竟是齐齐出手了。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修士几乎全体出动，甚至连宋家人此时也纷纷出动，企图从是雷雾妖身上得到好处。只有龙熹微看着那大妖出现的地方，不知为何，他有一种感觉，陆晋没死。贱人，等这群畜生跟是雷雾妖两败俱伤，我就要好好玩弄你，直到弄死你。宋温看着被束缚的龙熹微，满眼仇恨。而也就在此时，那一路追赶及邀月而来的柳如烟与杨巅峰二人，也终于飞掠至仙雾岛上空。当看到那一片混乱之地上，一头庞然大物正被各路高手围攻后，二人的眸色瞬间变得复杂起来。是雷雾妖，这里竟出现了如此一头稀有妖兽。可惜师尊不在这里，恐怕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还是不要节外生枝，先找到师尊再说。柳如烟说道，然后跟杨巅峰对视一眼，很快飞离此处。当二人飞离没多久，那不断被攻击的是雷雾妖，那鲜血流淌不止的狂暴雷兽，眼看着被各路高手打压，却忽然气息一变，他体内似乎爆发出一团恐怖的能量，竟是让他的气息节节攀升，原本萎靡的气息骤然抵达顶峰，九品金丹境大妖的气息横扫全场。怎么回事？他怎么爆发出了如此恐怖的力量？不对劲，这大妖好像刚刚苏醒。我早看出来了，他身上的伤不是雷霆所造成的，而更像是剑伤。这大妖蹊跷，速速撤离。然而当众人看出端倪后，是雷雾妖却彻底苏醒一般，一声咆哮之下，声浪层层叠叠炸出去，
当场就送了10几名强者归西。9品金丹实力的雷霆大妖冠绝全场，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就连醉仙楼的副楼主张图山，在这种情况下也身形暴退，避之不及，而是雷雾妖体内能量正是来自于陆镜之前送入其口中的数千灵石。之前一直处于酝酿消化状态，一直被众人打压，现在终于消化完毕，他瞬间暴走，恐怖气息震荡全场，跑得快的飞速逃窜，跑得慢的直接惨死当场。那雷霆缭绕的妖气能量所过之处，宛若收割生命的镰刀，死亡气息疯狂弥散。不要杀我！某一刻，那是雷雾妖出现在宋家一群高手面前。宋温吓惨了，说话都哆嗦。他亲眼目睹宋家一尊4品金丹强者被这雷兽当场以雷电击穿身躯，化为一堆焦炭。不要伤害那个女孩！而就在此时，一道人影忽然闪现，正是陆镜。当他出现的瞬间，龙熹微那一双带着绝望的目光忽然光芒大盛，一双美眸看着陆镜，心却猛烈地抽搐起来。他没死，他果然没死。这个男人，他的第一个男人，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死了呢？而看到陆镜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那被是雷雾妖威慑住的宋温忽然大喊大叫：“雾妖大人，是他，都是那个家伙，是他带人攻击你，在场所有人都是在他的带领下才敢攻击你，你弄死他，就算大仇的报了，跟我等无关啊！”宋温这栽赃陷害的话让龙熹微咬牙切齿，他转头朝宋温就是一口口水：“你放你丫狗屁！雾妖大人，他宋家人之前可都持剑刺杀你，跟那位公子无关，小女子被绑着也跟我无关，还请大人明察。”龙熹微说的话简直像是咆哮，在这种时刻他也顾不得少女的羞涩，只可惜他此时被捆缚，无法动用符咒，不然以他的授予术极有可能说服这头大妖。而此时这是雷雾妖忽然转过头去看向了陆镜：“啊，对，就是那小子，雾妖大人，你快弄死他吧！”众人都被这一幕震惊了，这宋家公子难道真有指挥大妖杀人的本事？可让人意外的是，那是雷雾妖看着陆镜的时候竟是低眉顺眼的，然后就听到陆镜咧嘴一笑，淡然的话语传来：“先弄死这个混蛋，其他人你自便。另外，这个女孩若伤一根毫毛，我要你的命！”吼！是雷雾妖一声咆哮，似乎明白陆镜所说的话，然后转过头去，一双雷霆弥漫的兽瞳盯死宋温，那獠牙巨口中竟是出人意料的发出一个音符：“死！”咔嚓咔嚓咔嚓，声音刚落，一团雷电吐息轰然炸出，然后直接在所有人那震惊的视线里，将宋温的脑袋炸成了一片血雾。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将所有人震撼得目瞪口呆。什么？这不可能！这头是雷雾妖，竟然真服从他的命令。宋家公子宋温死了，脑袋成了渣渣。宋家可是方圆百里最大世家，可面对如此强大的雷兽，他们宋家恐怕压根无力报仇。走，快逃！这大妖要暴走了！咻咻咻！之前所有人都想从是雷雾妖身上分一杯羹，此时所有人都想第一时间逃离此地。可是雷雾妖开启疯狂杀戮模式，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攻击他，此时他体内雷霆力量呼啸而出，无差别攻击，现场混乱不堪，死伤成片。而陆镜则是淡然走向被捆缚的龙熹微跟前，低眉，话语柔软：“对不起，我来晚了。”龙熹微心中腾起一抹悸动，却又很快被陆镜的这般镇定所惊。陆镜：“陆公子，你没事太好了。”说着这话，那一双美眸里竟又控制不住的滑落2颗晶莹泪珠来。没事没事。陆镜有点慌张，面对劲敌他不慌，可面对哭泣的女孩子，他的确有些手足无措的慌乱感。可眼看安慰无效，他一把将人揽入怀中：“你哭任你哭，鼻涕眼泪都抹到我身上吧，我一大男人不会介意。”龙熹微被这突如其来的野蛮动作搞不会了，他在男人怀中，小脑袋虽不动弹，可内心却小鹿乱撞，甚至一时间连抽身的勇气都失去了。“我会对你负责。”陆镜的话语悠悠传来，耳畔的热气让人心痒痒的。龙熹微愣住了，这话值得自己思忖一番。不，他缓缓抽身：“陆公子，我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何况那件事情并非你的错，你只当这是一场荒唐，一场意外，我不会纠缠你。”嘴上这么说，内心却隐隐作痛。虽与这个男人认识时间短的不能再短，可似乎自己心里已经弥漫了他的身影，满满的填充了整个心扉。可他的天赋卓绝，他的手段惊天，他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过逍遥谷的一个带着仇恨的普通修士而已，何德何能以此荒唐之事将如此出类拔萃的男人拴牢？不，他干不出如此自私的事情，何况那件事情根本不怪他。而听到龙熹微的话，陆镜愣了愣，他并非不懂对方心中所想，可这种事情有必要这么去想？或许
对方心里根本没有自己吧？感情的事情，好麻烦。好，陆静长长吸了一口气，然后看向那是雷雾妖。之前我说过要补偿你的，这是雷雾妖实力不弱，送给你，聊表心意。闻言，龙希微柳眉紧皱。啊，你要将是雷雾妖送给我？龙希微不明白了。陆静却点头道：我没开玩笑，如今他是我的受宠。龙希微，啥时候收的？改变了话题，二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气氛这才缓缓散去。刚才，就问你要不要吧。好，我要。龙希微显然是开玩笑的口吻说的，可他那甜腻腻的声音刚落，陆静便大手一挥，竟是将那暴走杀戮中的庞然大物召唤至眼前。而且这是雷雾妖跑过来后，竟真的跪地俯首，摇着尾巴，伸着舌头跪舔，赫然已完全臣服于陆静啊！这，龙希微懵了，眼前这一幕是如此不可思议，而不光他懵了，其他那些被幸存者看到这一幕，同样目瞪口呆。那可是雷雾妖啊，足以媲美9品金丹修士的庞然大物，几乎无敌碾压众人的存在，就这么的跪舔陆静，这怎么可能啊？天哪，那小子是什么人？他不愧是楼主大人要我们保护之人。这个陆静实在是高深莫测，他连是雷雾妖都能降服，实在是有着不为人知的高超手段。现在看来他已经不用我们保护了，我们现在该考虑考虑自身的安全了。走，赶紧撤离，万一那雷兽再次发狂，我们恐怕走不掉。在陆静将是雷雾妖召唤过去的时候，那群狼狈逃窜的修士也终于抓住时机，疯狂逃命。当现场活人散去，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凌乱的尸体，一具具焦炭般漆黑，惨不忍睹。陆静无视这一幕，甚至将龙希微的脸也掰过去，不让其看到这血腥场面。这位就是你以后的主人，不听话，我让你灰飞烟灭，懂？陆静对是雷雾妖说道，声音带着嬉笑之意，却不容置疑。那是雷雾妖闻言发出臣服的低吼，然后转过巨大脑袋跪舔龙希微。龙希微被这一幕弄得措手不及，小腿上传来温润触感，让他羞涩难当，却还是摸着那巨兽的大脑袋道：陆公子，我何德何能？陆静笑道：龙姑娘莫不是嫌弃这是雷雾妖不够强大？此话一出，是雷雾妖獠牙大嘴中竟发出嘤嘤嘤的声音，瞬间变成了嘤嘤怪。啊，嫌弃是雷雾妖不够强大？这说的什么话？龙希微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了。没有，我没有。那就收了吗？他已经臣服于你，你不要的话，那只能扔了，杀了。陆静这话让是雷雾妖全身一颤，嘤嘤怪声更悲凉了几分。龙希微，好好好，既如此，多谢陆公子大礼，小女子无以为报，只能留一枚传音符，若有能帮得上你的地方，还请公子千万别客气。龙希微说着，一枚传音符塞进陆静手里。哈哈，好。陆静一笑，旋即抬眸，如今仙雾岛一事已经结束，我也该带着解药前去寻堂主。龙姑娘，此番多谢。龙希微笑道：是我该谢谢你才是。陆静说完，从那戒中又取出2枚那戒，这是他从黄雀药师那里得到的4枚那戒中的2枚。这是黄雀药师的那戒，其中不少丹药应该能用得上，你肯定用得上。陆静没有明说，但从之前宋温他们的口中得知，宋温的老爹与龙希微的师尊之前因为2人婚约一事大打出手，虽最后两败俱伤，表面言和，背地里却是相互都想将对方弄死。宋温老爹伤势严重，那龙希微师尊的伤势应该也不轻。龙希微既然不说，他也不好过问，但是这黄雀药师的那戒里丹药巨量，五花八门，送他总归没错。龙希微看到这那戒愣了愣，旋即温柔一笑：多谢，我就不客气了，不过1枚就够了，2枚都拿着。好。龙希微脸上浮现愉悦神色，陆静知道自己这是送对了。那陆静后会有期。说完，龙希微一跃而上，直接到了那是雷雾妖的背上。这大妖一声咆哮，似在跟陆静道别，然后转身驮着龙希微步步离去。后会有期。陆静看着那一人一兽的背影，低声说了句，旋即不再多说，身形腾空而起，眨眼消失在仙雾岛那迷幻般的浓雾之中。仙雾岛上，杨巅峰与柳如烟2人一路追赶姬邀月的脚步，加之用了传音符，3人终于在一片混乱石堆处相见。为师已得到消息，黄雀药师已死。一见面，姬邀月眸色便是阴沉下来。师尊是什么人干的？姬邀月眸光看向翻滚的云雾，罪魁祸首还是陆静。此话一出，柳如烟2人内心又是一惊，怎么又是他？姬邀月长剑一甩，剑体空间中竟滚出来一颗头颅。这颗头颅被鲜血染红，却赫然便是此地御兽者中那位灰袍头领。此人修为平平，却能引发黄雀药师与其亲生儿子死战，双方惨死，为师便顺手灭了他，
以解心头之怒。不过黄雀药师既然已死，而陆晋又从此处离开，极有可能他已经拿到解药。而陆晋与楚天雄关系不一般，若他救下楚天雄，那万峰主的计划就会受阻。所以你二人随我追杀陆晋。是，师尊。而就在此时，那柳如烟那戒中传音符一闪，他面色顿时骤起。师尊，这是赤羽长老的任务。闻言，姬邀月眸色一变。赤羽长老，你现在已经拥有了赤羽长老的传音符。柳如烟躬身行礼。不瞒师尊，弟子日前已经被赤羽长老收为弟子，还没来得及告知师尊。姬邀月闻言顿时面色大喜。好，好得很啊。哈哈，如烟，你既然有了如此身份，那以后可一定要常回来看看为师。姬邀月追求的一直都是血月圣地那丰厚到让人震撼的修行资源，他一直以来全力培养柳如烟就是为此。现在柳如烟成为赤羽长老弟子的身份可谓是一步登天，这似乎已经让他打消了任何后顾之忧，只坐等血月圣地源源不断的修行资源送入他手。师尊对弟子的栽培，弟子没齿不忘。好，不过赤羽长老的任务是什么？姬邀月问道。柳如烟抬眸看向前方。师尊，赤羽师尊让弟子在此地修行，这里应该就是他所说的御兽者大阵。姬邀月皱眉，却看不出什么。柳如烟道赤羽师尊说，这里的御兽者大阵可助我修行，至于如何修行，他要我以那戒中的功法自行摸索。闻言，姬邀月笑道，赤羽长老既然如此说，那定是有所安排。既然如此，为师就先去追杀陆晋，你们二人在此处修炼便可。姬邀月说完，驾驭飞兽冲入云雾，而柳如烟则是立刻将赤羽长老给他的那戒中那枚血魔弓拿了出来。师妹，此处阵法蹊跷，怕是其中有不为人知的危险，我为你护法。杨巅峰说着，直接找了个制高点，盘膝而坐。只是他灵气探查那看上去空无一物的阵法后，却是一无所获。柳如烟点头，旋即目光一扫，朝着御兽者大阵生门方向掠去。这个赤羽长老倒是有点能耐，能帮你寻到如此修炼宝地，他对你的了解恐怕已经很深。柳如烟脑海中胡师的声音响起。柳如烟皱眉，胡师，我跟他不过见了2面，难道他真的对我已经十分了解？胡师声音带着沉思，若为师所料不错的话，他应该感应到了为师的存在。这话一出，柳如烟心下又是一惊。这么说来，胡师，您是不是暴露了？胡师冷笑道。暴露？那倒是没有，凭他的手段，也只能是察觉到了我的一道气息罢了。想探查本座的秘密，他还没那个资格。柳如烟这才松了口气。胡师是他最大的秘密，哪怕是面对赤羽长老，也绝对要守口如瓶。那胡师的意思是？柳如烟疑惑道。胡师道，他之所以为你选择这里，应该是看穿了你的杀戮掠夺大术，好好利用此处资源。这阵法中妖兽极多，本座会助你全力斩杀，掠夺大妖能量，铸造至尊金身。另外，他给你的这部血魔功法，比你之前修炼的等级还要高，与本座给你的大掠夺仙术匹配度更高。此番修炼之后，你必将再上一层。柳如烟点头，旋即进入阵法之内，血色弥漫周身，顿时引来声声大妖咆哮。御兽者大阵如今已群龙无首，修士不见人影，只剩下阵法中的大妖，似乎被封印于此多年之后，已经失去了离开的意识。而这里大妖虽战力强大，可在胡师手段之下，却被柳如烟不断杀戮，掠夺妖丹，铸造己身。杨巅峰虽然在护法，可没有从阵法生门进入，他压根看不到阵法之中发生了什么。不过对此他倒是并不在意，他在意的只是能否继续与柳如烟进行双修。姬邀月一路寻找楚天雄无果，却意外在仙雾岛上得知陆晋的消息。那是宋家仅剩的3名高手，在一片安静之所打坐疗伤。当姬邀月路过之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在听到对方质疑那渡劫者到底是陆晋还是雷雾妖的时候，姬邀月闪现而出，强大气息直接将3人笼罩。说那个陆晋现在在什么地方？声音如冰，3人本已被雷雾妖重创，死里逃生，此时又遭遇如此威胁，心胆俱裂。大人饶命！大人要找那个陆晋，我们亲眼所见，他能让雷雾妖俯首。那雷雾妖大杀4方，9品金丹的战力杀了不少人，但是他俨然臣服于那个叫陆晋之人。大人，我等遥见那陆晋最后将雷雾妖送给了逍遥谷弟子龙熹微，至于他，我们真不知道他去了何处啊。3人求生欲极强，把能想到的都说了出来。姬邀月皱眉，逍遥谷？是的，大人，陆晋跟逍遥谷弟子龙熹微关系极好，之前他们就抢走了黄雀药师的那剑。此话一出，姬邀月眉头皱得更紧，把你们所知道的关于陆晋的一切全说出来。是，大人，我们说。
姬邀月从宋家强者口中并不曾得知陆静的下落，但是他笃定陆静此番前往仙雾岛，定是拿到了拯救楚天雄的解药。他心中暗道不妙，若楚天雄体内混元奇毒消失，万鹤雷肯定不是对手，而到时候他们的计划极有可能会功亏一篑。逍遥谷吗？你们3个带路。姬邀月想从哪龙熹微身上找到陆静的消息，所以打算去一趟逍遥谷。宋家3人谋色复杂，这刚逃出升天，伤势未愈，又要去见那头杀兽，3人太麻烦了，你带路。姬邀月眸色一变，手起刀落，竟是直接将其中2人斩杀，然后一道灵气将最后1人束缚，就这么拖上了飞兽。宋家的这位强者，正是宋家前往仙雾岛修为最强大的那位5品金丹强者，只是如今他身负重伤，被6品金丹的姬邀月束缚，丝毫没有反抗之力。不过在前往逍遥谷的途中，他还是暗中发了传音符，将此事通知了宋家。而在此之前，宋家也收到了传音符，那宋温被杀的消息传入宋家后，整个宋家都震怒了，甚至连重伤未愈的宋家家主宋鹤鸣都在宋家一众高手的护送之下飞速赶往仙雾岛。他的儿子宋温死在了仙雾岛，这是滔天大仇。仙雾岛混乱的战场之上，到底是何人让我儿死得这么惨啊！此时的宋家家主宋鹤鸣抱着那无头尸体，仰天一声惨嚎，声音悲切，滔滔大恨直冲云霄。家主节哀！当务之急是速速追查凶手，将其碎尸万段。旁边的几名宋家高手咬牙切齿说道。而在不远处，其他宋家高手却是忧心忡忡，眼神中浮现出紧张不安。可惜我宋家公子成了个无头尸体，其他家族高手也严重折损，我宋家不幸，整体实力锐减。这战场上的情形很是凄惨，而且这些高手的死恐怕不是人为的，更像是被一头超级大妖给杀的。不错，这头大妖似乎还是一头雷霆属性的雷兽，能灭杀如此多的强者，这头大妖的实力应该相当强大。这片大地被破坏得如此创意不堪，恐怕以我宋家如今的实力，想要复仇有点不现实。众人窃窃私语，唯恐那暴怒中的家主听到。只是那宋鹤鸣早已被冲昏头脑，他声声咆哮，每一句都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儿子报仇。而就在此时，那被姬邀月掳走的宋家强者的传音符传来，顿时让一群宋家高手心头一沉。是宋钱长老的传音符，宋钱长老在求救，而且他此时正前往逍遥谷，是怎么回事？难道凶手在逍遥谷？事不宜迟，速速前往逍遥谷。此时龙熹微已经回到了逍遥谷，只是为了不让逍遥谷众人太过激动，他让是雷雾妖暂时在山谷之外躲起来。毕竟如此庞然大物，而且还是金丹巅峰境的大妖，一旦进入逍遥谷，势必会人心惶惶，惊吓众人。而是雷雾妖也很是听话的散去庞大身形，化作一团云雾飘荡在山谷之外。这是雷雾妖本就是雷电属性的云雾大妖，体态能在云雾与雷兽体之间转变，不然之前钻进路径修炼的洞穴也不会不被其他强者发现。而是雷雾妖如此听话，也是让龙熹微相当满意，甚至脑海中还忍不住浮现出路径那一道身影。短短的相聚却让他一时间有些无法释怀，可他也知道他与路径之间的缘分极有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续，哪怕见一面都没有理由。收回心神，他便飞速朝着逍遥谷内急速掠去。在路径给他的那黄雀药师的那戒中，他果然找到了能够治愈师尊的丹药，此时更是想第一时间将其给师尊吞服下去。逍遥谷内繁花似锦，俨然一片世外桃源。看到龙熹微回来，一些弟子纷纷打招呼，只是当他快要来到师尊住处的时候，却被几名弟子拦住。呵呵，龙师妹，你还敢回来？说话的是一名身材颀长，长相却颇为丑陋，一脸麻子的男弟子。而在其身后则是5名跟班小弟，几人看向龙熹微，眼眸竟全是幸灾乐祸。见过攀岩师兄。龙熹微打了个招呼，然后就要从几人身侧绕过去。这个攀岩很久之前就对他表白过，可他并不喜欢对方一直刻意躲着，而如此做法却让对方心生恨意，甚至中间好几次图谋不轨。一直到跟宋温一事闹得师尊负伤，他就以此为由更加变本加厉地欺辱他，道德绑架他，想让他因此而臣服。龙熹微的修为不如他，所以一直在隐忍着。今日对方一看见自己就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这让龙熹微眸色也变得冰寒几分。如今有是雷雾妖作为受宠，他再也不用害怕谁。站住！看龙熹微想绕过去，潘岩冷声道：你这是要去师尊房间？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师尊现在的伤势很严重，甚至极有可能因此殒命。他趾高气扬，高高在上，眼神更是带着压迫盯着龙熹微。你知不知道，你离开之后是我炼制出来了一枚护元丹，
才让师尊暂时苏醒过来，说：“你去了何处？”龙希微不想与之纠缠，淡漠道：“多谢潘师兄照顾师尊，我还有事，先走了。”潘岩眸色一冷，还未说话，其他跟班小弟却站出来阻拦：“你给我站住！你这是在跟潘师兄说话吗？潘师兄可是我逍遥谷实力第一的大师兄，你这态度算是怎么回事？快回答潘师兄的话，不然你走不了。”龙希微柳眉皱起，声音也冷了几分：“我此番出去为师尊寻来了疗伤丹药，你们若阻拦我，休怪我不客气。”他瞬间翻脸，倒是让一群人不适应了。哟呵，好大的脾气！怎么，因为你让师尊重伤，现在连大师兄的话都敢违逆了？立刻跪下，给大师兄赔罪！龙希微眸色一沉，滚！嗡，随着他话音落下，顿时一股灵气呼啸弥漫，那般决然的态度，那冷漠的眼眸，倒是十足摄人心魄。潘岩的面色都微微一变。我连累了师尊，自有我自己去弥补，用不着你们说三道四。潘岩，若再纠缠，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说完，龙希微收敛气息，绕了过去，而几人愣愣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眉头紧锁。怎么回事？我感觉他的气息好强，难道他晋升到3品金丹了？那又怎么样？大师兄的修为比他高多了，他迟早都是大师兄的囊中之物。几人说着，那潘岩摸着下巴，眸中浮现冷光。哼，等那个老不死的驾鹤西去，没有人保你，我看你还怎么硬气。嘿嘿，大师兄放心，他迟早会跪在你的裤腰带下。龙希微来到师尊的房间，顿时一股药味钻进鼻息。这药的味道不对劲。师尊云朝暮负伤之后，一直都是他在照顾着，甚至每一味药都是他亲自熬制。这么久以来，他对药物的气味已经了如指掌。可此时房间里弥漫的药味，却让他眸色一变。龙师姐，你回来了。房间里一名小师妹走过来，龙希微立刻问道：“小柔师妹，这药是怎么回事？”那小柔道：“龙师姐，我一直都听从你的安排，给师尊服用之前的疗伤药。可昨天开始，潘岩师兄就让我给师尊服用他炼制的丹药，所以才……”龙希微磨了磨牙，眸色阴沉到了极点。糊涂，这药有毒。闻言，小柔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都出来了。师姐，我不知道啊，潘岩师兄强行让我喂药，我也没办法。小柔在逍遥谷内只是很普通的弟子，这点龙希微很是了解，所以他将人搀扶起来，道：“无妨，我已带回来了上好的丹药，师尊会没事的。”小柔这才停止了哭泣，一脸委屈巴巴。潘岩这个混蛋是大长老的独子，他们父子一直图谋不轨，想成为谷主。如今师尊重伤，他们断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可我没想到，他们竟会给师尊下毒。龙希微忍不住咬牙切齿，不过他还是强忍着，从那戒中取出丹药，给师尊吞服了下去。他的师尊云朝暮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服用了潘岩的丹药之后，似乎沉睡得更深。不过好在那戒中丹药品类很多，解药也有了，这倒是让龙希微长长的松了口气。而黄雀药师不愧是老牌药师，当丹药下肚后，不过半炷香的时间，那云朝暮的面色便开始变得红润起来，一直不曾动弹的眼睑颤了颤，随即便睁开了眼睛。师尊，你醒了。看到这一幕，龙希微大喜过望，一双美眸中顿时就噙满了泪水。云朝暮年龄50多岁，可看着却如同30多的人一样。他修炼的逍遥点武学让人心性逍遥，倒是比普通人看着年轻多了。而看到龙希微哭得梨花带雨，他竟是突然从床榻上坐了起来。徒儿，你找到丹药了？云朝暮点头，抱着自己师尊梨花带雨了一阵后，才将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一并说了。当然，那是雷无妖的事情，他倒是想给他一个惊喜。而得知潘岩给自己下毒一事后，云朝暮的眸色也瞬间变了。不过他什么话都没说，而是直接在床上盘膝而坐。本座如今伤势已无大碍，服用这枚万化归元丹后，战力也能恢复个差不多。徒儿，且为为师护法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本座亲自去找那潘岩父子算账。龙希微点头，然后便跟小柔一起为其护法。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半个时辰后，当云朝暮战力恢复，他还没来得及清理门户，就迎来了一场骚动。此事与尔等无关，让龙希微给我滚出来！一声暴喝传遍山谷，而此时守谷弟子已经被强大气息震慑得跪倒在地，一些想要反抗者甚至当场吐血而亡。一场骚乱顿时在逍遥谷内震荡，数道人影飞掠而出，赫然是逍遥谷的一群长老。鸡腰月脚踏飞兽，悬停在逍遥谷前空地半空，威风凛凛。金丹6品的修为让他面对逍遥谷这等宗派有恃无恐。而此时飞出来的一群长老在看到来者强大气息后，也是眸色变幻。那为首的一名长老正是大长老潘长河。敢问阁下是何人？缘何来我逍遥谷？潘长河的修为在4品金丹境，
面对姬邀月，心中惶恐不已，说话根本不敢多硬气。尔等不必知道缘由，只管将龙熹微交出来，不然逍遥谷灭门。一句话说出，众人心惊胆战，却压根不敢强硬。阁下要找龙熹微？潘长和眸色一变，而此时其他逍遥谷强者也都眸色变幻起来，议论道：“我知道了，这位高人带过来的，那不是宋家的长老宋乾吗？”是，宋乾都来了，那肯定是宋家找来高手来找龙熹微报仇的。可我不明白的是，那宋乾长老怎么被五花大绑了？好奇怪！众人不明白了。要说龙熹微跟宋家的关系，那整个逍遥谷无人不知。谷主云朝暮与宋家家主宋鹤鸣双方重伤，也是因为龙熹微与宋温一事闹的。要说因此宋家找来高手报仇，也说得过去。可那宋家长老宋乾为何会被如此对待？大长老，依我看，既然是龙熹微惹的祸端，就让他一人承担，可不能因此而连累了我整个逍遥谷。这时候有长老说话了，而此话深得大长老的心意。不错，龙熹微不过一个弟子，他连累了谷主已是不孝，如今还要将整个逍遥谷赔进去。身为大长老，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潘长和义正言辞，旋即对姬邀月道：“阁下放心，既然阁下要找龙熹微，我逍遥谷双手奉上。”这话一出，姬邀月的眸色却是一变。从宋乾口中得知，龙熹微能掌控一头大妖是雷雾妖，而既然是雷雾妖被龙熹微带进了逍遥谷，他们应该对自己有恃无恐才是。可现在看来，那是雷雾妖恐怕并没有多么厉害，或者他并没有被龙熹微带到逍遥谷。既然如此，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了。算你们识时务，本座就在此处等着，给你们半炷香时间。时辰到了，若还不见人，逍遥谷将成为历史。话语淡漠，却透着一抹不容置疑的威严。什么人在我逍遥谷大放厥词？而就在此时，一声暴喝传出，众人眸色一变，然后就看到谷主云朝暮带着龙熹微等弟子正从谷内走出。谷主竟然醒了！太好了！有什么用？他就算醒了，也不会是6品金丹强者的对手。谷主5品金丹竟是不弱，可他刚刚苏醒，重伤未愈，根本没有抗衡对方的实力啊！可他对龙熹微视如己出，怎么可能答应将龙熹微交给对方？众人眸色变幻，而那潘长河等几名长老看到云朝暮醒来后，一双眼眸顿时变得阴沉几分。谷主，这位大人只是要龙熹微一个人，难道你打算让整个逍遥谷因为他而全体陪葬不成？云朝暮冷冷瞥了一眼潘长河，暂时忍下找他算账的打算，然后看向姬邀月，冷声道：“不知我爱徒熹微如何得罪了阁下？若当真是我爱徒犯了错，在下愿意赔偿。不过，若阁下图谋不轨，我逍遥谷也不是随便任何人都能捏的软柿子。”轰！云朝暮话音落下，手臂舞动间，山谷之中轰鸣不绝，护山大阵轰然开启。而看到这一幕，姬邀月眸色更冷，可他还没说话，却听到那逍遥谷大长老先抗议起来：“谷主你糊涂！就算以我护山大阵强行抗衡，那结局也是鱼死网破。我逍遥谷为他一个犯了大错的弟子，不值得这么做。”就是啊，谷主，何况你重伤未愈，为了一个人牺牲这么多人，本长老不同意。对方修为强大，背后肯定还有强者撑腰。谷主，你不能将我逍遥谷往绝路上带。说这种话的只是一小部分，其他人则是义正言辞，大有跟谷主同仇敌忾，誓死都要保护龙熹微的决然。而听着那些反对的话，云朝暮横眉冷对：“尔等如此贪生怕死，不如立刻滚出逍遥谷。若再敢违逆本座的话，杀无赦。”云朝暮此话一出，那潘长河眸色骤变，他声音冰寒，朗声道：“云朝暮，若你今日一意孤行，那就休要怪本长老不客气。你如今重伤未愈，并不是我的对手。既然你如此冥顽不化，一心让逍遥谷走上绝路，那就把谷主之位让出来吧。”此话一出，不少人面色巨变，原来这才是大长老的真实打算。而闻言，云朝暮眸色更冷，可他刚要说话，却看到那姬邀月身后又有一群强者急速掠来，为首一人被众多高手守护着，赫然便是死对头宋家家主宋鹤鸣。而看到对方原本打算开启护山大阵与姬邀月殊死一战的云朝暮，眸色也变了几分，似乎毫无胜算了。只是看着众人对峙，龙熹微一直都没说话。在是雷雾妖出手之前，他倒是想看清这逍遥谷内究竟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而这龙熹微这么想着的时候，一声柔和话语传来，让他顿时想哭：“徒儿，你找机会逃，有为师在此，就算是死也要护你周全。”龙熹微强行按下心头翻涌的情感，握着拳头道：“师尊放心，他们伤不了我们，今日就让他们有来无回。”龙熹微说着，一步踏出，拦在云朝暮身前。
云朝暮眉头一皱：“熹微，你虽然修为大进，却毫无胜算，不要做傻事。”龙熹微道：“师尊，您之前为我受过那么重的伤，从今天起，徒儿护你周全，不会让你再受半点伤害。”看龙熹微这般决然，云朝暮欣慰一笑，但还是叹了口气道：“你是我养大的孩子，今日我逍遥谷有此一劫，为师绝不能看着你穷途末路。你记住，为师会给你开辟一条出路，你一定要逃出去，绝不能犹豫，这是师命。”云朝暮这么说的时候，那身边的不少长老以及弟子，甚至连修为很弱的小柔师妹都异口同声：“龙师姐，他们是为你而来，我逍遥谷却不能放你过去。谁来我逍遥谷要人都给的话，逍遥谷的面子何在？我逍遥谷可不会怕了他们。师姐救过我，我愿意为你拼命。对，大不了拼了。”听着这些话，龙熹微才觉得自己在逍遥谷这么多年值了。不过在他们说这话的时候，那潘长河以及其他的长老却眸色阴沉：“哼，龙熹微，你该不会觉得以你现在的实力能抗衡对方吧？真是不知死活！若你还有点良心，就自己走过去，不要连累我逍遥谷。”闻言，云朝暮眸色一冷，可就在此时，那宋家人的咆哮声就传了过来：“龙熹微，我儿宋温是被你害死的，今日天上地下没有你的活路。逍遥谷今日若不放人，我宋家人绝不离开，不死不休。”看到一群宋家高手也是过来寻找龙熹微，姬邀月眸色浮现出一抹意外。不过此时被他束缚的宋前长老却高呼起来：“家主，家主救我啊！”这时候宋鹤鸣等人才看到了宋前，顿时皱起眉头：“宋前长老，你这是？”宋前虽深知姬邀月修为强大，但是此时宋家几乎所有高手全部出动，这种情况下若不能将他救出，那就是命了。他内心是极其害怕的，毕竟之前姬邀月抬手间就灭了他宋家2位长老，现在他将其带到了此处，已经没利用价值了。他很害怕姬邀月灭了他。家主，他杀了宋家2名长老，又擒拿我，将其带到逍遥谷，家主救我啊！姬邀月听着这话后，眸光一冷，聒噪，砰！话落，一道灵气瞬间击穿宋前胸膛。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一惊，那宋家人更是目瞪口呆。宋前可是5品金丹强者，就这么毫无反抗的被灭杀了。这个女人是在挑衅他宋家威严。可感受到从姬邀月身上弥漫的恐怖气息，宋家高手却都不敢轻举妄动。那宋鹤鸣如今重伤在身，更是丧失战力，今日之事绝不能鲁莽行事。而宋前的死也让逍遥谷的人看清楚了，姬邀月并不是宋家请来的帮手。你是什么人？为何杀我宋家长老？宋鹤鸣咬牙切齿，声音虽冷，却也没敢轻举妄动，甚至连愤怒都在努力压制。本座乃万剑宗圣女峰峰主。姬邀月此话一出，顿时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原来是万剑宗的姬邀月姬峰主。失敬失敬。得知他的身份后，潘长河第一个站出来恭敬行礼，那谄媚的态度让云朝暮等人忍不住一脸鄙夷之色。而宋家一众强者此时面色也是大变，万剑宗峰主这等人物可不是他们能得罪得起的。可他刚刚还杀了他宋家长老宋前，说不准是不是敌人，但肯定不是朋友。而就在宋家人纠结之际，那逍遥谷大长老潘长河随即态度大变，指着云朝暮所在阵营磨牙道：“姬峰主，我逍遥谷可不敢得罪您。”那个女子就是龙熹微，可她如今被那一群冥顽不灵的东西保护着，姬峰主若是想拿下她，属下愿意为您效劳。此话一出，众人面色皆是一惊。潘长河，你这无耻小人，竟要帮外人对付同门，卑鄙小人，你不配为我逍遥谷大长老，你本意就是抢夺谷主之位，现在竟干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就不怕遭天谴吗？云朝暮周围一群长老弟子纷纷叫嚣起来，而在潘长河周围同样围拢了一帮人，这些人都是他阵营的，此时也是高呼着与云朝暮阵营之人对峙。姬邀月看着这一幕，缓缓抱起双臂，冷笑道：“哼，看起来你逍遥谷内部也不安生。好，既然如此，你就帮本座拿下他，若能成，以后这逍遥谷谷主就是你了。”姬邀月这话让潘长河面色大喜：“多谢姬峰主，我现在就拿下他。”话音刚落，那潘长河直接掠出，面对云朝暮冷喝道：“云朝暮，如今你重伤未愈，强打精神，根本不是我的对手，给你3息时间，若不束手就擒，今日便是你的死期。”穷凶极恶，顿时引起一众强者大声疾呼：“可恶的东西！潘长河，你如此倒行逆施，简直该死！你想杀了谷主大人，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你简直不是人！你个畜生，有种放马过来，老子今天与你不死不休！”云朝暮身前
一众长老弟子纷纷踏步而出，同仇敌忾，眸中全是决然。就凭你们也敢阻拦本长老？笑话！潘长河大手一挥，与他沆瀣一气的一众人等，此时也纷纷行动。那潘岩更是忍不住嘲笑道：“龙希微，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为我逍遥谷带来的劫难，你怎么还有脸继续站在这里？还不滚过去给姬峰主磕头谢罪！”听闻此话，龙希微站出来，面色漠然，却没理他，而是看向了宋家一帮人。他声音不卑不亢，淡漠道：“你们是不是也想加入他们？”看到龙希微竟直接将矛头对准了他们，宋家众人面色复杂地看向家主宋鹤鸣。而宋鹤鸣纠结了一阵之后，忽然对着那姬邀月跪拜下去：“姬峰主，在下宋家家主宋鹤鸣，愿归顺姬峰主麾下，当牛做马，在所不辞。”这般态度更是让云朝暮等人内心波澜不定。今日加起来三方阵营对付他们，逍遥谷恐怕在劫难逃了。而姬邀月见宋家人这般姿态，冷笑一声道：“好，既然如此，你们就联手把逍遥谷那些冥顽不化之徒斩尽杀绝。”遵命。话落，宋家众多强者竟是直接与潘长河的阵营联合在了一起，对着云朝暮所带领的一众人等逼迫而来。哼，今日与尔等鱼死网破。谷主，护山大阵彻底开启，我等速速入阵迎战吧。云朝暮刚要点头，却忽然听到一个决然的声音：“师尊，今日之事我来解决。”龙希微扫视对方阵营，忽然冷笑：“既然尔等选择不死不休，那便不死不休。”话音未落，他一声大喝：“小静，来！”咔嚓轰，一声炸雷骤然响彻天地。这一瞬间，所有人全被震惊的原地石化。视线里，一头庞然大物于云雾之中飞速化形，然后冲过来，空气似乎都被冲击出道涟漪。什么？那是什么？是雷雾妖啊！是那头仙雾岛上的是雷雾妖！天哪！他真的将那头大妖带回了逍遥谷。众人惊呼，就连姬邀月此时面色也是巨变，甚至产生了想要立刻离开的冲动。咕嘟！而看到这一幕，潘长河以及宋家那群人更是忍不住倒抽凉气，狂咽口水，满眼都是震撼。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那强悍的是雷雾妖一番冲击之下，竟然来到了龙希微跟前，然后如同一头摇尾乞怜的小狗一般开始跪舔。这是怎么回事？云朝暮也懵了，他刚刚那一瞬本想冲过去将龙希微护在身后，却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离奇的一幕。那可是金丹境巅峰的无敌大妖啊！而龙希微此时却面无表情，然后他指了指前方阵营，缓缓开口：“小静，那些人一个不留。”此话一出，对方阵营里那潘岩忽然大笑起来：“龙希微，你在开什么玩笑？那大妖脑袋生锈了才听你指挥，你……轰！”然而那潘岩无知的话语还未说完，是雷雾妖忽然一道吐息就炸了过去。随着一声轰鸣巨响，那潘岩的身躯直接炸成一片血雾，甚至连他周围的那些人也被波及，此时也死的死，伤的伤，一片混乱。神什么？儿啊！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潘长河满眼难以置信，甚至一时间以为自己在做梦。可当现场瞬间骚乱起来，是雷雾妖已经冲入对方阵营，开始疯狂屠杀，雷霆阵阵，一群人开始四散溃逃。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一切都是真的。你杀了我儿，我要灭了你这孽畜！潘长河顿时就怒火攻心。可当他看到那庞然大物一道吐息之下，又秒杀了几十名强者之外，他整个人瞬间石化。要报仇，无异于以卵击石。是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噌！潘长河忽然醒悟似的，全身灵气滚滚，冲向了龙希微。而与此同时，那宋家阵营中也有数道人影冲向了龙希微。那是雷雾妖他们对付不了，此时却将矛头对准了龙希微。小静，来！龙希微眸色一寒，宛若言出法随般，那因为想念路径而给是雷雾妖取名小静的大家伙直接冲了过来，眨眼就灭了宋家几尊高手，甚至连那宋鹤鸣都直接被一道雷霆之力轰成了渣。潘长河，你一意孤行，陷我逍遥谷于不义，去死！随着龙希微指尖一指，是雷雾妖单独对其发动了攻击。4品金丹境的实力，在他跟前简直土鸡瓦狗，没有半分战力可言，跟宋鹤鸣一样，也成了一片骨渣血雾。而云朝暮以及身边那群逍遥谷强者，全程看着这一幕，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此刻的心情了。而在是雷雾妖的一番轰炸之下，现场狼藉一片，尸体满地，一些逃得快的钻入山里消失不见，其余人全部声息全无。而龙希微的眸光忽然看向半空，姬邀月，休走！
看到姬邀月要逃，龙熹微眸色一沉，六品金丹又如何？他有噬雷雾妖，照杀不误。小静，给我冲！咚！噬雷雾妖铁蹄猛踏大地，整个身躯宛若离弦之箭暴冲而出，眨眼到了虚空之上。混账！姬邀月咬牙切齿，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场胜券在握的战事会突然转变成为这般境况，甚至连自己都要狼狈逃命。可那是雷雾妖实力太强，哪怕他施展出地品上乘的凌波踏浪步，却也无法逃脱那巨兽的穷追猛赶。我不能死！眼看那是雷雾妖气息烈烈，距离越来越近，姬邀月心中突然笼罩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死亡气息。九剑下虚空，金丹给我爆！万般无奈之下，姬邀月眸如死灰，却腾起前所未有的决绝。留有一线生机，总比身死道消强。轰！一道金光飞出，赫然便是他的金丹。金丹自爆，恐怖的毁灭之力顷刻间席卷而出，甚至连是雷雾妖那追过去的速度都被冲击，骤然停了下来。而与此同时，9把巨大飞剑从爆炸之所骤然飞出，窜向9个不同方位。其中一把飞剑上，姬邀月口喷鲜血，眼眸惶恐决绝，是否能留一命逃出升天，全看造化。而果然，9把飞剑迷乱方位，金丹自爆，更让是雷雾妖速度受阻。没想到那人竟如此决然，当他回过神来，9把飞剑早已窜入虚空。至于那人在哪把剑上，他竟一时间也无法辨识。小静，回来吧！龙熹微招手道。是雷雾妖这才有些不甘心的掉头折回。现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只剩下那云昭木一众人等长大了嘴巴，似在发出无声的震撼。碾压，反杀，强势逆转，力挽狂澜。良久，云昭木才开口，声音甚至带着一丝颤抖。熹微，这是雷雾妖怎么回事？龙熹微轻轻抚摸着是雷雾妖，压制住之前因为杀戮而无法平复的心情，尽量平静的语气说道：师尊，这是雷雾妖，是一个叫陆静的朋友送我的。这话让众人更加错愕。朋友？什么朋友如此大手笔，送你足以媲美人类金丹9品的超级大妖？好好好好！突然，云昭木就笑了起来，笑的是那样爽朗，是那样的痛快。今日若无这是雷雾妖助阵，我逍遥谷恐怕就不复存在了。潘长河等人居心叵测，妄图勾结外人灭杀我等，如今被是雷雾妖灭了，是意外，也是咎由自取。云昭木扫视众人，满意的点了点头。诸位，宗门绝境之下，尔等并没有投降认输，更没有那认贼作父的卑鄙行径，有你们是我宗门之大幸。如今逍遥谷有如此大妖坐镇，我逍遥谷从今往后再也不怕了。另外，熹微现在已经晋升3品金丹，比起其他大宗门弟子也是绰绰有余，所以数日后本座打算带他前往8部雪龙潭参加血月圣地的考核。好，龙熹微师姐乃我等楷模，太棒了！我逍遥谷想必在不久之后也能崛起成为超级势力。谷主，那宋家的高手如今死伤不少，而他们家族自是强大，多年来一直打压我逍遥谷。今日此事过后，本长老愿意带人前往其家族，将其一锅端。好，打扫战场，回谷庆贺。对了，熹微你那个叫陆静的朋友在什么地方？没有他送的小静，我们今日将万劫不复。他对我逍遥谷有大恩，本座必须当面重谢。龙熹微看自己师尊那压不住的热情，俏脸居然浮现出一抹红晕。怎么不方便？云昭木笑得意味深长。不是，师尊，如果真见到他，师尊可不可以不叫是雷雾妖小静？云昭木哈哈一笑，已明白，师尊明白。在一片荡漾着浓浓迷雾的森林中，一道红袍人影在狼狈逃跑，后方一群妖兽发出贪婪的嘶吼，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失去了金丹的姬邀月一路逃离逍遥谷，却不想降临山林后，竟被一群嗜血的妖兽盯上。他战力尽丧，此时已是强弩之末，死亡气息飞速笼罩。咻咻咻！而就在这时，一连串的剑矢破空之音擦着耳畔划过，后方妖兽的追杀戛然而止。姬邀月松了口气，却谨慎地看向前方，2道黑布遮面的黑衣身影出现在视线里。多谢2位救命之恩。姬邀月如今金丹自爆，几乎失去一切，再也没有之前的高高在上。看到2人后，立刻躬身行礼。那2人对视一眼，旋即发出笑声。你就是万鹤雷万峰主让我们前来营救的姬邀月姬峰主吧？姬邀月一听这话，立刻松了口气。是万峰主让你们来救我的，太好了，有劳2位了。之前他将传音符发出，向万鹤雷求救，没想到2人竟在关键时刻出现，救了他一命。呵呵，别高兴得太早，能不能活还要看。噗呲，那男子声音未落，一道长剑破空之音从后方传来，直接刺穿了姬邀月的咽喉。姬邀月声息飞速溃散，眸中噙着浓浓的不甘。
他到死都不愿相信，他身为万剑宗圣女峰峰主，地位尊贵的存在，培养出柳如烟那等天之娇女，马上就能拥有血月圣地赐予的庞大资源的人，他怎么能死在这里？死在一个陌生人手里？可直到他声息全部消失，也没看清对方的面容，死不瞑目。这样的人说一句废话都是多余。那一件刺穿鸡腰月的女子缓缓摘下面罩，却正是汪敏。说的是我们两个犹豫了。秦龙、周武，你们既然是被万鹤雷派遣过来的，如今人死了，回去如何交差？汪敏问道。那秦龙笑道，这还不好办，就说他在我们赶到之前被妖兽吃了。周武点头，哈哈，就这么干。周武又说道，汪敏，如今你杀了姬妖月，也算是进入圣堂的投名状，回去后我们会向堂主举荐你加入组织。汪敏点点头，如今我一心想加入圣堂，能遇到两位是天大幸运，多谢了。二人笑了笑，然后问道，我圣堂欢迎所有与血月老祖不共戴天之人加入，只待万事俱备，堂主一声召唤，共举大义。汪敏沉眸道，你我都是青州治下被血月老祖害惨之人，为圣堂大义，我甘愿赴死。哈哈哈，俺也一样。走吧，继续我们绞杀血使者的任务。当陆晋从仙雾岛带着解药回到万剑宗的时候，却怎么也没发现楚天雄的身影，发出去的传音符也杳无音讯，如石沉大海。陆晋心头暗感不妙，肯定出事了。万剑宗表面上太平无事，可背地里却暗流涌动，甚至当陆晋释放精神力探查之时，竟发现一些万剑宗弟子竟在暗中杀害其他弟子，他们的目的杀人取血。精神力感之中，万剑宗身处一处禁地，竟有一股浓烈的血腥。陆晋没有拖沓，很快无声无息出现在禁地之内，眼前出现了一座充满浓烈血腥的血池，血池之中血光粼粼，而那些被杀死取了血的弟子尸体则是被当场焚烧掉。不远处还有一群弟子被灵气绳索束缚，跪在地上等待着被杀戮。他们居然在等死！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吗？畜生！陆晋从来没想过万剑宗内竟然会发生如此惊人之事。看着那些弟子充满绝望的脸，他内心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火山般狂喷而出。轰！灵气四射，顿时笼罩方圆千丈。什么人胆敢来血池捣乱？那为首之人却并不是万剑宗弟子，而是万剑宗九峰之一的黄沙峰峰主柴泉。而看到陆晋后，那一群宛若待宰的羔羊般的弟子立刻就挣扎起来。陆晋师兄，救我！柴泉峰主勾结血使者，要把我们全部血祭给血月老祖啊！求救声急切，那眼神中对生的渴望让陆晋眸色更加决然。柴泉，你身为万剑宗峰主，竟然在宗门残杀弟子！陆晋一声暴喝，眼眸中火焰腾腾，看着对方恨不得立刻将其碎尸万段。不过柴泉暗中干这种勾当，其中定然有着不为人知的目的，他要从其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陆晋，柴泉看到陆晋，眸色也是一变，不过旋即却笑了，哈哈，被你发现了。陆晋，你是个天赋很不错的弟子，不如跟着本座做事，到时候本座举荐你进入血月圣地，如何？陆晋眼眸一眯，果然又跟血月圣地有关，跟着你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吗？陆晋冷声道，你也是血使者联盟之人吧？既如此，那今日天上地下都没你的活路。陆晋杀意弥漫，不愿多说。而闻言，那柴泉也是一声令下，既然你找死，我就在圣女杀你之前将你灭了。众弟子听令，速速给我斩杀此僚！一群弟子足有20多人，立刻就对着陆晋冲杀过来，一上来就是杀招，甚至那弥漫出来的灵气之中竟夹杂着血腥之气。无疑，这群弟子也在暗中修炼了来自血月圣地的血魔功法。只是他们虽然战力因为功法缘故而飙升，可就连那柴泉的实力也不过7品金丹境，对于如今的陆晋来说构不成威胁。都给我死！陆晋周身灵气纵横，万剑朝宗诀瞬间爆发，他甚至都没动用防御之力，只有进攻。砰砰砰砰砰砰砰，一连串的轰鸣响彻，顿时这一片禁地之上混乱冲天，惨叫连连。那一帮兄弟子在陆晋的攻击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眨眼全部倒地，生死不知。战斗结束的太快，以至于那柴泉竟然愣住了，眼看着这些弟子被灭，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好快的剑！柴泉眸色冰寒，陆晋，没想到你已经将万剑朝宗诀修炼到如此境地。不过，你以为他楚天雄只将这部剑法传授给你了吗？你错了，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万剑朝宗诀。陆晋一声大喝，废话真多。嗡！他手臂舞动，道道剑光宛若洪流，朝着柴泉冲了过去。柴泉牙根一咬，却也没有退缩。什么？
你已经晋升金丹了，不过一品金丹在我这里一样是蝼蚁。这一刻，他似乎才发现陆晋的修为已经晋升到了金丹之境，但是对于7品金丹的他来说，一品金丹的确不足为惧。而他此时所施展的同样是万剑朝宗诀，这部地品上乘武学乃万剑宗宗主才有资格修炼的剑法。不过柴玄曾经见过楚天雄修炼，于是便是暗暗偷学，没想到长期修炼下来，他也是将这部功法修炼得颇有成就。只是之前他并未在人前施展过，毕竟偷来的若被宗门发现，那可是大罪。可如今万剑宗几乎就要变天了，他再也不用忌惮。当然看到此时陆晋施展这部功法，他有一种用同样功法将其击败的心态，如此才是杀人诛心。然而当同样的剑法对碰之后，在陆晋那宛若洪水猛兽般的剑流攻击之下，他忽然心惊胆寒起来。双方的攻势看上去同样规模宏大，毁灭之力无与伦比，可刚一接触，他的剑流便被陆晋的剑流淹没，摧枯拉朽般被击溃。噗呲，柴玄震惊间，一道带着火尾的长剑如入无人之境，冲破他的防御，刺穿了他的丹田。神什么？柴玄彻底愣住了，全身气息疯狂溃散。你毁了我的丹田！啊啊！他一声咆哮，想要反抗，却被陆晋一道灵力彻底束缚，压根无法动弹。剧痛从丹田之处传出，他低头，然后就看到陆晋竟是生生将他的金丹从丹田中挖了出来。不要啊！陆晋，我错了，你放过我，我什么都愿意配合，不要毁了我的金丹啊！修炼到7品金丹境也算是相当的不容易，眼看着自己毕生心血被挖出来，柴犬死的心都有了。哼，你这种人不配活着。陆晋冷冷道，旋即心神一动，藏天关内一道吞噬之力将其包裹，眨眼就将其金丹吞没。旋即一股精纯而磅礴的灵力直接反哺体内，这一瞬间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刚刚晋升的1品金丹的修为得到了极大的稳固，那气息浓烈的程度比他预想的还要磅礴。嚯，这金丹的确是个好东西，看来以后灭了那些金丹修士之后，金丹绝不能浪费。陆晋摇头一笑，旋即看向那眸若死灰的柴犬。你之所以现在还活着，是因为我要从你口中打听关于宗主的消息。说吧，宗主去了何处？而且万剑宗内这几日发生了什么？说吧，不然你可能就要化为灰烬了。话音落下，陆晋掌心一团异火弥漫而出，带着杀意，在柴犬头顶熊熊燃烧起来。烈火阵遇见的火焰，如今以他的精神力强大程度，也能轻易操纵。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让柴犬心中恐惧，不然他金丹没了，若破罐子破摔，想从其口中得到消息就有点难度了。而果然，柴犬虽没了金丹，却在如此惊吓之下，一心想活命，直接就跪了下去。我说，不要杀我！我都说，宗主隐藏起来了，我真的不知道他去了何处。是那万鹤雷万峰主干的，他是血食者。万剑宗内已经有不少人被渗透成了血食者。他日前猜测到宗主中毒一事，想要将其解决掉，然后彻底掌控万剑宗。宗主被暗算之后逃出了万剑宗，万鹤雷他们仍旧在追杀他。我带领弟子杀戮这些弟子取血，是为血月老祖献祭。相传3个月后，血月老祖会有一场盛大的仪式，至于这场仪式是做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血月老祖需要万人血来开启这场仪式。陆晋听到这话后，瞬间心惊肉跳。万人血，只为了一场仪式就需要杀戮1万个人采集人血，这血月老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了解了一些事情后，陆晋沉眸问道：所以宗主现在最有可能去的地方是哪里？柴犬不敢不回答。万鹤雷已经绝了宗主所有生路，所以若有一条活路，那边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魔窟。此话一出，陆晋眸色更沉。魔窟，3年前自己就是在魔窟之中被柳如烟和杨巅峰暗算，如今3年过去，他没想到万剑宗宗主竟然被同门逼上绝路，只能在魔窟那等凶险之地寻求一线生机。说完了，陆晋冷声问道：完了，我知道的都说了，别杀我，别杀我啊！砰！陆晋一拳轰出，柴犬的脑袋直接成了一片血雾。陆晋转过头去，看向那一群仍旧被束缚的弟子，他缓缓走过去，然后将所有人身上的绳索全部解开。都回去吧，身上有传音符，一旦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立刻通知我。关于血食者，一旦确认他们的身份，杀无赦。扑通扑通，陆晋话落，顿时一群弟子就跪下来，不断磕头。陆晋师兄，感谢救命之恩，我们知道了。我与血食者不共戴天，还以为那血月圣地是什么武道圣地，原来是杀人如麻的地方。陆晋师兄，您一直与那杨巅峰、柳如烟纠缠，辛苦你了，希望你能早日将血月圣地给血洗了。
一群弟子情绪激动无比，今日若无路径，他们必死无疑。而那被活着取血，眼看着自己生命流失干净的凄惨场面，却一直萦绕脑海。这刻骨的一幕幕，让每个人对血月老祖产生了难以原谅的仇恨。对此，陆径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才想起宗主楚天雄的2个生命中最大的愿望，一个是杀了血月老祖为逍遥村报仇，另一个便是将血月圣地彻底清洗，为青州百姓拔出这颗毒瘤。这一刻，他明白了宗主的良苦用心。宗主，既然我师尊已经归去，那就由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你一人苦苦支撑这么多年，也该见到些成果了。陆径握了握拳头，然后腾空而起，目的地赫然便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魔窟。魔窟外围，数道身影在魔窟入口把守，可谓是戒备森严。那黝黑的魔窟深处，一声声凶厉的咆哮传出。这魔窟之中，有魔族余孽，有魔兽纵横，是一片完全不同于外界的地方。不知是在何时的一场人魔大战中，那些魔族余孽被囚禁在那一片空间之中，有高人利用强大法力将其封印其中，而人族能够自由进入，魔族却无法逃出。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些修为强大的修士进入其中历练，一方面能猎杀魔族，一方面能于无尽的凶险之中锤炼战力。当然，这么多年来魔窟中发生的跟自己身上发生的相似的爱恨情仇的事情也不在少数。陆径远远看过去，很快便认出来，那些看守此处之人全都是万剑宗弟子。从这阵仗来看，宗主大人应该已经进入魔窟了。陆径眸色森冷，魔窟寻常时候根本无人看守，此番做法定是要将宗主置于死地。为了验证这般猜测，陆径直接冲了过去。尽管那为首的强者修为也是6品金丹境，但那等修为对他来讲已经毫无威慑力。什么人？一群人反应迅速，陆径也没有躲闪，而是开门见山。而等在此地看守魔窟，是因为宗主大人在里面吗？当看到来者竟是陆径，一群人立刻笑了起来。原来是陆径师兄，万峰主果然说的没错，你一定会前来寻找宗主大人。哈哈哈！既然自投罗网，你就先下去等着宗主吧，你们会在阴间团聚。上！他手段颇多，可别让他跑了。一群弟子看到陆径竟是有恃无恐，甚至似乎忘记了自己可是曾经差点将圣女柳如烟给杀了的人。不过当陆径感受到在人群后方有着数道隐晦而强大的气息后，立刻便是明白，这里非但有这群弟子，还有更加强大之人在此看守，针对宗主楚天雄也是在等待他。看样子宗主是在这魔窟之下了。一群人那般态度让陆径了然。不过他并不打算恋战，那魔窟之下有着无数凶险，虽然3年前自己被毁了丹田，挖了至尊骨，依旧能逃出升天，可在那一场灾难中的确有着运气的成分。如今宗主身中混元奇毒，在其中想必也是凶多吉少，所以他打算直接进入魔窟。只是那群弟子却一声令下，齐齐围攻上来，压根没有给他进入魔窟的机会。尔等，找死！陆径一声冷喝，周身灵力荡漾，须臾幻化密密麻麻的长剑，发出剑吟，冲向四方人群。杀了他！咻咻咻！一群弟子纷纷冲杀上来，纷纷做出护体防御，更是将最强大杀手锏全部施展，唯恐无法将陆径压制。可当陆径展现出难以抗衡的金丹修为后，一群人立刻败北，全身防御崩溃，气血倒转，单单那恐怖的压迫之力就让他们无法招架。而陆径也没有心慈手软，这群人既然图谋不轨，他便毫无怜悯之心。蹭蹭蹭，长剑呼啸而下，带着恐怖而磅礴的气势，直接刺穿所有人的身体。不过几个呼吸间，一群弟子全都趴在地上，嗷嚎不止，那些发不出声音的已然丧失生机。战斗结束得太快，以至于那后方隐晦的气息都没来得及出手，便是看到陆径的身影已经纵身跃入魔窟之中，消失不见什么。这个陆径如今竟如此强悍，这群弟子加起来的战力相当强大，却被集体秒杀。这个陆径的战斗力到底强大到什么地步？齐峰主，恐怕以我的实力都无法做到这一步。陆径的战力应该能媲美7品金丹了。当陆径进入魔窟之后，那一群隐晦气息便是浮现出来，赫然是一群万剑宗的高层。而那被叫做齐峰主的强者，也是万剑宗9峰之一的峰主。闻言，那齐峰主的眸色一变，沉声道：虽然不愿意相信他的修为进境如此迅速，但他的实力的确恐怖，安全起见，必须将此事告知万峰主，以防万一。是。约莫过去1炷香时间，一道气息强大的身影降临在魔窟外围，正是万鹤雷。此时的他眸色阴沉，看到齐峰主等人，沉声道：姬邀月的魂灯灭了。此话一出，顿时一群高层眸光全变了。万峰主，您是说姬邀月姬峰主死了？
他不是前往仙雾岛寻找路径了吗？以他6品金丹的实力，怎么会死？难道我等的计划暴露了？那万鹤雷没有回答，而是又抛出了一个让众人震惊的事情：柴犬也死了，所有随他准备献祭血池的弟子也全都被杀了。话语冷淡，却宛若一记重磅炸弹，让在场所有人眸色震惊。柴犬也死了，谁干的？该不会是陆晋吧？以他的修为，应该不是柴犬的对手。万剑宗中还有不少圣堂成员，想要将其彻底清除，看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血月老祖的终极大事，我等必须坚持到底。万风主可知杀死姬邀月与柴犬2人的凶手？万鹤雷摇头，他不知道答案，不过他眸光却看向魔窟那漆黑的入口处。那个陆晋如今也进入魔窟，恐怕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已经从黄雀药师那里得到了解药。这话说出来又让众人一惊。万风主，那该如何是好？一旦楚天雄体内驱除剧毒，活着从魔窟出来，恐怕以您的修为也无法对付。万鹤雷道，所以我等必须联手设伏。我手中有一件宝贝，乃是雪月圣地墨家世子赐予的血煞伏虎阵，诸位要不要领略一下天品阵法的厉害？此话一出，众人激动起来。天品阵法，天哪！墨家世子竟然如此大的手笔，连天品阵法都舍得给，不愧是追随血月老祖的忠实世家。万风主如今有墨家撑腰，前途无量。万风主，这天品阵法若是加持在魔窟之上，就算那楚天雄恢复9品巅峰战力又如何？照样被大阵绞杀。万鹤雷点头，旋即道：事不宜迟，速速随我布阵。阵法布置好，本座会给墨家世子发传音符，若他高兴，很有可能亲自前来坐镇。那太好了，墨家世子那等大人物，乃几百年难遇的天之骄子，若能一睹尊荣，3生有幸。若得墨家世子相助，楚天雄必死无疑，万剑宗宗主之位终会是万风主的。当陆晋进入魔窟之中，顿时便被一股魔气所笼罩。此地虽为魔窟，却相当庞大，犹如一个诡异的地下世界，处处暗藏杀机，甚至哪怕其中的一片树叶都有可能沾染魔兽吐出的剧毒，一旦触碰，很快便会丧失生机。不过陆晋3年前来过此地，虽然其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所过之处还是有着大概的模样。3年前我差点被此处的妖魔吃了，也幸亏师尊留给我的那戒之中法宝众多，几乎将所有宝物全部施展殆尽，才逃出升天。再入魔窟，那些魔族异类倒是有必要大开杀戒一番。陆晋眸色一冷，精神力辐射四方，朝着那血色与黑色调的魔窟深处急速前行。不知宗主身在何处，传音符在魔窟中竟失去作用，看来只能另寻他法寻找了。陆晋之前也利用传音符联系过宗主楚天雄，奈何对方一点回应都没有。无奈之下，只能沿着这魔窟的一条昏暗通道一直往深处走。而随着越走越深入，其中所弥漫出来的魔气越发的浓郁，甚至到了更深处，那些魔气竟宛若黑云般在空间中游来荡去。陆晋在那些魔云之中感受到一股股诡异的气息若隐若现，这些魔气当中居然已经酝酿出了没有灵智的魔族精灵。你们终归不属于这个世界，人族与魔族势不两立，当初你们想踏入人界，侵犯我人族子民，如今被囚禁于此，也是咎由自取。陆晋眸光阴冷，忽然前方那魔气之中，一团黑色身影漂浮过来，对他所在的位置不由分说就是猛烈一击。陆晋一愣，却也瞬间出手了，灵力缭绕周身，瞬间化为一只巨大的手掌，将那道魔影直接捏爆。沉闷的爆炸声响起，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动静，周围道道咆哮声音若隐若现，掩盖了爆炸声。藏天关可吞噬一切，不知可否吞噬魔气？试试。翁心神一动，藏天关内一团黑色的吞噬力量便弥漫而出，竟是眨眼将方圆几十丈之内的魔气一扫而空，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精纯灵气涌入体内。果然，陆晋眸中忍不住浮现一抹惊喜。这魔窟中魔物众多，单单魔气就是很磅礴的一股力量，看来又能大肆吞噬一番了。陆晋精神力弥漫方圆100丈，而吞噬之力只弥漫了方圆50丈，如此便能不动声色地将此处的魔气一扫而空，而不引起其他魔物的注意。他一路前行，体内灵气越积越多，1品金丹境的修为的飞速攀升，这种感受让他内心十分舒爽，同时又感慨藏天关的神通，有如此至宝，每一秒的浪费都是暴殄天物，给我大肆吞噬！嗡，吞噬之力不断翻涌，他前行的速度也开始加快，而涌入他体内的精纯灵力更是源源不断，钻入他丹田之中那颗金丹之内。如此这般疯狂吞噬一阵后，精神力扫视之下，前方空间中终于出现了几道有别于魔灵的魔物身影。吼！那魔物高达数丈，通体黝黑，獠牙巨嘴，发出阵阵咆哮，
头上长着奇形怪状的大角，似乎其上有闪电在缭绕。连魔丹都没凝聚的小魔怪，就别冒充大头葱了。陆静淡然一笑，砰砰砰，所过之处连番爆炸。他连速度都没减，一股狂暴精神力涌出，竟直接将那几头小魔怪碾压成一片血雾。面对这等低劣魔怪，他根本不需要动手，一道精神力便可将其彻底碾碎。如此这般继续前行，一路吞噬，一路寻找，一路杀戮。不知过去了多久，当他灭杀了数百头大小魔物后，前方终于出现了足以媲美金丹修士的魔物，而且还数量相当多，围拢在一起，跟其他地方分散的魔物完全呈现两种不同的状态。宗主。陆静瞬间明白此处魔物聚集的缘由。视线所及的地方，楚天雄的身影盘膝坐在地上，周身缭绕着精纯的灵气，一层又一层，甚至还有剑光在围绕着他飞掠不停。他在抵抗着周围那些魔物的攻击，而且从他那疲惫的面容上能看得出，他已经坚持了很久，有一种油尽灯枯的飘摇感。宗主，终于找到你了。陆静的声音传了过来，而听到这熟悉的话语，那楚天雄原本闭着的双目陡然睁开，看到陆静的那一刻，眸光浮现出难掩的惊喜来。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让我失望。楚天雄哈哈大笑，即便眼前有成群的魔物在围攻他，也难掩此时的豪迈。宗主，让我进入你的防御圈。陆静话音刚落，楚天雄周围的防御顿时开启了一个门户。陆静瞬间钻了进去，动作宛若闪电，那些魔物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吼吼吼！可因为他的到来，成群的魔物开始咆哮，甚至那黑暗的远处不断有更为强大的魔物朝着此处狂奔而来，铁蹄践踏大地，地动山摇，魔浪冲天。陆静近距离地看到楚天雄，面色陡然一凝。他清晰地看到楚天雄身上那一道道伤痕，以及那因为中了混元奇毒而对身体造成的巨大伤害。他的气息比起之前虚弱了太多太多。他可是紫府境高手，若不是身中剧毒，岂会沦落至此？宗主大人，是万鹤雷他们将你逼迫沦落至此。万剑宗内已经有不少人沦为了血月老祖的走狗。陆静说着，把一枚丹药拿了出来。这是……楚天雄看到这一枚珠圆玉润的丹药，眉头瞬间皱起。他并没有期待陆静能够找到黄雀药师将解药带回来，可眼前这枚丹药上所弥漫的气息，让他呼吸一口就觉得相当舒爽。混元奇毒的解毒丹，宗主赶紧吞服下去。此处的魔物数量太庞大，且战斗力惊人，宗主必须快速恢复战力才好。楚天雄内心震惊，没想到陆静竟真能帮自己拿到解药。他没有多说，点了点头，直接将解药吞了下去，然后才皱起眉头。你找到黄雀药师了？这解药是他亲手炼制的吧？陆静却摇了摇头，是弟子炼制的，如今弟子也算半个炼药师了。楚天雄眉头皱得更紧，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陆静出去一趟之后竟然有了如此手段。可没等他多问，那吞下去的解药忽然爆发出一股精纯的药力，开始在他体内产生一连串反应。他老舅，贼痛！楚天雄体内的剧毒已经深入膏肓，突然被解药那强横的药力驱逐，他必须隐忍那种抽筋扒皮般的巨大痛苦。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从他额间滴落下来，不多时便已汗如泉涌。看着此时的楚天雄，陆静没有说话，有些痛苦，只能自己承受。而与此同时，楚天雄所布下的最外层一道防御已经被那成群的魔物攻击出道裂纹，似乎立刻就要分崩离析。宗主且先安心驱毒，弟子帮你解决了这群魔物。陆静说完之后直接冲了出去。此处汇集的魔物足有数百之多，各种战力都有，最强大的竟足以媲美人类五品金丹修士。恐怖的气息连绵不绝涌向四方。陆静出了防御之后，成群魔物立刻便攻击而来，一拥而上，大有将他撕碎的架势。孽火镇狱剑，给我杀！这次他直接动用品阶比万剑朝宗绝高得多的孽火镇狱剑。噌，手中火光冲天起，其中一把长剑浮现而出，下一秒火焰长剑在这昏暗的空间划出道道火影，冲入魔物阵营，宛若生死之镰，疯狂收割着这群魔物的生命。这么不经杀，数百头魔物在孽火镇狱剑的一番杀戮之下，全成了他的剑下亡魂。而所有被灭魔物的滔滔魔气，也全部被藏天关反哺为灵力，成了他金丹内的能量之源。解除了眼前的危机之后，他看向那遥远的魔窟深处，一股隐晦的恐怖气息在其中若隐若现。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选择近距离的为楚天雄护法。而在他消化着体内滚滚灵力之时，某一刻，一股怪异的感觉油然而生。不会吧？吞噬了这么多的魔物后，要晋升2品金丹？陆静如今身处魔窟之中，自然不是晋升的最佳时机。他灵珠之境的雷劫便是那般恐怖，如今要迎来真正的金丹雷劫，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将会是多么震撼的规模。
可若他立刻招引雷劫，恐怕那封印魔窟的阵法都会被雷劫给破坏掉，而到时候万一那些封印在魔窟深处的魔族重新踏入人界，必将对苍生黎明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你终于将一品金丹的修为彻底稳固了。而就在此时，青莲女帝的声音飘了出来：你的进阶速度倒是比我要求的还要提前不少，既然已达金丹，那就立刻与本帝双修。啊！陆静顿时懵了。女帝大人，您可别开玩笑，这里可是魔窟。陆静直接懵了，他压根就没想到青莲女帝会在这种时候在这个地点提出这样的要求。之前是在棺材里，现在是在魔窟，玩得这么花的吗？魔窟怎么了？本帝现在需要，在乎什么时间地点？陆静，他还没来得及反驳，顿时身体便朝着魔窟那黑暗的深处飞了过去。女帝大人，那里更危险啊！魔窟深处不知道有多强大的存在，他之前都没敢贸然涉足。青莲女帝，这里有人，人家害臊。陆静不知道说什么，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受控制，甚至在往前飞的途中，他发现自己的衣服一件件的被剥落，等他沉入一片诡异的昏暗空间中，发现身上已经被剥离的一丝而不剩。他好紧张，就像从来没经历过此事。而事实是，他与青莲女帝在棺椁中的3年巫山云雨，他都没有真正的参与过，肉身参与过，灵魂却从来没产生过共振。此时不同以往，他很紧张，在这陌生的昏暗空间中夹着双腿，双臂环胸，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往那3年都是我在劳动，今天就看你表现了。若你胆敢让本座不满意，我杀了你。青莲女帝声音轻飘飘的，却宛如温柔的刀子靠近他的腰子。人家不会劳动。我呸！你不会，那个龙熹微怎么回事？少在本帝面前装！陆静愕然，显然没想到青莲女帝竟然会拿那个说事。那是因为我被下毒了，被人家下毒了。下毒了？好，你倒是提醒了本帝。青莲女帝话音落下，陆静就看到自己手中那戒里一枚枚催心清丹飞了出来。够不够？这些够不够？哦对了，还有这个大补，全吃了，不然我杀了你。陆静，他彻底无语了，渺小可怜又无助，只能硬着头皮全吃了。此时他很后悔，咋就没把黄雀药师的那件扔了？这老不死的，闲得没事炼制那么多奇形怪状的丹药做什么？他不吃也没办法，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让他身体不受控制的去做青莲女帝要求他做的所有事情。造孽啊！你咋还委屈上了？青莲女帝看着陆静，气出了嘟嘟嘴。行了，开始吧。青莲女帝心一横，褪去了那一直穿着的陆静的宽松衣袍，动作娴熟。昏暗的环境中，那白皙如玉的身体映入眼帘，陆静喉结动了动，眼神不由自主的开始火热起来，要进真冲。不知过去了多久，春光不计时辰。陆静只知道，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青莲女帝的身影消失，那诡异空间也没了，他就那么躺在魔窟之中，一丝不挂，摆成了个太字。远处一阵剧烈的打斗声传来，激烈异常，地动山摇。嘎嘣！陆静磨了磨牙，有些无语，肯定是宗主被魔物袭击了。这种时候他怎么能干那种事啊？造孽！可当他穿好衣服，站起身来，运转体内灵力要冲出去时，赫然发现自己的修为竟不知何时暴增了许多。我的修为这是3品金丹境。他满眼难以置信，还以为做梦呢。可当他探查丹田之中，那金丹丹纹却确定无疑，自己现在已经是3品金丹的修为了。与女帝一场雨水，竟然不知不觉晋升到了3品金丹。难道连雷劫都不用渡的吗？惊讶之余，脸上又浮现出一抹惊喜来。1品金丹我便可以横扫金丹全境，如今晋升3品，不知可否与紫府境出阶一较高下。陆静思忖了一下，不过他所见到过的达到紫府境的高手，也只有宗主楚天雄一人而已。想到这里，他忽然眸色一沉，外面那激烈的打斗声，定是楚天雄在跟魔物激战。想动宗主，哪有那么容易？陆静飞身而起，可就在此时，他身躯竟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束缚住了。他低头一看，脚下大地之上，一道道黑色的纹路，宛若树根般朝着4面8方蔓延。当他起身的瞬间，直接将他束缚，顷刻间包裹成了一只巨大的茧子。这是魔王的气息。陆静惊呆了。魔窟之中有魔王强者存在，而这些魔王强者的战力最低都不低于一遍紫府境，而眼下能无声无息束缚自己的魔王，无疑还要更强。在他震惊之际，眼前出现了一头庞然大物，单单那头顶上的大角就比他人还大，而那魔王的气息更是压迫的他全身忍不住颤抖，绝不低于紫府5变。此处为何会有如此强大魔物存在？3年归来，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气息如此浓烈，如此难以招架。
藏天关，给我吞！这一瞬，陆静并没有坐以待毙。不过，当他刚要采取行动，准备奋力一搏之时，青莲女帝的声音轻飘飘地传出来：“我的人你也敢惹？死！”砰！言出法随，那魔王直接在陆静面前爆了，甚至炸成了一片虚无，连血雾都没有。咕嘟，陆静狠狠咽了一口唾沫，眼前这一幕无比不真实。怎么吓着了？这有啥呀？有点出息行不行？青莲女帝声音带着几分慵懒，身形飘在陆静眼前，伸着懒腰，像是一只性感的猫。陆静没有说话，这女人太强了，而且她这是第一次真正见识到她的手段，弹指间灭魔王，简直不要太霸道。我是看在你之前表现得不错的份上才出手帮你，小子，再接再厉，本帝会不定时找你。说完，青莲女帝身形又消失了。陆静皱紧眉头，心情复杂几分。刚刚那魔王简直要弄死自己，须臾间那危机就被化解。这青莲女帝到底强大到什么地步？而且她貌似远远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不知道她恢复巅峰，战力将会是何等的恐怖。思忖间，陆静终于收回心神。可当他飞掠而出后，竟发现外面那激烈战斗竟然结束了。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一片魔物的尸体，而楚天雄正背负双手，傲然而立，眼眸中浮现出一抹喜色。宗主大人，你彻底恢复了。陆静走过去问道。是，不但恢复了，而且我的实力比之前还要强横一筹。楚天雄看着陆静，陆静，本座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啊。陆静摆摆手，宗主大人不用见外，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出了这魔窟吧，毕竟外面那些封主长老可都在等着您大驾光临呢。闻言，楚天雄冷笑一声，好，本座倒要看看这帮货色到底能翻出什么浪来。魔窟之中，那些魔物原本骚动不安，可随着青莲女帝将那头魔王灭掉，所有动静就戛然而止了，似乎彻底被震慑住了。而对此，楚天雄虽有所感应，有些疑惑，却也没有深问。如今他实力恢复，倒是迫切地想回万剑宗，将那些谋逆之徒一网打尽。二人走出魔窟，身上气息散尽，显得平平无奇。凭楚天雄对万鹤雷的了解，此人心胸狭窄，阴险狡诈，定会想方设法对付自己。而二人此时这般伪装，也能让对方放松警惕。毕竟没人会相信二人从魔窟出去还能修为大进。外面的埋伏对他们二人来说无法一眼看穿，危险就来源于不知道的地方，隐藏修为是很明智的做法。他们出来了。当二人走出之后，前方忽然一声大喝响起，顿时齐峰主等人便是围拢过来。看到楚天雄后，一群人的眸色骤起，他们显然没想到楚天雄和陆静二人居然真能活着走出魔窟。不过那齐峰主却哈哈大笑起来，楚天雄，没想到你们竟还活着，不过你们气息如此虚弱，能逃出魔窟，看来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只可惜今日你在劫难逃。通知万宗主，楚天雄出来了。是。随着齐峰主一声令下，顿时有弟子前去汇报，而很快万鹤雷便带着一名风度翩翩的年轻男子飞掠而来。万鹤雷皱眉冷笑，楚天雄，你果然有些能耐，只可惜本座今日必杀你。万峰主，看来你胸有成竹了。看到万鹤雷，楚天雄的眸色竟是没有半点动怒的意思，反而笑道，而等将本座逼入魔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本座会活着出来？万鹤雷冷笑一声道，是陆静给你送的解药，黄雀药师都死了，还能拿来解药救你，此子倒是让本座很意外。他眸光阴森看着陆静，恨不得立刻杀了他。不错，正是陆静给本座送来了解药，本座如今战力恢复，就让我来看看你们的手段。楚天雄负手而立，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万鹤雷却也是不慌不忙，笑道，动手之前先给你介绍一位贵客，想必宗主对血月圣地四大家族不陌生吧？这位就是四大家族之一墨家世子墨凌寒。闻言，楚天雄的眸色一变，这血月圣地四大家族个个都是血月圣地的超级世家，甚至能够左右血月圣地局势。这墨凌寒虽年纪轻轻，却有着冲击紫府境的修为，金丹巅峰，人中龙凤，声名在外。墨世子天资卓绝，如此年轻修为便是金丹巅峰，哪怕不动用其他力量，想必你楚天雄也不是对手吧？哼，没想到你万峰主竟跟墨家世子狼狈为奸，倒是让本座没想到。那万鹤雷一声冷喝道，放肆！楚天雄，墨世子可不是你能羞辱得起的，看你冥顽不化的样子，是不打算臣服了。既如此，就让你尝尝墨世子恩赐的天品大阵血煞伏虎阵。万鹤雷说完，大手一挥，顿时一股恐怖波动腾空而起，在楚天雄头顶之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封锁阵法。阵法运转间，血色长枪处处凝聚，
而所有枪尖全部对准楚天雄与陆晋所在位置。楚天雄天品下乘阵法，就算初阶子府境界的强者都无法招架。就算你手段颇多，修为恢复巅峰状态，又如何能走出这座大阵？万鹤雷声音滚滚，头顶阵法恐怖霸道，天品阵法威力比天品战兵强大太多，毁灭之力更是让人无法招架。楚天雄眸色也变了，不过却是对陆晋的担忧。至于他自己，不足为惧。血煞伏虎阵，给我杀！万鹤雷显然不打算给他们继续废话，一声暴喝，听从他调遣的宗门弟子纷纷跃入阵法。随着他们入阵，整个阵法之中能量滚滚而动，恐怖的气息将阵法之内所有空间全部填满，每一寸都带着无比狂暴的毁灭之力。而等当真要跟着这厮违逆本座，好，既然你们选择死路，那就休怪本座手下无情。陆晋，跟紧我！楚天雄声音传入陆晋耳中。他虽知道陆晋的修为如今已今非昔比，可在如此狂暴的阵法能量下，他显然还无法抗衡。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刻陆晋身处如此威压滚滚的阵法之内，非但没有半点紧张，反而在感受到这股能量精纯透彻后，浮现出一副要将其吞噬的神色。宗主倒是不用担心弟子，咱们分头行动。陆晋话音落下，竟是瞬间往前冲了出去，全身灵气爆炸，冲向一处阵位中的人影轰隆。看到陆晋居然主动发动进攻，那阵法之上能量迅速集结调转，朝着他所在的位置疯狂冲来。血色长枪形成枪流，撕裂空气，似能刺穿一切。轰鸣之音不绝，恐怖气息弥漫了整座大阵。这一瞬间，楚天雄的眸色变得相当骇然。如今陆晋对他无比重要，他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阵法席卷。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下一秒陆晋身上爆发出一股诡异能量，竟是将那恐怖的阵法力量瞬间抽离一空。那些长枪似乎射入了一处诡异空间，没荡起半分波澜。如此磅礴的阵法之力，竟被他轻松化解于无形。看到这一幕，不光楚天雄愣了，万鹤雷以及那莫林寒等人的面色也全变了。怎么会这样？这小子身上到底有什么宝贝，竟然能将如此狂暴阵法之力瞬间一扫而空？将这家伙生擒了，本座要让他吐出所有的秘密。是。阵法变幻莫测，血色能量铺天盖地席卷四方，那被抽离一空的长枪竟然在下一秒又凝聚了出来，成千上万毁灭气息再次弥漫而起。好小子，短短几日不见，你倒是让本座又刮目相看了。楚天雄看到陆晋轻松化解那阵法之力，眸中担忧立刻变成了惊喜。而接下来阵法之力再次攻出，陆晋依旧能应付自如。他这才明白陆晋之所以如此自信的缘由，他不是托大，而是拥有足以与之抗衡的本事。他就是你万剑宗那个消失了3年又重新归来的弟子。看到阵法之中几番攻击都无法拿下的那道身影，一直没有说话的莫林寒面色彻底阴沉下来。他看得出陆晋所展现出来的手段十分高明，甚至匪夷所思，连天品阵法都无法将其降服。他断定陆晋身上必有重宝，不然凭他那低劣修为，又有什么能耐去抗衡天品阵法？而对于宝贝，他一向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据为己用。不错，他就是陆晋。万鹤雷道，也不知道这小子身上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归来没多少天，他的修为竟达到如此恐怖的境地。这小子绝对不能留，不然后患无穷。可你的人好像在糟蹋本世子的阵法。莫林寒看着阵法战况，眸中浮现出一抹不满。一帮酒囊饭袋，血煞伏虎阵可不是这么用的。莫林寒话音落下，全身气息迸射，战意骤起。见莫林寒要动手，万鹤雷面色一正，慌张道：莫世子，对付他可还用不着您亲自动手。有如此阵法在，万鹤雷有自信能将楚天雄镇压。楚天雄为心中大愿，一直以来都在隐藏修为，世人所见他最强大气息在金丹巅峰，哪怕他晋升多年，却也忍辱负重，将子府境气息彻底藏匿，外人一无所知，除陆境外。所以在万鹤雷眼中，有那天品阵法加持，再加上楚天雄中毒刚刚痊愈，又才从魔窟中爬出来，他的战力定不敌他联合一众人等的阵法扑杀。至于陆晋更不在话下，甚至都没将他放在心上。他纵有手段，那也只是投机取巧罢了。面对天品大阵，他不信陆晋的手段能持续不绝莫林寒的实力也是金丹巅峰，他若出手，楚天雄必死。所以万鹤雷此番急于表现，若能在莫林寒这等大人物跟前将楚天雄斩杀，对自己进入血月圣地必有极大好处。当然他请来莫林寒助阵，也许诺了众筹。莫林寒的原则，帮杀可以，战利品他要照单全收，这是他一直以来的规矩。于是他才在得知要杀之人是万剑宗宗主楚天雄后，欣然前来。身为一宗之主，他多年积累的底蕴定十分丰富。
何况此时亲临现场，又见了陆晋身怀神异宝物，更是贪心四起，想将陆晋一并拿下，夺其重宝。只是此时的万鹤雷觉得自己还未出手，就先让墨家世子出战，这不合时宜，所以他立刻跳出来，全身气息滚滚。莫世子放心，此战我定将其拿下。莫林寒眸色一冷，散去气息，默然道：给你半炷香时间，把他们两个拿下。万鹤雷咬牙保证：莫世子放心，我现在就出手将其镇压。话音落下，身形宛若离弦之箭般冲进血煞伏虎阵，掠至最关键的一处阵眼。陆晋，本座现在就送你下地府九幽。轰！而随着万鹤雷加入，整个血煞伏虎阵气势陡变，道道玄色灵气在他操纵之下飞速凝聚，然后朝着陆晋所在位置疯狂冲击。比起之前阵法的攻击，强大3倍不止。在他看来，楚天雄比陆晋难缠得多，所以各个击破的话也先捡软柿子捏，随手将陆晋灭了，也可避免节外生枝。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血煞伏虎阵中灵气所凝的血色长枪，那能将哪怕金丹6重都能轻易击杀的绝命一击，竟再次在陆晋施展那诡异手段后离奇消失。什么？这不可能！万峰主亲自动手，那狂暴能量竟还能被瞬间吞噬。这个陆晋身上到底有什么重宝？不对，陆晋吞噬阵法能量后，他的气息在不断攀升。众人吃惊，内心复杂不已。这群人都是被万鹤雷拉拢而违逆宗主的，本以为有利可图，可此时看到楚天雄并未动手，陆晋便已展现出如此手段，他们心情就复杂起来了。那万鹤雷更没想到，这般攻击也无法镇压陆晋，那可是连鸡妖月这等级别的强者都能瞬间秒了的天品大阵之力。好小子，你倒是藏得够深。连楚天雄此时也皱起眸子，看着陆晋越发捉摸不透，却越发满意。而此时的陆晋表面淡定，内心却同样惊喜。与青莲女帝双修之后，他非但修为大进，就连那藏天关的吞噬之力也水涨船高，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果然，神物就是神物。看来你这天品阵法也不怎么样。陆晋淡然一笑，一挥手，一道灵气瞬间将阵位中的一名长老身躯击穿。而那名长老的修为可是3品金丹境，抬手灭3品金丹。这一幕让那些连金丹都没达到的弟子们忍不住后心发凉。阵法不怎么样，人也毫无战力可言。万鹤雷，凭这些酒囊饭袋，你就妄图颠覆万剑宗？要不，你这个圣地4大家族的世子也一起吧。陆晋话语带着不屑，负手立于阵法之内，无半分忌惮。哼，你得意得太早了。万鹤雷的眸色冰冷无比，见陆晋连莫林寒都敢蔑视，更是怒火中烧。他周身灵气再度爆发，引动整座大阵嗡鸣不止。可下一秒，他那阵法攻击却并没对陆晋发动攻击，而是调转方向，将所有血色长枪全部对准楚天雄。楚天雄看他针对自己，冷笑一声：万鹤雷，身为我万剑宗第一封封主，你今日做出如此逆乱之事，本座现在就杀了你，清理门户。轰！楚天雄话落，全身上下能量滚滚调动，竟全部加持于双腿之上。陆晋皱眉，没看懂他想做什么。这种武学他闻所未闻。而下一秒，在众人那错愕的视线里，楚天雄双腿灵气陡然爆炸，借着这道恐怖大力，他身形宛若离弦之箭，丝毫不受阵法压制，闪电般弹向万鹤雷。空气爆鸣，尖锐刺耳，震慑心脏。万鹤雷眸色巨变，他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死亡气息瞬间将他笼罩，甚至在这一瞬都忘记了抵抗。楚天雄的速度太快了，金丹巅峰的恐怖让万鹤雷这位8品金丹彻底傻眼。那血煞伏虎阵虽强大，可这群人并未能将其杀伤力展现出来。当然，楚天雄身为紫府境强者，面对这般阵法也是有恃无恐，出手遏制万鹤雷本就毫无悬念。住手！而看到万鹤雷被楚天雄瞬间束缚，那莫林寒眸色一变，身形突然冲出。滚！可就在他冲出去的瞬间，陆晋的身形也冲了出去。血煞伏虎阵压根束缚不住他，何况之前的震慑让阵位内的长老弟子心头发虚，整个阵法的战力更是虚浮不堪。甚至看到莫林寒都出手了，他们更是没有半点行动的迹象。或者说，他们此时已经被陆晋与楚天雄2人震慑的有些分不清方向了，不知道站在哪个阵营才是对的，那就先静观其变，再做选择。螳臂当车，看到陆晋进出过来要阻止自己，那莫林寒忍不住发出鄙视的冷笑。在他眼里，陆晋手段再多也是蝼蚁，2人之间的修为差距太大，单纯靠手段根本无法弥补。可下一秒，在他本以为随手可将陆晋灭杀的一击划过之后，他忽然感觉天旋地转，甚至看见自己脖子宛若泉涌般朝天喷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瞪大了眼睛。陆晋竟是一招之下
将莫林寒的脑袋切了下来。这，所有人都愣住了，那可是圣地4大家族的墨家世子，陆晋敢杀他，墨家就算天涯海角都不会放过他。这一幕连楚天雄震惊得满眼愕然，不过很快那威严的脸上就浮现出一抹前所未有的傻子般的笑，哈哈哈！陆晋，你可真让本座意外，小家伙，你真是个天才。楚天雄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哈哈哈狂笑。从陆晋带着解药进入魔窟救他，然后在魔窟内从1品金丹短时间内晋升3品金丹，又到现在在血煞伏虎阵中如入无人之境，此刻又秒杀金丹巅峰的莫林寒，这每一件事都匪夷所思，让人惊掉下巴。宗主过奖了，弟子只是杀了个爱装逼的笨货罢了。陆晋淡淡一笑，然后看向万鹤雷等人。咕嘟，万鹤雷喉结窜动想说什么，可最后都成了咽唾沫的声音。而另外一边，那齐峰主等一群长老弟子却立刻行动起来，纷纷跪地。宗主，求宗主饶命啊！都是万峰主蛊惑我等，并非我等真愿违逆宗主啊！宗主饶命，我只是一名弟子。都是万鹤雷这混蛋，他以性命威胁我们造反，宗主恕罪啊！一群人都跪下来了。没办法，天品大阵都无法降服2人，他们这群人在2人眼里当真酒囊饭袋。不是我。万鹤雷此时被楚天雄一道灵气锁链捆缚，吊在半空，浑身颤抖，眼神惊恐，却还要做一番挣扎。宗主，不是我，都是那莫林寒，他想得到您手里的宝物，才蛊惑我杀你。听着万鹤雷的话，楚天雄忍不住笑道：万鹤雷，怎么说你也是万剑宗第一峰峰主，怎么敢做不敢当？楚天雄眸色森冷，忽然大喝：那柴犬死了，姬瑶月也死了，你们可真是我万剑宗的好峰主啊！你说是莫林寒蛊惑你？笑话，这蹩脚的借口亏你能说出口，倒不如直接说出你背后站着血月老祖。血月老祖4个字一出口，顿时所有人眸色一颤。那万鹤雷面色一阵抽搐，旋即却大笑起来。楚天雄，你也知道我是在为老祖做事，整个青州老祖就是天，我为天做事。楚天雄，你又如何敢杀我？而且你杀了墨家世子莫林寒，墨家定会将你挫骨扬灰。看着万鹤雷面目狰狞，声声咆哮，楚天雄却大袖一挥，聒噪，砰！一道灵力爆发，瞬间将万鹤雷那血肉之躯炸成血雾。这一幕直接把那群跪地求饶之人吓瘫了。那齐峰主也是如此，他哆哆嗦嗦，竟忽然跪着往前爬了2步，强颜欢笑道：原来宗主大人已经晋升子府境了，恭喜宗主大人晋升子府境。楚天雄眸色一冷，除陆境外，其他知道本座修为的都死了，齐峰主你也不例外。袖袍中灵力呼啸，齐峰主翻滚出去的同时化作一片血雾，连带着身后一群长老弟子死得连渣都不剩。子府境的恐怖让陆晋都忍不住眸子缩了缩。他看得出楚天雄的修为并不在初阶子府境，至于达到子府几变，他竟也看不出来。灭了这群人后，万鹤雷却并没有多么痛快，反而长叹一声：血月圣地渗透极广，没想到我万剑宗几名峰主都因此陨落。陆晋道：宗主不必伤怀，血月老祖能渗透蛊惑的只是心智不坚之人，宗主不也是中了血月咒吗？可您却能隐忍多年，初心不变，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听陆晋这么说，楚天雄又是一声大笑：哈哈，陆晋，你倒是让本座刮目相看，本座有生之年能遇到你才是最大的幸运。楚天雄拍了拍陆晋的肩膀，一脸洒脱的神态：此番我能活着从魔窟出来，全是你的功劳，本座这条命你若用得着，随时拿去。陆晋立刻拱手：宗主大人说笑了，身为弟子自当尊师重道，宗主说弟子尊重的前辈，能救您是弟子的荣幸。见陆晋这么认真，楚天雄笑着点头：陆晋，本座没有跟你开玩笑，救命之恩涌泉相报。不过既然你看不上本座的命，不如收下这部功法如何？楚天雄说完，反手将一部黑色功法取出，送到他面前。陆晋低手看到那功法之上的字体：荡魔天书。整部功法之上缭绕着一层黑色灵气，哪怕看一眼其上字迹，都让陆晋产生一种怪异之感。宗主，这是？陆晋疑惑道：这荡魔天书是本座机缘巧合之下在一处秘境中所得，这部功法的等级本座不知，因为本座修炼多年都没能参悟其3层功法中的最下层。据我猜测，这部功法应该在黄品之上。这话一出，陆晋眸色一动，黄品在整个青州恐怕都难以寻觅。不过他也只是微微惊讶罢了，身怀大演化龙诀、孽火阵、御剑这等功法，区区黄品，他自然不会震惊。可他如此淡定的表情却让楚天雄愣了愣，他眸色动了动，
却没说什么。陆静，荡魔天书的战绩可克制邪魔功法，你若能将其修炼至大成，就算某天遇到血月老祖，也不足为惧。楚天雄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是认真，可当他说完后，却忽然尴尬一笑，甚至还妄图解释什么。那啥，陆静，本座并不希望你遇到血月老祖，本座只是这个意思。可陆静却咧嘴一笑，怎么，宗主大人不相信弟子能为我师尊报仇？一句话回应了楚天雄内心的思虑。楚天雄抬眸，他没想到陆静会这么说，不过他郑重点头，声音比之前那句话还要认真。本座相信你。陆静哈哈一笑，宗主，万剑宗如今几大峰主已死，多事之秋，还是赶紧回去吧。楚天雄点头，冲天起。对了，这是本座修炼荡魔天书的一点心得，你应该能用得着。这是莫林寒的那件，这是万峰主、齐峰主他们的那件，陆静，你都拿着。对了，这血煞伏虎阵你也拿着。还有这个，陆静宗主大人，您在魔窟里，怕是把底蕴耗干了吧？这些您拿着吧，弟子不差。楚天雄，拿着，你不拿就是看不起本座，就是看不起我楚天雄。陆静，一路上楚天雄好东西送不停，陆静无法拒绝，只能笑纳。仙雾岛，通往药王秘境的御兽者大阵中，血，给我血！一道沙哑的声音嘶吼着，血衣女子从满地妖兽狼藉的尸体中缓缓走过，满地兽血粘稠如胶，却被她一口一口捧起来吞入腹中。身下是堆叠如山的妖兽尸体，周围是浓烈到睁不开眼的血腥雾气。女人双眸弥漫着诡异黑芒，随着吞下去的兽血越来越多，她身后那不知何时长出的尾巴越来越长。此人正是柳如烟，她于此地斩杀上千妖兽，疯狂吞血，更有狐师以妖异之术指点修行，加之血魔功、至尊骨、大掠夺仙术的疯狂修行，如今妖气魔气加持一身，竟变成这副模样。只是他却对如今的自己相当满意。狐师，我如今的实力已经成功晋升6品金丹，哪怕9品金丹的巅峰强者，我也有一战之力。旁边一道黑影飘了出来，赫然是一直隐藏在柳如烟体内的老妪，而那道浮现出来的黑影身后，赫然长着9根尾巴。那9尾摆动时，竟有骷髅纹路在其上时隐时现。这是上千妖兽的功劳，大掠夺仙术就是要疯狂掠夺一切修行资源。狐师的声音带着几分狰狞，你修炼的血魔功已经与你的至尊骨合二为一，再加上如此磅礴的妖兽之血，为师现在可以将天品上乘功法天妖魔剑诀传授于你。你以至尊骨之力勤加修炼，短期内必可大成，到那时金丹全尽，你再无敌手。闻言，柳如烟那黑芒缭绕的眼眸中浮现出金光，多谢狐师。而此时在御兽者阵法之外，随着那阵法之中妖兽生机消散，那凝结于此地不知多年的阵法之力也终于缓缓弥散。可当阵法散去，那一直在为柳如烟护法的杨巅峰在看到其中一幕后，彻底石化当场。须臾，他身形暴起，腾空而去。柳如烟，如今你人不人，妖不妖，老子还怎么与你双修？没想到你除了赤羽师尊外，还有一个妖魔师尊。此事我一定告知赤羽师尊。杨巅峰惊诧不已，内心甚至有些恐惧。之前赤羽长老说过，柳如烟的天赋在他之上，用不了多久便能超越他，现在才终于知晓其中缘由。不过他倒没有妄自菲薄，毕竟以他现在的实力，已经有资格进入圣地塔，一旦进入其中修行，实力势必会突飞猛进，到时候若那柳如烟不听话，就打到他服软。只是现在他有那妖魔狐师在身，他颇有忌惮，于是选择不辞而别。当楚天雄与陆静回到万剑宗后，并没有大张旗鼓进行整顿，敌人在暗处，万剑宗内还有多少追随血月老祖的人，连楚天雄都看不明白。所以对手在暗处的情况下，最好自己也躲在暗处。陆静倒并没有太将此事放在心上，既然追随血月老祖之人察之不尽，那不如将心思放在如何将血月老祖灭了这件事上。于是接下来的时间内，他一直都在宗门修炼禁地之中安心修行，荡魔天书他自然要修炼，而大演化龙诀以及孽火镇御剑以及精神力的淬炼，他一样没落下。而这段时间内，万剑宗内倒是显得平静了许多，毕竟数名峰主级的大人物离奇消失，这种事情足以震慑众人。不过当某一日柳如烟回到万剑宗后，整个宗门的气氛又发生了转变。柳如烟已经被赤羽长老收入门下之事传入宗门后，那些原本还支持陆静的长老与弟子，很多人再次阵营倒戈。当然对这种事陆静自然不放心上，强者不需弱者支持，只会用拳头让弱者自行闭嘴。而柳如烟回到万剑宗后，得知自己师尊姬邀月以及万鹤雷等峰主级强者全都陨落后，他内心震动，却并没闲着，而是亲自前往血月圣地，将此事告知赤羽长老。当他从血月圣地回来后，
身边就多了2名陌生女子。这2人跟着身为圣女的柳如烟进入万剑宗，别人自然没资格说什么，但这消息却传到楚天雄耳中。楚天雄并未大张旗鼓，而是安排圣堂门徒暗中查探，却没查到什么。而很快时间就到了血月圣地弟子选拔之前，万剑宗内部弟子选拔之日。这一日也是陆晋与柳如烟约定生死斗的日子。一大早，万剑宗中央广场上就热闹非凡。陆晋的强势归来，圣女能否招架得住，全在今天。人头攒动的广场上，不时便会传来一阵惊呼，那是有修为强大的弟子出现了，引起阵阵骚动。只是众人最期待的，无疑就是陆晋与柳如烟。某一刻，似乎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就朝着一个方向看过去，那是圣女峰所在的地方。而在那半空之上，圣女峰强者簇拥着一名女子御空而来，顿时引起所有人惊呼，眼神中甚至有着狂热弥漫。快看，圣女来了！圣女的气息太强大了，不愧是已经被血月圣地的长老提前选中的人。听说圣女已经拜师了，此番前来，她就是来进行生死战的吧？毕竟弟子选拔对她来说已经是多余的了。圣女已经是血月圣地的人了，陆晋就算再强，怕也不敢得罪血月圣地。那可不好说，他们之间可有着深仇大恨，不死不休。不知此番生死战究竟鹿死谁手？一阵弟子议论之中，柳如烟坐到了圣女席位之上。作为圣女，她高高在上，就连宗门长老都对她毕恭毕敬。而此时的柳如烟彻底收敛了身上的妖魔气息，眸色高冷，看上去倒是冰清玉洁，不容亵渎。而当柳如烟坐定之后没多久，陆晋的身影也出现在众人视线里。只是他一路款款而来，闲庭信步，倒是没有柳如烟那等逼人气势。陆晋师兄来了，好期待他与圣女大战一场。这段时间宗门禁地之上，雷霆久久不散，不知道是不是陆晋师兄又晋升修为了。不知道陆晋师兄的修为在什么层次，圣女的修为又在哪一层？两人乃人中龙凤，今日生死战，无论谁胜谁负，都很可惜啊！你们看，宗主来了！唰！当楚天雄出现在现场后，顿时所有人目光齐刷刷看了过去。这位万剑宗掌舵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多宗门赛事他从不参加，今日能见到他的身影，不少弟子眼眸火热。那就是楚宗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一定是圣女与陆晋师兄的生死战，才使得宗主大人亲自到场。整片广场热闹非凡，喧哗之声直冲云霄。不过，在热闹的人群中，却有一些高层面色阴晴不定。万剑宗弟子或许不知，但身为高层，却知晓这数日来暗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圣女峰峰主姬邀月，诛仙峰峰主万鹤雷，屠魔峰长老陈江，还有玄灵峰岐山峰主魂灯全灭，生死道消。还有一群弟子下落不明。此事在高层之中闹得人心惶惶。可有长老将此事汇报宗主，宗主楚天雄却只将此等大事封锁，悬而不解。而更加坐不住的，却是那些早就与万鹤雷一丘之貉者。所有魂灯灭掉的峰主，都是血使者联盟之人，所以这些与之为伍者心情复杂，可并不知晓其中缘由，此时也一直处于装不知道的状态。不过，当柳如烟出现之后，他们的眸色却变得淡定许多，其中定是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特别是看到柳如烟身旁坐着的那2名女子之后，某些人的心情才彻底放松下来。随着楚天雄落座，那火爆的场面终于安静下来。楚天雄坐在高高的席位上，俯视下方，那不容亵渎的威仪让不少弟子心生敬畏。万剑宗弟子众多，可见过楚天雄这位掌舵人的却寥寥无几。不过，对于那些火热的眼神，楚天雄只是粗略扫过，他最后将眸光落到陆晋身上，然后才收敛起来。而就在这时，忽然半空之上有万剑宗弟子来报宗主，醉仙楼楼主冯梦道前来观礼，并送上万年雪灵草1株；大风堂堂主风浪大师前来观礼，并送上玉龙仙露1瓶；逍遥谷谷主云朝暮携弟子龙熹微前来观礼，赠送逍遥凤凰香3份。随着那弟子的汇报，顿时整片广场上再次引起了一阵骚动。天哪，这3大势力竟然都前来观礼，而且还送了那般珍贵之物。这3位掌舵人平日里跟咱们宗主一样，见上一面都相当难得，今天怎么扎堆出现了？奇怪，这3大势力以往不是跟万剑宗并无关系吗？怎么忽然这么热情了？万年雪灵草、玉龙仙露、逍遥凤凰香，这些可都是他们3大势力的镇宗至宝，竟然舍得送给我们万剑宗？难道他们只是过来观礼？这也太得不偿失了吧！其中定有隐情。众弟子议论纷纷，而此时就连楚天雄的眸色也变得有些错愕。正如的那些弟子所说，万剑宗与这些宗门之间平日里并无交往，此时忽然造访，而且还送上如此大礼，显然事出有因。不过下一秒，
楚天雄的眸子就看向了陆静，而此时的陆静眸光正盯着那逍遥谷阵营，而在那阵营中，一个小丫头正对着他快速吐了吐舌头。见此情形，楚天雄会心一笑，果然是这小子的原因。而且那丫头不是龙曦薇吗？他可救过她，而且他也是盛唐成员，他跟陆静看来关系有点不一般啊。既如此，那他万剑宗就做这个东道主。贵客前来，速速邀请。是，那弟子说道。而在楚天雄旁边，一位老者也站起身来。宗主，我去迎接。此人乃飞剑锋锋主李云鹤。李云鹤对楚天雄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乃是他的左膀右臂。楚天雄曾经救过他的命，此人感恩戴德，在万剑宗对楚天雄鼎力相助，不曾有过二心。同时，他也是盛唐组织的一位统领。楚天雄点了点头。而很快，那三大势力的掌舵人便带着一些随从，被李云鹤以及一众弟子带入场中。而看到他们前来，现场一片欢呼之声，倒显得万剑宗相当热情。我等见过楚宗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各位前来，万剑宗蓬荜生辉，请上座。一番寒暄之后，三大势力之人全都落座。而坐下之后，他们的目光倒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而此时，那柳如烟的眸子也发现了这一点。当他看到这三大势力之人落座之后，那目光竟是有意无意地看向陆静所在位置后，他的眸子也微微皱起。显然，这些人都是为陆静而来。哼，陆静，今日生死之战，就算你请来外援，也救不了你。两位，既然师尊派你们过来，今日无论发生什么，你们都要助我斩杀陆静。柳如烟声音低沉，而听到他的话后，坐在他左右的两名女子动作竟是有些僵硬的点了点头，看上去很是不协调。当看到龙曦薇后，陆静的眸色也变得有几分惊讶，显然没想到他竟会来，而且大风堂以及醉仙楼的人前来，也定是因为自己。不过他倒很是淡然。而就在这时，忽然身边一股香风袭来，那一袭白衣的女子竟是众目睽睽之下翩然落于自己身侧，然后坐到了旁边的位子上。陆静，西西，我今天过来给你加油助威。龙曦薇两颗小虎牙露出来，笑的是那么好看。陆静深吸一口气，多谢，跟我还那么客气干嘛？哦，不客气，哈哈。大庭广众之下，跟有过鱼水之欢却并不算是很熟悉的女孩子这么近距离聊天，陆静竟有些许的慌乱。龙曦薇却一本正经道：陆静，你要好好比，不过我倒不担心你，以你的实力进入血月圣地轻而易举。闻言，陆静点头笑了笑，却没有说什么。在世人眼中，血月圣地乃修行圣地，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可黑暗中的暗流却并不为人所知。龙曦薇却又说道：之前跟你那啥之后，我的修为竟然奇迹般的晋升到了3品金丹境。我师尊说了，他会在3日后带我前往8部雪龙潭进行天赋考核。龙曦薇说到这里，美眸抬起，看着陆静，认真道：我好想跟你一起进入血月圣地。这话让陆静再次意外。血月圣地在龙曦薇心中也是如此美好的地方，只可惜那血月老祖暗度陈仓，蛊惑了太多人，也害了太多人，怎么了？你不愿意吗？看到陆静面色微变，龙曦薇敏锐说道：我愿意啊，不过我还是先在今天的大比上拿了成绩再说吧。陆静笑道。看来龙曦薇只知道万剑宗这一次弟子考核，却不知道自己跟柳如烟的这一场生死斗。好，你一定可以的。龙曦薇伸出小拳头给陆静加油助威，那可爱的样子倒是让陆静心头一暖。不过此时他竟没来由想起之前青莲女帝提到关于龙曦薇一事，忍不住眉头微蹙，他不会是在吃醋吧？龙曦薇来到陆静身边的一幕，让不少弟子都是面露羡慕之色。龙曦薇长相姣好，身材高挑，一袭白衣宛若出尘谪仙，美丽不可方物。而他与陆静走得这么近，也说明了这逍遥谷前来8九不离10是因为陆静。而大风堂与醉仙楼估计也是与他有关，这更让众弟子对陆静的印象产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因为柳如烟已经拜入赤羽长老门下而准备追随他的那些人，此时心态也有些复杂了。对此陆静也是心知肚明，却视若无睹。楚天雄环顾四方，然后目光在柳如烟身边的2个女人身上扫了扫，不着边际一笑，然后对着李云鹤说道：李峰主，宣布一下此番大比事宜吧。李云峰闻言点头，然后他那中气十足的浑厚之音便在灵气包裹之下传遍整个中央广场。此番决斗乃我万剑宗为血月圣地选拔弟子之前的准备之战，不过血月圣地的选拔标准想必大家都知道，2品金丹境是最低门槛，所以此番我万剑宗准备了一块测试灵碑，只有灵气测试达到成色，才有资格参加下一场位于8部雪龙潭的圣地选拔。
各封弟子若对自己实力有自信，大可上前一试。嗡！随着李云鹤声音落下，忽然他袖袍一挥，一块黑色的石碑从其中抛出来，在他的灵气加持之下，轻飘飘宛若羽毛般飘落下来，却在最后落地的那一瞬轰然砸落。砰！只是最后落地的一秒所造成的震荡，就让大地颤了颤，不少弟子面色震惊，内心震撼不已。当灵碑落下，顿时一众弟子面色也变得复杂不已。金丹2品是最低要求，这简直算了，我没那个命。整个万剑宗能达到如此境界的有几人？好像除了圣女大人以及陆静师兄外，没听说还有谁能达到这个要求啊。血月圣地的要求太高了，恐怕我距离达到这个标准还要再修炼10年。呵呵，那可不一定，你难道没听说过吗？万剑宗不少弟子在修炼了宗门中最强大功法之后，便会走出宗门外出游历，甚至有些师兄师姐会游历多年，直到达到满意的修为才会返回。这一次不知道有没有隐藏修为的师兄师姐回归宗门。随着众人的议论，一些跃跃欲试的弟子也终于站起身来，朝着那测试灵碑走过去。我在万剑宗修炼多年，虽没晋升金丹境，但是弟子想拼了命一试。第一位走过去的弟子面色决然，似乎下了很大决心才走过去。而看到他这般态度，李云鹤点了点头，并未阻止。多谢封主。嗡！这名弟子话音落下，全身灵气凝聚于掌心，他深吸一口气，旋即将那道灵气打入灵碑之中。随着一阵嗡鸣划过，那灵碑上一道赤色光芒闪现，却也只是闪现了一下而已，旋即便是暗淡下去。赤橙黄绿青蓝紫，你天赋不错，基本上能达到赤色，不过还是差了些火候。李云峰微微摇头道。那弟子有些无奈，垂头丧气地走了回去。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那些跃跃欲试的弟子们也全都鼓足勇气走了上去。可事实却很残酷，测试灵碑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勇气而有丝毫水分。1刻钟后，所有测试弟子全部被淘汰，引得不少人唏嘘感慨。弟子来。而就在这时，忽然人群中走出来一道红袍人影，那一袭红袍加上火焰般的头发，让他看上去宛若一团跳动的火焰。他隐于人群中，倒是没引起注意，可一走出人群，立刻便引起一阵惊呼。红袍师兄，难道他是赤发鬼唐柳师兄？天哪，是唐柳师兄！他离开万剑宗有2年了，没想到今天回来了。唐柳师兄，那不是2年前就已经达到灵珠境9重的天才弟子吗？2年后他回归宗门，修为肯定晋升金丹了。好期待唐柳师兄能行，毕竟还有其他宗门强者看着呢。若我万剑宗全军覆没，那岂不让外人笑掉大牙？众人议论之中，那红发弟子直接飞掠至测试灵碑之前，对着楚天雄等高层的席位上拱手之后，便凝聚灵气冲向灵碑。嗡！随着一阵嗡鸣响起，那灵碑之上赤色光芒骤然爆发，而紧接着在众人那期待的视线里，橙色光芒也忽然出现，紧接着那光芒很快变为黄色，最终也定格在了黄色之上。3品金丹，不愧是唐柳师兄，他合格了。唐柳师兄2年前就出类拔萃，此番能通过测试，3日后定会被血月圣地看上。看来唐柳师兄很快就能逾越龙门了，羡慕啊！众弟子一阵羡慕，而高层席位上此时也纷纷投过来赞许的目光。唐柳点了点头，旋即没有多说，就走下了测试台。之后的一段时间还是让人大失所望，不过却在最后没有人上台之后，一名女弟子走上去，她身上有着一股不动声色的平静气质。可当那玉手中的灵气涌入灵碑后，那灵碑之上的2道光芒顿时便引起无数弟子尖叫。2品，那位师姐达到2品了。这位师姐是谁？她好像并不怎么显山露水啊，怎么能这么厉害？她好像刚进万剑宗没多久，而且好像她现在只是一名外门弟子。什么？外门弟子？天哪！万剑宗外门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位优秀弟子。要不是这次测试，这位师姐恐怕还会继续被埋没。她叫颜墨，好像2个月前她才灵珠3重境。天哪，这是什么天赋？短短2个月竟能达到如此境界，匪夷所思。众人愕然间，那叫颜墨的女弟子低手行礼，然后退下了测试台。她似乎很低调。而在众人震惊于颜墨的天赋时，陆静的眸色却微微一变，他好像并未动用全力。他声音很低，龙希微却听到了。你说他隐藏了实力？不错，他的实力远高于2品金丹，甚至比起那个唐柳还要强。他的精神力不会出错，但颜墨的具体修为在什么层次，他也无法探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而能将秘密一直隐藏，特别是在万剑宗这种地方还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颜墨似乎并不简单。竞争力好大啊！龙希微笑着叹息一声，倒是让陆静越发觉得他可爱了。
还有没有弟子要测试？灵碑测试进行了足足1个时辰，而当大部分弟子都失望而归后，整个万剑宗达到要求的也只有唐柳和研墨2个人。不过能出现2个人，这对万剑宗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毕竟血月圣地的选拔条件极为苛刻，方圆千里之地，5门3宗内每个宗派能出现一个合格的已经是烧高香了。万剑宗此番出现了2个，而且这还不算陆晋与柳如烟。一个弟子进入血月圣地都会被奖励无数宝物，甚至奖励常年不绝。若再加上他们2人，那么整个万剑宗都会受到血月圣地巨大的奖赏，难以想象的福泽。只是此番检测结束，却也是陆晋与柳如烟2人生死斗的时刻。陆晋，你要不要试试？此时那峰主李云鹤看到众多弟子全部偃旗息鼓，他看向陆晋问道。陆晋淡然一笑，接下来是我与柳如烟的生死战，峰主大人，测试就没必要了，直接宣布生死之战开始吧。此话一出，不少弟子面色一变，这一场战斗终于要开始了吗？陆晋身边，龙希微在听到这话之后，眸色顿时变得相当诧异。陆晋，你说什么？生死之战？你和圣女柳如烟的生死之战？他眸中满是担忧。陆晋点头一笑，不用担心，他还杀不了我。龙希微一脸认真，你小心点。陆晋一笑，旋即身形一动，下一秒直接出现在那生死擂台上。而看到陆晋已经站出来，顿时整个广场就骚动起来。终于到激动人心的时刻了，陆晋与圣女的生死战肯定是一场龙争虎斗，是一场血腥的恶战。真不愿看到同门相互残杀，而且曾经的他们可还是一对情侣。哼，柳如烟害苦了陆晋师兄，陆晋师兄必须杀了他，不然怎能咽下这口气？可圣女实力强悍，而且还是赤羽长老已经收为座下弟子之人，陆晋师兄怎敢杀他？哼，不管怎么说，今日生死战见分晓。众弟子议论纷纷间，那楚天雄等高层的面色也发生了变化，似乎陆晋与柳如烟如今正代表着万剑宗的2股势力，只是很多人都无法确定自己到底要站在哪个阵营，只能静观其变。而此时看到陆晋居然率先登台，那柳如烟的面色也是一冷。咻！下一秒他身形一闪，也上了生死台。他负手而立，全身气息滚滚，衣袍猎猎无风自动，长发向后飞扬，看呆了一众弟子。圣女威武，圣女不愧是被赤月长老收为弟子的天才，陆晋必死无疑。这个陆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跟圣女大人上生死台。我看他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圣女大人有赤羽长老撑腰，他陆晋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只有死路一条。一些圣女的狂热追随分子此时纷纷叫嚣，场面竟在生死战没开始前就针锋相对起来。而此时看到现场这一幕，不少人的目光都看向那高层席位上的楚天雄等人，指示楚天雄当日便是说过，今日之事所有万剑宗其他人等绝不出手干预，生死擂台一旦上去，生死有命，各凭造化。此时生死台上，柳如烟看着陆晋，眸中满是杀意。陆晋，没想到你的修为竟然又有所进境，不过本圣女不管你采取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才达到如今的实力，今日我都要将你斩于台上，你必死。柳如烟话音未落，体内气息便滚滚爆发出来，那恐怖的波动让不少弟子的面色再次一变。什么？圣女大人的修为竟然达到那般恐怖的境界了？这是6品金丹，圣女的修为竟然达到了6品金丹之境，这可是比起他师尊姬邀月的修为都不遑多让的实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奇怪，不知那姬邀月姬峰主为何不来此处观战？这一定是一场难得的场面，圣女还能越级杀敌呢。陆晋，今日必败。随着众人的议论声越发高亢，现场的气氛也很快便被推到一个高潮。而那贵宾席位上3大势力之人此时也都有些懵，显然他们对这一场生死战也是一无所知，突然得知这个消息，更是忍不住的要为陆晋担忧几分。柳如烟，你当初如何害我的，今日我便加倍奉还。陆晋眸中满是寒霜，话音未落，全身气息便呼啸而出，那恐怖的灵力竟是撕裂空气，朝着柳如烟镇压而去。气势，单单那一股气势便让不少人被震慑得抬不起头来。好恐怖的威压！陆晋师兄是什么修为，能爆发出如此威压？他肯定不低于5品金丹境，如此短的时间能达到如此境地，陆晋师兄真乃天纵奇才。呵呵，天才夭折的事情可不在少数。滚！再说陆晋师兄的坏话，老子弄死你！那个圣女不是好东西，蛇蝎心肠的毒妇，小人！哼，休要亵渎圣女！当下方阵营似乎要掐起来时，柳如烟眸色一变。陆晋，今日我会亲手杀了你！
轰！他话音落下，全身灵气爆发，顿时以他为中心，方圆数百丈顷刻间被一股灰色气息笼罩，灰气之中似鬼影幢幢。柳如烟置身黑色气浪中，一股异常强悍的气息带着几分诡异，朝着四面八方弥漫笼罩，顿时引起大片弟子惊呼。他的实力比起之前强大了太多，当初亲眼见过陆静差点杀了他的那些弟子，此时更是满眼震惊。圣女的修为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内大幅提升了，太恐怖了！如此天赋，假以时日，晋升紫府境都不在话下。赤羽长老看上的弟子果然非同凡响，这个陆静3年归来，恐怕又要铩羽而归。如今圣女的修为恐怕不低于6品金丹，已经足以媲美姬妖月姬妖封主了。鹿死谁手，真不好说。众人议论间，那楚天雄的眸子也微微一变。柳如烟身为万剑宗圣女，她的确是有些爱才的，只是此女生性奸诈，强夺陆境至尊骨，勾结血食者，更是修炼了妖魔功法，她自然不会再对其有任何希冀。何况想到陆静一招斩下莫林寒脑袋那一幕，他便微笑摇头，意味深长。他楚天雄看中的人又岂是那般容易降服？而此时感受到柳如烟身上弥漫出来的气息，陆静却是冷冷一笑。柳如烟的修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晋升6品金丹，的确超出了他的预料，而且他能从他的气息之中感受到一股怪异气息，似妖似魔，可见他此番修行定是动用了非常手段。只是这等战力，他丝毫不惧。陆静，本圣女如今已达6品金丹，而且我现已拜入血月圣地赤羽长老门下，你怎么跟我斗？柳如烟身形在灰色气浪中飘渺不定，说出的话带着高高在上的威严，摄人心魄的气息让不少弟子感到毛骨悚然。陆静的气息已足够强大，可柳如烟的气息爆发，顿时就将其压制了下去，似乎两人压根不在同一个层次。而当柳如烟自己说出他已是6品金丹之境后，更是引起一阵震惊之声。陆静隐藏了修为，只要他不愿意，任何人都无法探查他的层次。可6品金丹的实力已经足以媲美封主级别的大人物，柳如烟此时的表现让众多弟子为之深深折服。6品很强吗？陆静话语淡然，气息依旧如前，似乎被压制着，看上去让人隐约的有些担忧。那龙细微的眸子看着这一幕，纵是知道陆静手段强大，却也微微蹙眉，甚至在他那葱玉般的指尖，一团灵气缭绕着。他看着那灵气，兀自喃喃：柳如烟，6品金丹又如何？陆公子送我的是雷雾妖，足以杀你100回。他暗暗下决心，若陆静真有危险，他也不介意召唤是雷雾妖过来，将柳如烟灭掉。哪怕这将会引起巨大的震动，哪怕他极有可能因此而陷入危险境地，可为了陆静，他愿意。呵呵，陆静，在杀你之前，本圣女会让你好好体验一番什么叫做碾压。嗡！柳如烟话音落下，周身灰色气息暴增，她身形竟是一步步踏上半空，脚下灵气化作实质般的云朵，拖着她那威风烈烈的身躯来到陆静前方10丈处。而看着气息滚滚压迫而来的柳如烟，陆静却是冷笑道：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得太快。轰！话音落下，陆静周身灵气滚滚而出，冲上头顶虚空，当空凝聚出一片煌煌飞剑，恐怖气息弥漫四方，所有看到这大片飞剑之人全都被震撼得目瞪口呆。万剑宗以剑修为主，可大部分弟子所修炼的剑法根本达不到陆静这般境界，而且此时陆静凝聚的飞剑根本不是之前的几百把，那密密麻麻的飞剑宛若形成一个巨大剑阵，其中飞剑数量绝不低于1000把。柳如烟看到这一幕，眸色也是一变，虽然他现在已经有了足以跟9品金丹叫板的底气，可陆静一直以来所展现出来的实力让他不敢掉以轻心。哼，虚张声势！翁柳如烟一声冷喝，手臂舞动间，那灰色气息之中，一把通体漆黑如墨的3尺清风凝聚而出，清越的剑影响彻，连声浪都宛若锋利无比的剑刃，划破虚空，让所有人心间一颤。那是什么武学凝聚的灵香？这把黑剑似乎并不是万剑宗武学能凝聚出来的。圣女这黑色气息有些怪异，恐怕是赤羽长老给予她的武学。好恐怖的气息，一剑便可媲美上千灵剑，不知陆静师兄能否顶得住？众人震惊间，柳如烟眸色一寒，3尺清风竟是迎风暴涨，道道灵气呼啸涌入剑体，然后在柳如烟操纵之下，那庞然大物直接对着陆静的剑阵劈砍下去。轰鸣之音相随，一出手便冲击的虚空颤抖，飓风呼啸。呵，陆静淡然一笑，手指微勾，身后剑阵冲出，上千把剑同时发出破风剑吟，声势浩大，直刺耳膜。在所有人那震惊的视线里，柳如烟的巨大黑剑眨眼间与上千飞剑洪流轰在一起，双方相撞的瞬间，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骤然响彻，激荡的天上云层都崩裂而去，广场之上那些树木哪怕相隔1000丈也被这股余波拦腰斩断，
枝叶碾成粉末，剑流崩碎，黑剑却黑芒更甚，杀意更烈。陆晋身形倒退，似乎这一上来的攻击之下，他便落入下风。什么？陆晋师兄的剑流竟不能挡圣女一剑之威？圣女实力大增，如今的陆晋恐怕已不是对手了。难道陆晋师兄真的要陨落在这生死台上？不，这不是陆晋师兄的真正手段。众人议论间，那不少人的眸色也是变得幸灾乐祸几分。自从陆晋归来，万剑宗数座山峰的长老与弟子都被他打压，甚至殒命在他手中。但碍于他战力强大，那些弟子长老一直在隐忍。如今柳如烟展现出如此强悍战力，若能将陆晋斩杀，他们自然内心窃喜。陆晋，本圣女没时间陪你玩，施展你的杀手锏吧，不然你活不过3招。一击将陆晋击退，柳如烟眸色冰冷，那高高在上的气势更甚。陆晋一上来的表现，让不少弟子唏嘘的同时，也让那醉仙楼、大风堂以及逍遥谷的强者面色有些复杂。陆晋小友的战力不会这么差劲吧？难道他灵气修为有限，只是精神力强大了些？不会，这才乃到哪？他定有后手。砰！而就在众人议论间，柳如烟的一道剑光再次横切而出，陆晋施展的所有灵剑竟是全部被斩碎，混乱余波连他身体冲击的倒退而出，几乎跌落生死台。这一幕让众人有些难以置信，甚至不少人对陆晋今天的表现大失所望。这段时间的修炼，他难道不应该跟柳如烟一样大幅度提升实力吗？怎么一上来就被柳如烟压制，甚至看不出他有反抗的能力？众人愕然间，那楚天雄的眸色却相当淡然。陆晋此时的表现，在他看来也只是玩罢了。可人群里，龙熹微的面色却愈发紧张，那缭绕指尖的灵气越发浓郁了几分。而被柳如烟一击逼退后，陆晋站在那生死台边缘，忽然说道：柳如烟，就算我因之前的修炼急于求成，造成体内创伤，今日你想杀我也不是那么容易。一句话说出，众人懵了。体内有伤，难怪他会被一直打压。可你都受伤了，还敢上生死台跟圣女进行生死战，你这明摆着就是送死啊！龙熹微眸中担忧更甚了。不过此时却有一群弟子跳出来，面色满是幸灾乐祸。这个陆晋还真是不知死活，都受伤了还敢上台，这是对自己多大的自信啊！他的对手可是圣女大人，他以为他是谁？敢轻视圣女，只有死路一条。原来他受伤了，那今天恐怕是没办法活着走下擂台了。议论此起彼伏，甚至一些拥护陆晋的弟子竟然要跟那些追随柳如烟的弟子干仗。而生死台上，柳如烟眸色一皱，哼，陆晋，既然上了生死台，那就要定下生死。你以为你说自己有伤，本圣女就会手下留情？做梦！轰！柳如烟眸色更冷，手中黑色长剑灵气缭绕，浓郁的灵气比起之前更加剧烈。既然陆晋受伤，那他就趁他病要他命，绝不留后患。住手！而就在这时候，忽然那最高席位上，楚天雄开口了。这一幕倒是让所有人意外。当初是宗主亲自许诺，这一场生死战任何人不准插手，可眼下他似乎又要出手。陆晋，既然你有伤在身，改日再战。一句话说出，众人愕然，那柳如烟的面色也吃了苍蝇一般难看。若楚天雄出手阻止，他想杀陆晋，怕也不可能了。师尊，你到底是怎么死的？若你在场，也能帮弟子灭了他陆晋。柳如烟想到了姬邀月，可他已经听说万剑宗几位峰主魂灯灭的消息，而其他峰主与长老内心正纠结着，却忽然听到陆晋一句话说出：宗主大人，今日我必与他不死不休。您身中剧毒，也不便插手此事，您还是身体保重要紧。陆晋这话说出，再次让众人面色一变。宗主中毒了，他原来在强打精神。楚天雄面色微变，却深吸一口气，似乎颇有些无奈的道：不错，最近万剑宗内是出了一些事情，本座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中了剧毒，好在那些叛逆之徒已经被肃清，虽然现在本座的战力连7品金丹的实力都施展不出，不过要阻止6品金丹的圣女杀你，还是有这个自信。何况圣女也一定会给本宗主这个面子。说完这话，楚天雄瞥了一眼陆晋，暗道这小子可真会装。气氛不对劲，那一直高高在上的宗主，什么时候需要主动向圣女讨要面子了？而唯一的理由便是宗主真的身中剧毒，姿态因此而变得谦卑。原来如此。此时在那峰主坐席上，屠魔峰峰主面色阴沉，然后看向了一旁的长老陈江。这陈江正是杨巅峰万剑宗内的师傅，虽然修为被陆晋废除，但因为杨巅峰的关系，他依旧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而听到楚天雄这话之后，二人的面色浮现出一抹阴冷。看来楚天雄一定是跟万鹤雷等人激战，才身中剧毒。不过他
他现在的战力锐减，别说本封主，就是圣女都能将他斩下。不错，庞明封主，这是个机会，非但能为万鹤雷他们报仇，更是能将万剑宗彻底攥在手里的大好时机。暗中通知宗内其他血使者，准备伺机而动，拿下楚天雄。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一场暗流悄然涌动。楚天雄此时说的话，让柳如烟的面色也微微一变。他那一双眸子从生死台上扫下来，在与屠魔峰峰主庞明对视一眼后，竟是默契的点了点头。宗主大人，当初可是你亲口说的，此番生死之战，任何人不得插手。怎么，宗主今日要食言吗？柳如烟冷眸看着楚天雄，似乎在楚天雄说完那话之后，他对其的敬畏之心便彻底消失了。毕竟楚天雄身中剧毒，别说仅剩7品金丹的战力，就是他8品9品，以他如今的实力，也能将其灭杀。怎么，圣女这是不给本座面子？楚天雄说道，眼神也冷了下来。柳如烟声音肃杀，今日陆晋，我必杀之，无人能阻。楚天雄还要说话，陆晋却说道，哼，既如此，那就少废话。数年的恩怨，今日我便与你一笔勾销。噌，陆晋话落，掌心灵气涌出，他手掌猛地一抓，一把散发着煌煌剑威的赤色长剑便抓在手中。万剑朝宗诀第3式，剑开天门。与之前上千飞剑相比，陆晋此刻这把剑虽没有那般磅礴气势，却更为凌厉，甚至那剑体之上滚滚雷力涌动，陆晋显然在动用杀手锏。哼，如果你只能施展出如此战力，倒不如立刻自裁来得痛快。若冥顽不化，本圣女不介意让你尝尽痛苦，再将你斩杀。少废话！陆晋一声暴喝，手中雷剑瞬间刺出，雷光肆虐。这一次，众人看得出陆晋是真正动用了杀招。只可惜，下一秒，当柳如烟那黑色长剑一剑刺来之时，那雷剑虽抗衡了数个呼吸，却最终轰然爆碎。陆晋的身形倒射而出，竟是倒在生死台上。这一瞬，全场鸦雀无声。这一幕实在是太过突然，不少人对陆晋有着极大自信。可当他们看到柳如烟一剑击败他，手持长剑冲上去，那长剑直指陆晋时，他们内心彻底崩了。怎么会这样？陆晋师兄败得也太快了吧？这难道真是他的真实战力？他是有伤在身，可惜了，此番生死战，他怕是真要殒命于圣女之手了。天妒英才啊！哼，陆晋，3年前你就该死，折腾了这么久，并没有任何意义。柳如烟手中黑剑散发出一股杀意，笼罩在陆晋头顶。此时的陆晋坐在地上，面色倒是颇为淡然，似乎面对着致命的威胁，他丝毫不在乎一般。可就在此时，一声娇喝传出：“住手！”人群之中，龙希微情急之下再也不管那么多，一个飞掠上了生死台，挡在陆晋身前。“你不能杀他！”柳如烟眸色一变，哼，没想到还有贱人相伴。既如此，那我就成全你们2个。龙希微3品金丹的实力在柳如烟眼中太弱，看他挡在陆晋前面，他阴森一笑，手中黑剑震荡，大有将2人斩杀的架势。放心，本圣女不会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说着，那黑剑直接对着龙希微的脸庞划了过去。住手！就在这时，楚天雄一声大喝，也飞至生死台上。紧接着，那逍遥谷古云朝暮，甚至大风堂风浪大师以及醉仙楼楼主冯梦道等人也全冲了上去。他们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陆晋被杀，不能看着龙希微被欺辱。现场气氛瞬间紧绷。柳如烟看众人维护着陆晋，眸中怒火陡然爆发，他忽然气势滚滚，大喝一声：“庞峰主，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咻咻咻！随着柳如烟大喝声落，顿时便是看到从广场四处有峰主、长老以及一些弟子纷纷飞掠而至，全部上了生死台，站到柳如烟身侧，成了统一战线。天哪！圣女这是要干什么？难道连宗主他都要违抗？那是屠魔峰庞明峰主，看样子他们蓄谋已久。这些人加起来足有30，这30人难道都要忤逆宗主吗？万剑宗最近怎么了？几大峰主离奇失踪，今日并不曾出现，现在屠魔峰峰主又要带头违逆宗主，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众弟子惊呼连连。而此时那生死台上，看到庞明带领着这群人冲上来，那楚天雄却并没半点紧张，甚至他竟是与陆晋相视一笑，然后抱着双臂朗声道：“怎么，庞峰主这是要违逆本座？”闻言，那庞明冷冷一笑：“哼，楚天雄，如今你外强中干，怎么还在本峰主这装腔作势？说万鹤雷万峰主以及齐峰主姬峰主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今日你必须给整个万剑宗一个交代。”此话一出，众人更是愕然，其中似乎发生了一些很重大的不为人知的事情，看起来谜团就要解开了。你是说那些人？
他们跟你一样都是该死之人。当然，不光是你，这些跟随你一同冲上来的长老弟子，今日本座一个都不会放过。楚天雄冷笑道，那眸子之中已经有着杀意涌动。就凭你？庞明冷笑道，既然那些人都是被你所杀，那今日本封主就灭了你，为他们报仇。所有人听令，速速出手，将楚天雄斩杀，给万剑宗一个交代。另外，那陆晋也直接杀了所有阻拦者，不管他来自何门何派，杀无赦。生死台上大战一触即发。而就在这时候，那楚天雄大喝一声，给本座围起来，一个都不能跑了。咻咻咻！他话音落下，一群弟子从人群中冲出，似乎早有准备一般，动作迅速，眨眼间将生死台围了个水泄不通。而这群人全都是盛唐弟子，其中汪明也赫然在列。看到这群人，庞明面色顿时一变，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而就在此时，那一群盛唐弟子直接就发动了进攻，他们人数众多，完全碾压跟着庞明冲上来的那群弟子。而且在他们冲上来的时候，楚天雄也没闲着，全身气息滚滚如雷，竟是将一群人压迫得抬不起头来。那庞明的面色也是变得相当震惊，因为他清晰感受到从楚天雄身上爆发出来的气息竟然不是金丹境，而是紫府境。可恶，你并没有中毒，你在使诈！庞明咬牙切齿，却没有坐以待毙。他身为8重金丹境强者，手段颇为强大，只可惜他刚要反抗，就被楚天雄瞬间碾压，连施展手段的机会都没给。随着一声沉闷轰响，他低头看下去，赫然看到楚天雄灵气所凝的一把3级剑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膛。庞封主！这一刻，柳如烟面色大变。而在楚天雄的镇压之下，其他那些长老弟子也在第一时间被盛唐弟子全部拿下，唯有柳如烟依旧站在当场。不过他不被拿下，并不是因为楚天雄的气势没有将其镇压，而是专门给陆晋留着呢。陆晋，此番本座要多谢你。楚天雄看着庞明等人如此轻松便被全部抓获，对着陆晋笑了笑，然后看向冲上来的3大势力的强者，笑道：诸位不必担心，特别是龙曦薇姑娘，陆晋这小子在演戏呢，不然怎么能揪出这么些的居心叵测之徒。闻言，龙曦薇等人面色复杂，显然没想到情急之下竟是卷入到了人家的一场阴谋之中了。陆晋，你没事吧？龙曦薇这才看向陆晋，皱眉问道。我当然没事，这女人战力平平，就算我站着让她砍，她都砍不动。陆晋说完，然后捏了捏龙曦薇的脸蛋。你随着宗主他们先下去吧，接下来是我蹂躏她的时间。龙曦薇点头，然后很乖巧听话的跟着楚天雄以及师尊云昭木等人回去了。而陆晋的目光则是看向了那愣在当场的柳如烟身上。行了，清理门户的事情办完了，柳如烟，你的死期到了。此刻的柳如烟眸色相当复杂，她完全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般模样。那楚天雄跟陆晋都在装弱，为的就是引出那些血食者，而楚天雄没有立刻拿下自己，居然是要让陆晋对付自己。他内心挫败，甚至感受到浓浓的屈辱。哼，陆晋，难道你以为这就能杀得了我？就算宗主出面，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柳如烟话落，手中一道符篆闪烁，那安静坐在他座位左右的2名女子，那暗淡的眸子忽然一闪，金光迸射，然后2道身影竟是如同炮弹般冲出，然后重重落在生死台上。落地时，那坚硬的生死台地面竟是生生被震出密密麻麻的裂纹。2名陌生女子突然降临生死台，顿时让不少人头皮一麻。天哪，他们是谁？好恐怖的肉身力量！他们浑身上下没有半点灵气波动，而且神态看上去有些怪异，是怎么回事？从柳如烟来到此地，这2个女人便陪伴她左右，她们2个并不是万剑宗的人，难道是血月圣地的人？单单肉身力量便能将生死台踏出裂痕，他们的战力相当恐怖。难道是2名体修？众人惊愕的议论纷纷，眼神看着生死台上，猜测着他们的身份。而就在此时，人群中一道惊呼声特别刺耳，全是尸鬼。当这个声音响起，不少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那道身影，而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汪敏。数日来，汪敏一直都在万剑宗内，他已彻底与赤羽长老决裂，跟杨巅峰、柳如烟势同水火，暗中加入盛唐后，一直在此地修行疗伤。被柳如烟和杨巅峰联手砍掉了一条手臂后，他的战斗力也无法恢复巅峰，特别是在之前斩杀了姬瑶月后，就没敢怎么抛头露面。此时在看到那冲上生死台的2名女子后，他立刻便是认出这是2具尸魁，是赤羽长老亲手炼制的战斗机器。什么？这2名女子居然是尸魁？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的动作如此僵硬，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能一脚踏裂生死台，
这两具尸魁的战斗力恐怕足以媲美金丹巅峰。此时就连万剑宗那些高层眼眸中也浮现出震惊之色。柳如烟，没想到赤羽长老居然把他亲手炼制的尸魁送给了你。汪明走上前去，声音传遍全场。这两具尸魁战力足以媲美金丹境巅峰，而且两具联手，恐怕能跟出遍紫府境强者一较高下。这话一出，全场震惊，就连陆静眸色也变得有些意外。他看向柳如烟，皱眉冷笑：没想到你能从血月圣地带回来俩不是人的东西。不过柳如烟，你以为凭这俩玩意儿就能逃过一劫？柳如烟眼眸中浮现出浓浓的杀意，有这两具尸魁，他自信满满。这两具尸魁足以把整个万剑宗翻个底朝天。陆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宗主出手都无法阻拦。闻言，陆静笑了笑，以他现在的战力，与紫府境初阶的强者一战不在话下，就是不知道跟这种不死不休的战斗机器激战，会不会更棘手？柳如烟，谁允许你在我万剑宗内动用这种东西？楚天雄忽然一声暴喝，眸中有着怒气涌动，却并无半分忌惮之意。宗主，柳如烟声音森冷，竟带着一股决然霸道。我已经说过，今日生死擂台，我必杀陆静，即便你出手，也无法阻止。轰轰，随着柳如烟话音落下，那两具尸魁分别向前踏出几步，面对着楚天雄，大有与之一战的架势。今日谁敢阻拦我柳如烟杀他，我也必杀之。柳如烟把自己的意图说得明明白白，生死战，他只为杀陆静。至于那些封主造反的事情，此刻倒是只字不提了。或许他也明白，凭自己现在的实力，再加上两具尸魁的力量，还无法撼动整个万剑宗，所以退而求其次，只杀陆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做法。柳如烟，你今日的做法早已背叛万剑宗，本座岂会饶你？楚天雄眯着眼睛说道，这两具尸魁可还威胁不到他。我如今已是赤羽长老座下弟子，楚宗主若是不识时务，公开与血月圣地为敌，恐怕会陷万剑宗于不义之地，所以宗主确定要插手此事。柳如烟此时的姿态高傲决然，居然敢公开与万剑宗宗主叫板，你这是在威胁本座？楚天雄挑眉冷笑，他没想到一个成长起来并没几年的柳如烟，竟敢以如此态度跟自己说话。事实如此，还请宗主大人自行掂量。柳如烟态度冰冷，说出的话竟带着不加掩饰的威胁之意。哈哈哈，柳如烟，你倒是狂妄的很呢，敢跟宗主大人如此说话，当真不知死字怎么写。此时陆静忽然发出一声大笑，凭着赤羽长老座下弟子的身份，再加上这两个尸魁，你以为你就可以横扫无敌了？既然你如此自负，那还请宗主给他一个机会，让弟子亲手送他下黄泉。陆静声音带着一抹不屑，既然柳如烟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他倒也不介意在把他灭掉之前，让其好好体验一番被人蹂躏的味道。楚天雄闻言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哼，陆静，就算不动用尸魁，我也照样杀你，去死吧你！柳如烟也没有再多说废话，他话音落下，全身气息弥漫爆发，之前所施展出来的那把黑剑再度凝聚而出，恐怖的气息宛若波浪一般朝着四面八方席卷，然后猛地一剑刺出，灵气滚滚如风，剑荡如龙。不少弟子再度头皮发麻，这招可还不够看。陆静眼神淡然地看着那道席卷而来的黑剑，之前面对同样的攻击，他装作连连退却，不是对手，可眼下那庞风竹等一众叛逆之徒全被擒拿，他已没有必要再装，却也没有立刻反击，而是就那么站在原地，甚至抱着双臂，满眼都是不屑，身体表面浮现出一道薄如蝉翼的龙纹来。什么？陆静师兄竟然不躲不闪不反击，太托大了，可不能轻敌啊！那薄薄的防御，恐怕连一道剑气都扛不住。看到陆静此刻的做法，不少弟子发出紧张的惊呼。双方的阵势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宛若惊涛骇浪，一个却宛若一叶扁舟，当真让人难以琢磨。甚至在人群中的龙希微已经来到生死台下方，近距离的观战，准备随时出手了。轰下一秒，在所有人那愕然的视线里，柳如烟的黑色巨剑疯狂劈砍而下，一股狂暴的毁灭之力震慑得众人头皮发麻。然而下一秒所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目瞪口呆，谁也没想到那柳如烟如此恐怖的攻击劈砍在陆静那一道薄薄的防御光纹之上时，竟全然被阻挡在外，甚至那黑色长剑因为爆发的力度太大，而被那龙纹反震的布满密密麻麻的裂纹。神什么？这怎么可能？柳如烟面色大变，虽然他并没有施展杀手锏，可这般攻击即便是7品金丹，他都有自信能一剑灭之。然而面对陆静那看上去单薄的聊胜于无的防御，他竟遇到极大阻碍，丝毫没有寸进的可能。给我破！柳如烟眸光狠厉，掌心一股灵气呼啸而入，加持那黑剑之上，顿时裂纹遍布的黑剑竟是再次愈合，
然后更加狂暴地砍下去，轰鸣不绝，剑光呼啸。这般惊人攻击，甚至让一些长老都难掩心中震撼。柳如烟的战力如今已经超越了大部分长老，可即便如此，他那充满恐怖毁灭力量的攻击，却依旧没能将陆静的防御破开。天，陆静这是什么防御？惊为天人，看上去薄如蝉翼，实则拥有恐怖防御力量。你们看，他周身的光纹像不像龙鳞？好像玄龙一般。这防御武学肯定等级极高，不知道是哪里得来的。陆静师兄再次给了我巨大的惊喜啊！众人惊呼不已。而看着柳如烟连自己的防御都无法破开，那光纹之中，陆静的声音轻飘飘地传出来：“柳如烟，我早说过，就是我站着让你砍你都砍不动，怎么这回信了？”这声音带着不加掩饰的鄙夷，顿时让柳如烟勃然大怒。陆静今日你必死！轰隆！随着柳如烟话音落下，他竟是直接舍弃了那黑剑攻击，然后一把白色古剑似乎从体内抽离而出，飞上头顶，被灌注大量灵气之后，凝聚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其上道道符文闪烁，散发出来的气息竟影响了不少弟子的心境，竟是让人产生了想要跪拜下去的冲动。这是至尊骨与剑道武学融合修炼出来的灵香。看到柳如烟头顶的古剑，顿时有长老惊呼：这把古剑的等级可比那把黑剑高得多，这上面散发出来的是至尊的气息，让人产生顶礼膜拜的冲动。没想到柳如烟如今已经将至尊骨彻底融合，而且修炼了如此惊人的剑道武学，众人再次震惊。而陆静看到这一幕，却微微蹙眉：柳如烟用了我的至尊骨，看来你很骄傲。柳如烟冷哼道：如今这至尊骨已经与我彻底融合，它完全成了我体内的一部分。陆静，这至尊古剑远非寻常灵剑可比，我倒要看看你那龟可能坚持几息。嗡！柳如烟的攻击再次席卷而来，这一次的毁灭气息比起之前更为磅礴，方圆500丈之地，所有围观弟子急速逃离，唯恐被波及。而看着柳如烟的攻击越发恐怖霸道，那龙希微的面色也变得越发凝重。只是他一直都未出手，他一直在紧张的观战，也一直内心充满希望的看着陆静。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出手。生死台上那个男人有自己的尊严，若是可以，他愿意看着他一直笑到最后。而在众人唏嘘于柳如烟利用本来属于陆静的至尊骨，施展出如此强大招数，想要将陆静灭了的时候，陆静却微微蹙眉，因为此时他感受到体内那地霸琉璃骨竟然再次出现一阵轻微波动，微不可察，却的确让他清晰地感受到了。难道这地霸琉璃骨对至尊骨这样的东西有天然的感应？这股气息倒是可以用一下。陆静眸色微变，带着一抹笑意，下一秒烈火镇玉剑呼啸而出。而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把剑上隐约的有着一股异样的波动在流转。一剑至尊，陆静还不跪下臣服？柳如烟至尊古剑刺来，剑光在空气中荡漾出层叠涟漪，那剑尖之上寒芒涌动，似能破开一切。然而就在这惊人一剑刺来之际，让所有人没想到的一幕再次发生，陆静竟是直接散去了那道龙纹防御，然后手中一把带着火尾的长剑轻飘飘刺出，咚！两把剑尖还未碰撞在一起，前方涌动呼啸的剑气便轰鸣如鼓，强烈余波顷刻间爆发席卷，接着便是那两把长剑的对碰，轰！轰鸣不绝，可也仅仅持续了数个呼吸后，柳如烟那至尊古剑的气势便开始分崩离析，飞速溃散。在陆静烈火镇玉剑的反击之下，那至尊古剑竟节节败退，剑气溃散，剑光凌乱，甚至连剑招都似乎不受控制的变得慌乱不堪。怎么回事？他的剑好像又出现了那种压制的气息，他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柳如烟柳眉倒竖，满眼难以置信。他怎么也想不到，至尊古剑出手，却仍旧被陆静压制下来。而看到对方攻击溃散，陆静冷笑着，一剑一剑劈砍过去，一边砍一边道：至尊古剑是吧？跪拜是吧？很无敌是吧？滚你的吧！轰！一番劈砍之下，烈火镇玉剑忽然剑光大耀，竟是从柳如烟的气息之中狂吞了一股难以形容的诡异气息。这是罪孽之力。陆静眉头一皱，烈火镇玉剑能够吞噬罪孽的力量，至于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陆静也说不准。在他眼里，或许这就是跟信仰之力相似的一种能量，虽然玄妙，却真实存在。而柳如烟身上的罪孽之力竟相当磅礴，这个女人到底坑害了多少人？这罪孽之力足以让你下地狱100次。而吞噬了那股诡异力量后，烈火镇玉剑气息更加狂暴，连番劈砍之下，柳如烟的至尊古剑彻底无法招架，竟是轰然爆碎成漫天余波，滚滚消散。噗呲，至尊古剑炸碎，一道布满裂痕的至尊骨立刻被召唤，
回到他体内。而柳如烟也忍不住一口逆血喷出，气息也骤然萎靡几分。看到柳如烟被打压，众人面色大喜。如今在观战的人群几乎全都是万剑宗内支持陆晋的存在，虽然其中也有不少人之前是追随柳如烟的，但是之前庞峰主义事后，大量弟子立刻便是对其失去好感与信任，转而支持陆晋。龙希微看到这一幕后更是惊喜不已，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看得出来，陆晋的确是有着抗衡柳如烟的实力。他自从站到生死台上，从始至终都表现得很淡定，哪怕是之前再装，也没有真正畏惧之时才会出现的那种慌乱。不过虽然松了口气，可那2具尸魁却一直站在生死台上，甚至之前那数次惊人的余波都没能对其造成影响。若柳如烟调动尸魁攻击，陆晋是否还能占据上风？只怕归来没多久的陆晋也无法跟尸魁抗衡吧。只有寄希望于宗主大人亲自出手了。陆晋至尊古剑的攻击都被陆晋如此轻而易举地化解掉，柳如烟的眸色震惊之余更是变得相当狰狞。若说之前他对陆晋全是杀意，那么此时他更是杀意惊人，怒意滔天。是我小看了你，不过你的嚣张也就到此为止了。柳如烟话落，忽然全身灰色与黑色2股气息涌动，2股怪异的气息融合在一起，甚至在这股气息的影响之下，他的血肉之躯都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双清澈瞳孔竟是浮现出一灰一黑的2种光泽，他长发如风，衣袍猎猎，身后更是让所有人诧异的出现了3条黑色的尾巴。什么？圣女这是怎么了？怎么长尾巴了？好恐怖的气息，这是妖气与魔气，竟会有这种事？圣女竟暗中修炼妖魔之术，简直大逆不道！我咋说她的境界会进如此迅猛？原来是修炼了妖魔功法。人族与妖魔势不两立，圣女不配做我万剑宗圣女。众人震惊之际，义愤填膺，振臂高呼。而楚天雄等人眸色也变得颇为愕然，他们自是明白，柳如烟甚至陆晋这样晋升速度超乎寻常的弟子，定是有着自己的秘密。可柳如烟居然修炼妖魔功法，这是他们没料到的。陆晋，能把我逼到这个地步，你足以自傲了。柳如烟眸色狰狞，似乎变成了嗜血野兽的样子。天妖魔剑诀，给我灭！嗡！柳如烟招数骤变，此时的他全身灵气滚滚如流，却全部都成了浓黑如墨的色泽。而在那墨色气息之中，妖气魔气纵横交织，似乎隐约能看到妖魔的虚影在其中游走奔突，甚至还有恶魔的咆哮声嘶力竭爆发出来，听得人心间颤抖，头皮发麻。天妖魔剑诀能爆发如此气息，看起来品级很高，只可惜你修炼时间太短，还是不行啊。陆晋看着那柳如烟饿狼般的目光，眸色一寒，接着提着烈火镇狱剑再次劈砍过去，口中同样念念有词。妖魔很厉害是吧？狗屁的天妖魔剑诀，还不是豆腐渣一样不堪一击？给我爆，全都爆！轰轰轰！随着陆晋的一连串进攻，柳如烟似乎还没来得及将天妖魔剑诀的杀招展现出来，那层叠的气浪，那凝聚的魔剑，那刚刚成型的攻击手段便被一件件斩碎。柳如烟彻底懵逼了。天妖魔剑诀，那可是天品上乘功法，是胡师亲自传授给他修炼，并且他在那上千妖兽大阵之中浴血奋战，经历巨大痛苦才修炼出来的剑法，竟被陆晋如此轻而易举地击碎了。他懵了，欲哭无泪。可恶，我要杀了你！尸魁，给我灭了他！这一刻，柳如烟终于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他一声咆哮，手中傀儡符燃烧之后，2具尸魁顿时朝着陆晋猛冲而来。而在2具尸魁冲杀过来的同时，柳如烟竟然也没闲着，也一并冲杀而来。2具尸魁的攻击力能纠缠一遍紫府镜，陆晋有自信能应对，可再加上柳如烟就有些棘手了，毕竟不死不休不知痛疼的尸魁已经很难缠，柳如烟阴险狡诈，他体内那股气息很有可能使诈偷袭，所以陆晋谨小慎微，不敢有丝毫大意。这一瞬，龙纹防御再次开启，大眼化龙诀功法于体内运转而起。与此同时，烈火镇狱剑缭绕起道道火光，与3者周旋，灵光纵横，瞬间白热化轰鸣不绝于耳，那激战的身形闪烁不定，而陆晋以1敌3，竟是丝毫不落下风。天哪，陆晋师兄的气息好像就是金丹3品，可他怎么会有如此强大战力？这明显不匹配啊！陆晋师兄乃天纵奇才，那种情况下都能不落下风，匪夷所思。天方夜谭，柳如烟太卑鄙了，找来了2尸魁帮手，陆晋师兄也应该请帮手。众人看着那生死台上白热化的激战，不断议论着，而那台下的汪敏的声音也被淹没在鼎沸的人声里，只是他的声音却被龙希微捕捉到了，他在提醒陆晋用雷霆之力劈那傀儡。而听到这话，龙希微眸色顿时一沉，你能找帮手，别人也能找。他话音落下，
顿时那缭绕指尖的灵光忽然一闪，顿时就消失不见。而呼吸间，忽然一声巨兽咆哮从云层间传来，那令人惶恐的咆哮声传来的同时，一道巨大的雷兽虚影从天而降，出现在所有人视线里。那是什么？怎么会突然出现一头雷兽？雷兽？那是雷雾妖。天哪！那是以海上雷霆为食物的是雷雾妖，这种妖兽怎么会出现在万剑宗？是那位师妹召唤过来的？难道是来帮陆晋师兄的？众人惊呼不已，满眼都是震撼。而看到是雷雾妖后，那汪敏的眸色也是一变，旋即看向龙熹微，暗暗点头。咔嚓！是雷雾妖出现之后，全身妖气凝聚，通体爆发出一阵阵噼里啪啦的轰鸣，十足震慑人心。小晋，给我劈了那俩尸体。汪敏是赤月长老的徒弟，所以龙熹微断定他所说的话定能帮助陆晋。是雷雾妖正是雷电属性的大妖，正好召唤其过来灭那两具尸魁。轰隆！当那巨大妖兽腾云驾雾而来，降临场中，周遭天地顿时雷云滚滚，恐怖的雷电气息席卷全场，声声惊雷伴随着那庞然大物体表不断游走的雷蛇，震撼的所有人目瞪口呆。那雷兽速度极快，出现之后，柳如烟攻击陆晋的气势也为之抑制。什么？这……他满眼难以置信。在血月圣地的时候，赤羽长老将两具尸魁给他的时候告诉过他，尸魁最怕天地间至刚至猛的雷霆之力，让其无论如何要避免与之遭遇。可眼下却偏偏出现了如此一头雷兽。是你？柳如烟看向龙熹微，咬牙切齿，眸中杀意四射。你能带尸魁，我就能带雷兽。龙熹微冷哼一声，旋即对着那是雷雾妖大声唤道：最好把他们轰成渣渣。咔嚓轰！随着龙熹微话语落下，那是雷雾妖张开獠牙巨口，一道吐息瞬间喷出，雷团如光亮的火焰，在众人那惊骇的视线中，如同陨石般狠狠轰向下方一具尸魁。给我轰死他！柳如烟眸色森冷如冰，一声咆哮，那具尸魁举着拳头，竟是冲天起，对着那道蕴含着磅礴雷力的雷团猛冲而去。轰咚！虚空剧烈颤抖着，当那雷团吐息与尸魁轰然撞击在一起的刹那，一道轰鸣巨响传出，雷团能量倾泻爆炸，恐怖的毁灭之力瞬间将那尸魁笼罩。可让众人震惊的是，在如此惊人的雷力之下，那尸魁竟还能凭借着锻造而成的肉身与之抗衡了数个呼吸。这是雷雾妖的实力在金丹巅峰，而这尸魁的战力也同样在这个层次。若非那雷霆之力对尸魁这种阴邪之物有着天生的克制属性，恐怕二者之间会一番龙争虎斗，两败俱伤。也正因雷霆克制阴邪之物，那尸魁在雷霆力量侵蚀之下，坚持数个呼吸后才轰然倒射而下。那女子般的容貌已经被雷霆肆虐的不成样子，浑身黑炭般重重砸落在地，穿着的衣衫也成了飞灰。好！看着那被雷霆击穿，战斗力几乎彻底丧失的尸魁，龙熹微激动振臂，再抬眸看向是雷雾妖。还有一个，全干掉！那是雷雾妖仰天一声咆哮，庞大身躯猛然冲向另一具尸魁。而这一刻，众人也惊呼起来，不愧是雷雾妖，他本身就是雷霆属性，至刚至阳，专克尸魁这种见不得光之物。那个女孩子是逍遥谷弟子，我怎么感觉她跟陆晋师兄关系不一般啊？这女孩子不简单，修为不过3品金丹境，却能召唤是雷雾妖这等大妖，简直匪夷所思。逍遥谷谷主云朝暮的修为都不足以跟是雷雾妖抗衡，我猜测这女孩家世肯定不一般。她不光有背景，还长得那么倾国倾城，陆晋师兄有福了。众人在震惊于是雷雾妖的强大战力之时，一些弟子的注意力也放在了龙熹微身上。他并非万剑宗弟子，可在关键时刻却能站出来帮助陆晋，他们之间定是关系匪浅。不过很快众人的视线便是再度被那是雷雾妖所吸引。随着第一具尸魁的陨落，柳如烟眸中杀机滚滚，竟是将数千灵石打入那尸魁体内。嗷嗷嗷！当那磅礴的灵石能量进入体内，那尸魁竟是仰天一声长啸，女子的容貌却发出鬼狼般的长啸，而随着她声音持续，那身躯竟急剧变化。原本女子的容貌开始变换成一个巨狼的脑袋，那四肢也开始变化，弯曲趴伏在地，指甲成了利爪，甚至全身上下竟还长出了长长的黑色毛发，活脱脱成了一体型巨大的狼人。大！下一秒，在众人那震撼视线里，那巨狼尸魁四蹄踏地，猛然跃空，对着那是雷雾妖扑杀而去。是雷雾妖一道吐息过后，需要间隔一段时间的休整，所以看到这尸魁冲杀过来，他全身雷电滚滚，张开獠牙大嘴，也同时间撕咬而去。半空中激烈的一幕让不少弟子心惊肉跳，今日一战的确大开眼界，却也十足震撼人心，甚至是恐惧。而此时除了现场观战之人外，在万剑宗山门之外的一座山头上，数道人影降临而下，看向万剑宗方向，
所有人眸色都阴沉如霜。家主，调查清楚了，世子乃被万剑宗宗主万鹤雷请到魔窟，他的魂灯灭了，就算绝地3尺都要找到万鹤雷。若他万鹤雷无法给我一个交代，本座就灭了这万剑宗，祭奠无儿在天之灵。家主，万剑宗此时正在激战，不如先静观其变。那竟是雷雾妖在跟尸鬼激战，事出有妖，我等先观战，再做打算。是。而当尸鬼与是雷雾妖激战正酣之时，忽然一道人影冲向半空，正是楚天雄。他声音朗朗：“此番有劳龙姑娘了，不过你是我万剑宗贵客，怎好让你出手？”嗡嗡。随着他话音落下，他手臂朝那巨狼尸鬼一挥，道道灵力从他掌心呼啸而出，宛若蛛网般迎风暴涨，最后化作天罗地网般飞速将那巨狼尸鬼束缚。死了还被人炼制成傀儡，也是命苦，本座送你一程。轰！随着楚天雄手掌一握，那天罗地网忽然收敛，一股恐怖的束缚之力竟是将那尸鬼勒爆而去。从楚天雄出手到这巨狼尸鬼被灭，不过几个呼吸时间。而看到这一幕，所有人全都愣住了。楚天雄出手间便能降服金丹巅峰的尸鬼，这说明什么？他的修为绝对已达子府境。而看到这2具尸鬼转眼就被灭掉，柳如烟眸色浮现一层浓浓死灰。不，这不可能，那2具尸鬼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灭掉？他不愿意相信这一幕，咬牙切齿，身后那3条尾巴剧烈颤抖起来。而此时一直冷眼看着这一幕的陆静蓦然开口道：“柳如烟，你仰仗的尸鬼也不过如此，把你体内那见不得光的东西换出来吧，或许你还有一战之力。”此话一出，柳如烟面色一惊，胡师的秘密难道被他发现了？柳如烟心头大惊，陆静此话的意思不正是看出了胡师的存在？这一刻他心头剧颤，想到从开始到现在，从庞风主等人被擒拿到尸鬼被灭，陆静一直都是有恃无恐的姿态，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在心底生出。眼前这陆静远比他想的可怕，纵然自己有至尊骨，有胡师的指点，有赤羽长老的栽培，种种资源加持之下，修为达到如今的地步，可似乎面对陆静，他还是差了许多。陆静，柳如烟看着陆静，眸中全是怒火。你不过3品金丹，而我已达6品，尸鬼没了，我照样杀你。陆静淡然一笑，好，我给你机会，不过你体内那东西若不帮你，只怕你会死得很惨。陆静淡然说道，甚至带着浓浓的不屑。柳如烟眸中黑灰色的光芒迸射，下一秒他舌尖一咬，一道金血喷出天妖魔剑诀，翻江倒海。嗡！黑色妖魔气息中陡然血光弥漫，一道黑色血剑陡然凝聚，其上妖魔气息滚滚如电，柳如烟的气息也节节攀升。血妖开天斩！轰！随着柳如烟的道道咆哮，那血剑对着陆静当头斩落。而在这一剑刺下来的瞬间，柳如烟面色苍白如纸，似是耗干了所有灵气。而这血剑此时所爆发出来的毁灭气息，也的确惊世骇俗，让不少千丈之外的弟子都忍不住做出了护体防御，生怕被殃及鱼池。而楚天雄以及龙希微一群人看着这一幕，虽有出手的打算，却一直按兵不动。他们视线里，陆静那一道身影挺拔如枪，就那么站在场中，宛若无法摧毁的铜墙铁壁，自信满满的面对着眼前那一场疾风骤雨。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面对柳如烟那狂暴的血剑攻击，陆静眸色一沉，手中灵力旋转成一道漩涡，就那么轻飘飘的推了出去。轰轰！下一秒，在众人那难以置信的目光中，就看到那血剑的磅礴气息，竟是在接触到陆静那道漩涡的瞬间，被瞬间绞杀破碎，连那刺入漩涡的血剑都生生被搅成一片乱流余波，然后全部被陆静掌心一道吞噬力量吞了个精光。这一幕不过分分钟就结束了。而随着血剑被搅碎，柳如烟面色大骇，急速后撤，却被陆静一道灵气瞬间束缚。这道绳索束缚之力极强，柳如烟为了刚刚那一剑能灭了陆静，几乎耗干了体内灵气，所以此时被陆静束缚，他竟是连挣脱的力气都没了。而被陆静束缚后，他眸色更是充满死灰，甚至眸底开始升腾起惊恐光泽。天，圣女居然被陆静师兄生擒了，难以置信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根本不敢相信3品金丹能生擒6品金丹，甚至都没动用全力。陆静师兄的手段到底多强啊？这个男人好恐怖！而此时，在众人议论间，楚天雄的眸色也变得相当愕然。这是荡魔天书中的功法。看到陆静施展出的那道漩涡手段，楚天雄震惊了。这分明就是前不久才送给陆静的那荡魔天书。这一刻，他心情复杂，惊喜、激动又自我怀疑。想他修炼多年才将荡魔天书领悟到这一步，
而他陆晋只修炼了短短数日，便已达到了他的层次，简直让他头皮发麻。而看到陆晋将柳如烟拿下，龙希微内心的担忧这才彻底散去。他将是雷雾妖召唤过去，然后那庞然大物竟然就那么当着众人的面化作一团烟雾消失了，这再次引起一阵惊呼。而此时的柳如烟眸色惊恐，在陆晋的束缚之下，他竟是无计可施。陆晋，你不能杀我，我的师尊可是赤羽长老，我背后可是血月圣地。听到柳如烟如此威胁自己，陆晋淡然道：呵，将死之人哪那么多废话。嗡，话落，掌心一团赤色火焰腾起，其中一把小剑虚影浮现，下一秒那小剑直接冲出，眨眼没入柳如烟小腹。噗呲，柳如烟变色巨变，几乎暴走，却硬生生没说话。胡师，救我！他立刻沟通胡师，如今你丹田被废，战力全无。胡师的声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感。那怎么办？胡师救我！柳如烟慌张道：你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本座自然会出手助你。胡师要弟子怎么做？你只管收敛心神，把你的身体给本座一用。是。嗡。柳如烟话落，顿时只感到灵魂一颤，身体开始不受自己控制，而被废的丹田之中，那颗金丹竟是飞速上移。下丹田被废，为师就用你的中丹田和上丹田，助你逃离此劫。随着一阵嗡鸣，柳如烟身上黑光骤然爆发，那金丹进入中丹田后，再次爆发出惊人波动，而这一次，那黑芒铺天盖地的呼啸而出，一股狂暴的妖气似不要命般冲向四面八方，朝着那万剑宗1000丈之外的弟子阵营席卷而去。这狂暴妖气正是之前在御兽者阵法之中疯狂杀戮而得到的能量积累。而看着黑芒呼啸，陆晋的眸色一变，你体内的东西倒是有些手段，只可惜今日没有人能救得了你。看到柳如烟绝境反击，那金丹中的能量竟然还能如此磅礴地爆发出来，陆晋那一道束缚之力再次暴涨。不过这一次，那绳索竟很快便被崩断，而柳如烟更是将那戒之中几乎所有储存全部吞入腹中，一瞬间能量席卷，让他的血肉之躯都被撑得有着要爆的迹象。他这是要干什么？好诡异的手段！柳如烟怎么会修炼如此妖邪之法？他已经彻底妖魔化了。不好，这些黑芒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拉扯我的灵气，速速后撤！感受到黑芒气息笼罩之后，那股怪异气息席卷而来，一群弟子面色巨变，纷纷后撤。可就在这一瞬，那黑芒中竟有着道道黑影出现，那黑影宛若鬼魅，数量众多，现身之后闪电般朝着下方弟子体内冲去。黑色妖气滚滚弥漫，速度极快，哪怕楚天雄等一众高层也被笼罩其中。楚天雄眸色一变，这是在掠夺灵气。感受到那股诡异气息，他内心一惊，这个柳如烟到底修炼了什么妖邪功法？他这是要掠夺万剑宗弟子的灵气，是要害命。峰主李云峰也是面色骤变，这气息不对劲，不是柳如烟，而是他体内那道气息所为。楚天雄沉眸说道：宗主，他体内果然藏着一个怪物，眼下众多弟子陷入被掠夺的境地，我们当速速将其击杀。啊！而就在这时候，忽然一道凄惨嚎叫响彻，然后便是接二连三的嚎叫声在黑色妖气中此起彼伏。不好，有弟子的灵气被掠夺一空，丹田都被抽干了。好诡异的手段！这柳如烟到底是修炼了哪门子邪恶功法？这黑色妖气之中好像充满了魑魅魍魉，我等都被鬼打墙了。啊！我的灵气在消失，在被一股怪异力量吸走，无法控制，无法反抗，这可如何是好？黑雾弥漫，其中惨烈嚎叫不时发出，让人头皮发麻。事不宜迟，布阵擒了他！楚天雄眸色一沉，旋即与李云峰等高层立刻行动起来。而随着这群高层身形闪动，一道璀璨光华像是撕裂黑暗的光亮，在那黑色妖气之中撑开一片清朗之地。所有弟子进入大阵。楚天雄的声音如雷，可那些深陷黑雾之中的弟子一时间失去了方向，根本不知大阵所在方位。而此时看到这一幕，那万剑宗外的墨家高手一个个脸上也满是愕然。这是什么手段？怎么有如此浓烈的妖魔气息？这股气息很陌生诡异，那个女人身上藏着大秘密。哼，这倒是不错，看起来这女人是跟万剑宗为敌，若有可能，我墨脱缰便救下她，说不定能成为对付万剑宗的利器。走，先抓几个万剑宗弟子，打听一下万鹤雷的情况。是，家主。看到柳如烟的气息巨变，甚至威胁到了成百上千万剑宗弟子性命，陆晋的声音传出来，依旧波澜不惊。这便是你的手段吗？强行掠夺别人的东西，难怪柳如烟会抢夺我的至尊骨。
不过我倒要看看你的手段能有多强。轰！路径话落，在黑雾当中直接动用了藏天关的吞噬之力。有雾气笼罩，他倒是不怕被别人发现。而当藏天关的吞噬力量呼啸而出的瞬间，那周遭虚空的妖雾几乎眨眼便被抽离一空，空气瞬间清朗，其中弟子身影也全露了出来，力量挺磅礴，倒是不错的修炼资源。藏天关吞噬妖雾之后，立刻便是反哺了一股精纯灵力。路径点了点头，速度瞬间提升到极致。若站在高空俯瞰，便能看到那黑雾之中，两个阵营正在疯狂吞噬黑雾，而那黑雾被吞噬掉的地方，赫然显露出一片清朗之地。其中弟子长老眸色凝重，却并没退缩，纷纷施展手段与那些鬼影子纠缠激斗。只是这两个阵营中，一个小型阵营中人数虽多，却吞噬得很慢，宛若爬行；而另一个阵营那清朗气息正飞速扩大，黑雾急速消失，可那阵营之中却只有路径一人在飞速行动。什么？这怎么可能？发现自己的妖物在掠夺别人灵气的同时，自己的气息却被别人强行拉扯，在飞速消散。胡师那穷凶极恶的声音从柳如烟嘴中发出，那怪异的声调让不少人心脏骤紧。那声音似声音沙哑的恶魔在咆哮。难道那小子身上的吞噬之力比我的大掠夺魔功还要猛？胡师相当愕然，却不敢恋战。此时的处境十分危险，若不借机逃跑，恐怕就逃不掉了。可就在这时候，黑雾弥漫的空间中，一道火焰长剑闪电般送到了面前，在距离他鼻尖1尺的地方稳稳停住。柳如烟，受死！路径声音森冷，这一刻杀意笼罩，那孽火镇狱剑也瞬间刺穿了他的胸膛。可下一秒，让路径意外的是，那柳如烟嘴巴里发出一连串沙哑的声音：“你杀不了本座！”噌，话落，那道身影竟是化为一团烟雾，瞬间融于黑雾之内，消失不见。想逃？路径眸色一变，精神力闪电扩散，精准无误锁定了他的方位。噗呲，孽火镇狱剑再次送出，竟是在那黑雾之内，一剑从后方再次刺穿柳如烟的后心。两剑之力，他不信柳如烟不死。可这一剑震荡之下，那柳如烟的身影竟是再次化作黑雾，再度从眼前消失。路径愕然无比，这什么妖术？好诡异！他精神力扩散到了方圆1000丈，几乎将黑雾全部笼罩，却一脸愕然。貌似其气息已经与整片黑雾纠缠在了一起，可并无重点。而当他终于发现其气息凝聚一团，越发浓烈之后，对方身影已经鬼魅般从1000丈之外一跃而起，窜入虚空，逃遁远去。今日必杀你！路径根本没打算留活口，发现其逃跑踪迹后，手掌舞动间，孽火镇狱剑腾空而起，穷追猛赶而去。这时候，随着胡师柳如烟崩溃撤退，那黑妖雾气也骤然消散。而当众人暴露于大天白日之下，全都看向孽火镇狱剑破空刺去的一幕。滚！可就在这一刻，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前方虚空，随着一声呵斥响彻，那把几乎又要刺穿柳如烟的孽火镇狱剑，竟是突然调转方向，对着路径所在方向倒射而回。什么人？好强大的手段！竟是一指弹回了路径师兄的飞剑。那些人的气息很强大，好像比宗主大人还要强大得多。他们就下了柳如烟，柳如烟逃了。万剑宗众人吃惊不已。路径的眸子看向那将篱下的一众人等，眸子也忍不住缩了缩。他已经看出对方的实力，一行6人中3位紫府境高手，那为首一人捉摸不透，却更加恐怖。一行人降临下来，却并没提万剑宗那一场激战的事情，似乎这件事情入不了他们法眼。万剑宗屠魔峰峰主万鹤雷何在？惊雷般的声音自那群人中响彻，闻言连楚天雄的眸子都忍不住皱起。噌，那道飞回来的孽火镇狱剑被路径轻飘飘地接住，绕着他的周身宛若龙蛇般游走。而他的目光看着那将篱下的数道身影，忍不住挑了挑。来者不善，而且他们是来找万鹤雷的，拥有如此修为，还能跟万鹤雷有些关系的，不难猜测出他们的身份。想到这一点，路径和楚天雄竟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似乎都猜到了什么。楚天雄刚要站出来说话，却看到路径先他一步站了出来。你们是什么人？我正与那人进行生死战，却被尔等救下，诸位不给我一个说法吗？路径这话说得相当冷漠，并没有因为对方阵容强大而有半分畏惧之意。可当这话说出之后，一群万剑宗弟子，甚至其他观战势力的强者面色都变了。对方那般阵容，莫说他一个小小的路径，就是整个万剑宗，恐怕都能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抹平。而他路径居然要对方给他一个说法，简直胆大包天。龙希微怔怔地看着他，一时间竟也不知如何是好了。看到路径站出来，那墨家家主墨脱江蹙眉冷哼，还未说话，旁边的一位墨家强者就站了出来。小子，你好大的狗胆，见了我墨家家主还不跪下？嗡！
此人面对墨脱缰满脸谄媚，可转向陆晋时却瞬间布满冰霜，甚至在他话语落下的一瞬间，他手掌一挥，袖袍之中一道凌厉气息呼啸而出，宛若水流般朝着陆晋压了过去。一瞬间虚空震荡，也将他金丹巅峰的修为展露无遗。这一刻，所有人被震惊得目瞪口呆，张着嘴巴却说不出话来。此人不过是一个跟班，便有着如此实力，而且他口中所说的墨家也顿时让人心惊肉跳。除了血月圣地那高高在上的4大世家的墨家外，还有哪个墨家拥有如此强大阵容？滚！而面对着此人的无理镇压，陆晋却是眉头一皱，那在周身游走的烈火镇狱剑瞬间将他的那道气息击穿而去。随着一声轰鸣巨响，那道灵力波动直接化为乱流，消散于无形。什么？而看到这一幕，不少人都是心中一颤。那人可是金丹境巅峰，哪怕是随手的一道镇压之力，也能轻易镇压哪怕8品金丹之境的强者。而面对那般攻势，3品金丹境的陆晋竟能举手投足间将其破除，甚至视若无睹。这才是真正的天才，这才是真正的霸道。小子，你倒是有点能耐，只可惜有眼无珠。那墨家强者虽有些惊讶，却依旧没有把陆晋放在眼里。但众目睽睽之下，陆晋让他失手丢了颜面，他自然不能就此罢手。这位可是血月圣地墨家家主墨脱缰。小子，你不是要说法吗？我现在就给你一个说法，死！轰！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顿时一只巨大的灵气手掌当空凝聚，从天而降，对住陆晋猛拍而下。住手！当这道手掌震爆虚空降临而下的瞬间，楚天雄一声冷喝，手掌自下而上一甩，大地之上灵气汇聚，瞬间凝聚成一把巨剑，对着那猛拍而下的巨大手掌暴冲而起。轰冲天而起的巨剑，在所有人那震惊的视线里，轰然撞击在那灵气巨掌上。两者接触的瞬间，爆炸之音骤然扩散而开，震耳欲聋的轰鸣让不少人双手捂住了耳朵，甚至离得近的一些修为低劣的弟子忍不住耳鼻流血。噔噔噔，强烈的气机反震之下，那墨家强者身形狼狈后退数步，方才稳固身形，眼神错愕地看向那出手的楚天雄。而楚天雄此时飞跃而起，稳稳降临在陆晋身前，负手而立，声音朗朗：阁下一上来就要在我万剑宗杀我弟子，简直欺人太甚。他说话间，一股恐怖的灵力波动在周身荡漾，一副并不打算善罢甘休的架势。哼，区区蝼蚁之辈也敢在我墨家家主面前造次。那墨家强者眸中怒意升腾，想要再度出手，却被那家主墨脱缰一句轻飘飘的话拦了下来：莫急，退下。是，家主。莫急虽心头不甘，却也立刻收敛气息，退了下去。对于家主的命令，他不敢有半个字不从。然后墨脱缰抬眸看向了楚天雄，眸中带着冷意道：你就是万剑宗宗主？楚天雄没有否认，却也没有开口，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对方虽势力强大，可他却并不会因此而软了骨头。很好。墨脱缰双眸之中迸射出一抹寒意。你既然是宗主，那就立刻把万鹤雷叫过来，我给你半炷香时间，若没把人叫来，今日万剑宗灭门。声音淡漠冷冽，却透着一抹不容置疑。闻言，所有人眸色一变，果然来者不善，而且他们指名道姓要找万鹤雷。这位封主已经被灭了，如何能再出现？不少人面色大变，今日若交不出万鹤雷，难道真就成了万剑宗的灭门之日了？身为血月圣地4大世家之一的墨家，其中高手如云，相传他们家主墨脱缰更是一位达到了子府3变之境的超级强者。若他真有如此修为，举手投足间便可灭了万剑宗，不会有半分悬念。宗主，怎么办？此时封主李云峰飞跃而来，站在楚天雄面前，面色之上浮现出难掩的紧张。哼，想灭我万剑宗，可还没那么容易。楚天雄依旧负手而立，然后一双眸子迎上了墨脱缰，冷声道：实不相瞒，我万剑宗封主万鹤雷日前在一场激战中不慎丧命，阁下想要找他，恐怕已经没这个机会了。此话一出，墨脱缰面色一变：你是说万鹤雷已经死了？不错，至于他是怎么陨落的，本座并不知晓。墨脱缰听到这话，面色之上浮现出一抹复杂来。而在此时，另一名墨家强者却站了出来，他身形如同铁塔般魁梧，声音粗犷且充满暴怒：若你胆敢有半句假话，老子定将你碎尸万段。听到这威胁的话语，楚天雄却只是瞥了他一眼，理都没理，然后转过头来对着那墨脱缰淡然一笑：墨家主亲自前来，我万剑宗蓬荜生辉，待本座查出是谁杀了万鹤雷万封主，自会给墨家主一个交代。墨脱缰面色阴晴不定，内心顾虑颇多。他虽修为强横，却不想大张旗鼓进行一番杀戮威胁，毕竟他只想找到杀死自己儿子的真凶。此时大闹万剑宗，
恐怕于事无补。而就在此时，突然一声狂笑之音传了出来，不是别人，却正是被楚天雄之前生擒了的庞明封主。哈哈，楚天雄，那万鹤雷明明是被你所杀，怎么如今居然不敢承认了？庞明话语带着幸灾乐祸，反正此时他已经被擒拿，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现在有血月圣地4大家族之一的墨家，甚至连墨家家主都亲自前来，他自然要把握好这难得的时机。当然，墨家家主询万鹤雷究竟是要做什么，他也一概不知。但是既然是个机会，他就一定要尝试。而听到庞明这话，那墨家数名强者的面色立刻就变了，看向楚天雄，冷意森然。而听到庞明这话后，楚天雄的眸色也是微微一变，不过旋即却笑了起来。呵呵，庞明封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栽赃陷害本座吗？庞明挣扎着说道。陷害？楚天雄，你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万鹤雷可是血使者联盟之人，如今万剑宗内的血使者已经尽数被你拿下，或杀或抓，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而那万鹤雷更是最忠实的血使者，我等都是为血月老祖做事，而你一直以来暗中的所作所为，就是将血使者一网打尽。本座虽没亲眼看到，但那万鹤雷以及姬妖月以及岐山等封主，定是被你所杀。庞明的声声咆哮几乎让众人头皮发麻，他这不单单是坑害楚天雄，更是要将整个万剑宗拉入水火。这庞明的做法让万剑宗所有人面色全变了，而墨家人的眼神也变了，他们看着楚天雄没有说话，可杀意却在弥漫蒸腾。楚天雄皱眉，然后却忽然一笑，走到墨拓江身边，然后不动声色地掀起了自己的衣袖。而当墨拓江看到楚天雄手腕上那清晰的血月咒时，眸色也是再度变幻起来。他没有说话，却眯着眼睛说道：楚宗主，实不相瞒，我儿莫林寒此番被你万剑宗封主万鹤雷找来，似乎是要对付一个厉害的人物，却不成想他与万鹤雷等人全部殒命。这话说出，楚天雄眸色顿时一变。什么莫家主，竟有人胆敢做出如此胆肥之事，这可真是不知死活。听楚天雄这惊讶不已的话，别人都跟着纷纷摇头，只有陆静却在一旁微微皱眉。楚宗主这是又装起来了，还别说，装的还挺像。不过看着楚天雄此时的样子，陆静内心却有些不是滋味。凭楚天雄的能耐，恐怕这墨家家主都能被他出其不意的当场斩杀。只是就算灭了墨家家主又如何，其他墨家强者定会拼死反扑，而到时候死伤最大的无疑就是万剑宗那些无辜的弟子。当然楚天雄选择隐忍，这是其一，为了他那终极目标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从这一点上，陆静似乎也能猜得到，楚天雄这么多年来暗中谋划隐忍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从这些来看，楚天雄是条汉子，是条能软能硬能屈能伸的汉子。而看此时墨家家主的反应，貌似楚宗主的计谋得逞了。只是看到墨拓江竟是与楚天雄攀谈起来，双方并未产生冲突，那庞明面色阴沉，不死不休咆哮起来。墨家主切莫被他蒙骗，墨家主可听说过圣堂？这两个字一出口，楚天雄面色一变，恨不得直接给他舌头割下来。而就在这一瞬，忽然一道人影闪现在庞明身旁，然后手中那带着火焰的飞剑直接捅进了他的嘴巴，然后横切。在所有人那触目惊心的目光之下，庞明直接被切死了。而众人视线全都凝聚在那道人影上。陆静，他竟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将这位万剑宗的封主庞明判了死刑。看到陆静这么做，楚天雄满脸黑线。这当众杀人灭口可还行？就算人家原本不信的，这下也要信了。小杂碎，你干什么？而看到陆静这般做法，那之前已经对他动过手的墨家强者墨吉一声暴喝，身形猛地踏出，然后冲向了陆静。他本已对陆静产生了杀意，此时他竟敢做出杀人灭口之事，于是再也不顾其他，一记杀招便对着陆静招呼了过来。轰！这一击之下，九品金丹的实力彻底暴露出来，而随着他的攻势爆发，方圆千丈之地飓风呼啸，沙飞石走，整个广场似乎都沸腾了起来。九品金丹在万剑宗那些连金丹境都没达到的弟子眼中可谓恐怖极，可面对如此恐怖杀意，陆静却面色淡然，甚至连招式都没变，还是孽火镇狱剑的一道剑招。噌！恐怖的灵气拳头轰落而来，孽火镇狱剑上陡然寒芒一闪，咔嚓！剑尖还未触碰到那灵气巨拳，却有一股诡异力量闪电般窜入那灵气拳头之上，电光火石间，那道诡异之力爆发出树根般的闪电纹路，竟是将其内的力量抽离一空。树根纹路就那么一明一灭，那灵气拳头内的力量就被掏空了，而一股罪孽之力就那么的灌注到了剑体之内，
成了孽火镇御剑的能量之源，你以外强中干。陆静咧嘴一笑，看着那身形继续冲来的莫吉，陡然一拳轰出。这一拳看上去平平无奇，没半点花里胡哨，有的只是那磅礴无比的灵力波动。你找死！莫吉一声大喝，他甚至都没察觉到自己灵气拳头内的能量已经被抽空，依旧自信满满，带着必杀之心，迎着陆静的拳头冲过来。轰！下一秒，虚空震荡，莫家那道看似蕴含恐怖灵气的拳头，在陆静那平平无奇的一拳之下，轰然爆碎。噔噔噔，一击之下，莫吉那恐怖一拳轰然爆碎。众人视线里看到的上，他那狂暴攻击跟陆静平平无奇的一拳就那么轰击在一起，然后他就飞了。而陆静站在原地，保持着攻击的姿势，连半步都没退。看到这一幕，所有人惊呆了，全场响起了掩饰不住的窃窃私语声。他们不敢得罪墨家，可陆静此刻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却让众人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振奋。陆静师兄牛逼，他就是我这辈子的偶像，9品金丹强者他都能抗衡，可他分明只是3品金丹啊！就是啊，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呢？他连墨家都敢得罪，这魄力老子服。就是不知道墨家人会不会因此而屠戮我万剑宗啊！众人议论声中，那墨家家主墨脱缰的面色也变得相当意外。毕竟墨吉可是墨家高手，虽然没有达到子府境，可却是横扫金丹的9品，却没想到在这小小的万剑宗内，竟然一名弟子都能与之抗衡。眸色变幻间，墨脱缰脑海中闪现出之前所看到的陆静与柳如烟对战的情形，貌似这小子不一般，很不一般。小子，你倒是有些能耐，只可惜你杀人灭口的做法是与我墨家为敌，今日你死罪难逃。墨脱缰说道，然后看向莫吉，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小子，受死吧！莫吉看到家主下命令，冷笑连连，这下他似乎可以大张旗鼓地去灭杀陆静，而不用再顾及其他。且慢！楚天雄看到莫吉要杀陆静，心中很是担忧。不过他并不担心陆静，而是担心莫吉。若莫吉被陆静这不知轻重的小子杀了，那万剑宗可真的就彻底得罪了墨家。而以万剑宗如今的底蕴，又怎么跟4大世家之一的墨家相抗？墨家主，还是不要打了吧。楚天雄看着墨脱缰，一脸纠结道。而墨脱缰看着楚天雄，却是冷笑道：怎么，楚宗主这是怕了？不过若你能解释那盛唐是怎么回事，本座倒是可以考虑放他一马。闻言，楚天雄却无奈道：本座是担心我这爱徒不知轻重，墨家主，您说他要是万一出手重了，一不小心弄死了你墨家高手，本座是该杀他赔罪呢，还是难办啊？楚天雄这话让众人全皱起了眉头，原来他是担心墨家人被陆静能死啊。可听到这话，墨脱缰却眸色一冷，他还未说话，那莫吉的咆哮就传了过来：狂妄！既然你担心他伤了老子，那老子就灭了他，让你亲眼看着他是怎么死的。莫吉话音都未落地，人就冲了出去。有了之前经验，这次他不敢拖大，出手间一对漆黑板斧出现在手中。嗡！他手持板斧相互对碰的瞬间，震荡之音不绝，而一股惊人波动从其上荡漾而开，顿时让不少人瞠目结舌。这是天品战兵，好恐怖的气息！原来这就是天品战兵的气息。天品战兵能大幅度提升战力，这下陆静师兄恐怕想要胜他，难上加难。之前那个莫吉并未动用全力，眼下他要杀了陆静师兄，直接动用天品战兵，这下完犊子了。你们看，那位龙姑娘竟然冲过去了，这是为爱狂奔，连命都不要了吗？吼！而就在莫吉挥舞板斧杀向陆静的同时，龙熹微也冲了过去，而与之一同冲过去的还有是雷雾妖。那庞然大物于云雾中浮现而出，下一秒一道雷霆吐息就轰然降临，狠狠冲向莫吉。找死！莫吉眸色大变，之前他们在观战的时候已经见识过这雷霆吐息的毁灭力量，连金丹巅峰的尸魁都直接被轰成渣，可谓十分恐怖。不过莫吉却并没有躲避，雷霆天生克制尸魁，可他修炼的开山板斧同样经历过雷霆淬炼，甚至伴随着他晋升修为经历过9次雷劫淬炼，对这道吐息并没有多么畏惧。轰隆！下一秒，众人那震惊的视线里，那道雷霆吐息重重轰击在莫吉身前，2大板斧气息冲出而凝聚的虚影之上，轰鸣之音瞬间响彻四方，那板斧虚影随着雷霆吐息的爆炸也彻底炸开。至刚至强的雷霆之力下，他举着双斧急速后撤，板斧虚影被炸碎，可他本人却毫发无伤。这一幕让众人震惊错愕，显然没想到这莫吉的战力竟比起那尸魁还要强悍。莫吉，你别墨迹了，快杀了他！你让家主一直等你吗？而看到这一幕，
那墨家的一名子府近一变的强者说道。他说话间眸色淡然，似乎并未因为场中所发生的事情而有半点动容。或许在子府境强者眼中，金丹境强者之间的战斗不过小儿科。家主稍安勿躁，我现在就拿下他。噌，莫吉再次冲了出去，而龙熹微见状再次召唤是雷雾妖对战，而他则是飞掠至陆镜身边，面容浮现焦急。陆镜，那可是血月圣地的墨家，我们得罪不起的存在。看着龙熹微这般为自己担心，陆镜淡笑道，所以呢？龙熹微一把拉住他的手，你找个机会赶紧逃，千万别让墨家人找到你。此话一出，陆镜眸色一变，他显然没想到龙熹微竟然让自己逃走。若自己逃了，难道要他留下来承受墨家人的怒火吗？多谢龙姑娘好意，不过我不会走，而且我也不会放过墨家。这话一出，龙熹微愣住了，他从陆镜眼里看到了那不容置疑的决然，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而下一秒，陆镜忽然冲天起，墨家是吧？声音如雷贯耳。你们之前放走了那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的贱人，现在又三番五次挑衅我万剑宗威严，这废物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既如此，我也不介意杀了他，向你墨家讨一点利息。话音未落，人已冲了出去，速度比声音还快。噗呲，钝器如肉的声音，轻微刺耳，头麻。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目瞪口呆。什么？他竟杀了莫吉？9品金丹强者就这么被秒了，这简直难以置信。陆镜的战力到底在什么层次？众人忍不住发出惊呼，而墨家人更是眸色瞬间就冰寒下来，一个个怒火喷薄。他们显然没想到陆镜竟会如此果决，说杀就杀，而且莫吉竟是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楚天雄也懵了，他本来就担心陆镜干死墨家人，与其结梁子。墨家可是血月圣地4大世家之一，老牌世家，底蕴丰厚。今日来到万剑宗的，除了几名子府境强者外，其家族内还有一尊不知修为的老祖坐镇，与这等超级世家作对，死路一条。可眼下莫吉已经被杀了，这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敢杀我墨家人，小子，今日必将你挫骨扬灰。莫吉被杀，那一直不温不火的墨脱缰忽然暴怒，轰！随着他的气息爆发，顿时一股恐怖波动席卷全场，方圆万丈之内，所有人顿时被镇压得抬不起头来。三变子府境，威压滚滚，那无形气浪甚至将远处的一些树木压迫得发出折断的脆响。噗！甚至一些离得近的修为稍弱的弟子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气息顿时就萎靡了下去。子府境，而且还是达到了3变的强者，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甚至在这一瞬，陆镜的眸色也浮现出一抹森寒。这就是3变子府境的威压吗？果然强悍。不过这股纯粹的力量倒是不能浪费。陆镜身形挺拔如枪，虽然承受着剧烈威压，而且那墨脱缰的气息就是针对他笼罩而来的，可即便如此，他此时的表现依旧昂扬，依旧无惧。哦，倒是有些能耐。看到陆镜竟没有被威压之力压迫下去，墨脱缰的面色再次一变。他知道陆镜有些手段，可当那纯粹的威压之力从众人身上抽离，然后全部朝着陆镜席卷而下之后，却依旧没能将其压迫跪地，这更加让他意外。若是一般的3品金丹，恐怕早就被这股压力压爆了。分明是你墨家欺人太甚。这时候龙熹微忽然冲上去，一股灵气将陆镜笼罩，想要保护他。可墨脱缰眸色一寒，顿时一股灵气直接将龙熹微束缚。哼，倒是用情至深，这种时候还敢站出来为他说话。好，本座成全你。咻！墨脱缰话音落下，一道灵气化作飞刀，直接朝着龙熹微刺来。徒儿，看到这一幕，那龙熹微的师尊云昭木也瞬间出手了。虽然明知道不敌，可为了爱徒，他还是没有丝毫犹豫的选择出手了。只可惜云昭木的修为在墨脱缰眼里跟龙熹微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被秒杀的存在。这一瞬，全场所有人神经紧绷，3变子府境强者动怒，他想杀谁就杀谁，无人能阻。给我破！而就在这一瞬，陆镜体内一股灵力骤然爆发，将那道对付龙熹微的攻击瞬间冲爆而去。虽然那般威势无法跟墨脱缰相比，可这一瞬却化解了他们师徒2人的危机。一击未果，墨脱缰眉头皱起，眼神中的杀意迸射，看着陆镜却依旧充满玩味。小子，我不会让你死得太轻松。嗡！话音落下，他手掌一翻，顿时一道青光闪现，一座鼎炉浮现出来。什么？这是墨家主的化血鼎。传闻这座鼎炉能将人的血肉骨骼全部炼化成脓水，而墨家主会用那些脓水浇他所种的剧毒花草，这是对手死无葬身之地啊！陆镜啊陆镜，
你天纵奇才，今日恐怕也难逃一死了啊！怎么就得罪了墨家？此时此刻，万剑宗所有人都心惊肉跳，眼神复杂，却没有众志成城反抗墨家的勇气。毕竟那样做跟找死没什么区别。墨家主。而就在墨拓将要对陆晋发动进攻时，楚天雄的声音传出，森然决绝。本座之前便提醒你，我这徒儿下手不知轻重，如今你墨家人被灭，也是不听劝导致，怎么羞恼成怒，要杀我爱徒？这话这态度让众人面色一变，看得出宗主这是要出手保陆晋。可宗主的实力能跟三变子府境的墨拓江一较高下吗？没有人知道楚天雄的真正实力，而他一直表现出来的修为也只是金丹巅峰。哦，楚天雄，你是要出手保他？墨拓江看着楚天雄冷哼道，当然，身为宗主，若连自己的爱徒都保护不了，那还当什么宗主？楚天雄眼神决然，态度铿锵，说话间更是有一股灵力从体内弥漫出来。而看楚天雄这般姿态，墨拓江眸色一寒，既然你要拉整个万剑宗下水，今日本座便大开杀戒，灭了你万剑宗。话语说出，顿时其他几名墨家强者身形略动，磅礴灵气从体内爆发，笼罩了方圆数千丈的山门。这一刻，万剑宗内所有人胆战心惊，在他们看来，眼下俨然处于绝境之中，而他们宗主此时的做法无疑是最错误的选择。就凭你们想灭我万剑宗？楚天雄冷冷一笑，却瞬间对着一名子府一变的墨家高手冲了过去。他动作极快，忽然偷袭，那墨家强者甚至都没反应过来，直接就被洞穿胸膛，声息很快消散。神什么？这楚天雄突如其来的杀戮让所有人目瞪口呆，连陆晋都没想到他们宗主竟会如此生猛。不过其他人不明白他此番决绝的意图，他却知道，既然翻脸，那就一定要比翻书还快，不然被动的就是自己。咻！而在众人惊呼间，楚天雄秒杀了一尊子府一变强者后，竟是没有半点拖沓，又冲向了另一名墨家高手。他这是要最大限度减少阻碍，留着实力对付墨拓江。墨拓江猛了，什么时候子府境强者都能被秒杀了？而且楚天雄的战力怎会突然暴涨？似乎隐约透着三变子府境的气息。轰！可没等他出手阻止楚天雄杀戮他墨家人，忽然前方一道狂暴攻击呼啸而来。他抬眸的瞬间，就看到陆晋那一道身影竟是闪电般掠来，手中一把火箭腾起凛冽剑芒，杀机滚滚刺杀而来。谁也没想到陆晋竟敢主动攻击三变子府境强者，这种行为跟送死没什么区别。找死！墨拓江眼看自家强者陨落，此时怒火攻心，杀心四起，一挥手间，化雪鼎内腾起道道黄色光华，瞬间冲向陆晋。嗡！恐怖气息呼啸而出，一瞬间陆晋的身影便被彻底笼罩其中，眨眼看不到人影。进来吧！那化血鼎炉中爆发出剧烈呼啸，眨眼间，那冲天黄光竟是瞬间收敛，然后消失。整个过程不过瞬间。陆晋，而看到这一幕，龙希微等人大惊失色。他要冲过去拯救陆晋，却被云朝暮拦了下来。徒儿，别去送死！云朝暮强行拉住龙希微，自己这徒儿脑子一热，连命都不顾了。可他身为师尊，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爱徒送死。师尊，我要救他，他是我男人。此话一出，云朝暮一愣，这话的意思他瞬间明白，可哪怕如此，他也没放手。希微，不能白白送死，若陆晋今日丧命于此，还需你去报仇雪恨。可是师尊……轰！龙希微还想说什么，忽然一道惊雷之音传来，楚天雄竟是飞速灭了墨家其他强者，然后对着墨拓江猛攻了过去。墨拓江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因为此时的楚天雄身上气息烈烈，赫然也是三变子府境修为。化血鼎此时正炼化路径，墨拓江身形跃起，然后冲向楚天雄。轰！两尊子府三变强者刚一交手，顿时便爆发出瓦釜雷鸣之音，那狂暴的灵气能量摧枯拉朽，直接将周围树木大地摧残得不成样子。而那万剑宗众多弟子也早已经逃到了极远之处，之前还敢观战，可子府三变强者的战斗，他们可没那个胆量观看。甚至连那大风堂与醉仙楼的强者，此时也远远躲避。哪怕他们是为陆晋而来，可面对如此强敌，他们也只有明哲保身的份。楚天雄，没想到你隐藏得这么深。一击之下，双方身形都倒退而出。而墨拓江看着楚天雄，咬牙切齿，怒意滔天，说：“我儿墨凌寒是不是也丧命你手？”这一刻，墨拓江似乎想到了什么，冷声问道。楚天雄眯着眼眸，冷笑道：“不错。你那儿子的脑袋都被本座割下来了，死得很惨。
闻言，墨脱缰顿时暴怒：“混蛋，老子杀了你！”啊！他目眦欲裂，没想到一直寻找的杀子仇人竟是楚天雄。灵化百鬼杀！墨脱缰一声暴喝，体内灵气滚滚涌出，那黑色灵气之中骤然浮现出一道道鬼影，招数变化间，灵气化作厉鬼，疯狂呼啸，对着楚天雄冲杀而去。这一刻，鬼哭狼嚎，让人头皮发麻的嘶吼咆哮响彻天地。金刚镇魔掌！面对对方不要命的疯狂攻击，楚天雄也不敢怠慢。二人都是3遍子府境修为，任何一点大意都有可能引鹤而终。他同样一声暴喝，随着体内灵气爆发，一只巨大的金光大手当空凝聚，然后便是疯狂对着那百鬼杀招反杀而去。二人的对战眨眼进入白热化，而李云峰等万剑宗高层此时眸色也是颇为震撼，甚至是惊恐。不过他们倒是没有不知所措，而是在看到楚天雄与墨脱缰激战之时纷纷跃起，然后灵气爆发间将万剑宗护宗大阵开启了。当阵法开启，一道道阵法之力凝聚成超级大剑，对准了墨脱缰，准备伺机而动。墨脱缰看到阵法之力滚滚爆发，心态大变。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今日之行，他墨家数名高手竟是打酱油般殒命，那子府境高手更是被楚天雄快速击杀，甚至都没来得及还手。本是要给儿子报仇，现在倒好，自己都有折损于此都危险。咻！激战之际，他一道传音符发出，眨眼消失。楚天雄，我已召唤墨家老祖前来，等他老人家降临之时，便是你万剑宗覆灭之日。墨脱缰这话说出，楚天雄面色忍不住变了。墨家老祖修为高深莫测，哪怕他这么多年来暗中调查血月圣地，都从不敢打探墨家老祖的消息，只因为他属于血月老祖座下战力最强大的护法之一，没有人真正见识过他的实力，因为见识过他实力之人都死了。那就在墨家老祖到来之前灭你。楚天雄牙根一咬，攻击更加疯狂，而在进攻的同时，他竟还分心看向那不断震荡的化血鼎。此时化血鼎将路径吞入其中后，一直在不停震荡，道道光华冲天，甚至连云朝暮都不敢涉足其方圆10丈之内。师尊，求你想办法救他啊！龙熹微简直肝肠寸断了，他尝试过靠近化血鼎，却根本无法上前，更别说将其打开了。嗡！而就在此时，忽然一道光华从化血鼎中直冲云霄，强烈的波动将鼎炉下方坚硬大地震成一片齑粉。而看到鼎炉之上的能量波动，连激战中的墨脱缰眸光都是一变，因为他从未见到过自己的化血鼎中出现过如此惊人的波动。咔嚓！而随着那道波动冲上云霄，顿时那9霄之上一道惊雷轰然响彻。这一瞬，虚空震荡，虚空雷云忽然开始疯狂汇聚，风起云涌。这是什么情况？楚天雄眸色也看向虚空之上，然后再看向下方鼎炉，眼神抽搐，充满难以置信。难道是那小子引动了雷劫？他看不清化血鼎炉之中的情况，可这9霄之上的情形分明就是金丹雷劫。墨脱缰也看出了这一点，只是金丹雷劫的动静为何会如此恐怖？这分明就是子府境强者晋升才能出现的雷劫。而且那化血鼎中到底什么情况？那路径已经被吞入其中，疯狂炼化有一阵了，此时竟出现这种状况，难道那小子还活着？想到此处，墨脱缰眸中不满难以置信。而看到雷云汇聚，滚滚天雷即将降临，正操纵着护宗大阵的李云峰等高层也立刻将阵法撤离。而在下一秒，那由蛇般的雷劫终于汇集成一条粗大的光柱，从天而降。轰！天雷滚滚，降临而下，轰鸣巨响，震荡天地。而当这一道雷霆降临而下后，全都轰在了那墨脱缰的化血鼎之上。轰！那化血鼎爆发出洪钟大吕般的轰鸣，声浪冲天，震耳欲聋。金色的雷霆闪电在化血鼎上游走，恐怖的毁灭之力纠缠着，侵蚀着。那鼎炉之上顷刻间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不过某一刻，这股力量竟是眨眼间消失不见，只是那道冲天灵光如故，依旧在照引天雷。轰隆隆，天雷滚滚，下方众人恐惧害怕，躲得很远。我的化血鼎！而此时眼看着自己的重宝之上被雷霆轰出密密麻麻的裂纹，墨脱缰一阵肉疼，却在楚天雄的阻挠之下根本无法靠近鼎炉。我靠近不了，你也救不了他，他迟早会被炼化成一滩脓水。他一双充斥着怒火的眼眸看着楚天雄，咆哮道。楚天雄却冷笑道：呵，我爱徒在其中修炼，甚至引动了雷劫，你的鼎炉炼化不了他。此话无疑说中了墨脱缰心中的担忧，可他想上前操纵鼎炉将路径灭杀，却被楚天雄死死纠缠，
压根就无法靠近，于是二人依旧疯狂激战，而那九霄云雷也是一次次的轰击而下。至于其他人等，除了龙希微、云朝暮以及汪明等人外，早已经逃得远远的，甚至有些修为低劣的弟子已经逃出了万剑宗。轰！又是一道雷劫降临，那化邪鼎终于承受不住那磅礴的雷霆力量，轰然爆炸而开，残片飞射，深深嵌入厚重的巨岩之内。也幸亏那些弟子们早就逃开，不然单单这鼎炉碎片都能轻易将他们的防御击穿。而看着化血鼎爆碎，墨拓江眸光复杂，而当他看到那其中浮现出来的一道人影后，更是直接石化当场，甚至都差点忽略楚天雄的攻击。什么？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看到陆晋完好无损，甚至全身气息更加狂暴地站在场中，墨拓江懵了，从未见过如此逆天之人。在化血鼎中非但没将其炼化，甚至还让其在其中晋升了修为。陆晋的境界此刻已经成功晋升4品金丹，只是那恐怖的气息压根就不属于金丹境。陆晋，你没事，太好了。而此时看到陆晋完好无伤地走出，那龙希微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而云朝暮以及冯梦道等人此时看到陆晋，眼神中全是难以置信。他们晋升修为的时候，雷劫根本就没有如此霸道，没有如此规模。宗主，多谢。陆晋眼中金光闪烁，他看向楚天雄，拱了拱手。今日若没有楚天雄决然地站在自己这边，他的处境将会十分凶险。而此时自己能晋升修为，也全靠楚天雄照拂。哈哈，臭小子，我就知道你行。楚天雄哈哈大笑，却忽然听到陆晋的话。可是宗主，那割了莫林寒脑袋之人可不是您，而是我啊。楚天雄闻言笑道，一样一样，咱爷俩就别分谁跟谁了。陆晋笑道，那可不行。然后他看向墨拓江，冤有头债有主，你儿子我杀的，跟宗主无关，跟万剑宗无关。墨拓江牙根咬得嘎嘣响，这一刻他感到自己被深深的羞辱了，愤怒攫取心脏，他再也不顾其他，手中一杆长矛疯狂震荡，然后直刺陆晋而去。今日血洗万剑宗，祭奠我儿在天之灵。轰！长矛震荡虚空，杀意弥漫天地。陆晋，快躲起来！见墨拓江疯狂攻击陆晋，楚天雄哪里会袖手旁观？何况墨拓江已经给墨家老祖发了传音符，万一那老祖赶到，陆晋想逃都逃不掉。所以楚天雄闪电般冲到陆晋身前，将那道攻击化解后，以命令的口吻道：陆晋，你绝非池中之物，今日本座很过瘾，哪怕得罪了墨家也在所不惜。而本座唯一希望你立刻离开。那墨家老祖不是我等能对付得了的，记住了，他日归来为本座报仇。此话说的决绝，甚至让陆晋有一种无法拒绝的感觉。不过他沉眸一瞬，却忽然笑了。宗主，若我今日走了，你觉得我还有脸再回来吗？一句话让楚天雄眸色一怔，说不出话来。之前龙希微让他走，现在楚天雄也让他离开，这是真正关心他的人。可他又如何能抛下关心他的人而独自离去？哼，你们谁也走不了，我墨家老祖一到，必让你万剑宗血流飘橹。墨拓江冷笑连连，自家老祖修为高深莫测，就算是整个万剑宗加起来，就算那护宗大阵之力，也全然不是他的对手。那就先灭了你，再灭你老祖。陆晋一声冷喝，话音未落，竟对着那墨拓江再次冲去。他已经2次主动攻击墨拓江，这让楚天雄都满眼愕然。这家伙还真是不怕死。只是这一次，当看到陆晋那狂暴攻势之后，他的眸色就变了。陆晋这一次的攻击比起之前无疑强悍了太多，一场晋升让他的战力水涨船高，甚至那道气息比起墨拓江都不遑多让。这小子究竟什么层次的战力？楚天雄也懵了，不过下一秒他也冲了出去。既然那墨家老祖要来，他也不介意跟陆晋联手，先将墨拓江灭了，为接下来的战斗扫除障碍。麻烦当然是越小越好，老子杀了你！墨拓江之前还疑惑，以自己儿子莫林寒的修为，怎会陨落于陆晋之手？可这下他瞬间明白了，陆晋的战力远比他的修为层次高得多，甚至在陆晋的攻击之下，他也必须认真对待，不然极有可能阴沟里翻船。当楚天雄无耻地加入战斗后，他更是毫无保留地祭出杀手锏对战。若非如此，恐怕他真撑不到老祖到来。只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快就败下阵来。他本就跟楚天雄战力相当，而陆晋的加入，他本以为起不到多大作用，可当陆晋一道精神力攻击，加上一股远超4品金丹境的灵力爆发之后，他立刻就败下阵来，毫无悬念。噔噔噔，墨拓江身形飞速倒退，这一刻他甚至想逃，只可惜在被二人打压之下，
他连逃走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而陆晋更是决绝，孽火阵御剑爆发出一股镇压之力，从天而降，道道剑光宛若囚笼，似乎要将其镇压束缚。何人如此大胆，敢动我墨家人？嗡嗡嗡！就在这一刻，一道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响彻天地，众人头皮发麻，抬眸间就看到一尊留着长长的花白胡须的老者从天而降。他全身气息如潮，凛冽霸道，降临而下的瞬间，一道攻击对着陆晋就冲了过去。噗呲！陆晋长剑直刺，瞬间贯穿了墨脱缰的丹田。墨脱缰满眼难以置信，他没想到在自家老祖出手的情况下，自己还是被刺穿了丹田，被废除了修为砰。而下一秒，那老祖的攻势也结结实实地轰在了陆晋身上，一声轰鸣过去，陆晋身形也倒射而出，退了数十丈之外。我墨家人，你也敢动？墨家老祖眼看着墨脱缰被刺穿丹田，顿时盛怒，一股狂暴灵力涌出，眨眼将陆晋包裹，宛如一个巨大的茧子，根本无法逃脱。这一瞬，不少人内心绝望，甚至连楚天雄都心中剧颤。小子，动我墨家人，死！墨家老祖眸光森寒，看着陆晋，下一秒干枯的大手猛然一抓，陆晋只感觉全身被禁锢，情急之下，藏天关吞噬之力疯狂动开。不过在下一瞬，他却听到了一句轻飘飘的话传出来：墨家很强吗？指个方向，本座保证鸡犬不留。伴随着一道轻飘飘的声音响起，那束缚陆晋的灵力瞬间爆碎，石破天惊的轰鸣让所有人面色一震，甚至在这一瞬，那墨家老祖的面色也是一变。什么人？好大的口气！墨家老祖声音低沉，眸光看向四方，灵力飞速弥漫四方，要将说话之人找出，威胁本座。该打！嗡！那平平无奇的声音落下，一道诡异玄光掠过，空间竟是在此时出现了一阵扭曲，然后那玄光一闪，便是结结实实抽在了墨家老祖脸上。啪！清脆之音响彻，墨家老祖在这道攻击之下，竟似是被施了定身术般一动不动，然后在所有人那惊诧的目光中，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只是这一巴掌的力道实在是太大了，那刚霸气出现的墨家老祖竟是翻滚着倒射而出，宛若一头毫无反抗之力的死狗。哗！这一瞬，哗然声宛若潮水一般传荡开来，所有人眸色都涌上浓浓的震惊，甚至连陆晋的眸色都是一顿。这青莲女帝都没现身，就直接将那不知道子服几遍的墨家老祖抽成了死狗一样，简直太霸道了！天啊，什么人在保护着陆晋师兄？如此实力，恐怕是传说中的玄尊。玄尊？不可能，那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无上高手，别说咱们青州，就是整个天玄帝国，恐怕都没有那等级别的强者。原来如此，陆晋师兄能短时间内晋升到如此惊人的战力，原来是背后有高人指点，而这位高人战斗力完全超越了墨家老祖，这简直匪夷所思，难以置信。好事，不管怎么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啊！万剑宗应该也能保住了。那些远远观战的万剑宗强者一个个激动万分，本以为今日墨家老祖降临之后是必死之局，没想到陆晋竟然还有后手，有如此强大存在在背后撑腰，恐怕那墨家想动万剑宗都要考虑考虑了。难道这就是那小子最大的依仗吗？此时那楚天雄的眸色也变得相当震惊，能直接抽翻墨家老祖甚至都没现身的强者，这是达到了何等恐怖的修为。而震惊之余，他那悬着的心也是缓缓松弛了几分。老祖！而看着那被抽翻在地的老祖，那墨脱缰彻底傻眼了，一时间竟是有些恍惚，以为自己在做梦。只有做梦才有如此不真实的事情发生吧。嘎嘣！而此时那被抽翻在远处的墨家老祖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咬牙切齿，眸光看向四方，想看到那出手之人，却一无所获。我只说一遍，欺负我的人死！淡淡的话语不知道从八方虚空中的何处传来，整片空间都充斥着这轻描淡写的声音。只是当他的话音落下，一道嗡鸣之音传来，那墨家老祖全身气息暴涌，一道黄色龟甲虚影缭绕周身，赫然是一道不低于天品的超级防御灵宝。阁下是何方神圣？你可知我乃血月圣地墨家老祖？今日你如此羞辱本座，可知后果？轰！墨家老祖话还没说完，一声轰鸣炸响，那虚空剧烈颤抖，一只巨大的手掌当空探出，对着墨家老祖就拍了下去。好恐怖的气息！看到那从天而降的巨大掌印，墨家老祖彻底慌了，真不该为了面子而不顾死活。可惜他都来不及后悔，更来不及反抗，下一秒那掌印就轰落下来，他身上那不知什么层次的超级防御灵宝骤然爆炸，成了漫天黄色灵气余波，随着他的血肉之躯炸成了一片虚无。整个过程不足3个呼吸，
一掌之下，大地颤抖，虚空轰鸣，似是连九霄之上的云层都震碎了。那让众人闻之色变的墨家老祖，那出手便可灭了整个万剑宗的强大存在，此时彻底烟消云散。整个巨大的山门之内，连哗然之音都没了，鸦雀无声。扑通！忽然，一道人影重重跪地，不住磕头，正是那墨家家主墨脱缰。他神经高度紧张，几乎吓傻了，疯狂磕头，对着四方企图求回一命。小子，怎么处置？你自己看着办。青莲女帝的声音在陆静耳畔响起，陆静立刻道谢，多谢女帝大人出手相助。他明白，若青莲女帝不出手，自己今日就算拼尽手段，恐怕都逃不出墨家老祖的魔爪。谢就算了，处理完事情后，记得养精蓄锐，主动来找本帝。陆静，怎么不愿意？愿意，愿意，这还差不多。说完，青莲女帝声音消失。陆静看着那脑袋磕出血的墨脱缰，皱了皱眉。墨脱缰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墨家臣服万剑宗，臣服宗主。现在的墨脱缰已经被废除了修为，杀了的话没有半点好处，倒不如利用一番。而听到陆静的话，墨脱缰那死灰般的眼眸顿时放光。愿意，愿意，我愿意臣服万剑宗，我愿意带着墨家臣服于楚宗主。陆静淡漠一笑，看你表现了，那戒交出来，滚吧。陆静话落，墨脱缰顿时将手中那戒交出，然后连滚带爬逃离了万剑宗。看着墨脱缰慌不择路的一幕，众人石化当场，良久都没什么动静。终于结束了吗？龙熹微兀自喃喃，心头对陆静的担忧早就随着青莲女帝那道威严霸道的声音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惊喜，是难以置信，以及惊喜之后的怅然若失。再次与陆静相见，陆静带给他的震撼远比第一次还要强烈，而这种强烈的震撼也将他的心不由自主地朝着背对陆静的方向推去，似在渐行渐远。而在全场静默了一阵后，忽然响起了潮水般的欢呼声，万剑宗弟子山呼海啸，振臂高呼，庆祝着这一场一波三折的胜利。陆静，今日多亏了你，以及那位高人。楚天雄走到陆静身旁，满眼认真，待我向那位高人前辈道声谢，若那前辈有所需要，你尽管替本座答应他，本座一定尽力而为。陆静点了点头。而这时，一名身材妖娆的女弟子走到陆静身边，却不是龙熹微，而是之前经过测试后成功被选拔参加8部雪龙潭考核的女弟子颜墨。陆静师兄，我是外门弟子颜墨，可否认识一下？颜墨似乎不在乎万剑宗那重又围过来的人山人海，竟是主动要结交陆静，甚至他眼眸中竟没有因陆静表现的超凡脱俗而产生的自卑。龙熹微眼神中就有那种表情，甚至在这一刻，当龙熹微看到颜墨竟是众目睽睽之下主动搭讪陆静，他眸中的那种自卑不由自主的又放大了些许。颜墨，之前见识过你的手段，很不错。陆静话语淡然道。颜墨笑了笑，旋即直接开门见山。见识过陆静师兄的手段后，很想送师兄一件东西，不过这件东西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拿出来，师兄就先容我卖个关子吧。这是我的传音符，之后我会搅扰师兄，先行请罪。颜墨说完，直接将一枚传音符送到陆静手里，然后就转身离开了。而看着他走开的身影，陆静微微蹙眉，却很快将传音符收起，然后看向楚天雄。宗主，今日之事还未结束，不过剩下的弟子就不再过问了。楚天雄闻言一笑，你小子把那墨家都送给本座了，本座怎么舍得放过你？等墨家人将宝物送来，本座亲自给你送过去，你先做自己的事情去吧。楚天雄说完，拍了拍陆静肩膀，而陆静点点头，旋即目光看向逍遥谷那些人所在的方向，却没看到龙熹微的身影。他飞掠过去，云昭木以及醉仙楼、大风堂众人也立刻围了过来。那云昭木看到陆静寻找的眼神，微微摇头，笑道：陆静小友果然是人中龙凤，今日本座大开眼界。不过小友是在找熹微那丫头吧？作为他的师尊，很明白他的心思，这丫头自卑，提前走了，走之前他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说着，云昭木将一枚那戒放到陆静手里。对了，那丫头给是雷无妖取名叫小静，大概有什么说法？哈哈，陆静小友，在下就先告辞了。云朝木说完，然后随着冯梦道等人飞掠而出，与楚天雄道别之后，便飞离了万剑宗。小静吗？呵呵，这丫头。陆静深呼吸一口气，然后飞身而起，进入万剑宗深处，来到自己专属的修炼之所。这香囊好香。当陆静从那戒中拿出龙熹微所送之物，一下便被那香囊的香气吸引住了。沁人心脾的芳香悠悠袅袅地扩散在空气里，陆静猛然蹙眉，这香气似乎正是龙熹微身上的香气，不是外物的香气，而是体香。这丫头送这个气味的香囊给我，
是要我记住他吗？陆静摇头一笑，然后将香囊收了起来。可刚刚收起香囊，他脑袋里就不由自主冒出来青莲女帝的话：养精蓄锐，主动找他。叹了口气，陆静收敛心神，然后将墨家老祖与墨拓江以及其他一群墨家高手的纳戒全部拿了出来。这些人可都是血月圣地4大世家的高层顶尖存在，他们的纳戒之中定然不同寻常。陆静带着期待将纳戒之中的所有之物全部探查了一遍，而就这么探查之后，他几乎就笑得合不拢嘴了。哈哈，赚大发了！这墨家的底蕴当真丰厚，单单一个家族长老的个人资产就足以媲美万剑宗半个藏宝楼的储备。这家主手里的重宝更是有着3件，达到天品，其他丹药灵石多达10万。这老祖的纳戒之中倒是有点朴实无华了，除了10万灵石外，就只有这把弓箭以及这部残缺严重的魔族功法。看到墨家老祖纳戒中那残缺的魔族功法，陆静眉头一皱。若不出所料，这墨家老祖定然也是血使者联盟之人。血月老祖到底是何方妖孽，能操纵如此众多修士为其服务？我一定会查清楚你的底细，我一定会杀了你，为师尊报此深仇。魔族功法不该存在的东西，烧了吧！陆静懒得多想，手掌心一道火焰浮现而出，然后将那残缺的魔族功法取出焚烧。嗡！可就在那火焰灼烧魔族功法的瞬间，那功法之上竟是发出一阵嗡鸣，旋即一道黑光从其中浮现而出，然后黑色闪电般逃了出去。这是魔灵！陆静大吃一惊，显然没想到这魔宫之中竟然已经衍生出了魔灵，品级还不低。陆静眼疾手快，一道精神力壁障瞬间凝聚而出，笼罩了那黑光逃出的空间。强悍的精神力波动顿时将黑光反震而回，可那魔灵却没半点拖沓，直接冲向另一边，哪里逃？那魔灵速度极快，不过在陆静的精神力封锁之下，他已然没了退路。可当他感受到自己被封死之后，顿时就震荡起来，黑色魔光汹涌爆发，骤然扩散，一股惊人波动席卷而出，冲向陆静那精神力封锁。轰！轰鸣之音瞬间爆发，那魔灵的冲击力竟是让陆静面色大变，他似乎低估了魔灵的毁灭之力。而震惊间，那魔灵已然将自己的精神力封锁轰开了一道口子，就要逃出去。你逃不了！陆静震惊之际没有半点拖沓，直接一道精神力爆发，将那魔灵强行拉扯进入精神力轮盘所在空间。这道魔灵也属于精神力，而当2股精神力进入空房间后，那巨大的精神力轮盘瞬间开启，然后疯狂对着魔灵碾压过来。魔灵在精神力轮盘的碾压之下逃无可逃，那整个空间几乎都被轮盘填充，根本就没有多少逃脱的空间。而在这般碾压之下，魔灵忍不住发出一阵惨叫。嗡！而在魔灵被碾压之时，其一小部分精神力竟是被轮盘吞噬，然后竟是神奇般的将一股精神力量加持到了陆静的精神力之上。还能这样，这也算是一种反哺。陆静皱眉，面露喜色，精神力也能跟灵力一样加持己身，这种变强的方式倒是比亲自承受痛苦的磨练爽得多。咔嚓！而就在陆静惊喜间，忽然一道怪异声音传来，他顿时眉头一皱。在精神力轮盘的不断碾压之下，那魔灵并没有坚持多久，其上魔气能量很快就被碾碎，消耗殆尽，成为陆静的精神力源泉。而看到这一幕，陆静立刻将那虚弱的魔灵从其中抽离出来。看来不能让你死透，不然这么爽的精神力增强方式就要戛然而止了。这一刻，他竟是产生了一个想法：培养魔灵，在自己可控范围内将魔灵培养起来，达到一定层次后拉入精神力轮盘之下，碾压蹂躏，从而让自己的精神力快速增长。完美！想到这个后，陆静都有些佩服自己。当然，他倒是不惧那精神力轮盘的碾压，那种剧痛会让他变得更加强大。只是若有更好的提升精神力方法，他倒是没必要没苦硬吃了。至于魔灵的培养，只要有魔气存在，就能让其好好生长起来。这是他曾经在魔窟学到的经验。果然，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算被陷害沦落到那般凶险境地，也能从其中得到一些财富。想到此处，他脑海中浮现出柳如烟的身影。柳如烟，你体内那道存在也保不住你。想到那身影最后狼狈逃窜的情形，陆静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若不是墨家人的出现，柳如烟绝对逃不掉。不过他倒是并不懊悔，他将对方逼入穷途末路，那柳如烟定然十分不好过。而这种折磨远比直接将其弄死要爽得多，他其实也没想过要直接将其杀死，毕竟自己曾经所受的苦太沉重，直接灭了他就太便宜他了。3日后就是8部雪龙潭的考核，不知道到时候你还敢不敢再出现？陆静思忖一番，柳如烟恐怕3日后不会出现了，他受伤严重，定会在体内那东西的指点下进行一番治疗。
而且他也早就被赤羽长老收为座下弟子，这8部雪龙坛的考核他也没必要出现。不过他倒也不担心柳如烟会永远消失，报仇只是时间问题罢了。他收回心神，将那虚弱的魔灵也收入那部魔宫之中，然后开始利用那界之中数量众多的灵石，开始继续修炼。随着修为晋升4品金丹境、大演化龙诀、孽火阵御剑等武学也必须更加深入的修炼，足够强大的修为匹配足够强大的武学，才能激发出最强战力。当陆径进入深层次修炼之时，万剑宗内也忙碌了起来。如今的万剑宗，随着万鹤雷、姬妖月、岐山等宗主的相继殒命，整个宗门之内陷入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氛围中。不过有楚天雄坐镇，那选拔新任宗主事宜也是很快便如火如荼地进行起来。而经过1日选拔后，新任宗主也全部上位，虽然修为比起之前那些人弱了一筹，可这些人却都是楚天雄亲自坐镇选拔而出，都是忠心耿耿之人，他放心。而当墨家家主墨拓江拖着那被废了修为的身子，终于回到了血月圣地中墨家府邸的时候，已经是第3天了。不过当他回到家族之后，却并没将自己修为被废之事说出。毕竟哪怕在墨家，也有一批人不甘心服从自己的管理，对家主之位颇多觊觎。他装作一副散去修为、故作高深的样子，却将墨家老祖殒命一事告知了众人。议事大殿中顿时就响起一阵惊呼：什么？家主，你是说我墨家老祖被人杀了？这怎么可能？老祖修为高深莫测，怎会如此轻易被杀？家主，你让我等将墨家资财全部交给万剑宗，那小小万剑宗怎有资格承受我墨家大礼？那位高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家主可曾见过那人？墨家议事大殿嘈杂声不绝于耳，经一声此起彼伏。而面对众人的震惊与质疑，墨拓江并没有反驳，只是到了最后一句不容置疑的话说出：族人必须照做，不然族规处置。于是墨家高层极不情愿地行动起来。不过带着对墨拓江的质疑，一些家族高层却没有坐以待毙任凭事情发展，而是暗中商讨之后准备一探究竟。甚至有墨家高层悄然钻入圣地，寻求圣地高层帮助。而在陆径与柳如烟生死战后的第3日，8部雪龙坛上青州地界5门3宗的选拔之日也终于来临。不过此番宗门说是5门3宗，实则参加选拔的宗派足有10几之数，只是通常只有5门3宗的弟子才真正有资格加入血月圣地，其他小门小派不过打酱油的角色罢了，所以那些门派通常都会被直接忽略而去。而5门分别是紫阳门、狂刀门、逍遥门、血影门、黑虎门，3宗则是青木宗、万剑宗、竹海宗。8部雪龙坛祭坛高耸，8根巨大的通天柱上雕龙画凤，只是那些龙凤全部都是血色，看上去具有十足的视觉冲击力。而此处便是血月圣地从5门3宗中选拔优秀弟子之所。一大早，此地便已经有宗派之人赶来，却都是一些无名门派，一直到清晨薄雾散尽，5门3宗强者才纷纷降临。而每一次超级宗门的弟子前来，都会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而在5门3宗弟子前来之时，那人群中赫然有着一道倩影，正眼巴巴看着前方，在那里是5门3宗弟子出现的必经之路。而这道倩影赫然便是龙希微。他之前经过跟陆径的一番修炼之后，修为大进，已经有了参加这场选拔的资格，于是便是在云朝木的带领下来到了此地，想进行一番考核。终于当其他宗门弟子全部前来之后，万剑宗弟子也在楚天雄带领下降临而下。龙希微看着那楚天雄身后的阵营，可除了万剑宗高手以及弟子外，却并没发现陆径的影子。陆公子天赋卓绝，这种选拔对他来说应该没有任何意义，他想进入血月圣地应该是手到擒来罢了。而在龙希微有些失落的时候，一道人影迈着方步走进场中。龙希微忽然就激动起来，不过立刻就美眸蹙起，陆公子走路的姿势怎么有点不对？好像……这一瞬，他想到在仙雾岛的时候，陆径在与自己一番劳作之后，好像走路的姿势也是这般的不对劲。想到此处，他俏脸唰的一下红透了。陆径也很无奈，连日来有一种身体被掏空的无力感，也幸有藏天关反哺灵力以及大演化龙诀的快速修复之术，再加上之前的一番积累，足足消耗掉上万灵石，才填补了那让人心悸的空虚感，不然今日都来不了此地。当然他也绝非被逼无奈，他本以为青莲女帝解决墨家老祖不过举手投足，却不成想这个女人竟会因此而大受损伤。陆径追问缘由，他只说这垃圾位面灵力不济，嗔怪陆径实力低劣，无法提供完全恢复肉身的精元之力。对此陆径也很是无奈，可面对如此恩人，他就算妄自菲薄，却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能支援多少就支援多少，可谓殚精竭虑，毫无保留。好在连日努力之下，稳住了女帝之伤，并答应他定要前往血月圣地一处雪龙潭秘境，
这才收敛心神，前来这一场午门三宗的选拔。当陆静来到之时，一眼就看到了龙希微那一双望眼欲穿的眸子，他定是一直在寻找自己。可当陆静看过去的时候，龙希微却收回目光，似乎在有意躲避他。这不光自卑，还社恐。陆静会心一笑，旋即眸色抬起，扫视全场。他要看看那被自己重创之后的柳如烟是否还敢现身。果然没来。扫视几圈，并未发现柳如烟的身影。当然，这也在预料之中。那日将他重创，今日他敢前来，那就是作死了。而当陆静现身之后，一些门派弟子的面色就变得火热起来。这段时间，陆静可谓是名声大噪，3年归来，强势崛起，不少比他修为强大的存在都被他灭杀。人们崇拜天才，蔑视蝼蚁，而陆静无疑成了他们心中的天才。甚至种种传言免不了添油加醋，将他的战绩越传越邪乎，云里雾里，倒是有一种让人难以亵渎的神秘感。万剑宗的人来了，不愧是万剑宗，一个个气宇轩昂，不知道灭了墨家老祖那位超级强者在不在其中。谁知道啊，咱也没见过。那个就是万剑宗的陆静，果然一表人才，不过看上去很低调，难道他真有传言那般厉害？哼，厉害不厉害？今日来到这里，一番检测之后，自见分晓。我可听说他得罪了不少人，甚至得罪了血月圣地，不知道血月圣地的赤羽长老今天会不会收他？传言未必是真的，不然陆静也不敢前来。有道理。万剑宗众人来到之后，引起了一阵骚动。毕竟连血月圣地的墨家老祖都能灭掉的万剑宗内，有一尊超级强者坐镇，这件事最近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甚至有些人大老远赶过来，就是为了要一睹那位超级强者的风采。除此之外，陆静的强势崛起也让不少人趋之若鹜。众人议论间，那万剑宗众人也来到一片区域。楚天雄的眸子看向四方，探查着周围的情况。毕竟今天陆静胆敢前来，那可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柳如烟被陆静击溃，重伤逃离，而且那些血食者死伤惨重，赤羽长老肯定会对此事做出反应。也正因如此，他此番才亲自护送陆静过来。在万剑宗的时候，他劝过陆静放弃今日选拔，奈何陆静允诺青莲女帝前往血龙潭，而那血龙潭乃血月圣地最深处的禁地，非圣地之人根本无法进入。再加上陆静想要进入血月圣地探查其中具体情形，为复仇计划做足准备，所以进入血月圣地是必须做的事。至于赤羽长老这一关，他倒是不惧。青莲女帝一招秒杀墨家老祖一事，应该也早就传入他耳中，他定会有所忌惮。当然，就算不靠着青莲女帝的震慑，想对付他陆静也绝非易事。接下来的时间内，不少宗派的强者陆续到位，午门三宗再加上诸多家族散修，竟是一副人山人海的景象。咻咻！某一刻，前方虚空震荡，那远处虚空数道身影御空而来，降临场中，顿时引起一阵惊呼。快看，那位怀里抱着一只大雕的女人，就是赤羽长老。有人一眼认出赤羽长老，眼眸都狂热了几分。终于见到血月圣地的强者了。赤羽长老风韵犹存啊，他修为高深莫测，不知道达到了子府几遍。希望这一次我能通过血月圣地的考核。鱼跃龙门。在众人议论声中，赤羽长老以及随他而来的数名血月圣地强者便是降临到了整个8部血龙潭最高位置的祭坛上。他降临下来后，一股磅礴气息弥漫四方，那滚滚灵气波动让不少人忍不住心头一震。这股气息太强大了，宛若飓风席卷，将盖世强者的气质展露无遗。当赤羽长老降临下来后，那一双眸子却朝着人群中扫视一圈，然后在万剑宗方向定了定，眸中不变喜怒，然后这才收回视线。开始吧。赤羽长老低声道。开门见山。旁边一名随行强者点点头，旋即朗声道：今日是我血月圣地在青州午门三宗选拔弟子之日，此番选拔由赤羽长老亲自坐镇。此种选拔以往也进行过多次，所以本座也不再多说。当8部血龙潭检测阵法开启之后，各宗派选拔出来的优秀弟子全部进入阵法进行天赋检测。血月圣地收徒的最低要求便是金丹2品修为，低于这个修为便会被检测大阵淘汰，并且极有可能在阵法之内丧命。所以诸位切不可太过冒险，因为检测大阵真的会闹出人命。此话一出，众人的面色也都是微变。的确，之前的多次选拔之中都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子冒险进入检测阵法之中，最后却无力走出，死得很惨。检测阵法杀人，让不少弟子望而生畏，这也是各大宗派在这一场选拔之前都要各自进行一番角逐的原因。能修炼到金丹境或者接近于这个修为，那都是宗派的未来，没有足够的把握，宗门也不会放任这样的弟子前来冒险。不过达到金丹境后，也算是有了资本，一些弟子自愿前来，想要一试身手。
哪怕冒死，也要为了逾越龙门而进行这场探险。8部血龙潭检测阵法，当真就犹如冒险一般，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想要一试究竟的弟子，现在就开始行动吧。随着那执事长老话语落下，顿时那5门3宗甚至其他门派的弟子纷纷出动了。那般热闹的场面倒是让人相当意外。本以为在检测阵法那让人闻风丧胆的毁灭之力震慑下，那些修为不怎么样的弟子会敬而远之，却不成想一上来便是鱼贯而出，3、5成型，纷纷跃入阵法之内轰。而在此时，8部血龙潭上空，那血色灵气冲天起，然后化作一片大网笼罩下来。轰鸣之音响彻而起，顿时一股恐怖威压席卷而下。那些进入检测阵法范围内的弟子顿觉周围虚空气息滚滚，那种难以形容的压迫感让众人顿时心惊肉跳。阵法开启了，小心应对。好恐怖的压迫力，现在退出还来得及。一旦进入阵法，就要坚持走到阵法出口，不然死路一条。冲！我已经晋升金丹境，难道还能被阵法压迫致死不成？吼吼！进入检测大阵中的弟子一个个面色浮现出狰狞。而就在此时，那阵法上空数头庞然大物浮现出来，赫然是8头巨大无比的血龙虚影。不过虽是虚影，却蕴含着无比恐怖的气息，一声声宛若真龙的咆哮响彻天地，威压滚滚，让众多弟子心头发颤。熹微，以你现在的实力，这阵法对你已经没有任何威胁，放心大胆的冲吧。此时在那人群中，云朝暮对龙熹微说道，眼神中满是信任与坚定。师尊，我一定能进入血月圣地。龙熹微微微点头，然后下一秒就飞跃而入，进入到阵法之内。而与此同时，陆静的身影也是闪了进去。阵法倒是不错，只可惜等级太低。陆静感受着阵法之中传来的滚滚压力，却淡然地摇了摇头。对现在的他来说，这种阵法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丝毫压迫，他之所以进入阵法之内，也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而当他进入阵法中，赤羽长老的面色也微微变了变，一双眸子盯在他身上，似乎想要看出些什么。可陆静全程都表现得相当淡然，哪怕在他的操纵之下，那8条血龙虚影对他所在的那片区域造成更大的压迫，他也没有半点慌张，反而闲庭信步般的在阵法之中前行，连速度都没有丝毫改变。这小子到底身怀什么神通？赤羽长老旁边的几位圣地强者眼眸中同样浮现出浓浓的意外，能把柳如烟重伤成那般模样，这小子果然有2把刷子不过，他越是强大，老祖越是喜欢。赤羽长老冷笑着说道。阵法之内，几十名各大门派的弟子纷纷施展出自己的杀手锏，在那威压滚滚的磅礴阻碍之力下踽踽前行。在阵法之外，众人的目光也是相当紧张，几乎是寸步不离地注视着阵法之内的情形。楚天雄也是一样。此番万剑宗前来参加这一场选拔的弟子一共有3人，除了陆静之外，还有唐柳、研墨。至于其他弟子，倒是没有参与的打算。人人都知道，想要进入血月圣地是多么的艰难，那阵法根本不容半分投机，噗呲！而当阵法开启，诸多修士进入其中，没有半炷香时间，忽然有一名弟子一口鲜血喷出，眼神中充满浓浓的惊恐，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他的全身气息便已开始消散。砰！一声沉闷轰鸣过去，那弟子的血肉之躯竟无法承受阵法的磅礴大力，而被压爆。阵法之力的恐怖让人头皮发麻，那位弟子就那么的被阵法灭杀了。好恐怖的力量！那位弟子可是刚刚晋升金丹境，这等实力竟然都无法通过阵法测试，此等修为都无法通过，这岂不是说绝大部分弟子都要被淘汰？这乃是被淘汰啊！他们分明是要被全部灭杀。不要啊！我狂刀们培养出一名弟子不容易，就跟我们门派出了一位天才很容易似的。随着时间推移，那阵法之中的力量似乎越来越恐怖狂暴，而那些弟子们被这种力量侵蚀，内心的坚守也是逐渐的开始分崩离析。只有达到了金丹2品以及以上境界的弟子，似乎才有能力应对。低于这个修为的弟子，可谓举步维艰，拼尽手段，方才有着保命的可能。哈哈哈！陆静兄弟，又见面了。而此时在那阵法之中，一声爽朗的笑声传来。陆静看到此人，抱拳道：“原来是天仇兄。”此人便是段天仇，之前送过陆静宝贝，没想到今日竟在这阵法之中相遇。陆静兄居然还记得我，这倒是让我相当感动。段天仇哈哈一笑，却是发自内心的。陆静最近名声鹊起，风头正盛，成了整个青州的名人，段天仇显然听说过。段兄说笑了，你的修为也不弱。陆静眼神眯了眯，已经感受到了对方的气息。3品金丹境，满足血月圣地选拔弟子的条件。走，咱们去阵法之外畅聊一番。段天仇笑着说道。陆静点了点头，然后2人便闲庭信步般朝着阵法出口走去。
整个过程宛若寻常行走，丝毫没有受到阵法之力的威胁，哪怕那8头血龙的威压之力再次滚滚降临，也没对他们造成伤害，反而在他们周围，一群弟子无法承受那股恐怖之力的压迫，纷纷吐血而往整个阵法之内，死伤者数量急剧攀升。一时间气氛就变得诡异起来，那阵法之内几乎成了一片杀戮的场所，外人却不得参与，甚至阵法开启后，连赤羽长老都没有将其停止的手段，只能如此疯狂下去。随着时间推移，阵法之外观战的宗派强者面色变得越发复杂，甚至那些亲眼看着自己宗门天才殒命于此的宗门高手，此时面色也是变得相当难看，却无计可施。有些人除了后悔还是后悔，根本就不该不听劝解，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非要硬上的话，只有死路一条。这阵法之中被杀戮掉的弟子已有30-40人，这可是宗门的未来啊！没想到如此轻易的就折损于此。你们看，测试阵法出口已经有人走出去了。当这个声音响彻，顿时所有人的目光便看向了那测试阵法出口。一片血色的气息之中，陆晋和段天仇以及龙熹微、唐柳从其中迈步走出。看到那出去的弟子，楚天雄眸色浮现出喜色，而与此同时，那赤羽长老眸色也带着玩味笑意。这次倒是不错，一次性能收数名徒弟，老祖他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血月圣地选拔弟子是为血月老祖服务的，所以天赋强大的弟子越多，实力越高，赤羽长老就越高兴。毕竟自己从老祖那里得到的好处就更多。不过他眸子再次看向陆晋，他全程表现的都是那般淡定，的确手段不俗，能差点将自己新收的徒弟柳如烟杀了，足以引起他的重视。何况柳如烟这段时间可是修炼了自己给予他的血魔功，而且其体内还有至尊骨加持，在如此实力之下仍旧输得那般凄惨，足以说明他手段之强。可就在这时候，视线里那道身影居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愕然的举动。只见那已经走出阵法的陆晋竟是转身又进了阵法之内。这小子要做什么？赤羽长老眉头微蹙，这种情况可还是第一次见到。什么？他怎么又回去了？好不容易出来，竟然又进入大阵，这是艺高人胆大吗？那些人想出都出不去，甚至在面临死亡的威胁，他竟然又回去了。人比人真的得死，难道他是回去救人？此时众人看到这一幕后，眼神也全变了。楚天雄眸色也有着一丝意外，不明白陆晋到底想要做什么。而此时的陆晋进入阵法中后，却抬眸看向阵法之上，那从8部血龙潭4方8根巨柱释放的能量所幻化的血龙虚影上。就在刚刚，他走出阵法后，青莲女帝的声音响起，她说她要回血。青莲，你看中了这阵法的阵基？陆晋皱眉问道。登徒子竟敢直呼本帝名讳。可听到陆晋这话，青莲女帝却嗔怒起来。我俩都那般亲近了，这么叫不过分吧？过分！青莲女帝声音噙着怒意。诸天万界，万载洪荒中，本帝只允许一人如此称呼我的名讳。此话一出，陆晋不说话了。他一阵悸动，似乎从未见女帝如此动过怒。好，女帝大人，请问您要我怎么做？女帝声音并未恢复平静。给本帝钻到柱子底下去。钻。好。轰！陆晋硬着头皮一拳轰在巨柱根部，还挺硬。一拳下去，地面颤抖，出现了几道裂纹。轰！紧接着一拳又一拳，连续不断的轰了下去。而这一刻，所有人都被他的动作搞懵逼了。靠！这个陆晋在干什么？难道他要破坏阵基？天哪，这也太疯狂了吧！我知道了，进入其中的弟子出不来的都要死在里面，而只要将阵法破坏掉，他们就有生还的希望。陆晋是在拯救他们，兄弟大义啊！这一刻，听到有人如此呼喊，众人似乎也被陆晋的精神所感动。毕竟随着时间推移，那些进入其中走不出来的弟子，死亡的几率越来越大，而有赤羽长老等血月圣地强者坐镇，他们所在宗派之人根本不敢出手相救。而陆晋此时这般做法，无疑让所有人心头激动，甚至被他的行为深深感动。只是他这般行为却让赤羽长老等人面色一变，这小子竟敢破坏我8部血龙潭的阵法！长老，这小子是在找死，不如出手将其镇杀。哼，不需要你动手，那阵法能量自会将其轰杀。赤羽长老眸色阴沉，之前他倒是没有想灭陆晋的打算，毕竟如此天赋绝伦的弟子，若交给血月老祖，自己定会得到的更大好处。哪怕陆晋将柳如烟重伤成那般狼狈状态，他也没有想要灭他的打算。不过眼下陆晋敢挑衅血月圣地的威严，他必须要出手教训。天众、龙众、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
魔猴罗咖，八部天龙，听我敕令，镇杀此子！吼！随着赤羽长老一声令下，顿时那阵法之上，龙吟响彻，八头血龙竟是幻化为各种魔怪，震荡虚空，朝着陆静呼啸而下。女帝大人，怎么办？陆静有点无奈，自己轰人家阵机，此时显然被针对了。那分散的八头血龙显然无法将自己怎么样，可此时八部血龙忽然化形，爆发出强大10倍的毁灭力量，陆静想要继续破阵机，显然不可能了。本帝给你的那防御是吃饭用的，却不成想千钧一发之际，青莲女帝的声音却是那般淡漠。好！陆静丹田之中金丹灵力呼啸，眨眼开启龙纹防御。轰！龙纹遍布全身，形成一道宛若钢气般的光罩，其上似乎有着龙形虚影不断游走。下一秒，那八头魔怪就疯狂轰击而上。咚！轰鸣之音响彻，阵法之内的空间震荡不休，那在其中坚持的弟子，离得近的直接被余波震死，远的也被冲击得半死不活，整个血腥大阵之内更加惨不忍睹。这目不忍视了，太血腥了，陆静被针对了，这可如何是好？众人大惊，那阵法出口处走出去的弟子也清晰感受到阵法之内的能量波动，那震撼人心的力量让龙熹微、研墨他们目瞪口呆。而此时的楚天雄眸色却相当森寒，甚至手中已经凝聚出一道灵光，准备偷袭那操纵阵法的赤羽长老。只是让所有人愕然的是，在那般恐怖的攻击之下，陆静的防御竟完好无损。赤羽长老目瞪口呆，好强大的防御，这小子身上的宝物非同凡响，不过放在你身上那就是暴殄天物了。这一刻，赤羽长老眸色森寒，杀了陆静的心思更甚。大雕，你去！可眼看着那八部血龙都无法破掉陆静的防御，赤羽长老一伸手，怀中那大雕瞬间冲出，噌！那大雕直接冲入阵法，须臾化作一个雕头人身的怪物，体型暴涨，高达3丈，对着陆静狂飙而去。可就在这时，一直没有停歇的陆静最后一拳直接轰开大地，一头钻进那血色灵气震荡的地洞之中。砰！当陆静钻进那地窟的瞬间，那体型硕大的雕头人身怪就轰了过来，却因为陆静突然消失，他一头扎在地窟上塞住了。他来的正是时候，送死，给个龙纹防御，让他当塞子。陆静刚进入八部血龙潭地面下方的空间，还未看清下方情形，青莲女帝的声音就传了出来。塞子。陆静抬眸，瞬间会意。噗呲！下一秒，孽火阵御剑一剑刺出，那被卡住的雕头人身怪脑袋就被刺穿了，血流如注，从上面喷洒下来。嗡！就在这一瞬，一道龙纹腾起，笼罩在大雕身上。陆静拍了拍手，然后飞速下前。而此时，地面上众人看到那雕头人身怪趴在那里不动弹，身上道道龙纹弥漫，都愣住了。发生了什么？赤羽长老眸色一变，内心竟腾起一丝不好的预感。大雕！他轻轻召唤，那大雕趴着没动，头插进地面，看不出什么状况。阵法撤！翁赤羽长老大手一挥，顿时八部血龙潭上空的阵法瞬间消失而去。那些半死不活的弟子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大雕！赤羽长老飞身而上，可那大雕却动也不动，他动用灵气要将其托起，却被一道防御之力阻隔在外。死了！当赤羽长老发现那大雕竟生机全无，顿时暴怒。可恶！混蛋！给本长老出来受死！他怒了，咆哮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赤羽长老息怒，那小子进入下方阵基，必死无疑。下方可是埋葬着一根血龙骨，那等惊天煞气，必让其十死无生。赤羽长老身边那几名血月圣地强者说道。闻言，赤羽长老这才心痛地看着大雕，无奈道：下方乃大阵阵基，能量狂暴，若释放出来，本长老都无法应对，只能静观其变。当他心情稍稍平复了一点，便想到这下方阵基绝不能轻视。血月圣地当初之所以在此地打造大阵，就是因为下方发现了一根血龙骨的存在，虽只是一根，却蕴含着无上煞气，而阵法之力不过利用其煞气之万一，而即便如此，这阵法之力依旧如此恐怖。此番路径竟是进入到了阵基之中，等待他的定是有去无回。此时楚天雄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路径忽然消失地下，还能否活着出来。众人面色纠结，表情凝重，却不敢轻举妄动，只静观其变。甚至看着自己心爱的大雕惨死当场，赤羽长老都没敢将其拔出来。他内心有些崩溃，而此时的路径进入下方阵基后，顿时就感受到其中一道道惊人煞气不断弥漫而来，宛若刀子般冲击着他的血肉之躯。好在龙纹护体，那些煞气并不能伤害到他。女帝大人，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陆静有些愕然，不知道青莲女帝的心思。青莲女帝却冷笑道：“这种垃圾还不配本地使用，你朝煞气浓郁的地方走，其他别管。”陆静愣住，此处煞气已经相当惊人，却入不了他的法眼。好，你不用，我用。嗡！下一秒，陆静直接动用藏天关，将周围煞气吞噬而入。几乎在吞噬的瞬间，那精纯到极点的灵力便反哺进入金丹之中。这好东西都不用，那我就笑纳了。陆静满意一笑，此地煞气异常浓烈，通过藏天关的转换，他甚至感受到这煞气反哺之后的灵力雄浑程度，比自己在万剑宗修炼秘境中的灵气还要浓郁。既如此，那就大肆吞噬。而随着他一路前行，一路吞噬，那前方的煞气也越发浓烈，甚至到了最后，他来到一片连空气都是纯血色的空间中。咔嚓！忽然，他那龙纹防御之上竟出现了一道裂纹。什么？这么厉害？陆静一惊，只顾着吞噬，却忽略了防御。而在那血色煞气之中，他的防御竟然要碎了。那龙纹防御力异常强大，可到了这里，竟被血色煞气压迫的要碎裂，可想而知此处煞气的恐怖程度。给我吞！陆静释放藏天关的吞噬力量，更加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煞气。与此同时，他也将龙纹上的裂纹开始修复起来。然后他继续朝着煞气弥漫的血色空间深处走去。咔嚓！直到一声爆碎之音响彻，那龙纹再也支撑不住煞气侵蚀，陆静这才停住脚步，大肆吞噬掉周围煞气，然后驻足修复防御。而抵达此处后，他分明感受到金丹之中的灵力又积累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距离突破也近在咫尺，吞过瘾了不？过瘾了，本地就开始了。陆静终于停止了吞噬，然后全神贯注施展大演化龙诀，随着功法运转，那周身龙纹再度凝聚，甚至那龙纹的光泽比起之前更加温润，气息更加磅礴。当青莲女帝的声音传出，陆静立刻道：“您请便。”他倒是想看看，在如此惊人煞气之下，青莲女帝要干什么。他话音刚落，忽然一道身影出现在前方血色空间中，而让陆静愕然的是，此时的青莲女帝竟是褪去了衣衫，长发披肩，赤足站在血色煞气之中，朦胧诡异，宛若血神在沐浴，妖娆的宛若梦境。青莲女帝却不管陆静惊愕的眸光，她莲步轻移，似乎对周围煞气毫无察觉，一步步走入那血色深处，最后竟消失在陆静视线里。嗡！陆静立刻施展精神力探查，可在如此煞气之中，他的精神力竟被严重阻隔，只能探查方圆10丈以内，10丈之外一片血光朦胧，啥也看不到。女帝大人，你可要小心啊！陆静撇撇嘴，有些无奈，却也有些关切的道。嗡！血色空间深处响起了嗡鸣声，起初声音不大，后来却愈发响亮，一炷香过去，连空气都开始颤抖起来。某一刻，当陆静忽然感到自己精神力骤然扩大，那煞气浓郁程度快速锐减，他便看到一道绝美女子身影再次浮现出来。只是当他刚松了口气的时候，一道蛊惑撩人的声音响起：“陆静，本地吞了太多煞气，体内邪火乱窜，你速速过来帮本地压制。”压制邪火？陆静一听，当场愣住。什么意思？他很清楚，可在这种地方，女帝大人每次挑的地方都很别致。愣神间，一双玉臂缠上了脖子，如蛇游走，软弱无骨。你怎么那么烫？皮肤接触，陆静愕然，女人身体如火，炽热滚烫，像刚从热水里出来。别说话，吻我。青莲女帝身体贴上来，神情急迫，恍惚中却有着陆静不敢违逆的威仪。你如果确定这样能救你，那我豁出去了。都轻车熟路了，还废什么话？好，女人，待会可别求饶。陆静大义凛然地握住那纤纤腰肢，将火焰烈烈的女人揉成娇弱的水。震击之下，春光浮动，地面之上，众人眸光复杂，谁也不知道此时的陆静究竟在做什么。只是那8部雪龙潭上空，原本血色灵气飘渺游走的景象，却在快速收敛，那8根冲天巨柱之上的滚滚气息也开始莫名涣散。赤羽长老眸色更是复杂，身上杀意弥漫，一双森寒眸子缓缓看向万剑宗阵营，却并没有动手。传闻万剑宗内有至强高手坐镇，圣地4大家族的墨家老祖都被轻易灭掉，他可不想得罪那位高人。倒是这个陆静身怀异宝，且又在破阵，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杀他。只是赤羽长老只听传言万剑宗出了个高人，却不曾想到那高人所保之人正是他一心要杀的陆静。长老怎么办？阵法力量在消散。旁边一长老磨牙道：如此下去，恐怕大阵真要被毁了。凭他的能耐，想毁了血龙骨绝不可能，可要毁了血龙骨能量支撑的阵法却不好说。赤羽长老还请定夺。几人看向赤羽长老，
眸色复杂出了如此一个妖孽，本该高兴，可几人此时却高兴不起来。他们怕控制不住陆静，若对方听劝，还能将其交给老祖，他们定也会因此而得到重赏。可陆静这般举动，他们实在是心中没底，此子绝不能留。赤羽长老双眸微眯，几位，他虽天资绝伦，却有违我血月圣地的规矩，既然坏了规矩，那我等就按规矩惩治他。诸位布阵，本长老要瓮中捉鳖。好。翁随着赤羽长老一声令下，一道刺眼玄光爆发，其中竟浮现出一座金字塔虚影来。几名强者灵气弥漫而出，罗网般的灵气汇集在一起，涌入金字塔内。那虚影越发凝实，最后重重落地，镇压在路径轰出来的地窟之上。而当金字塔落地，磅礴厚重的巨力竟是将那龙纹笼罩的大雕尸体压爆而去。看着这一幕，在场众人面色复杂，表情各异。路径、楚天雄以及万剑宗之人无疑对路径颇为担忧，可此时出手并不是最佳时机。诸位，赤羽长老看来是对路径动了杀心，本座不管路径究竟在做什么，赤羽长老想杀他，我必与之不死不休。闻言，万剑宗强者纷纷点头。宗主，路径是我万剑宗天才，我等也不能看着他被杀，一旦有动静，我等伺机而动，定要将路径救出来。听着这些话，楚天雄微微点头，凭他的实力，未尝不可与赤羽长老一战。他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想要众人一个态度。现在看来，万剑宗大清理一番之后，留下来的人果然忠心。既如此，那就没啥好怕的了。人心齐泰山移，万剑宗虽比不过血月圣地，可他还有圣堂。楚天雄眼眸微眯，旋即一道传音符消失在指尖，天色渐晚。那镇压地窟的金字塔一直没有动静，甚至有人怀疑路径已经丧命其中了，却没有人离开。时间来到后半夜，大地深处，春光终于散去，那浓烈血光竟也完全消失。此时的大地之下，清清朗朗，煞气全无，只有路径在那瘫软如泥的摆出个木字，闭目休息。这一通操练，他艰难万险，甚至动用了藏天关，不断吞噬周遭煞气，连那界中灵石都足足消耗掉上万，才救人成功。此时他并非没醒，而是不敢看几丈外的绝色女人。不知他体内邪火缘何那般霸道生猛，几年来从未这么累过。呼！昏暗中传来青莲女帝的轻微叹息声，她瞥了眼地上男人，暗暗磨了磨银牙，还不是成了死狗，死有一点疼，嘶嘶。不知打坐了多久，浑身散架的感觉终于消失，青莲女帝这才站起身来，穿好衣裳，恢复了之前那般不容亵渎的仪态。玉手一翻，一块玉骨浮现。嗡当这块玉骨出现的瞬间，清朗空气中一股惊人波动骤然扩散而开，那地上躺着的路径也登时睁开眼。女帝大人，别玩了。路径怕了，青莲女帝就是因他而陷入邪火沸腾的状态，继而不断压榨自己。此刻他又将其拿出来，路径着实慌了。呵呵，瞅你那怂色。青莲女帝冷笑一声，放心吧，这龙骨中的邪煞之气已经被本帝荡除干净了，当然这里有你的功劳。说着，青莲女帝玉手一挥，一道金光落入路径手中。路径低眉看去，赫然是一枚金色钥匙。当然你也得了不少好处，五品金丹境的修为可以开启藏天关内的一处小空间了。路径皱眉，立刻感受自己的气息，果然经过一番折腾，修为又晋升了。而且每次跟女帝快乐的时候，境界提升甚至都不会招引雷劫，而且晋升速度极快，这的确很爽。不过他立刻将注意力看向手中金色钥匙。女帝大人，藏天关内还有小空间，可否告知里面有什么吗？青莲女帝撇嘴，自己看去，本帝要彻底炼化血龙骨，我会消失一段时间。另外进入血月圣地血龙潭秘境的事别忘了，不然弄死你。路径，他叹了口气，伴女帝如伴虎啊。旋即心神一动，进入藏天关空间中，看着手中金色钥匙，他皱了皱眉，这小空间在哪？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路径蹙眉，却没再犹豫。青莲女帝给他的东西绝对错不了，藏天关、无尽丹田、地霸琉璃骨都是他给的，甚至直到现在他都没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宝物，现在又给他宝贝，这倒是让他有些迫不及待了。不过这小空间在什么地方？他拿着手中的金色钥匙，精神力灌注而入。嗡，就在这一刻，那钥匙直接朝着前方空间飞了出去。路径一惊，旋即快速掠去。藏天关内本是一片空阔无边的空间，苍茫浩渺，可当路径追随着那金色钥匙向前飞掠一阵之后，前方竟诡异地出现一座金色大门。只有一道门，巨大无比，门后面的一切都看不见。在那金色大门正中央的位置，是一把碧暗脑袋状的金锁。轰当看到这大门的瞬间，
陆静心间猛然一动，似乎有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在脑海炸响。他不明白自己为何冒出这种感觉，那大门之内究竟藏着什么东西开？他没再犹豫，钥匙直接插入锁孔，咔嚓金属碰撞声传开，那金色大门缓缓开启，其中金光暴涌，宛若黄金大道，光芒洒在他身上，似乎天地间铺上了一层永恒的光辉。古老的气息袭击而来，陆静再度蹙眉，他竟从这古老气息中感觉到一丝熟悉感，好怪异的感觉。他不明白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可那金色空间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召唤着他。他迈步而入，消失在浓郁的金光之内。砰！身后金色大门忽然关闭，发出洪钟大吕般的轰鸣，整个空间布满金光，看不到别的任何东西。陆静精神力扫视，朝着四方蔓延，百丈千丈，依旧没发现任何异样。他停住脚步，四周一切声息全无，似乎陷入到一片永恒的沉寂之中。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砰砰砰，那声音在扩大，持续性扩大，声音越来越大，恍然间似乎变成了战鼓，一声声雷动而起，似跨越无尽的时空，听到了恍若远古梦境中的绝响。视线里的金光飞速变换，战鼓雷动间，大地开始颤抖。遥远的地平线外，潮水般的杀戮军团呼啸而来，黑压压的一片接天连日，裹挟着滔天杀意杀将而来。陆静恍然，似乎陷入到了一个逃不掉的梦境中。他身后无人，一人立于天地之间，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杆三叉戟，一人一戟，带着冲天之势昂然而立。是杀还是逃？那三叉戟忽然震动，其中竟传出一道人语声。陆静更加愕然，这究竟什么情况？他不明白这究竟是不是梦境，他也从未见过如此真实的梦境。是杀还是逃？三叉戟重复着同样的问题。他娘的，杀！陆静眸光突然火热，既然不知这是什么鬼地方，那就大杀四方。逃是不可能逃的，他字典里就没这个字。轰！他话音刚落，那三叉戟再次发出一声轰鸣，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其中蔓延开来，连陆静都满眼愕然。三叉戟，你是什么级别的战兵？那三叉戟没理他，直接向前方歪倒。陆静一直抓着三叉戟的手，这才传递来一股大力。之前直立在地上，他没感觉到这三叉戟的重量，可当这战兵一歪，他想去抓住，却发现自己的力量竟是那般薄弱，突生一种手无缚鸡之力的错觉。不，这不是错觉，那三叉戟倒在地上，沉重无比，甚至深陷在地面之下。好重！陆静试图将其抓起，却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一动都不动。上！抓活的！而那潮水般的大军呼啸而至，一个声音响彻，竟是要将他生擒。洪流般的大军将他团团围住，陆静懵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怎么像一处远古战场？那些将他围起来的将士们，个个身披铠甲，身下骑着各色战兽，咆哮声、狂呼声、喊杀声震天动地。他杀了我们太多将士，一定要将其生擒，慢慢折磨致死。那军团当中不知谁在下命令，千万别让他拿到三叉戟，那三叉戟是他翻身的唯一机会。对方的话语似乎在提示着什么，而当那声音落下，前方一群士兵就冲了过来，手中长矛刺出，尖锐的破空声袭来，陆静立刻闪身躲开。你们是什么人？他想弄明白事情真相，可对方根本不正面回答他，一群士兵围上来，疯狂攻击，要将他活捉。轰！陆静全身气息滚滚，彻底爆发了。孽火镇狱剑，大眼化龙诀。翁面对如此众多的敌人，他直接施展杀手锏，没有丝毫保留。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等功法竟然在这里无法动用，根本无法凝聚成剑，也无法凝聚成防御。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只有那把三叉戟才能拯救自我？之前那人的话让他猛的同时，似乎又给了他希望。给我起！陆静狂奔向那躺在地上的三叉戟，双手猛抓，要将其抓起来。可那三叉戟实在是太重，纵使他拼尽全力，竟也未能动其分毫。不要做无谓的反抗，放弃挣扎，少受点苦。冲上来的一群士兵眼眸轻蔑，却并没有急着将他抓住，甚至还有人抱着膀子围在他周围，一副看热闹的表情。这些人到底是要干什么？陆静真搞不懂了。蹭！忽然最前方的一名士兵直接冲了过来，陆静似乎丧失了感知力，根本无法看出他的战力层次。给我死！可就在这一刻，他一拳就轰了出去，下一秒重重地印在那士兵胸膛之上。砰！那士兵胸膛凹陷，直接死狗般飞了出去，落地时竟散落成一片金光，消失不见。这究竟是什么东西？陆静眉头皱紧，正诧异间，敏锐的精神力却发现那消失的一道金光竟钻进了三叉戟之内。陆静发现端倪，
再次抓住三叉戟。这一次，原本纹丝不动的三叉戟，在他拼尽全力之下，竟挪动了一毫。难道？陆静眉头倒竖，旋即看向那一片黑压压的大军。既然如此，那便杀！陆静看到了机缘，青莲女帝留给他的，定是一场机缘造化。既是机缘，那就定有获得之法。他此时貌似已看出端倪，杀戮。噌！他身影猛然前冲，即使赤手空拳，也要用最生猛的拳头轰出一条路。砰一拳下去，那铠甲战士再次化为金光，涌入三叉戟。这么弱吗？陆静再次皱眉。他虽看不出对方修为，可经不起自己这一拳，也的确让他倍感意外。跟对方军团那来势汹汹的阵仗，完全不相匹配。不过意外之下，他却一笑。既然这么好杀，那自然是好事。而且他再次尝试了一下，那三叉戟的沉重感果然又消失了一丝一毫。于是他不再有半点拖沓，直接杀入敌阵，捏着一双拳头四处轰杀。打斗声骤然响彻，那纯粹的灵气拳头所过之处，一片片金光爆射。那千军万马的阵营顿时阵脚一乱。杀自己将士宛若砍瓜切菜，这还了得？上！速速将他擒拿！擒拿！那个不知何处传来的声音号令全员不断潮水般冲上来。陆静正面迎击而上，没有半分躲避，浑身灵气澎湃，甚至一拳之下能轰死3、5个。战斗瞬间白热化，而那些被轰死的铠甲将士无一不化为金光冲入三叉戟内。一时间，那三叉戟上金光缭绕，连绵不休。随着杀戮的不断继续，不知过去了多久，陆静发现自己所面临的铠甲战士的战力竟越发强大。起初他一拳之下能轰死3、5个，可到了后来数拳才能轰死1个，越发吃力。而对方的人数黑压压一片，似乎并未因为他的疯狂杀戮而减少。再后来，当一名铠甲战士一拳轰来，竟然和陆静打了个旗鼓相当之后，陆静心下一惊，如此下去，恐怕他将会被对方抹杀。他所面临的战士的实力越发强大，似乎越往后越强，而那一片阵营仍旧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似乎是一场令人绝望的对决。好在当他再一次抓住那三叉戟的时候，这一件不知达到何等级别的战兵终于被他舞动起来。嗡！当三叉戟离地的那一瞬间，一股恐怖的波动呼啸而出，陆静感受到其上传来的强悍力道，面色也相当震惊。可下一秒，手臂上传来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往下沉去，似乎以他的力量，纵使能舞起这三叉戟，却也只能坚持瞬息时间。不过这足够了，给我杀！陆静手握三叉戟，对着前方冲来的一名铠甲战士刺了出去。噗呲砰！那有着与陆静旗鼓相当战力的战士，竟在这一击之下瞬间丧命。好强大的毁灭之力！陆静愕然，旋即欣喜不已。而与此同时，那被灭战士也化为一团金光，冲进三叉戟内。那沉重的戟身果然又轻了一分。继续杀！从开始到现在，陆静几乎已杀红了眼。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那潮水般的大军什么时候能被消灭干净。可如今有着三叉戟的恐怖杀伤力，他也终于是看到了希望。当陆静在藏天关这一处小空间内不知疯狂杀戮了多久的时候，那地面之上众人却依旧处于等待的状态中。时间却并没有过去多久，赤羽长老布下的阵法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波动，所有宗派之人都眼神复杂的等待着。只有万剑宗一群人眸光中有着怒火涌动，却依旧在沉默着，准备见机行事。暮色四合之时，八部雪龙潭这片空间多出了另外的一些身影。当楚天雄扫视一圈后，发现除了他召集而来的那些圣堂使徒之外，竟还有其他一些陌生的身影。那些强者气息隐晦，却隐藏不住上位者所拥有的气度。他们是何人？目光疑惑间，他缓缓转头看向万剑宗阵营里一道年轻女子的身影。研墨他们双方之间并未交流，可以楚天雄的敏锐的洞察力似乎能察觉到什么。难道那些人是因他而来？研墨的横空出世，作为宗主的楚天雄自然也是颇为关注的。身为一名外门弟子，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修为晋升至金丹境2品，有资格参加这一场八部雪龙潭的选拔，这等天赋放在任何一个宗门都是绝对的妖孽。想到此之后，楚天雄的目光又变得意味深长起来。如此妖孽，身上竟然也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至于那秘密是什么，或许只能静观其变了。咔嚓，某一刻，一道惊雷之音忽然响彻天地，没来由的平地一声惊雷，让所有人面色巨变。而当所有人抬眸望天，那九霄之上风起云涌，雷云竟开始朝着八部雪龙潭上空疯狂汇聚。怎么回事？这是雷劫？是谁要渡雷劫？这般规模的雷劫，恐怕超越了金丹境强者的范畴。难道人群中有高人？怎么看不到？雷云汇聚间，风起云涌的狂暴气势，让所有人被震撼得目瞪口呆。
可当他们探查这究竟是何等强者引发的雷劫之时，那眸光却越发疑惑，并未发现任何人有晋升的迹象。而与此同时，藏天关内那小空间之中，举着三叉戟疯狂砍杀的路径似乎遇到了瓶颈。某一时刻，他发现无论灭了多少铠甲战士，那三叉戟的重量也不会再轻上一分，似乎是自己的修为桎梏限制了他对三叉戟的掌控。而他所面临的对手实力也越发强大，他无法发挥出三叉戟的威力，于是再次陷入到被动状态。这种情况之下，他选择铤而走险。女帝大人，既然你不说话，那我就要这么干了。至于能否引雷入关，陆静心里也没底。他询问青莲女帝，却没得到任何答复。可为了突破桎梏，别无他法。噌，那沉重的三叉戟被他奋力扔了出去，重重地落在地上，大地颤抖，虚空震荡。灭杀了一尊铠甲战士之后，竟被一群铠甲战士给围拢了起来。他们竟要抢夺这件超级战兵。雷来！看着三叉戟周围密密麻麻的铠甲战士，陆静仰天一声咆哮。下一秒，9霄雷光划破天际，金色雷龙降临而下，穿过虚空，刺破赤羽长老部下的阵法，于藏天关内那梦境般的远古战场上空闪现而出。蕴含着恐怖毁灭之力的金色雷弧顷刻间劈落在三叉戟上。轰！从天而降的巨大雷龙顷刻间轰在了三叉戟上。那三叉戟金光暴涌，将天雷之力朝着四面八方狂飙射去，周围有那些铠甲战士瞬间爆成一团团金色雾气，刹那间被三叉戟吸收。陆静眸色愕然地看着这一幕，显然没想到那9霄雷云竟真的能劈入藏天关内，而且效果还不错。这一瞬间的雷霆之力轰杀了足有上百铠甲战士。陆静没有半分拖沓，他知道自己必须收起内心的震惊，先解决眼前的困难才是第一要事。吞噬掉了上百铠甲战士的金光之后，那三叉戟果然又轻了许多。他将三叉戟紧紧抓在手中，疯狂舞动间，朝着那军团阵营深处抛了过去。砰！重重落地，那被杀得七零八落的阵营里，所有铠甲战士仓皇而逃。三叉戟的力量觉醒了，撤！快撤！竟能引动雷霆，我等万万不是对手！撤！那潮水般汹涌而来的军团，此时进入退潮般快速退去。陆静并未穷追猛赶，一道雷霆之力降临下来之后，他体内金丹力量在涌动，即将突破的感觉相当强烈。轰！他索性直接原地盘坐，而那金丹雷劫也再次席卷而下。完全没想到，刚晋升5品金丹没多久，现在又要晋升。而此时不光他自己愕然，在外界那8部血龙潭上，所有人目瞪口呆。那雷霆之力竟落到了地下阵基，难道是陆静干的？除了他之外，没别人了。太匪夷所思了。这道雷霆力量太过磅礴，连赤羽长老部下的沙阵都瞬间轰成虚无了。这个陆静究竟什么修为？这雷劫之力根本不是金丹境强者能引发的，而是紫府境强者才有资格引动的天象啊！众人议论间，赤羽长老等人更是被气得目眦欲裂。这个混蛋，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是怎么引起如此狂暴的雷霆之力的？这小子身上一定有重宝，肯定是利用重宝之力引动超级雷霆力量，然后再利用我的阵法过滤掉雷霆力量对他的侵蚀。这简直是一举两得，这小子太狡诈了！赤羽长老，如今之计，我等该如何？赤羽长老怒火中烧，今日他怀着必杀之心对付陆静，却不曾想会出现如此意外之事。不过他磨了磨牙，一双阴森的眸子忽然看向了万剑宗众人所在方向，把他们拿下做人质。本长老就不相信，他区区一个弟子，能奈我何？是。几名强者忽然对着万剑宗众人所在的地方飞掠而去，浑身气息迸发，顷刻间将众人团团围住。你们要做什么？楚天雄一步踏出，气势凛然。识时务的，乖乖束手就擒，不然你万剑宗今日灭门！赤羽长老威胁的话语落下，一群人一拥而上，而万剑宗众人全看向楚天雄。然而楚天雄并没有反抗，以他3遍紫府境的修为，足以跟赤羽长老一战。可其他人呢？那些人肯定依旧会被生擒。内心飞速做出权衡，再加上他现在还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实力，也不清楚此时的陆静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于是一群人便被赤羽长老等人以一道灵气大网封锁了起来。在楚天雄眼里，一切静观其变，现在还不到搏命的时候。轰隆9天之上，那恐怖的雷霆再次降临，让人头皮发麻的波动响彻天地之间，最后却全然入地。那整个8部血龙潭在数道雷霆肆虐之下，彻底沦为废墟。这般恐怖景象持续了一阵后，当9天雷云散去，所有人心悸地望着废墟般的祭坛，心情无比复杂。8部血龙潭被毁掉了。赤羽长老咬牙切齿，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宛若闷雷，向着大地洞穴的方向。陆静，
立刻给本长老出来受死，不然你万剑宗的人，本长老数到10个数，便要杀一人。”此话一出，全场再次震惊了。他们看着赤羽长老那穷凶极恶的态度，那杀意弥漫的神情，纷纷后退。只是面对如此威胁，那万剑锋众人虽紧张，却并没有半分退缩，哪怕被束缚，却也有着殊死一搏的勇气。而人群里的研墨面色却相当淡然，似乎并未将此事放在眼里。而在千丈之外，那些似乎并不是门派之人的陌生修士，原本消弭的气息隐约地散发出波动，貌似在打算伺机而动蹭。就在这一刻，大地忽然震颤，一道人影从其中猛窜而出，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看了过去，正是陆晋。他出来了，他竟然真的活着出来了。这下方可是有着血龙谷那等恐怖的存在，之前的雷劫应该也跟那血龙谷有关，不然根本无法引动如此磅礴的雷劫。可我真不相信他能动用血龙谷的力量。出来了又如何？还不是被赤羽长老他们直接拿下。众人议论纷纷，面色颇为复杂，至于鹿死谁手，谁也看不清楚。然而当陆晋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却让人大跌眼镜：“赤羽长老，不好意思，一时没控制住，搞坏了这祭坛，不如到了血月圣地，我多干点活，弥补这个损失。”阿烈，谁也没想到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连楚天雄都满眼的诧异。当然连陆晋自己也不愿说出这等充斥着卑躬屈膝意味的话，可为了带青莲女帝进入那血龙潭，他也不介意隐忍一下。然而赤羽长老早就对他杀心四起，发誓今日必取他性命，岂会因为他3两句话而放了他？陆晋，血月圣地你去不了了。赤羽长老眸光充满杀意，因为今日此时本长老要取你狗命。轰！赤羽长老话音未落，身形猛地冲了出去，手中一把血剑当空凝聚，划破虚空，对着陆晋所在的位置一剑劈下。看他如此杀机滚滚，陆晋眼眸一沉，一股杀意瞬间弥漫。给脸不要脸！眼看赤羽长老一心要杀自己，陆晋也不管其他，既如此，那今日就灭他。而就在他要出手之际，一道身影先他一步冲了出去。赤羽长老，手下留情！楚天雄掌心灵气凝聚成枪，骤然击射，不偏不倚，正中赤羽长老手中血剑。当！轰鸣之音瞬间响彻，血剑被长枪击中，其上灵气爆发，震荡的虚空涟漪翻卷，冲向陆晋侧方，一枪打偏赤羽长老的攻击。那赤羽长老面色深沉，冷喝道：“楚天雄，今日本长老必杀他！你敢阻拦，就是在挑衅血月圣地的威严。”赤羽长老威胁的声音充满决然，不容置疑。而面对血月圣地赫赫威名的赤羽长老如此威胁，楚天雄却没有半点退缩的意思。赤羽长老若一心要杀我万剑宗天才，那本座也没办法，只有得罪了。轰！楚天雄话语落下，一股气息弥漫全场，当仁不让的气势让众人吃惊不已。没想到为了宗门一名弟子，楚天雄竟要得罪血月圣地赤羽长老。那赤羽长老可是3遍子府境的强大存在，这等级别的强者，5门3宗内明面上一个都没有。所以在众人眼里，楚天雄此番行为跟找死没什么区别。呵呵，楚宗主，就凭你的实力，可还不够看？赤羽长老还未说话，身侧一名圣地强者站出来，浑身气息烈烈，赫然是一名子府一变强者。能达到子府境，那在青州已经是超级强大的存在，而跟随赤羽长老来到这里的足有3尊。宗主，加上我。这时候身后万剑宗宗主李云峰站出来，气息爆发，眼眸决然。还有我。一名年轻弟子走出来，陆晋看过去，却不是别人，而是万剑宗3个经过测试前来的另一个男弟子唐柳。他显然没想到这个时候唐柳会站出来，而那唐柳此时也看向陆晋，大义凛然道：“万剑宗出了一位比我还天才的兄弟，这是我万剑宗的荣耀。身为师兄，我就算弱鸡，也不能眼看着宗门天才被别人威胁。”这话一出，身后所有万剑宗强者也是纷纷站了出来，同仇敌忾。龙希微被云朝木拦着，却没拦住，也冲了过来，没有说话，可那看着陆晋的眼神中却满是甘心情愿。你们也还不够看？赤羽长老看着那万剑宗众人打算联手反抗，怒极反笑：“楚天雄，你倒是让本长老有些意外，万剑宗能做到如此团结一致，倒很是难得。只可惜这种高尚的行为，在本长老眼里不过无知的找死行径罢了。”赤羽长老还未说完，一个女子声音再次传来：“哦，赤羽长老好大的威风，你要滥杀通过考核的弟子，就不怕引起众怒吗？”说话之人却是研墨。研墨说话的口吻让人忍不住生出一股异样之感，似乎高高在上，不容亵渎。可当赤羽长老看向他的时候，
却还是冷笑道：“好，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今日所有跟本长老作对之人，本长老一个不留。”此话一出，周遭空气温度似乎顿时冰寒几分，人心如坠冰窟。而午门三宗的其他宗派强者，此时更是眸色复杂，暗中议论着：今日若真大动干戈，恐怕万剑宗要不复存在了。可就在言默说完之后，周遭那些并未引起注意的陌生身影却纷纷飞掠场中，一个个黑袍人影显得颇为神秘，甚至连脸都被黑布遮住，不辨真容。而当一群黑袍人掠至场中，众人色变，纷纷猜测其身份。那为首一人手中两把巨斧忽然对撞，清越的金属交击之音响彻而起，随之而来的是他那中气十足的朗朗之音。什么时候血月圣地长老都这么嚣张了？说话间，气息弥漫周遭，那赤羽长老眸色顿时一变。这黑袍人的气息不弱，似乎跟自己相当。阁下是何人？为何要插手我血月圣地之事？赤羽长老眸色依旧森寒，并没有松口的意思。呵，看来我护龙卫最近行动少了，连血月圣地都不认得我天玄帝国护龙卫的斩龙府了。此话一出，顿时所有人面色大变。什么？他们竟然是护龙卫？天玄帝国皇家组建的超级龙卫，竟会出现在这里？不得了了！今日我竟能亲眼见到护龙卫的风采，没白来，哪怕没选上也没白来。护龙卫都出面了，这赤羽长老恐怕今日要罢手了。不过我倒是好奇，那陆静究竟有什么能耐，竟然连护龙卫都出面为他解围？的确很奇怪，不过这等天才能被帝国看上，应该也说得通吧。护龙卫强者的出现让众人议论纷纷，而此时的楚天雄场中对峙之人也懵了，显然没想到护龙卫竟会来到此处，并且站出来解围。陆静皱眉看着那护龙卫强者，却敏锐地看到人群中的研墨竟是美眸浅笑，看着护龙卫，他的眸光与别人完全不一样。难道跟他有关？陆静蹙眉。而此时看到护龙卫站出来说话，那赤羽长老的面色也终于变了。原来是帝国护龙卫，失敬失敬。哪怕是血月圣地高高在上的长老，见到护龙卫也要毕恭毕敬。虽然说血月圣地与皇族并没有什么纠缠，互不干扰，但最基本的关系还是要维持的。赤羽长老显然也不想因为此事让自己成为圣地与皇族不睦的导火索。那护龙卫为首的黑袍人声音冷漠：赤羽长老，今日之事你要一意孤行吗？闻言，赤羽长老眸色也复杂起来，不过很快却是冷笑道：既然护龙卫都出面了，本长老自然是要给面子的。今日我可以不杀他，不过他能活到几时，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此话意思很明显，今日不杀，改日再杀。听闻此话，那护龙卫强者不动声色看向研墨所在地方，一时间全场竟是鸦雀无声。可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却淡淡响起：原来是护龙卫，此番多谢了。只是我陆静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不想麻烦别人。陆静站出来，说完之后看向赤羽长老，眸中杀意丝毫不减。谁也没想到陆静竟会说出这种话。护龙卫的意外出现，无疑将他从赤羽长老手里拯救了出来。可他呢，非要往火坑里跳。护龙卫众人眸色也都是一变，隐约地看向研墨，眼神中有着不易察觉的无奈。陆静，这时候楚天雄站出来说道：护龙卫的大人都出面了，你就别耍脾气了，跟本做回万剑宗。陆静一听笑道：宗主，您忘了我可是要进入血月圣地的。众人愕然，楚天雄更是皱紧眉头，跟赤羽长老都闹成这样，他一门心思要杀你呢，你还非要去血月圣地，这孩子咋想的？怎么就那么犟？龙希微也走过来，看着陆静却没有说话，但是那眼神中的意思却一目了然，他在劝他。可陆静似乎从未打过败仗，这才是让他欲言又止的原因。你看着陆静那一双星眸，楚天雄心中微沉。陆静自然不是鲁莽之人，而且他手段颇多，此时这般举动定有他的打算。虽然有些拖大，可他思忖一番后，决定还是相信他。自己看中的人，不管怎么样，他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宗主放心，我不会有事。陆静看着楚天雄那深邃的眸子，笑了笑，然后那眸子又从龙希微脸庞上扫过，如沐春风，哪里有半点担忧的意思。可当那双眸子再次看向赤羽长老的时候，却忽然冷冽森然起来。赤羽长老，我一心加入血月圣地，却被你死死相逼，既然这样，我给你这个机会。嗡！陆静话音落下，体内一股灵气呼啸而出，一副要大战一场的架势。赤羽长老看他如此态度，眸色也再次冰冷起来。不过碍于那护龙卫在场，他还是隐忍下来。既然陆静要去血月圣地，那他之后有的是机会将他灭掉。陆静，你杀了我的大雕，破坏了8部雪龙潭，按规矩本长老是要擒拿你。不过
既然你一心要加入血月圣地，那本长老就给你这个机会，你通过了。赤羽长老这话再次让不少人眸色复杂起来。他们都明白，赤羽长老之所以服软，还是因为护龙卫在场，而且他的打算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陆静却没有藏着掖着，再次语出惊人，想到了血月圣地在杀我。闻言，赤羽长老眸色一变，这种话虽是他的真实想法，可当众被说出来，他还是颇为意外。他眯了眯眼睛，冷笑道：陆静，你很聪明，不过到了血月圣地之后，恐怕不用本长老亲自动手，你也活不下去天才云集的地方，你不过小蝼蚁罢了。陆静闻言却笑了笑，散去了身上气息。若不是有带青莲女帝前往血龙潭的任务，今日非要跟着娘们一较高下不可。既然他此时说出这种话，那他也就不再坚持，于是笑道：好，既然如此，那这血月圣地我还真去定了。当陆静说出这话之后，现场气氛似忽然从之前那种紧绷状态松弛了下来，而赤羽长老也没有再继续纠缠，然后嘱咐圣地长老继续按规矩办事。而很快，午门三宗以及其他宗门那些参加测验的弟子们加起来一共7人被最终选中。当然，不知内情的弟子内心极度兴奋，而陆静看着他们那般模样，也是颇有些无奈。龙希微也成功拿到了机会，甚至成了近些年来唯一一个非午门三宗之外的势力拿到进入血月圣地资格的唯一弟子。不过他最高兴的却不是进入血月圣地，而是能够继续见到陆静。他对陆静的感觉总是那么的自卑中又带着一丝希冀。赤羽长老约定3日后7名弟子前往血月圣地报道，之后他便带着圣地强者离开了8部血龙潭。而那护龙卫的强者跟楚天雄等高层打了个招呼之后，也很快离开了。其他势力强者纷纷散去，龙希微跟着逍遥谷的众人一同离开的时候，一步3回头，看着陆静那一道身影，依依不舍。楚天雄带着陆静等人离开，很快也回到了万剑宗。只是很快他便再次找到陆静，询问陆静的真实想法。青莲女帝要去血龙潭的事情，他自然是不能说的。不过调查血月圣地，血月老祖为师尊报仇，这也的确是他前往圣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楚天雄对陆静自然是相当担心，可是到如今他也只能答应陆静前往。而在离开陆静房间之前，他再次将一枚那戒交到他手里。陆静，本座能做的恐怕只有为你提供修炼资源了。到了血月圣地，你要见机行事，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给本座活着。血月圣地，这是整个万里青州地界上最庞大的一处修炼圣地，乃无数修士向往的庞然大物。血月圣地北方乃一座连绵数千里的庞大山脉，蜿蜒起伏，其中凶险无数，同样机缘无数。当赤羽长老从8部血龙潭回去的第2日夜里，他出现在那血月山深处，朦胧月光洒下，照耀在血月山一片血色雾气之中，使得整片山林似乎沐浴在一层淡淡的血腥之中。赤羽长老身形快速飞跃，周身气息澎湃，冲击的血色雾气发出呼啸呜鸣。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前方一片昏暗之所，一道人影盘坐着，周围血气弥漫，白骨森森，而那道人影赫然便是柳如烟。只是此时的柳如烟全身上下都浸泡在血腥之中，一呼一吸间，血色的气流通过鼻息，他身上甚至还弥漫着一层诡异黑气，身后还有3条黑色尾巴，随着血雾潮汐缓缓不断摇晃。师尊，当看到赤羽长老，柳如烟的眸子突然睁开，一双眸子一黑一灰，再也无法恢复黑白分明。你的伤势怎么样了？赤羽长老声音漠然，徒儿已经恢复完好了，只是这些人的气血太低劣，若是能找到金丹境强者的金丹来吞，我的修为定会大涨。赤羽长老闻言眸色一变，却眯眼说道：陆静要来血月圣地了，到时候你把他吞了。赤羽长老看着柳如烟，眼神玩味。柳如烟身上有他不知道的秘密，那道隐晦的气息，他在第一次见柳如烟的时候便已有所察觉。只是那道气息很是诡异，他并不想与之为敌。何况血月圣地的4大世家之一的墨家老祖都被人灭了，这其中更是有着他所不知道的隐情。再联想到在8部血龙潭的时候，连护龙卫都站出来保陆静，他不是傻子，自然能猜到什么。所以关于灭杀陆静的事情，他已不打算自己动手，借刀杀人是最明智的做法。柳如烟与陆静有深仇大恨，借他之手杀陆静，自然手最好的。虽然陆静实力强劲，让人琢磨不透，可柳如烟身上的秘密屡次保他不被对方灭杀，无疑也是一把暗中的刺刀。而他要做的就是提供磨刀石，让这把刀更锋利。万剑宗，陆静的私人修炼场所，一道气息滚滚的人影从其中走了出来。这段时间的修炼，我已将荡魔天书修炼到第3层境界，好像已经将其彻底掌控了。陆静感受着体内运转荡魔天书功法所带来的神异之感，
眸中却浮现出一抹怀疑。这可是楚天雄给他斩妖除魔的强大武学，他自己修炼多年都不曾有太大进展，可这武学在自己手里仅仅修炼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便将其完全掌控。这应该是大演化龙诀以及藏天关的缘故，不然我也不会掌握得如此之快。只是不知道这荡魔天书对妖魔的杀伤力会比寻常武学强大几成。陆晋这边刚走出，两道人影从天而降，来到他修炼的地界，不是别人，正是楚天雄。他在万剑宗内的修炼之地，除了楚天雄外，绝不允许别人擅闯。只是此时楚天雄却带来了另外一个人，陌生人，他并未见过。见过宗主。陆晋看到楚天雄，抱拳行礼。楚天雄一笑，然后直接开门见山道：陆晋，给你介绍一下，血月圣地一品堂堂主龙成风。陆晋点头，对所谓的一品堂并不了解。当然，血月圣地很大，人数众多，成千上万，其中怎么划分，怎么管理，他也仅仅略有耳闻罢了。至于一品堂堂主究竟在什么地位，他并不清楚。不过，既然是宗主介绍的人，他自然不会怠慢。这龙成风相貌堂堂，8尺之躯，一袭白衣，气度不凡，看上去比自己大了7、8岁，被楚天雄如此重视，甚至直接带到了自己修炼之所，可见此人应该是有些手段。你就是陆晋，听说你手段不俗，不知可否领教几招？龙成风剑眉一颤，连楚天雄都没拉住，他一拳就对着陆晋轰了过去。陆晋蹙眉间，身形也随之而动。对方出手的瞬间，刁钻的招数裹挟着一道灵力席卷过来，这让陆晋不得不小心应对。毕竟对方动用的不是灵气，而是灵力，只有达到子府境界才能动用灵力，而灵力比灵气的杀伤力可强了太多，再加上他并不知晓对方底细，哪怕是一场切磋也不能掉以轻心。唰，身形闪动间，二人皆是躲过了对方的刁钻攻击。可当对方再次出招，陆晋顿时蹙眉，这龙成风所动用的武学，竟是他刚刚将其修炼的炉火纯青的荡魔天书中的招数。唰，二人身形闪动间，再次躲过彼此的进攻。那龙成风笑道：身手不错，连我这等刁钻招数都能躲开，看来你并非酒囊饭袋。这4个字一出，陆晋眸子微蹙，酒囊饭袋吗？那倒是要比一下的。嗡，陆晋话落，招数陡变，直接动用了荡魔天书的招数。这一瞬，楚天雄也看出了端倪。龙成风也是圣堂成员，而且地位很重要，这些年隐匿在血月圣地，为楚天雄打探到了不少消息。而这荡魔天书也是楚天雄给他修炼的，只是他本来想带着龙成风与陆晋认识一下，等他去了血月圣地后有个照应，却没成想龙成风性格高傲，普通人他没兴趣，而能否检验出陆晋有没有本事，就只有上手了。而且一上手就是荡魔天书的招数，而陆晋此时也动用了这个招数。楚天雄瞬间就明白了陆晋话里的意思，他要用同样的招数对付龙成风。可龙成风修炼荡魔天书时间不短，超过2年时间，而陆晋不过刚刚修炼没多久，怎么跟他比？可眼看陆晋招数动用出来，二人你来我往，虽灵力并未太过磅礴，却也生猛霸道，倒是让楚天雄眸色一变。因为他看到陆晋的招数尽数施展之后，竟丝毫不落下风，一招一式，见招拆招。龙成风的招数虽境界很高，可陆晋一直到后来却依旧能迎头赶上，丝毫没有因为修炼时间短而被压制的迹象。龙成风的眸色也开始变了，他的每一招陆晋都能化解，而且轻松化解，眼看自己竟无法压制陆晋，龙成风攻势越发凶猛，甚至最后将他所领悟的荡魔天书武学最强大招数都施展了出来，却依旧没能占据半点上风。砰！当龙成风最后一招用尽，陆晋的一道攻击瞬间将其笼罩，赫然便是他并未领悟的更进一步的武学。身形倒退间，龙成风立刻收手。陆晋兄弟果然不错。陆晋见状也收回灵力，淡然一笑，承让。龙成风态度也立刻变了，之前似乎是故意装作高高在上的姿态，此时看着陆晋竟满眼都是喜色。宗主，陆晋兄弟的手段果然非同凡响，这荡魔天书的武学，他领悟的境界比我还要高得多。闻言，楚天雄也是不由点头。陆晋的天赋超出了本座的预料，这一次他进入血月圣地，成风，你要好好保护他。龙成风点点头，宗主放心，保护我圣堂的兄弟，义不容辞。陆晋一听，笑道：宗主大人想得周全，弟子先行谢过。陆晋说完，看向龙成风，龙兄的实力虽已达子府境，可在血月圣地，恐怕还不够看吧。